这个世界人均身高2米8，人类只是被关在动物园饲养的珍稀动物。穿越过来的唐仙儿抱紧小小的自己，绝望又无助。然而把她捡回家的男人们，却一个个的把她宠成了公主。背生双翼的俊美天使亲手喂她吃饭，桀骜不驯的吸血鬼先生每天抱着她不撒手，人身鱼尾的人鱼王子把最美的珍珠送给她，骁勇善战的兽族王让她坐在高贵的背脊上迎风奔跑。此时的唐仙儿躺在草丛中，饿得半死不活，一双无神的眼看着天空中的蓝色大月亮，幻想那是大炊饼。突然他感觉有人过来了，艰难翻过身体，直起一点脑袋看去，一双笔直修长的双腿缓缓走来，眼看就要路过他。唐仙儿心里一着急，奋力往前爬动一点，然后伸手扯住对方面料高档的裤腿，使出浑身的力气叫道：英雄救命！对方没有愧对英雄的称号，勾着他脏得没了原色的后衣领，把他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中。唐仙儿猛猛地与英雄对视，他见到天使了，这是他第一个念头。天使闪着太阳光泽的金色长发随意地搭在肩头，身后2个大翅膀，还有奢侈的美貌，就差脑袋上顶个光圈圈，就能印证他的身份了。天使好高大啊！这是他第2个念头。这时天使说话了，真是奇怪的生物。唐仙儿听不懂，直到对着天使发表完最后的感言，伴随着一阵悠长的度鸣声，唐仙儿再也顶不住，饿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唐仙儿抽动着鼻尖，悠悠转醒，意识还不清醒，本能的循着食物香气坐起身，一把抱住狼吞虎咽的往肚子里咽。肚子饿到极致，吃什么都是香甜的，就是有点噎得慌，想啥来啥。一大瓶盖的水正好送到嘴边，唐仙儿来者不拒的咕咚咕咚的喝下去，然后满足的仰躺回去。随着胃部那灼烧的痛感淡去，他溃散的意识终于回笼，视线里也能看见食物以外的东西。原来给他投递救命食物的人，就是之前那个美貌羽族。此时他正饶有趣味的看着自己。唐仙儿看看他们之间体型差距，缩了缩肩膀：谢谢您。对方似乎没听见，也可能是没听懂，看了他2眼，突然站起身，一副准备离开架势。唐仙儿立马晃晃悠悠站起来，小跑的跟上去，拉住他的裤腿。等对方看过来，唐仙儿仰着头，可怜兮兮又期待的看着他，然后他就被无情的拎回了原处。唐仙儿沉默了下，等他再次离开，他又扑上去抱住他腿不放，俨然一副碰瓷的模样。如此反复数次，唐仙儿都准备换一个目标了，男人却先一步妥协了。他再次拎着他后衣领，把他放进路上随便捡的纸箱子里，连人带箱子的抱起就走。纸箱里的空间很大，足够唐仙儿探出身体观察这个世界。唐仙儿贪婪地望着飞掠而过的风景，不管是能在大树枝之间连接的轻轨，还是高空中悬浮的岛屿，都像极了插画中的梦幻都市，不是21世纪地球上该有的东西。还没看多久，男人提着纸箱里的他进了一栋大楼，周围的羽族巨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翅膀都是白色的，每个看到男人的羽族都隔得远远的，好似他是什么洪水猛兽。唐仙儿有些紧张地缩在纸箱里，眼睛却好奇地打量四周。不等他反应，电梯高速的上升让他有些耳鸣，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瞪眼看向外面逐渐遥远的圆弧地面。电梯突破了云层，猛地到了空中，岛屿却没有停，还在一直往上。但先前那些人的电梯已经打开，他们展开雪白的翅膀，如一群放飞的鸽子，四散着往各处屋舍飞去。唐仙儿眼里满是对新世界的新奇感，半点不知道自己也正在被人观察着。露露丝低头看眼被纸箱里，瞪大眼睛盯着外面瞧，浑身被植物染得花花绿绿的脏家伙，心情略复杂。他只是心情不好，想一个人走走时会去那片角落散散心，没想到却捡到一只奇怪的小兽。要不是他主动爬过来，他还以为是被人丢弃的布娃娃，头为了食物就被赖上，鬼使神差就带回了家。他疲惫的揉揉眉心，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带回来了就不能再2次丢弃，给小动物造成伤害。叹息的劝慰自己，如果养不了就送去收容机构，或者找个愿意收养它的主人。几秒后，电梯终于停下，唐仙儿精神一振，以为黑天使要带着他像其他人一样展开翅膀飞回去时，电梯门打开，却是直达房子内部。然后一只穿着围裙的1米8大个的母鸡早早等候在门口，口吐人言：老板，欢迎回家。唐仙儿震惊的小嘴微张，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母鸡都这么大一只。他突然很庆幸自己一直留在公园，如果贸然出去，说不得早被其他小动物吃掉了。木沙，东西准备好了吗？木沙欢快地拍动翅膀，收到短信后我立刻买好了。露露丝点点头，带他去洗澡。木沙接过纸箱，低头看向瞪大眼睛缩在里面的唐仙儿，翅膀拍得更欢了。可怜的小家伙一定遭了不少罪，让我来帮你洗干净吧。看着对方放光的眼睛和一开一合，尖嘴里露出的利齿，唐仙儿惊恐后缩。他不会带自己回来，是把自己当食物送给这只母鸡加餐的吧？想到此，唐仙儿脸色苍白的去看男人，奋力的挣扎，不要吃我，我会干活。木沙抱紧宠物纸箱，连忙喊住准备去书房的露露丝：老板，你走了。他好像很害怕。露露丝闻言，回头正好对上唐仙儿瞬间亮起的眼睛，这种依赖的态度让他有些愉悦，走过去接过纸箱：我看着你洗。唐仙儿还在折腾，转身就见到了堪比游泳池一样大的浴室。他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是要给他洗澡，顿时放松了下来。如果要吃他，应该是去厨房的水槽里才对。提到洗澡，唐仙儿就觉得浑身痒痒，顿时有些迫不及待，
以为他会反抗的露露丝和穆莎严阵以待，甚至准备了小零食准备安抚他的情绪。结果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忙碌，乖巧的不像话。老板，他好乖哦，一直看着你呢。露露丝心头一动，眼神柔和下来，清冷的眸子闪过笑意。实际上唐仙儿看着他，只是在想他啥时候出去，他不想当着他的面洗澡啊。然而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交流。等大母鸡开始脱他磨成破布的裙子，对方也没有出去的打算。唐仙儿浑身僵硬，人在外星球，不得不低头。唐仙儿思考再三，保险起见，不想表现的有智慧，也不想被讨厌。乖巧的未知生物，总比龇牙咧嘴的未知生物要招人喜欢。说不得对方眼里他就是只秃毛猩猩了，没必要羞耻，给自己洗脑成功，全程木着脸，宛如木偶一样任他洗刷刷，竭力放空思绪，不去想身后的男人在全程围观。等全身的泡沫被冲干净，耳边又响起母鸡大婶高亢的惊呼声：天哪，这是什么？好漂亮，好可爱！旁边露露丝也吃惊的看向缩在水池里的未知生物，洗去全身的脏污，一头乌黑顺直的长发打湿后贴在红扑扑的脸颊边，衬得她脸蛋小巧精致，像个仿真娃娃。她的面部轮廓也很柔和，一双湿漉漉的黑色大眼睛清澈明亮。露露丝没忍住捏了捏她的脸蛋，对方也不反抗，乖得不可思议。原本还想送给别人养的念头，忽然就打消了。她要自己养，只是她到底是什么？露露丝点开手腕上的智脑开始搜索，最后不太确定的回答：穆莎道，有点像是没毛的阿达兽。阿达兽是一种类人形的中型宠物，浑身皮肤和毛发雪白，智力低下，因为一张脸酷似伊特利亚人，在宠物界十分受欢迎。只是眼前这只体型更娇小，身上秃得彻底，皮肤也不似阿达兽那么惨白，头毛也是反常的黑色，也许是另一个品种的阿达兽。穆莎这会儿才不管唐仙儿是啥品种，她已经激动地用浴巾裹住唐仙儿抱了出去，小心翼翼地给她吹干头发，心疼地摸摸她秃得一根毛没有的皮肤，害怕她着凉生病，赶紧让老板下单购买宠物衣服。等待衣服到来的时间，一人一鸡围着唐仙儿观察，唐仙儿一律无视，双手抓紧身上的浴巾，假装害怕缩在角落里，对他们的逗弄不予理会。看着两人望着自己放光新奇的眼神，唐仙儿觉得如果暴露人类身份，很有可能面临送往实验室的命运，还有可能会承担繁衍更多人类的重任。被自己的脑补吓到，唐仙儿不安地缩得更小一团。露露丝见状，连忙制止想要抱她的穆莎道：穆莎，不要吓到她，对不起，老板，她实在太可爱了。考虑到唐仙儿需要适应环境，两人起身去了其他房间待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的唐仙儿，确实松了一口气，瘫软在巨大的沙发上思考人生。这个世界的土著都太高大，随便一个小孩都能一拳打死。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心中百转千回。他得出一个结论，他急需抱一根大腿苟着。眼前的黑翅膀天使就是个很好的人选啊！看看那颜值，这豪华的房子，还有其他白翅膀对他恭敬的态度，这根大腿值得抱。有了决策，内心也安定了一点，乐观的天性占了上风。唐仙儿立刻没心没肺地趴着休息起来。没多久，他的金大腿和大母鸡就带着几件小裙子从门口进来。唐仙儿淡定地让他们靠近，然后母鸡大婶像打扮洋娃娃一样，给她穿上漂亮的小礼服。中途一直惊叫连连，我的心要化了，她太美了。如果装饰上一对翅膀，这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贵族小姐。老板，她有名字吗？露露丝抱起唐仙儿，感受着怀里小小软软香香的一团，叫软软吧。晚上，房子里只剩下唐仙儿和露露丝。唐仙儿此时有些汗颜，因为对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摸了摸她的长发，又掰开她的嘴巴看牙口，检查她的四肢，还用大拇指轻轻按压她的肚子。唐仙儿实在控制不住痒痒，抱着她的手臂挣扎地扭动起来。停下呀，好痒啊！奈何她的声音在对方听来，估计只是宠物独特的叫声。她非但没停，还开始脱她衣服。唐仙儿吓了一跳，双手抓着领口不让她碰，可她的力气就是纸老虎，一秒被制服。唐仙儿急得眼泪都冒了出来。作为需要照顾3个弟弟妹妹的大姐姐，她从小就被剥夺了哭泣的权利。她只在穿来的那天，因为无助而哭过一会儿，这会儿被一个异性这样强硬的对待，哪怕知道她的认知和自己不一样，但压抑的彷徨和恐惧宛如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哇的一声哭出来。露露丝看着手背上温热的液体时，顿时停下了动作。见先前还很有活力的软软，突然哭得浑身轻颤，她眼里有一丝错愕。她松开手，软软立刻蜷缩成一团，抱着小小的自己，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有些后悔没有留下穆莎。母鸡可是天生的育儿专家。想了想，她小心地抱起她，手指轻柔地擦掉她脸上的泪水。是我不小心弄疼你了吗？唐仙儿双手捂脸，觉得特别丢脸。露露丝有些无措，她独来独往，因为翅膀颜色的原因，就算是家人也不会特别亲近她，小孩见了她都会远远跑开，根本没有哄人的经验。她纠结数秒，最后还是点开手腕上的智脑，给穆莎发送了短信，说明了现在的情况。很快穆莎便回复了语音过来。小动物第一次到家里都是紧张害怕的，你应该先安抚它，再换衣服，动作也要温柔，敏感的小动物就能感受到您的善意。露露丝低头看向已经不哭，但从指缝偷偷看她的软软，学着之前穆莎的样子，把她横抱在胸前，
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她的后背。这招似乎很有效果，软软脸蛋忽然泛红，湿漉漉的眼睛里不再害怕，僵硬的身体也慢慢放松了下来，甚至小小的对她笑了一下。露露丝抚摸她后背的手掌微顿，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想要狠狠揉捏她脸蛋的冲动。唐仙儿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感受到对方在尽力安抚自己了，她有些不好意思，摸摸身上合身的衣服，再想想刚才他们的表现，似乎把她当成了洋娃娃或者是宠物。唐仙儿抿了抿唇，念在以后还要靠她，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立足。在对方再次伸手来脱衣服时，她没有再挣扎，只是坚守最后的小吊带不让脱，靠过来就咬。她决定了，即使暂时要留在这里当宠物，或是别的什么，她也要让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几次过后，她虽然皱着英挺的眉眼，但没有再试图扒掉她的小吊带裙。守卫成功，唐仙儿心情变好了一点。闹了一会儿，她精疲力尽地靠在他怀里休息，看见他睡了，露露丝抬手瞧了下时间，这才惊觉自己居然一整晚的时间都耗在了一只宠物身上。低头看看缩在怀里安安静静的一小团，太过仓促，家里没有准备宠物房。犹豫了下，他单手抱着软软进了自己的卧室，把已经睡着的软软塞进被子里，自己先去浴室里洗漱一番，再一起躺进去。软软已经缩成一团，睡得香甜。他静静地观察了一下，见他睡觉极其老实，呼吸声低得机不可闻，心中满意，这才动作小心地躺下。第二天，唐仙儿揉着眼睛坐起身，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的离谱造型、内线方便放翅膀的大床上，身边并没有那个人的身影。他赤着脚走出去，然后就见到坐在餐桌上优雅地吃着早餐的男人。对方看见他已经主动走了过来，他抱起他走进了昨天的卫生间，这次没有去浴室，而是在外面的洗手间。他被放进了和浴缸一样大的洗手池中，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把迷你小刷子已经对进了他嘴巴里左右摩擦，他居然手动帮他刷牙。唐仙儿强忍住自己刷的欲望，让喝水就喝水，他一捏他的腮帮子，他就配合的把水吐出去。最后一次故意喝一口，很努力的展示自己不聪明，许是他够乖巧配合。对方面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摸摸他的脑袋以示夸奖，然后是洗脸洗脚，穿漂亮的裙子，不过穿的并不怎么样，皱皱巴巴的极不服帖，头发也绑得乱糟糟。不过看对方凝眉苦思的样子，唐仙儿知道他已经尽力了。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欲哭无泪又有些想笑，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奇怪感觉。以前都是他一大早起来帮弟弟妹妹整理仪容仪表，照顾他们刷牙吃饭，哪怕后来进了最赚钱的娱乐圈，但因为公司不行，他就是个连助理都没有的28线，接到的通告都是台词不超过1句的炮灰。最后公司干脆放养了他，他每天忙着在各大剧组里跑龙套赚生活费，还要时不时接听母亲的电话诉苦家里过得苦，让他转账回去养弟弟妹妹，给身体不好的爸爸买昂贵的药。心累的就差答应经纪人找个金主包养了。好不容易遇到系统，咸鱼还没翻身就穿越了，靠当明星实现财务自由然后躺平养生的愿望破灭了。没想到穿越了倒是直接过上了这样的日子。虽然这位饲主的服务质量不怎么样，但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他，他很满足了。洗漱完毕，他被抱上了餐桌，男人给了他一个罐头，上面画着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哦，宠物罐头，他果然被当成宠物了。仔细一想，挺好的，宠物不会有威胁性，他就当在角色扮演吗？黑天使就是雇佣他的老板，他付出时间和演技，让对方体会到被治愈的心情，以此换取现在这份包吃包住的工作。游戏逻辑完美，淡定接受完自己的定位。唐仙儿放下因为没有勺子不知道怎么吃的罐头，一边眼馋地看向对方盘子里没吃完的面包和牛奶，希望对方明白他的意思。一直看着他的露露丝见状，只以为他不会吃罐头，好心的把人抱上自己的大腿，拿出一把新的勺子，像喂孩子一样挖出一勺喂给他吃。唐仙儿心中遗憾，不是吃面包，还是配合的张嘴吞下罐头，没放调料，味道有些寡淡，还有一股腥气，并不好吃。但怕了的唐仙儿吃完一口，立马张嘴等下一口。露露丝心中一动，立马又喂了一勺，软软一张口含着勺子吞下，等吐出来，勺子上已经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了。他连忙又送上一口，颇有些上头。直到一份罐头喂完，又喂了些清水，这才意犹未尽的停下吃自己的，觉得养宠物也没有想象中麻烦。唐仙儿没滋没味的咂巴嘴巴，在心里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等以后在这个家里站稳了脚跟，就闹着要换粮吧。10分钟后，他吃完罐头，男人抱起他，下一秒就被塞进了一个背包里。唐仙儿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因为他昨天哭了一场，就要把他送走吗？算了，也许人家从来没打算收养他，反正有小巴的保证，他倒是不担心对方把他带去不好的地方，只是照顾一天就送给朋友养之类的，那可太好了，他有机会见到更多人了，小命有救了啊！这么想着，他安静下来，静静等待自己的命运，害怕下一个金大腿不好相处。唐仙儿心情忐忑着，一路上都没心思看风景了，等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把他抱了出去，才反应过来到地方了。他四处张望，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周围10来个人抱着各种毛茸茸和爬行动物坐在座椅上，动物的叫声和主人的训斥声充斥在耳边。唐仙儿有了猜想，果然，没一会儿，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小护士出来叫道：“梅林小姐，请带您的宠物进来。”没听懂，但看立刻有位女士抱着一只黑不溜秋的煤球宠物进去。唐仙儿确定以及肯定，这里是家宠物医院，他自己都没发现的放松了下来，乖乖坐在男人腿上等待叫号。
其实还是有些高兴自己不用去接触一个陌生人了。虽然这个人也才认识1天，但短短的相处也能看出是个不错的人呢。于是他讨好的冲男人一笑，对方冷沉着的眉眼松动了一点，抬手摸摸他的脑袋。唐仙儿心情好了，终于有心情打量周围的事物了。然后就发现剩下的所有客人都惊奇地盯着他看呢。唐仙儿是混娱乐圈的，这种程度的围观他一点不是没有，反而做得更端庄一点，随便他们看。他对自己的外貌可是十分有自信的，当初可是走在大街上被经纪人忽悠回去的。要不是公司资源和实力太差，又被人品差的大咖打压，他觉得自己靠脸就能完成咸鱼梦想了。偷偷斜眼去看那些人，哼哼，是惊艳的表情。暗戳戳打开系统界面，看到喜爱值那一栏滚雪球一样冲上了978，差点喜极而泣。这里人的好感获取真简单啊！照这个程度，他觉得他一定能苟住小命的。不过他觉得这都是他长得好看的功劳，美女来到外星也是美女，他心中得意。不过那些人还算理智，没有过来搭讪，也可能是碍于男人的气势。这样看来，金大腿不够有亲和力也是个弊端啊。总之，以后靠着他的美貌，要是能吸引小姐姐成为男人的伴侣的话，这样他也不算白吃白住了。畅想着以后，没一会儿，其他人都走了，护士小姐也终于喊到他们了：“露鲁斯先生，请带您的宠物进来吧。”唐仙儿被男人单手抱着，咀嚼着护士小姐刚才的发音，原来她叫露鲁斯啊。宠物室对于唐仙儿来说大得不像话。一位头顶长着狼耳的帅气医生看到他后愣了下，后皱眉道：“先生，这里不是娃娃店。”唐仙儿眼珠子随着他的耳朵左右摇摆。兽耳医生移了一下，立刻眼睛大亮，热情的就要上来抱走他。唐仙儿看到冰冷的金属台和宠物室里各种器具，唤起了被白大褂们支配的恐惧。在医生伸手过来时，反身抱紧了露鲁斯的脖子。被依赖的露鲁斯嘴角微勾，躲开医生的手，自己抱着唐仙儿走到检查台前，伸手安抚的拍拍他的后背和脑袋，觉得差不多了，这才把人从怀里扯下来放到台上去。唐仙儿坐在检查台上，不安地动了动，紧张兮兮地看着狼耳医生和露鲁斯交涉。这是新型宠物，长得真可爱，我可以抱抱它吗？露鲁斯见他也认不出软软是什么品种，冷淡道：“检查吧，我需要知道它是否健康，还有它是什么品种的动物。”客人不大方。狼耳医生遗憾地耸耸肩，然后低头笑眯眯地看着脑袋转来转去看他们说话的唐仙儿。他安抚道：“别怕哦，检查很快的。”进入工作模式的医生1秒切换正经脸道：“请帮忙按住他。”唐仙儿还没有反应，身体已经被露鲁斯按在了冰冷的检查台上。正惊惧中，医生已经麻利地扒了她的裙子，给她脱个精光。啊！唐仙儿尖叫一声，双手捂住胸口，她都想爆粗口了。脱衣服就不能给个适应期吗？她想要蜷缩起身体，但露鲁斯按住她不让动，她只能红着脸无措地看着他。后者蹙着眉腾出一只手罩在了他的眼睛上。好吧，他破罐子破摔，闭上眼睛，尽量忽略医生的动作。等一切结束，重新穿上衣服的唐仙儿宛如失去了灵魂般，把猪肝色的脸埋进露鲁斯怀里，一动不动。他不想再面对这个操蛋的世界，他不干净了。露鲁斯关切地问医生：“他怎么了？”“别担心，宠物们都不喜欢我这里，回去后多给点好吃的，好好轰轰就恢复精神了。”露鲁斯点头，又问：“检查结果呢？”安格里抽出检查报告道：“雌性，身体情况不是很好，中度贫血和低血糖，中度营养不良，还有发育空间，其他的都没有大问题。品种暂定是病变的阿达兽，可能因为外表和毛发颜色不一样被族群排挤了，等下把疫苗打了就带回去好好养吧。”露鲁斯听到被排挤的原因，眼神闪了闪，谢过对方后，领了一本阿达兽饲养手册，就带着打完疫苗的唐仙儿离开了。一路上，唐仙儿的情绪都不太好，生无可恋的缩在背包里自闭，自闭了半小时，他又想起来自己的小命了，兴冲冲打开一看，发现喜爱值达到了1053。哎呀，今天的阳光好像明媚了一点呢，路上的外星人也好顺眼啊，露鲁斯也更帅了呢，生活真是美好啊。唐仙儿眉飞色舞，感觉自己又可以了，对救命稻草兽耳医生也没那么讨厌了。这时脑海内传来一阵欢快的音调，小巴居然没有召唤就出现了，恭喜宿主1天之内突破1000好感值，获得一份奖励。唐仙儿高兴地问道：“什么好东西？”“永不生长的鼻毛和粉色指甲，2选1。”唐仙儿刚升起的期待化作泡沫破灭，无语道：“你的奖励这么拉胯的？宿主，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地球，您最大的优势都是美貌，所以大部分奖励自然是和美貌气质相关的。只要宿主越变越美，人见人爱，能让这个世界80%的人口喜欢您的话，宿主就能实现终极愿望了。这样听起来，那2个奖励也能勉强接受了。”纠结了下，唐仙儿说道：“我选永不生长的鼻毛，让人修指甲总比让人剪鼻毛的好。”“好的，奖励已送达，从现在起，你已经拥有了永不生长的鼻毛。你够了，不要再重复奖励名称了，有够羞耻的好不好？”“没有别的事，小巴就下线了，你去吧。”送走小巴，刚好也回到了露鲁斯的家。露鲁斯把他放在沙发上，塞给他一个玩具，就自己往厨房去了。唐仙儿自己躺着补眠，忽然闻到一阵食物的香气，怕了的胃部顿时一阵抗议，口水不争气的分泌而出，忍耐不住磨人的饥饿，他连忙爬下沙发冲过去，准备蹭吃蹭喝。外星人的厨房在唐仙儿看来大的就像一间大房子，外面用透明的门阻隔，看不清内里的情形。
只能看露露丝高大挺拔的背影在料理台上忙碌着。唐仙儿趴在门上，嗅着那泄露出来的一点点香味，都快馋哭了。厨房里，露露丝做好一盘菜，一转身就看到唐仙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过来，整个人趴在门上望眼欲穿的模样，不禁好笑。小心的打开门，弯腰摸摸饿坏了的小家伙，然后端着盘子直接去了餐厅。回头一看，软软正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腿边转悠，他默默加快了摆放餐盘的速度。来回几趟后，唐仙儿站在桌边一个静垫脚瞅桌面，胃部又隐隐痛了起来。下一秒，身体悬空而起，他被放在了高高的椅子上。唐仙儿的惊呼声在看到一大堆新鲜食材做的美食时立马咽回了肚子里。啊，是水果和肉排啊！他感觉自己半个世纪没吃过正常的饭食了，嘴巴都快淡的没味觉了。此刻看到这些不受控制的咽口水，看起来好好吃。他蜥蜴的看向露露丝，这是给他的吗？路易斯放下阿达兽饲养手册，见他渴望的小眼神又不敢吃的样子，微笑的把人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腿上坐好，然后指着手册道：上面说你是个杂食动物，可以吃这些。说着，他亲自用刀叉切下符合唐仙儿嘴巴大小的一丝肉条，像早上那样喂给他吃，确认是给自己的食物。唐仙儿高兴地张大嘴巴吞下肉条，肉香味爆开在舌尖时，他感动的眼角泛泪花。身为种花家的子民，对美食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即使这块肉条还是没放多少调料，只借了一点点盐味，但肉香足够满足他的精神世界。这一刻，他觉得人生好像又有了意义，因此表现得比早上还要急切。嘴里的还没咽下，就扒拉露露丝的袖子，让他快点切下一条。露露丝也不觉得烦，十分有成就感的满足他。等他肉条吃腻了，便放下刀，插包了一个帕根果递到唐仙儿嘴边。眼前的果子很像地球上的大蒜头，他没有第一时间饥不择食的吃掉，而是凑近了用鼻尖嗅了嗅，没有蒜头刺鼻的味道，又伸出一截小舌舔舔味道，舌尖捕捉到一丝甜味，立马开开心心一口咬下去。经验不足，汁水四溅，吓了他一跳。偷眼去看露露丝，对方面瘫一样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尾却有一丝笑意。唐仙儿知道他没有生气后，立刻放心的想要抱住那枚果子自己吃，可怎么也抱不动。他又看向露露丝，这次他换了个姿势，一手撑着太阳穴，好整以暇的看着他。好吧，这人想亲自喂，他配合的凑上去，小口小口的吃起来。大蒜头味道软绵，汁水丰富，非常符合他的口味。吃得忘我，不小心啃到露露丝的手指也没惊慌，只是自然而然的换个位置继续啃，俨然忘记对方的存在。一顿饭艰难的吃完，她的蕾丝小裙子已经被汁水染得湿哒哒了，伸着两只脏兮兮的手。唐仙儿第一时间想自己去卫生间洗漱，随即想到自己不能表现得太过聪明，于是眼巴巴地瞅着露露丝，一直目不转睛看她吃东西的露露丝心满意足地抱起她去洗手间，亲自动手帮她脱掉裙子。眼见她拿出小澡盆，唐仙儿转身就跑。混蛋，她只要洗个手换个衣服而已，为什么要洗澡？但还没跑到门边就被抓了回去。露露丝一只大手罩住她的脑袋，使劲揉搓，语调含着一点笑意道：软软，乖一点。反抗无效，为了减少难挨的洗澡时光，唐仙儿红着脸把脑袋埋进胸口，一动不动，乖乖让她洗。等重新穿上一件新的白色吊带睡裙，他觉得再来几次，他可能不会再有羞耻心了。晚上，两人还是睡在一张床上，这次唐仙儿是清醒的。他躺在露露丝的臂弯里，脸颊贴着她有些凉意的紧实胸膛，大腿盘在她的8块腹肌上，他脸上的燥热又有缓缓上升的趋势。说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和男人同床共枕呢，还是以这样亲密的姿势。但想到对方给他洗澡都眼神清明，他立马心大地调整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然后闭上眼睛装睡，在脑海内呼唤小八。宿主，小八在的，请问有什么吩咐吗？唐仙儿理所当然道：我想有点夜生活，你懂的吧？根据扫描，人类一年365天都能发情，但小八是个正经系统，无法满足您这方面的需求，请宿主自行控制。唐仙儿一脸黑线，差点没忍住从床上跳起来，气急败坏道：你我是说我想看电视、看小说、看综艺，什么都好，哪怕你教我这个世界的语言呢。小八是万人迷系统，不具备教学功能，请宿主自行解决困难。唐仙儿抖着唇无言以对，晦气地道：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你退下吧。好的。唐仙儿运气劝自己知足常乐，至少她也是被系统砸中的天选之女，比那些挣扎求生什么都没有的人强多了。比如曾经的自己，可没有夜生活，还没有手机。露露丝也像个不需要夜生活的原始人，从没见她娱乐。唐仙儿只能带着大大的忧伤和周公夜谈去了。陷入梦乡前，他给自己简单制定了下明天的计划。明天他要想办法继续跟着露露丝出门赚喜爱值才行呢。想完便香甜的立马睡了过去。露露丝低头看着怀里紧紧贴着自己，好似一只寻求庇护的小兽的软软，心底有块缺口正在缓缓填补上。他关掉灯，搂紧怀里的小人睡下，闻着他身上散发的清香，还有他温热舒适的体温，这个空间不再像从前一样寂寥沉闷。他默默地想，可以不准备宠物房间了。唐仙儿睡到日上三竿，才顶着鸡窝头爬起来。卧室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懊恼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差点他一向一沾枕头就睡得雷打不动，更没想到露露丝这么早就离开了。想到自己的巨宅，他连忙去客厅找人，然而迎接他的只有母鸡大婶。软软，你醒了。穆莎放下手中的抹布，热情地上来抱住他，大大的鸡脑袋使劲蹭他的脸蛋。真高兴又见到你。
唐仙儿也不在意，就当他是只大号公仔，只是四处张望露露丝的身影，环视一圈都没有见到人。穆莎见了，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笑道：“是在找老板吗？今天是工作日呢，老板去上班了，今天由我负责照顾你哦。”没有找到人，唐仙儿心中有些焦急，但又反抗不了穆莎，很快就战略性妥协，任由穆莎把他抱进卫生间洗漱穿衣。相比露露丝的生疏，穆莎手法就熟练细致多了，不会把他牙龈刷出血，擦脸的时候也舒服，像是在做脸部护理。衣服更是穿得整整齐齐，还帮他编了好看的辫子。唐仙儿神清气爽，高兴的在穆莎捧着脸扑上来贴贴时，主动和他贴了下。啊，哥哥喽！穆莎被萌的发出鸡叫声，喜爱之时，太可爱了，亲爱的软软，你将是我上班的动力。只要想到能见到这么可爱的你，我真希望老板能让我留在这里全天候的工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唐仙儿注意到大婶似乎反复提到的一个音节，昨天露露丝也说过好几次呢，难道那是他的名字？心中有了猜想。接下来吃早饭时，他都有特别注意那个音节。软软，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早餐哦。老板说你有点营养不良，要多吃点才健康呢。软软，你会自己吃饭吗？唐仙儿已经很确定那个音节就是露露丝给自己取的名字，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不过读音很可爱呢。今天的早饭是肉汤和昨天的蒜头水果。他坐在那里等着被喂食，母鸡大婶显然得到了吩咐，欣喜地抱起他，小口小口地喂他吃。唐仙儿边吃边想，这堕落的生活啊！吃过早饭，穆莎收拾完餐盘，在他身边放在几个毛绒玩具，就去干活了。偌大的房子都是他一个人打扫。唐仙儿看着他拿着吸尘器类的工具进进出出，没空注意他。电梯那边按键太高，他根本摸不到开关，干脆站起身跟在他后面寻找出去的机会。和卧室里一样，每一处的家具都少得可怜，根本不像长期居住的房子，干净整洁，但也格外寂寥。像他这种喜欢温馨小窝的人，就不太欣赏这样的装修。唐仙儿仰头看着9米高的层高感叹，在地球这都能盖3层楼了，路过的沙发和餐桌都需要奋力攀爬才能上去。唐仙儿没有去挑战，转头跟在穆莎屁股后面溜进每间房巡视观察。对方见到他进来也不驱赶，小心翼翼避开他打扫，像极了铲屎官看到捣乱的猫猫纵容的样子。走了一圈，发现大多的房间都是空置的，门窗也都反锁着。他一靠近门锁，就被穆莎举着腋下抱下来，根本没有机会出去。唐仙儿剩最后一个房间时，他站在门口等穆莎开门，结果对方却笑着抱走了他。这里是书房哦，我们不能进去哦。唐仙儿趴在穆莎的肩头，看向那扇高大厚实的房门，眼里满是绝望。绝望不过3秒，一回过头，穆莎居然抱着他站在外面的院子里了。放眼望去，云海环绕，周围的房子都扮演在白云中，偶尔几个拥有白色翅膀的天使穿梭在云层里，互相追逐打闹。唐仙儿屏住呼吸的看得入神，穆莎什么时候放他下来的都不知道，他也忘记了死神举起的镰刀，全身心的沉浸在美景中。如果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美的地方，哪怕永远回不了地球，也不是不能接受。反正爸妈还有弟弟妹妹孝敬，自己出事后剧组给的赔偿金也能供弟弟妹妹上大学，还有多余的能给爸爸做手术，他们不会伤心太久的。欣赏油画一样呆立在原地看了许久，然后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TMD， 忘记这里是高空了，他没翅膀飞出去啊。Ors， 唐仙儿跪地垂泪，哭到一半，忽地闻到食物的香气，他的泪水顿时一收，巴巴地回头看去，穆莎端着香喷喷的午饭出来。唐仙儿立刻把伤春悲秋弃之敝履，颠颠地跑过去吃饭。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容他干个饭仙。午餐照样是顶级肉排，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肉，吃着比他最喜欢的牛排好吃多了，感觉吃1个月都不会腻。他奋力吃着，穆莎一脸慈母笑地看着，间隙给他擦擦嘴巴，宛如老母亲在照顾3个月大的女儿。心满意足干完饭，唐仙儿摸着饱饱的肚子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自暴自弃地晒着暖阳，吹着风，闭上眼睛小憩。旁边还有穆莎准备的水果和白开水，甚至担心他晒伤，在他身边撑起了遮阳伞。这小日子过的，他觉得自己不像是宠物，倒像是这个家的主人，啥也不用干，仆人穆莎都给准备的妥妥的，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他的理想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没想到穿越后一步到位就都实现了。这份工作比他想象中还要满意，真安逸。他闭着眼睛美着，太过舒适困意再次袭击了他。唐仙儿摆烂的想，反正还有3个月，不急在一时，先好好放松下好了。等他迷迷糊糊的醒来，时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慵懒的伸个懒腰，站起身拍拍衣裙，准备去上个厕所，再想想办法。一进门就听到了电梯那边有了动静，他眼睛一亮，是露露丝回来了。为了小命，他决定努力在今天之内缠着他带自己出门赚喜爱值，顺便快点满这个他的喜爱值，让自己的米虫生活牢固却稳定。于是他小跑过去，准备表演一下期待他回家的戏码。唐氏表演法则刚上线，电梯门打开，走出来却不是露露丝，而是一个14、15岁的少年。少年一头金灿灿的短发，五官和露露丝有5分相似，小小年纪已经初见成年后的风姿，上翘的嘴角不像露露丝那么严肃，整体气质阳光疏朗，透着少年人的朝气。虽然是个小帅哥，但身高让唐仙儿爱不起来。见不是露露丝，他顿时没了兴趣，尤其是看到对方见到他后瞬间眯起的眼睛，顿感不妙，条件反射的转身就跑，可才跑2步，身体就腾空而起，落入少年怀抱。对方用的力气太大，
他被勒得呼吸困难，为了自己的细腰不被对方勒断，抬起拳头就砸。放开我！少年被打了也不痛不痒的，单手捏他的脸，好奇的检查。惊奇道：大哥公司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终于研发成功了。咦，有温度。唐仙儿捶得累了，准备中场休息，对方却抱着他大步进了客厅，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他按在腿上，就开始捏捏这里，捏捏那里。他动作没轻没重，捏得他龇牙咧嘴。裙子被撩开，唐仙儿终于忍无可忍，双脚不客气地踢在少年俊秀干净的脸上，大声叫起来：救命啊！穆莎听到他的惨叫声，立刻从厨房冲出来，却不敢把他抢过去，而是站在一边凄凄哀哀地道：安格里少爷，这是老板的宠物，您这样老板会不高兴的。安格里按住唐仙儿不断挣扎的修长双腿，满眼欣慰，对穆莎的话充耳不闻，低头凑到他的脖颈间去闻，惊奇道：好香。他是什么？被闻的唐仙儿老脸一红，安格里见了觉得更可爱，低头想亲他的红脸蛋，唐仙儿吓得赶紧往后仰，对方坏笑着凑得更近。熊孩子果然最讨厌了，就算给他贡献了80的喜爱值，他也决定这一刻讨厌他。放开我！你在干什么？少年停下，已经放弃抵抗的唐仙儿听到熟悉的声音，精神一振，立马转头看去，露露丝站在他们身后，目光冷厉地看着，见到是他回来了。唐仙儿见到救星一样，朝他伸出双手要抱抱。快救我！因为养了宠物，内心忍不住一直挂念的露露丝，难得在员工们下班前回家，路上期待的心情在看到唐仙儿被安格里按在怀里逗弄时，眸光霎时冷沉下去。他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这种不舒服在看到唐仙儿求救地朝他伸出双手后立马烟消云散。他走过去把唐仙儿从安格里的手中抢回来，唐仙儿立刻搂紧他的脖子，整个人缩在他怀里，眼神控诉地看着安格里，像极了小朋友被欺负后和大人告状的样子。露露丝安抚地顺着他的头发，视线看向安格里道：安格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安格里收回依依不舍的目光，正色道：大哥，妈妈让我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说着他看向了露露丝怀里瞪眼睛的唐仙儿，心痒痒道：妈妈应该不用担心了，你都有精力养宠物了呢。大哥，这是什么品种的宠物？我怎么从没见过？露露丝淡淡道：它是病变的阿达兽，现在看完了，我很好，你可以回去了。如果不是他们长相相似，光看他们之间树立的氛围都要以为是2个陌生人呢。唐仙儿瞳孔中燃起八卦之火，所以是兄弟反目，还是旧生相残呢？他暗自猜测着。那边安格里面上本就不多的笑意消失殆尽，匆匆道：明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希望你能来参加。露露丝神色不为所动地道：明天我还有事，就不亲自过去了，我会让人送礼物过去。安格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劝道：这次生日宴会在白天举行，晚上是我们一家人的单独聚餐，大哥你如果白天不去，可以晚上去的，妈妈很想你，这是她100岁的生日宴，你不会不去的对吧？100岁的生日宴对羽族来说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用这个理由请假，即使是最严厉的领导都会批假。打定主意坚定拒绝的露露丝愣了下，没想到妈妈已经100岁了，没多犹豫他点头道：我知道了，我会去的。安格里脸上这才有了一点笑意，转而问另一个问题：大哥，这只阿达兽你是在哪里买的？还有样品相的话可以帮我买一只吗？我会付钱的。没有了。安格里失望哦了声，伸手想要摸摸一直盯着他们看的唐仙儿，结果自己刚伸手，小东西就一扭身搂紧他大哥，很是不待见他的样子，这让他很受伤。他向来喜欢可爱的东西，但是父母不喜欢，自己还没成年，不能像大哥一样独立生活，想养都不行。露露丝嘴角微勾，让开身体道：安格里，你该回去了。安格里回神，闻言垂下眼，连撇过脸别扭道：大哥，我长大了，已经不相信什么诅咒了，那都是远古的陋习，黑色翅膀很酷的，我不怕。露露丝冷漠的神情温和了不少，但依旧坚持道：回去吧，他已经过了需要这种安慰化的年纪了，不管自己是不是不祥的存在，他都不会靠他们太近。他受够了有点意外，所有人都联想到他身上的糟心事。安格里没有等到大哥让他留下，少爷脾气上来，赌气道：走就走。哼！等他夺门而出，唐仙儿惊疑不定地抬头看向不知道在想什么的露露丝，他们不会是因为自己才吵架的吧？他一点不觉得是自己自恋，因为天生丽质。读书时这种戏码他1学期能遇到5起。刚才他们之间的氛围语气和神态，还有那少年中途想要伸手抢夺自己的举动，都完美符合他的猜想啊。唐仙儿忧愁地叹口气，自己换了个世界还是这么罪孽深重，真是让人怪不好意思的。自知罪孽深重，他这会儿表现得尤为乖巧，安慰性地蹭蹭露露丝的肩膀。等他低头看过来，他立马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潜台词是谢谢你帮我教训了熊孩子，你真是个好人。露露丝挑眉，安格里走了这么开心吗？看来刚才一定没少受欺负。他习惯性揉乱他的脑袋，然后放下他，自己先回房换衣服去了。唐仙儿好心情的趁机去缠着穆莎好一通作态，才让他明白自己要上厕所。然后穆莎扶着他坐在巨大的马桶上，大大的鸡脑袋垂下，认真观察他上厕所，好似曾经他蹲在公园观摩小野猫上厕所一样。只是这会儿轮到他被人看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了。半晌后，他低头垂目，红着脸解决完人生大事。穆莎已经拍翅膀夸奖，软软真棒。只觉得社死的唐仙儿满脑子只想拥有自己的厕所，他不想再突破下限了。正这么想着，电梯门那边再次传来门铃声。
穆莎立刻跑去开门，唐仙儿郁闷够了，好奇心驱使下站在拐角处偷偷看去，就见2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抬着大箱小箱的物件进门。穆莎和他们交谈几句，就指引他们把东西搬去花园的一角。唐仙儿哪能放过这种赚喜爱值的机会，冲过去就要在2个外人面前晃悠。然而穆莎为了防止他出去，反身回来关上了门。可恶！唐仙儿眼巴巴瞅着2个男人，望眼欲穿。他们在花园捣鼓了许久，大约半小时后，2人抹着汗出来。唐仙儿瞅准机会就要扑上去卖萌，好巧不巧，露露丝出来了，第一时间弯腰抱起了他。一错眼的功夫，穆莎已经把那2个人送走了。唐仙儿 ，QAQ， 天要亡我！露露丝和穆莎说了句什么，穆莎便解下围裙，依依不舍地摸了摸唐仙儿的小脸，下班去了。软软，听到自己的名字，唐仙儿回头，露露丝眼里的笑意加深。这么快就记住自己的名字了吗？唐仙儿不懂他说啥，正要缠磨着出门，对方已经抱着他去了花园。一进去，唐仙儿就被花园里突然冒出的新物件刷新了他贫穷的认知，也暂时性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妈耶，这个人居然在花园里装了一栋双层别墅啊！这是怎样的一种消费观啊？每天为早上是吃4块钱一碗的泡粉，还是吃2块钱一碗的白粥？纠结的唐仙儿迅速把脸埋进露露丝结实的胸口。不这样做，他仇富的小市民嘴脸就要暴露了。不喜欢吗？不明就里的露露丝问道。他走过去打开儿童别墅的大门，然后轻推着软软的后背让他进去。唐仙儿走进别墅，看着里面精致美观比电视剧里还要富丽堂皇的大厅，内心发出哦哦哦的没出息的感叹声。欣赏了好一会，背后又被捅过了一下，他也反应过来，这是给他买的别墅啊。他回头看向屈膝坐在草地上观察他的露露丝，决定不辜负他的心意，调动起全身的肌肉，务必让自己看起来兴奋的要死。之后他就像知欢快的小蝴蝶一样冲进各个房间参观，每一次开门不管里面是啥都要发出夸张的惊叹声。偷眼瞧瞧露露丝，对方果然罕见的露出了寒冰消融春暖花开般的美丽笑颜。唐仙儿的开心也是真实的，因为别墅里的厕所是根据他的体型大小打造的，后院还有宽大的游泳池，只是还没有注水。以后他不仅不用再当着穆莎或者露露丝的面上厕所，夏天还能泳池自由了，一下子就从平民变成了富人阶级。唐仙儿没出息的露出老鼠偷了灯油的小人得志的笑脸。逛完别墅，一天的运动量也完成了，躺在别墅豪华公主床上休息。唐仙儿闲鱼地想，好累啊，今天很晚了，大概率是出不去了，还是明天再努力吧。安抚了自己的大心脏，唐仙儿心情美美哒。这种好心情一直持续到晚上，露露丝给她洗完澡，换上睡裙便戛然而止。当时他提着露露丝给她新买的粉色小睡裙，兴冲冲爬上自己的公主床睡觉。刚躺下没多久，他那豪华的房顶就被露露丝掀开，没错，就是像拆玩具一样掀开了，一只大手伸进来戳了戳他。唐仙儿懵逼了半晌没有反应，露露丝直接抱起他放在了梳妆台的凳子上。唐仙儿看着镜子里自己傻乎乎的模样，然后等到露露丝把抽屉打开，露出里面的梳子和几个发卡时，终于福至心灵，明白了他的意思。看来傍晚他的表现还没有完全满足他买这栋别墅给他的癖好，为了快点满足他，等下好安心睡觉，唐仙儿立刻带入自己的新人设，模仿起朋友家的小猫第一次见到镜子中的自己是什么反应。于是露露丝就看到唐仙儿先是傻乎乎的盯着自己看，最后被镜子中的自己吸引，瞪大眼睛看了一会儿，尝试着动了动脑袋，等到镜中人做出一样的动作后，吓得尖叫一声摔在地毯上。他嘴角噙着掩饰不住的笑意，伸手去扶。受到惊吓的唐仙儿立马抱住他的手臂，寻求安全感。见此情景，露露丝眉毛微微一挑，不自觉的笑意加深，伸出另一只手安抚性的顺着他顺滑的长发，心中无奈的想，这么粘人又胆小，还是不要让他一直受睡了。晚上下厨好歹就不好了，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他心情愉悦的把人给抱进了自己的房间。唐仙儿直到窝在露露丝怀里，还在想一个问题，他买那栋别墅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个玩具吗？罪魁祸首却睡得极好。唐仙儿默默叹口气，打算等明天续了命就去给别墅暖暖房。此时的唐仙儿不知道的是，他永远没机会暖房了。次日一早，唐仙儿再次呆呆地坐在床上，绝望地看着身边已经空空荡荡的位置。此时此刻，他想为自己点一首凉凉。他把自己砸进被子里，宛如一只发癫的小猫，咬着被子鬼哭狼嚎。啊，他是鬼吗？为什么起床一点动静都没有的？发泄完，唐仙儿破罐子破摔，趴在床上躺尸。想太多也没用，反而会焦虑。反正现在出去也是和昨天一样，哪也出不去，还不如养精蓄锐，等下次再战呢。又一次成功地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唐仙儿立马高兴起来，并且果断赖床了一早上。穆莎来喊吃饭，他也撒娇不起来。见过真没有人责怪他是个懒鬼后，他激动地在露露丝的大床上翻滚。因为是家里的大姐，爸妈在外面打工，家里都是他一手打理，他每天都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人，要做好弟弟妹妹的早饭。所以他从小到大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可以尽情的睡懒觉，努力赚钱也是为了之后能过上这样的小日子。当宠物真好啊，怪不得以前的朋友们都说下辈子想投生成宠物猫呢。不用考虑生存，不用忧愁下顿饭在哪里，不用上班，没有烦恼。说他没有出息也好，他就是这么胸无大志。等睡的骨头都痛了，唐仙儿才懒洋洋爬起身去找穆莎洗漱穿衣，然后吃一顿丰盛的午饭。吃的过程中躺在穆莎鼓鼓的胸前，闭着眼睛，只管吃完一口，然后张开嘴巴，下一口就来了，渴了看一眼水杯。穆莎立刻小心翼翼喂他喝水，
不小心吃撑了，瘫在地板上，穆莎就会力道适中的给他揉肚子。他翻个身，示意想让肩背也享受一下这个服务。穆莎也很配合的按着，啊，好舒服啊，太爽了。他因为身段好，做过几个女明星的替身演员，吊威亚学打戏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身上酸疼的地方不少，一直也没舍得花钱去按摩过。穆莎的力道适中，按中他一个僵硬好久的地方，简直爽到灵魂都颤抖了。这边在右边一点，对啊，阿奥唐仙儿闭着眼睛，恍惚的以为自己在按摩店呢。穆莎见软软露出这样享受的表情，深感有趣，他点开智脑，把这一幕拍摄下来，分享给了老板。老板说过，软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要发给他的。一直安安静静的软软突然一直叫唤，也算是不同寻常吧。另一边，在总裁办公室看文件的露露丝收到消息提醒，看到是穆莎发来的，以为是软软出了什么问题，赶紧放下看完一半的文件，点开视频。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一声声荡漾的呻吟声立马在办公室传开。啊，哦，露露丝，对面等着老板批复文件的秘书。高岭之花的老板居然是能被推送黄色废料的人吗？那叫声好软好酥啊，怪不得那些合作商暗自送的服务人员老板都不喜欢呢。原来老板喜欢这一款的。露露丝看完视频，抬眼看向想入非非，眼神犹疑不敢和他对视的秘书苏蛋。苏蛋顶不住压力，立刻垂目说道：老板，会议要开始了。露露丝看他半晌，看得他额头冒出冷汗，才淡淡地道：去安排吧。苏蛋如蒙大赦，立马转身出去，走到工作间，立刻被种族特长是耳力好的员工拉到茶水间。他兴奋地发问：刚才那是什么声音？你终于被老板钳了？我就知道老板他喜欢的是男人。哎呀，没想到平时高冷禁欲的老板玩得这么刺激。怎么样，爽不爽？老板能力好不好啊？一定很好吧？他可是羽族传说中的魔王大人啊。苏蛋心有余悸，但也不敢多说刚才的事，没好气打断喋喋不休的朋友道：闭嘴，不是你想的那样，反正是个误会，试别人的恶作剧。我警告你，乱传谣言被知道了，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同事看他不是开玩笑，身上也干干净净的，于是无趣地道：知道了。真相竟如此无聊，没劲。不知道自己害露露丝风评被害的唐仙儿，在穆莎去打扫房间后，自己神清气爽的去花园里看看风景散散步，再悠哉悠哉的往自己的大别墅里走。现在他有一个下午的时间睡在公主床上，人生规划里当一次公主的愿望就能化掉了。然而还没躺上去，别墅的屋顶再次遭到了摧残。穆莎把他抱出去就往衣帽间冲。干什么啊？唐仙儿抗议。穆莎笑眯眯哄道：软软乖啊，该梳洗了。接着唐仙儿一脸懵的洗了个最细致的澡，花瓣浴、精油，还顺便护理了一下小脸蛋，换上一件昨天还不存在的淡黄色蕾丝花边的公主裙，头发也被郑重其事地盘成蝴蝶编发，别上一枝花园里开的最美的白色叶灵花。一整套流程下来，那颗蓝色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唐仙儿也容光焕发地立在了穆莎的眼前，她本就长得好看，巴掌大的小脸，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漆黑如墨，好似时刻含着一抹水光的清澈眸子最为惹眼，又是最青春的年纪，粉面桃腮，满满的胶原蛋白，左侧脸颊上2颗竖立在一块的小痣也长得恰到好处，给她文静的气质平添一份跳脱感。软软你真漂亮。穆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老板看见了一定也会很满意的，要不是他职业道德过关，他真的很想把软软拍下来私自和所有认识的人分享。唐仙儿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可惜没有口红给他擦。然后他在镜子里看到了第3个人的身影，露露丝无声无息出现在房门口，她一身银灰色的礼服贴身，勾勒出她颀长的身形和劲瘦的腰身，金色的长发上了发膜，打理出帅气的模样，一张脸俊美得无可挑剔，帅到唐仙儿顾不上看自己，转身仰头专心欣赏她的美貌。开完会议赶来见人的露露丝上下打量她，稍微愣神后，满意的对眼巴巴看着她的穆莎道：很好看，辛苦你了。穆莎高兴的咯咯哒，不辛苦，软软很乖很配合呢。对了，老板，您看了我给您发的视频吗？软软好像很喜欢按摩呢。露露丝回忆起当时的尴尬，沉默1秒，依旧温和道：你把软软照顾得很好。穆莎心花怒放，她超喜欢这个老板的，大方又是少，还会夸奖她的工作。她咯咯哒的谢过对方，然后出去把空间留给老板和唐仙儿。等他走了，露露丝看向一直望着自己的唐仙儿，轻笑的伸手：软软，过来。唐仙儿已经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颠颠的跑过去，十分主动。露露丝在他跑过来时，配合的弯腰抱起他，转身就往外走去。唐仙儿才从美色中回神，还没来得及惊喜自己能出门了，一根黑色的羽毛就从他眼前飘落，大面的阴影落下，他下意识抬眼，然后震惊的睁大了眼睛，仿佛遮天蔽日的黑色羽翼填满了他的视野，3对华丽的黑色翅膀展开，轻轻挥动，带着2人腾空而起。男人有力的双臂搂紧他的腰身，给予十足的安全感。唐仙儿扭头看去，穆莎站在地面朝他们挥手，他在飞啊！唐仙儿忍着尖叫，紧紧抱着露露丝的脖子，兴奋的心脏咚咚咚的跳动。冷风亲吻他的脸颊，越来越渺小的穆莎提醒他这不是做梦。唐仙儿内心疯狂尖叫，洒家这辈子值了。布置的温馨舒适的客厅里，打扮的光彩照人的一家3口坐在沙发上频频往外张望。安格里第3次询问身边的美貌夫人道：妈妈，你真的有和大哥说把那只阿达兽带来吗？美貌妇人打趣道：你不是不喜欢阿达兽吗？
那只不一样，软软小小的，身上也没有那股奇怪的味道。等见了，您也会喜欢的。美貌妇人不置可否，她经常在朋友的宴会上看到他们花重金养的阿达兽，虽然有可取之处，可阿达兽吃东西弄得到处都是，动不动就嘤嘤嘤哭泣，半夜听很是瘆人，凑近了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他可受不了这种生物，要不是儿子死活要让他发信息叮嘱让露鲁斯带来，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这时管家跑进来高兴道：大少爷回来了。客厅里的三人连忙起身迎出去，走到门口就见到露鲁斯远远地飞过来，看到那3对黑色的翅膀，他们都有一瞬的沉默，然后快速收敛心神，欢欢喜喜地上前。冲在前面的是今天的寿星，他似乎是想要拥抱露鲁斯的，但最后一刻却犹豫地站定在了1米开外，激动又克制地道：露鲁斯，妈妈好想你。面对母亲，露鲁斯脸上的寒冰消融了一丢丢，点头道：母亲，生辰快乐，这是给您的礼物。他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的生日礼物递过去，谢谢，妈妈好高兴。说完，两人便成双双静默下来，尴尬的不像是一对母子。性格内敛的陆府在外面叱咤风云，面对这个亏欠的大儿子，顿时变成一个木讷的父亲，数次张口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话题。他干巴巴道：来了就好，快进来吧。好在安格里及时救场，他看着大哥鼓囊囊外套问道：软软怎么了？飞过来时太冷了，他受不住。露鲁斯说着，拍拍缩在衣服里的糖心儿，终于从飞天的晕眩和振奋中脱离出来的糖心儿，从外套里伸出大头，想要看看露鲁斯把他带到哪里来了。一冒头就对上了3张神仙般的美人脸，他吸溜了下口水，很快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熟人。感受到他热烈的视线，糖心儿又缩了回去。过了会儿，没忍住探出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另外2个人。美貌的妇人和俊朗的男人，眉宇之间都有露鲁斯的影子。再看看年纪，他想这应该是露鲁斯的父母，或者是有亲缘的长辈。露鲁斯现在是他的衣食父母，讨好衣食父母的长辈，就是间接让露鲁斯欢喜。小脑瓜一通转悠，糖心儿于是对着2位惊奇地望着自己的美阿姨和美大叔羞涩的一笑，然后朝美阿姨伸出双手，努力探出身子要抱抱。哎呀呀！陆母惊讶又惊喜的捂嘴，看着露鲁斯道：他这是……露鲁斯也有些惊讶，平时软软除了自己不会主动让人抱，就是穆莎也是没有这个待遇的。面对母亲询问，他直言道：软软喜欢您，您抱抱他吧。陆母有种被选中的荣耀感，那点原本对阿达兽的不喜在看到软软的瞬间就不剩下多少。如小儿子所说，大儿子的这只阿达兽真的好漂亮，皮肤瓷白，看着也乖乖巧巧，一双滴溜溜乱转的黑眼珠子一点木讷气都没有，身上居然和他们伊利特亚人一样没有毛发，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模样十分招人喜欢。他在小儿子的催促下，把一直坚定朝他伸手要抱抱的小阿达兽抱进了自己怀里。他动作小心翼翼，生怕一个用力就捏碎了这个小东西。自从安格里长大后，他已经好多年没有抱过这么小的生物了。入怀的瞬间，小家伙软软的小身子主动贴近他，小手圈住他的脖子，漂亮的小脸蛋靠在他的肩颈处蹭了蹭，一副依赖的小模样。陆母本就不坚固的心房瞬间被击垮，哎呦呦叫起来，腾出一只手摸摸糖心儿的脸蛋，入手软绵嫩滑像小婴儿一样，身上还有一股好闻的淡淡清香，可爱的不得了。哎呀，好乖啊！陆府也凑过来看，想抱又不好意思和妻子抢，安格里就没有这个顾忌了，他本来就期待这一刻，凑上去和陆母商量：妈妈，让我抱抱吧。陆母还没拒绝，糖心儿看到他伸手，立刻扒紧了美貌阿姨。比起熊孩子，当然是温柔美丽的阿姨更得他心意。糖心儿的举动取悦了陆母，他傲娇地推开儿子：软软不喜欢你，你一边去。3人闹了一会儿，这才想起软软真正的主人被晾下了。有了糖心儿的打岔，之前那种生疏别扭的气氛荡然无存。陆母一手抱着糖心儿，一手自然地拉住大儿子往里走：快进来，知道你要带软软来，我给他准备了一些吃的，你来看看哪些是他能吃的。进了客厅，陆母也没有把糖心儿还给大儿子的打算，只是特意坐在他身边，让糖心儿坐在自己腿上，然后从一大堆宠物食品里挑出一个问露鲁斯：这个软软能吃吗？露鲁斯有问必答，在他的建议下，陆母撕开一根肉味的饼干递到糖心儿嘴边，吃货糖心儿来者不拒，顺从地抱着小臂长的大饼干卖力地啃着，饼干屑掉到裙子上，还知道拍到地上去。渴了就眼巴巴望着露鲁斯，露鲁斯微微一笑，早有准备的递上1汤匙的水，亲侧身体喂他喝水。陆母陆父有些吃惊，露鲁斯会做这种事，那细心的擦嘴巴的动作，还有喂水时柔和的眉眼，都让2位想和儿子亲近修补关系的老两口有些吃味，但更多的是欣喜，至少知道原来儿子也不只有冷冰冰的一面呢。糖心儿小口小口地抿着甘甜味的水，喝完继续啃饼干，他旁若无人的吃相好像有魔力般吸引着一家4口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他啃完1/3的饼干就不想吃了，望着餐桌上的肉食和甜点，眼神充满了渴望。不知道什么时候，越靠越近的陆父眼疾手快地递出一块小方块形状的甜点，糖心儿很给面子的接过，就塞进嘴巴里。软糯香甜的味道使他幸福地眯起大眼睛，享受的小表情让围观的4人不自觉嘴角带上笑意。继陆父之后，大家都抢着给糖心儿投喂，有时候面对好几个选择，被选中的那个人好似打赢了一场胜仗般得意。在他们的辛勤投喂下，糖心儿吃了有史以来最饱的一餐，最后挺着圆圆的肚子仰躺在陆母怀里，让她揉小肚子，舒服的直哼哼。露鲁斯这时却把他抱过去，对不舍得撒手的陆母道：母亲，我来照顾他。
你吃点东西吧。陆母不在意道，妈妈在减肥呢，还是让我来吧。软软来这边。唐仙儿刚想伸手，余光瞥见露露丝抿直的嘴角，自觉告诉他，一是父母不太高兴，于是他不带犹豫的选择抱紧露露丝。露露丝揉着他的肚子，眼里带上了不易察觉的笑意，对失望的母亲道，她比较粘人。陆母遗憾的收回手，但她和丈夫还有小儿子已经知道要怎么和大儿子相处了。三人饭桌上一直围绕着唐仙儿询问各种细节，从哪里买的，软软多大了，平时都在家干什么，事无巨细问个仔细。露露丝也乐意维持这种气氛，问什么答什么，连唐仙儿体检报告都隔着屏幕给三人看了一遍。一家四口头一次这样其乐融融，没有冷场过。陆母觉得这个生日过得十分开心，整个晚餐时间都是笑着的，心中也越发喜欢今天的大功臣唐仙儿了。了解了唐仙儿的情况后，陆父威严道，露露丝，不排除软软可能是被人遗弃的，以防被人上门来讨要回去，还是尽快去给软软办理宠物名牌吧。陆母接话，对，咱们虽然不怕谁，但软软有你的名牌就是合法的，谁也抢不走了。露露丝点头，已经在办了。那就好，软软这么乖，可不能被不负责的人抢走了。软软居然是在湖心公园捡到的吗？安格里只关心这个。露露丝点头，安格里立刻起身要出去。陆父叫道，你去干什么？我去湖心公园散步。他已经发现了，有父母在，软软是不可能轮到他抱的，与其在这里看着眼热，还不如去湖心公园散散步，万一还有一只软软等着他拯救呢。反正现在看父母的态度，他们应该不会再反对自己养宠物了。最终陆父也没拦着他，叮嘱道，早去早回啊。留下的三人又聊了一会儿。露露丝抱着舒服的快睡着的唐仙儿起身道，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今日气氛很好。陆母期期艾艾道，今天就不能留在家里住一晚吗？陆父虽然板着脸，但也难掩眼中的期盼。露露丝半点不动摇，从1岁后他就没有在家里住过了，这里从来就没有他的房间。我明天有一场重要的会议，住在这边不方便。知道他是打定主意要回去，两人虽然满心失望，还是抢笑着同意了。陆母摸摸唐仙儿的脑瓜道，你不爱用佣人，要是没有时间照顾软软，可以送到家里来，我会帮你照顾他的。露露丝应声答应了，然后抱着昏昏欲睡的唐仙儿飞走了。看着他的身影消失，陆母叹口气道，我以为今天有机会留下他的。陆父搂住他的肩膀安慰道，会有机会的。过了会儿，陆母重新高兴起来，问道，改天我也去宠物店看看阿达兽，有合适的就买下来，以后让他和软软做朋友，这样我们也能时时见到露露丝了。陆父正有此意，还想说点细节，就见老婆已经迫不及待和闺蜜视频聊天去了。陆母对视频那头的好闺蜜炫耀道，亲爱的，我跟你讲哦，我家也养阿达兽了，比那几个女人养的阿达兽可爱100倍。你不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唐仙儿是被尿意憋醒的，接着就发现自己被露露丝像抱洋娃娃一样圈在怀里，她的脑袋埋在他的脖颈间，温热的呼吸喷洒在皮肤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自己的双腿也不老实的横在对方腰腹上，即使隔着布料，他也能感受到大腿下结实的肌肉，姿势太暧昧。唐仙儿有些脸红，想要调整一个正常的姿势的一动，对方抬头倏地睁开了那双碧绿色如翡翠的眼睛。一大早直面这样奢侈的神颜，唐仙儿有些憋不住尿意。露露丝向来浅眠，腰上的小细腿一动，她便醒了，对上唐仙儿那双水润润的黑眼睛，嗓音暗哑地问道，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平时不是睡得跟个死兽一样吗？唐仙儿揉揉酥酥麻麻的耳朵，苦于不会这个世界的语言，自己爬起来往花园里的别墅冲。露露丝见状，干脆也起身跟过去看看，然后就见软软准确地找到厕所，甩上了门不让她看。出于好奇，她拆了屋顶，看到了双手捂脸局促地坐在马桶上上厕所的唐仙儿。露露丝挑眉，很惊讶，她居然知道那个房间是干什么的，是木沙胶的吗？装死的唐仙儿已经顾不上有没有暴露了，只想快点解决大事，然后回去躺尸忘记这尴尬的一幕。昨天被木沙围观上厕所，因为是同性还能忍耐，这会儿被个绝世大帅哥盯着上厕所，就算脸皮厚如城墙的他也有些遭不住。为了以后上厕所自由，他嘟起嘴巴做出一副生气表情，仰头看向露露丝，然后换来对方的摸头杀。他又瞪，头又被摸了一次，他继续瞪，这次下巴被挠了。算了，这几天相处下来，这个人也没啥特殊癖好，现在估计就是出于好奇围观1-2次，以后大概就不会看了。如此安慰着自己，唐仙儿压力山大的上完厕所，等他心灰意冷的出来，露露丝一把抱起他带进洗手间开始洗漱。明明才养没几天，他已经很习惯给小宠物做清洁了，也许是他太乖太配合了，清洁做起来也很有趣，并且随着次数的增多，他的服务质量已经好了不少了。洗完后就到了他最喜欢的喂食节目，把软软抱在怀里，拿出速食面包和牛奶，一点点喂他吃时有种异样的满足感。无趣的早餐时光也因为软软的加入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露露丝沉浸在铲屎官的乐趣中，殊不知精心照顾的小宠物正在默默吐槽。唐仙儿瞅着突然降级的早餐有些失望，他边吃边开始搜寻木沙胖胖的身影，没有见到他，那今天就是休息日了，距离上次露露丝休息不超过3天的。外星人的上班制度也太爽了吧。内心吐槽着，吃完早餐，然后屁颠屁颠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露露丝身后，期待她会去那间木沙打不开的房间，那里有宠物背包。他想好了，只要他主动钻进去，露露丝一定就能明白他想出门的强烈的，而且他也很好奇里面的东西。
如果有机会，她还是想学会这个世界的文字和常识，多了解一点。万一以后露鲁斯不要她了，她也不会像之前一样连个公园都不敢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文字和娱乐相关，她从昨天开始就觉得有点无聊了，认了字就能找书看了。如她所料，露鲁斯吃完早餐后真的往书房去了，她眼前一亮，跟得更紧了。就在她要开门的最后一秒，门铃响了，露鲁斯调转方向去开门。唐仙儿扼腕，门口站着的是昨天才见过的美貌阿姨，她的身边还站着另外一个气质出众的美妇人。陆母不好意思展示一下手中的袋子道：“露鲁斯，妈妈来送买给软软的礼物，这位是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莉安娜伯母，小时候她还抱过你呢。今天她特意带了几件裙子送给软软。”陆母说完，眼巴巴等着儿子回话。昨天和闺蜜吹嘘完，因为没有拍照，对方死活不信，她脑子一热就答应带她来见软软了。她本来是想先短信通知的，可那样一来，儿子肯定会找理由自己过来拿。在好闺蜜的怂恿下，她就直接过来了。现在见到了人，她又有些后悔。本来露鲁斯就对他们不亲近了，要是因为他的自作主张生气就不好了。好在露鲁斯没有他想的那么小心眼，虽然不是很喜欢有人打扰，但到底是自己的母亲，再如何他也不至于当着外人的面不给母亲面子，而且愿意再看到他是黑色羽翅依旧愿意抱他的人，他也并不排斥。他退开身道：“母亲，伯母，先进来吧。”露鲁斯领他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然后去泡茶，回头对陆母道：“母亲，软软在书房那边，您先过去吧。”好好，陆母高兴道。唐仙儿站在客厅的拐角见他们过来，主动出来仰头看着两人。见到唐仙儿，陆母3步做2步上前，一把抱起他，笑道：“哎呀，软软是在迎接我吗？”唐仙儿冲他乖巧的笑笑，然后转头好奇地看向另一个没有见过的穿着时尚洋气的美妇人。对方直勾勾望着他，好半晌才激动地拍着陆母肩膀道：“哦，这真的是阿达兽吗？我刚才还以为是个幼崽呢，真的好小只啊！你快撒手给我抱抱。”陆母得意道：“昨天给你说你还不信，我就说我家软软最可爱了，你看她不哭不闹的多乖啊！哎呀，你别废话了，快点给我抱一下。”两人笑闹起来，贵妇人的优雅和隐形头冠已经被他们掉在了地上，踩得稀碎。唐仙儿安详地看着他们，为争抢自己推搡起来，无奈的在心中又唾弃了一遍自己真是个罪人。莉安娜抱到唐仙儿，仿佛一个盼孙多年终于如愿的老太太，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出来了。这时露鲁斯过来邀请他们去沙发上喝茶，莉安娜却出言拒绝道：“茶就不喝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给软软试试我带来的衣服了。”陆母解释道：“她的女儿是设计师呢，这次专门带了几件为仿真娃娃设计的裙子过来送给软软呢。”露鲁斯闻言点点头，也不强求，也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反而让伯母不自在，于是他站起身道：“那母亲伯母们陪软软玩吧，我去书房，有事叫我就好。”“好好好，改天伯母也给你送一套礼服。”“那多谢伯母了。”他低头见软软没有害怕的表情，这才离开。等他一走，两位女士对着唐仙儿露出了狼外婆的微笑。唐仙儿头皮一麻，想去找露鲁斯了，但为时已晚，他被2个狼外婆轻松镇压，魔爪伸向了他的衣服。露鲁斯坐在书房里专心处理公司的事务，告一段落后，忽然想到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位伯母，也不知道软软怎么样了。虽然知道母亲不会对软软怎么样，但她那么胆小，又喜欢黏着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会不会害怕？坐着胡思乱想不是他的风格，干脆开门出去看看情况。隔音极好的房门打开，母亲和伯母惊喜中又带着疯癫的尖叫声，一声高过一声，接连传进他耳内。啊天哪，杰作太适合了，这么怎么好看的？软软，看这边，看这边。这不符合贵族的举动让露鲁斯心下悚然一惊，赶紧大跨步过去。亢奋中的两人听到开门声回头，就见面色焦急的露鲁斯冲了过来。陆母绿先反应过来，因为激动而酡红的脸颊更红了，轻咳2声，重新端起贵妇人的优雅姿态，笑着拉过打扮一新的唐仙儿，献宝般道：“露鲁斯，你看软软是不是很漂亮？”打开门后便被眼前看到的画面镇住的露鲁斯愣愣的点头。唐仙儿拽着裙摆，抬头触及到露鲁斯惊艳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脸蛋就滚烫起来。他飞快的低头，不好意思再看他。他没想到2位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居然是高定礼服款，极致的凸显腰身和事业线，与平时露鲁斯给他买的蕾丝花边宫廷洋装截然不同。现在他整个后背和肩膀锁骨就暴露在空气中，胸前的蝴蝶结小设计正好掩盖了他一对 A 的小缺点。裙摆是前短后长的，一双笔直的长腿并拢站好，这会儿就有些无措的来回动弹。2位阿姨还心血来潮的给他设计了适合的造型。现在他脖子上就戴着原本是陆母的珍珠手链伪装的项链。刚才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那瞬间，他觉得他穿着这一身去走红毯的话，一定立刻能成为当日头条，美出圈了。想到这里，他微微走神。他曾经也期待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然后艳光四射的走红毯，现在只怕是机会渺茫了。安丽娜从后面抱住他，冲看呆了的露鲁斯得意地道：“怎么样，伯母这件裙子很漂亮吧？”露鲁斯望着低头扭着裙摆的唐仙儿，无言许久，听到安丽娜的声音才道：“很漂亮，你女儿很有才华。”得到赞美，安丽娜更来劲了，指着身边另外一件衣服道：“还有一件没穿呢。露鲁斯，你要不要留下来一起看软软换装啊？”露鲁斯并不喜欢这种女性热衷的换装小游戏，但他听到自己说好，陆母惊喜地看着他，没想到今天过来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顿时比闺蜜还要积极主动。
使出浑身解数一起给唐仙儿打扮，希望能延长和儿子的相处时间。等唐仙儿换上另一套皮质紧身裙，从沙发后走出来，她已经局促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她对自己的身材有自信，也不讨厌被人看，可这不包括穿这么暴露的衣服给别人看呀。偷眼看看露露丝，她好了，对方还是正常神色。露露丝的镇定让她感到了安心，忽然觉得自己的羞耻心很没必要吗？这里的3个人都没把她当人看呀。这么一想，她又放开的微红着脸颊，配合2位阿姨的逗弄拍照片和视频。沉浸快乐中的3人谁都没有注意到，露露丝藏在金发里的耳尖已经红透了。她看向被母亲摆弄着比爱心拍照的唐仙儿，有点不敢相信那是她的软软。她每天给软软洗澡，对她的身体极其熟悉。可当那件黑色超短束胸裙包裹住那不堪一握的腰身，托起胸前小巧的圆润，裙摆下若隐若现的翘臀，以往纯洁无瑕的洗澡画面突然染上了颜色。曾经看过的一个新闻也跃入脑海，某男子专门饲养人形宠物以满足自己特殊的癖好。露露丝及时打住自己的想法，他养的是宠物，他也不是变态。他这边重塑自己的3观，那边安丽娜滑动着照片道：软软很有镜头感呢，拍得真好，我们把照片发群里去，让那几个女人看看我们软软多优秀。陆母也笑道：对对，看他们以后还好意思一直炫那几只阿达兽吗？我都看腻了。露露丝听到这里眉心微蹙，走过去直言道：这套黑裙的照片和视频不能发。为什么？安丽娜不解道。露露丝哽了一下才道：有碍观瞻。安丽娜不在意的笑道：服装也是艺术，不要紧的。露露丝坚持，语气已经冷了2分。不行。陆母赶忙打圆场道：安丽娜，要是照片流传出去，网上总有些心思不纯洁的人，我们就发其他照片吧。安丽娜无法，不想闺蜜为难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当着露露丝的面把那些不适当的照片删了个干净。后者这才满意，察觉到露露丝有点小情绪，2人没有再多留，依依不舍地摸着唐仙儿的小脸道：软软，我们下次再来看你哦。唐仙儿也有些舍不得，今天他还玩得挺开心的，哪怕听不懂他们的话语，但表情骗不了人，他知道他们一定夸他了。目送走2位人美心善的阿姨，大门关上的瞬间，他立刻被露露丝抱起往浴室走。唐仙儿淡定地窝在他怀里，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人有洁癖，不允许自己身上有别人的气息和一点脏污。现在该去洗澡了，不过这次洗澡对方却一直让自己背对着他，洗的也比平时敷衍，连沐浴乳都不给他擦，只是简单冲洗一下就完了。唐仙儿没有多想，乖乖抬手配合穿上蕾丝公主装，对方严肃的神情这才恢复了正常。露露丝打量换回蕾丝裙的唐仙儿，心头一松，摸着他的脑袋道：你果然还是适合穿这个。目光瞥向脱下来的黑皮裙，他忍着扔掉的冲动，准备压在仓房一辈子不让他面试。不过今天的换装游戏也不是没有收获的，至少打开了他对养宠物的新世界大门。他抱着唐仙儿坐在沙发上，无师自通的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小装饰品，然后出来一大堆他想也没想过的人形宠物装饰品：羽族的白色小翅膀，血族的小尖牙和红色美瞳，人鱼族的鱼尾，以及各种兽耳和小尾巴。下单了一件小翅膀，他打算以后节日的时候给软软打扮上，感觉一定很可爱。开始买才发现，网上居然还有定制宠物衣服的店铺。他低头看看唐仙儿身上不是特别合身的裙子，准备给她定制一点漂亮的衣裙。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和卖家沟通。露露丝，你好，我要定制几套阿达兽的衣服。店家，好的亲，请把您家宠物的各项尺寸告诉我呢。露露丝看着对方发过来的测量尺寸的示意图，皱眉关掉界面。现在他有点不知道怎么面对软软的身体，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穆莎。一无所知的唐仙儿摸着肚子歪头暗示：我饿了。陆母回到家，第一时间点开自己的贵妇群，里面某位永远和他别苗头的女人又在晒他养的阿达兽。圣洁女神，阿宝今天学会自己用勺子吃饭了，好乖哦。图片，聊天框顿时冒出10几条信息框，都是没有抢购到阿达兽只能眼馋的家伙。有人 A， 阿宝今天也这么可爱呢。有人 B， 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你的阿宝最可爱漂亮，还这么聪明。有人 C， 感谢分享，每天就指着你这点精神粮食。陆母看到这里翻个白眼，完全忘记2天前的自己也会反复翻看阿宝的照片，露出姨母笑。虽然不喜欢阿达兽身上的味道，但隔着屏幕的话，也不得不承认，阿宝确实是个品相不可多得的帅气阿达兽。不过现在嘛，哪能和他家软软比啊？他家软软又香又漂亮，虽然是个秃子，但皮肤干净红润，没那么惨白。带上翅膀装饰品，就是个等比例缩小的羽族，完胜啊！暗自比较完，他不声不响地发了一张通过露露丝审核的软软写真照。图片中，唐仙儿穿着那深月白色的露背礼服，头发简单挽成低马，尾盘在脑后，脖子上的珍珠和礼服相得益彰，衬得她唇红齿白。明明是条性感风的裙子，她却穿出了自己的风格，小性感中带着甜美，附加千金本金。给大家看看我家的阿达兽，它叫软软。图片发出去后，群里有那么几十秒的静谧，随即爆发出了汹涌的嚎叫，好些万年潜水党都冒出了鱼脑袋。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它不是阿达兽。没错，它一定是被巫婆下了诅咒，失去鱼尾的人鱼公主。别人家的阿达兽，别人家的阿达兽啊！我宣布，从今天起，我有新的小可爱了。所以快点告诉我，图片中的小可爱要在哪里买？谁家的都好，快点带出来给我玩，我可以给他化妆。陆母内心十分得意，
这感觉和在宴会上力压群芳一样，让他上头。怪不得那个女人这么喜欢沙阿宝的照片，他现在整个人也觉得飘飘然呢。哎呦呦，那个讨厌的女人也暂避锋芒了呢，真好。他开了头，安丽娜不甘示弱的也发了一组软软的照片，夸夸人群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喊着太漂亮了。安丽娜、李瓦莎，到底是你们谁家的？求购买地址，我也想要这样的小阿达兽，姿势都是设计过的。他这么配合的吗？好可爱啊！想撸，果然还是小雌性更可爱呢，可以买好多漂亮的小裙子给她穿。闺蜜二人组忙碌又膨胀的回答塑料姐妹们各种问题，就消磨了一下午的时光。安丽娜心满意足的打算吃个晚饭，再换个地方炫耀。智脑就接到了女儿的通讯请求，她连忙接通，开心道：娜娜呀，是想妈妈了吗？听筒里叫娜娜的女孩尖叫道：妈妈，快点告诉我，那只穿着我设计的礼服的阿达兽在哪里？娜娜身为贵族千金，因着家里的资产和权势，她从小就知道，即使她什么都不做，也能活得肆意潇洒。但她可和那些整天旅游傻乐的纨绔们不一样，她是个有理想的贵族。她立志要成为知名服装设计师，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甩了她2个结实的大巴掌。即使她有钱有人脉，但是才华这种东西不是轻易能够拥有的。从18岁努力到58岁，她设计的衣服依旧没有欣赏者，眼看再没有起色，她就要按着家里的安排去相亲联姻了。心灰意冷下，她自暴自弃地加入纨绔们的队伍，准备来个最后的单身狂欢。扶着酒杯，她忧郁的45度角仰望星空，准备把烈酒一饮而尽时，身后忽然传来喧哗声。她回头看过去，就见他的狐朋狗友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聚在一堆，兴奋地说着什么。出于好奇，他凑过去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的好朋友兴奋地叫道：娜娜，快点看艾莎的云端。看他这么激动，娜娜赶紧放在酒杯，打开自己的云端。后台消息栏已经通知他关注的好友发表了最新动态。艾莎有奖竞猜，今天从母亲大人那里看到的超级小可爱，大家猜猜他是什么种族哦？图片，艾莎发的是10几张图片，没点开图片前他还以为是艾莎的写真集。就这么愣神的功夫，下面的点赞、评论和转发数量已经突破了艾莎以往的任何一条动态。娜娜有了点兴趣，她点开图片，发现上面是一个五官柔和、长相很有特色的美少女。下意识要去看衣服的视线立马被少女与众不同的长相击中，随即才发现少女身边的家具都比她高大很多。娜娜懵逼了2秒后，终于明白违和感在哪里了。她居然这么娇小一只的吗？就像一个缩小版的贵族小姐。不对，她的头发颜色和瞳色不是吸血鬼，也没有人鱼的鱼尾，后背不长翅膀，更没有兽族的尾巴和兽耳。所以这是个啥？娜娜眨眨眼，一下子就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机智的去看底下的评论里有没有会掩饰种族的人。3秒内我要知道他的一切，劝你识相点，快点告诉我，不然我就把你的糗事说出去。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他怎么做到这么矮，比例还这么好的？上网看了下，也没有找到匹配的种族啊。新人种，裙子很漂亮呀，穿在小可爱身上好漂亮哦。是小可爱把裙子衬得好看。这组图片里除了小可爱，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漂亮这个词。娜娜对衣服漂亮这个短句很敏感。当下先不看底下滚动的评论区了，他又点开图片仔细看，刚才光看脸纠结种族去了，都没注意裙子呢。这一看不要紧，越看越眼熟，这不就是自己给小侄女的仿真娃娃设计的裙子吗？意识到什么，他呼吸急促的走到偏僻的角落里，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自己熬夜设计的裙子，每一个针脚都是他亲自缝的。为什么这几件裙子会穿在小可爱身上？他迫切的需要找到答案，不理会朋友们的招呼，赶紧打电话给艾米确定图片的来源。这一问居然就问到自己妈妈头上。查清楚来龙去脉，娜娜再看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动态圈里刷屏的都是那组图片，夸她做的裙子好看的人也越来越多。她觉得自己等的机会终于来了，抄起自己的外套，不顾好朋友的询问，快步往家赶。路上拨通妈妈的通讯号，妈妈，快点告诉我，那只穿着我设计的礼服的阿达兽在哪里？同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白天拍的照片正在外星球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唐心儿，正被露露丝摆抱在怀里戴项链。这是傍晚快递小哥送来的，细细的银色蛇骨链串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羽毛吊坠，吊坠的反面是一排看不懂的文字和一排符号。他猜那应该是露露丝的信息吧，毕竟没谁会特意给宠物佩戴项链，那只能是宠物名牌了。头发被放下来，项链就戴好了。露露丝用欣赏的眼光看了看，给他摆正了一下位置，然后笑道：很好看。唐心儿伸手摸了摸吊坠，心情有些复杂。抛开宠物这个身份不去深思，给他买了这个，那就证明对方彻底接纳他生活在这个家里了吧。太好了，他真优秀，短短几天就站稳了脚跟。看来软软你也很喜欢。头顶传来男人低沉带笑的声音，脑袋被揉了一把，对方就去浴室里洗漱了。唐仙儿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滚来滚去，经过这么几天的调养，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夜猫子属性也一道回归了神经。可精力有了，却没有小说和电视剧可以看，连短视频都没有的刷。他的米虫生活出现了重大危机，抱着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蚕宝宝拱来拱去。小八又不请自来，唐仙儿心中一喜，通常小八主动出现说明有好事啊。果然，伴随着欢快的曲调，小八闪亮亮登场了。宿主，恭喜您的喜爱值破万了。唐仙儿惊讶地在床上扭成了一条蛆，哪里来的1万？我都没见几个人啊！来源于网络，宿主今天的照片被传上网络，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唐仙儿按回跳动的小心脏，
知道来源后反而平静了，双手合十对着虚空念叨：感谢阿姨们，阿姨万岁。然后他高兴地问道：1万积分是不是有奖励呢？奖励是什么？有的，根据宿主的身体数据，最不完美的地方在于平胸，所以小八为您兑换了加一个罩杯的奖励。唐仙儿不允许小八贬低他的身材，死鸭子嘴硬道：你懂什么？这是高级感，平胸部符合完美身材曲线。根据数据分析，喜欢丰满的男女都比喜欢平胸的男女多60%。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就要这个奖励。要说他对自己还有哪个部位有一堆堆的不满意的话，那就是高级感的小胸了。能大当然要大，他其实也喜欢看小姐姐的胸的。好的，奖励已生效。3分钟后，唐仙儿第30次摸了下自己的 A， 嘟嘴道：没变化。宿主，小八是很人性化的系统，为了不引起金大腿的注意，奖励会在7天之内会慢慢生效，敬请期待。唐仙儿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很是期待7天后自己的胸。翻个身点开自己的系统界面，喜爱值13589。嘻嘻嘻嘻，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为啥这样好呢？就在这时，浴室那边传来动静，他下意识回头，然后就见到腰间只围了一块白色浴巾的露露丝擦着湿发走了出来。唐仙儿，哦，宽肩大胸，8块腹肌，还有性感的人鱼线。哎呀妈呀！唐仙儿红着脸扭过头去，不敢再看，但眼睛没看了，脑海里那充满男性魅力的身体，贴在胸前的金色长发，上帝之手捏造的俊美五官，这些画面依旧在轮番播放。他摸摸发痒的鼻子，头一次庆幸自己是个贫血少女，不然就得上火了。身边的床榻凹陷下去，带着点水汽的身体靠过来，唐仙儿脑袋更低了。食色性也，倒没有不好意思，他在网上和小姐妹对男明星的身材评头论足的事情也是常干的，就是怕太过激动露出破绽。等到后背靠在了对方结实的胸膛上，他终于松口气，眼睛看不到就好了，安心抬眼。忽然就见眼前多了个类似笔记本的机器，上面是一长串不明觉厉的符号和图形。好奇的伸手碰了碰，画面忽然一黑，吓了他一跳，一只大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他捣乱的小手。唐仙儿有些心虚的扭头看向露露丝，对方并没有生气的表情，只是重新打开平板器，为防止唐仙儿继续捣乱，他在页面切出一个小窗口，播放动物世界给他看。唐仙儿立马被吸引了注意力。说起来，来到这里后他还没有见过电视机呢，找了2天没找到，以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电视剧或者没有发达的娱乐。现在看来，也许是有的，只是露露丝不需要而已。不管怎么说，刚无聊了2天就能看电视，即使是动物世界，他也兴奋地晃动起了身体。里面各种奇形怪状的物种生物，光看画面不听解说就很吸引他了，晃动得太厉害，腰上立刻圈上来一条结实的手臂。乖一点，这句话经常出现。唐仙儿立刻乖乖靠在他怀里，目不转睛地看起来。露露丝一边处理公务，一边观察软软的反应，见他因为一些捕猎画面而表情丰富时不觉好笑，这是看懂了还是生物本能的害怕呢？等一集动物世界看完，他故意不点出下一集，等着唐仙儿的反应。就见他眼巴巴等了半天没得到下一集，嘟起粉嫩的软唇，不依地拉着他的袖子，一手狂点平板器给他捣乱。看够了好戏的露露丝轻笑出声，知道了，别着急，点出下一集。唐仙儿立马1秒变乖巧，他情不自禁地低头在他脑袋上落下一吻。可惜唐仙儿看得入神都没发现，露露丝鬼使神差地点开手腕上的智脑，把软软聚精会神看动物世界的模样拍摄了下来，来回欣赏了一遍自己拍摄的画面。因为认知偏差，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拍摄的角度没有体现唐仙儿的娇小，反而像女友依偎在怀里看节目。手指一划拉翻到了之前母亲发给他的软软写真照，目光停留几秒后，他挑了几张把自己私人账号的主题页面和背景壁纸还有头像都换成了软软的写真照。换好后，他在自己永远空白的云端里发了刚刚拍摄的照片。几秒后，只有唯一知道他私人号码的助理苏蛋点了一个赞。露露丝笑了笑，心满意足地继续工作。这一晚他工作了多久，唐仙儿就陪了他多久。有人陪伴，似乎加班都轻松愉快了许多。睡觉时，他抱紧怀中小人，摸着他脖子上属于他的项圈，心情十分不错，难得的做了场愉快的梦。殊不知助理苏蛋这一晚因为盯着唐仙儿的侧脸，兴奋的辗转反侧，脑补了一场甜蜜蜜的霸道总裁爱上我。原来老板真的金屋藏娇啊！她真的好漂亮啊！唐仙儿望着这个突然到访的金发美女，深感疑惑。美女是前天送她裙子的阿姨带来的，一见面就对她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热情。要不是露露丝抱着她不放，她觉得对方一定会对她上下其手的。可惜他们之间的对话现在她还听不懂，只能转动着脑袋看着他们3人有来有往的说话。露露丝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些不同寻常，往常她这里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人踏足，这几天倒是频繁有人上门，似乎忘记她是个不祥的人。仔细想想，这一切的发展都是从她收养了软软开始。低头看看一脸懵懂的软软，幽深眸子里透出一点她自己也没有察觉的温柔。露露丝一手放在软软的后脖颈上抚摸，一边看着网络上因为软软引发的热潮，谜底揭开了。这么可爱的生物居然是病变的阿达兽吗？此时此刻，我看向自己家的阿达兽，手中的推毛器蠢蠢欲动。请问这只阿达兽的主人是谁啊？我愿意出3倍的价格买回来，真的好可爱啊！等比例放大，这一身打扮也好漂亮，长相好特别哦。我家女儿吵着要买它，说要给它打扮，难为死我了。还有吗？我还想看更多可爱的阿达兽的照片和生活视频，博主快点满足我，不要逼我求你。
了解了前因后果，露露丝想到自己只有一个赞的动态，心情复杂，面上便不动声色道：“所以你想我把软软借给你？”娜娜用力点头。昨天她从妈妈那里知道了软软的主人是露露丝时，刚燃起的热情差点就被打击没了。对方那对标志性的黑色翅膀在羽族中是被人诟病的存在。小时候她经常听到家里的大人议论，亲戚家的孩子3岁了还是飞不起来，连续半个月的强台风吹得谁也出不得门，家里的生意一落千丈。大家不约而同觉得这都是因为露露丝的关系，才让身边人都这么倒霉的。黑色的翅膀，被诅咒的孩子。因为翅膀的原因，露露丝从小就被寄养在大陆上，只有一个母鸡大婶照顾。身为羽族生活在限制羽族飞行的兽人帝国，她简直无法想象那是多么违背本能的痛苦。她直到成年，在她父母的运作下，才被允许回到羽族，可她依旧不被允许住在贵族区，只能住在远离人群的郊外。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和她有所接触。黑色翅膀自古以来的传说足够令他们心生避讳了。娜娜想到网上的热度和自己的梦想，她还是想要搏一搏的。在母亲的保证那些都是古老的陋习和偏见后，才鼓起勇气过来的。我想为软软设计服装，她现在是我的灵感来源。等衣服做出来，我想要给她拍照，配合我宣传一下呢，就像伯母和我妈妈做的那样。你看大家都很喜欢软软。露露丝听完直言道：“不好意思，我不会把软软借给你。”娜娜闻言很是失望，但她并不是轻言放弃的性格，她使出浑身解数道：“我会对她很好的，你可以随时来检查，只要2个月不1个月。”露露丝摇头拒绝。娜娜丧气地朝带自己来的老妈投去求助的眼神。莉安娜也想完成自己女儿一直以来的理想，她一直觉得女儿是有才华的，是属于厚积薄发类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只要借助软软的热度，就能一举让更多的人注意到她的衣服了。为了女儿的未来，即使很不好意思，还是笑着打商量道：“露露丝啊，要不你把软软的尺寸给娜娜，她在家设计完衣服，你能允许她带着衣服过来拍1-2天的照片就好，你看怎么样？”娜娜听了，心中遗憾不能天天和软软在一起，但也觉得可以接受，连忙眼巴巴看着露露丝家筹码道：“未来软软1年4季的衣服我都包圆了。”露露丝有的是钱，并不缺这点给软软买衣服的钱，但有人喜欢软软，她也是很高兴的。尤其是看到网上那群还在问软软是谁家的宠物时，她便心情很不错。只要不是把软软借走，这点事情还是可以答应的。她道：“可以，但是软软不适合穿低俗的衣服。”知道自己那件小黑裙被露露丝嫌弃的娜娜连连点头：“我明白的，软软这么可爱，我一定不会给她设计不符合她形象的衣服。”这件事情便在唐仙儿稀里糊涂的见证下定下了。等到她被3人翻来覆去量完了身体的各项数据后，才隐隐明白了点什么。捂着被2个女人亲得一脸口红印的脸蛋，坐在澡盆子里，唐仙儿觉得露露丝对自己越发好了，衣服都是定制的呢。她转过头去看她，然后惊奇地发现这人是别开脸给自己洗澡的。唐仙儿看露露丝俊脸上那淡淡的痛苦之色，以为她身体不舒服，等到洗完澡后，便主动伸手摸上她2侧的太阳穴，装作在玩闹，其实力道不轻不重地按着，这可是她的金大腿，饭票可不能有什么闪失。露露丝愣了一下，感觉到太阳穴2边舒适的力道，还以为软软是想和她玩，看着唐仙儿的目光越加柔和，甚至主动配合的低下一点头，让她不至于那么辛苦。这种主动被人亲近的感觉，她幻想过很久，与她预想中的一样，让人心情愉快。之后的1星期，唐仙儿继续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美好生活，偏瘦的体型逐渐丰满了一些，气色更是好得不得了。原本淡白色的唇变得粉嫩有气色，整个人白白嫩嫩的，自己照镜子都喜欢得不得了。最让她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小八给的奖励终于有了最大的成效，一马平川的胸口鼓成了2个小山包，小巧可爱。虽然还没有到最满意的大小，但足够唐仙儿看一次嘿嘿嘿乐一次。从今往后，她再也不是一对 A 了，她是 A， 但变大了也有另外一个烦恼，原本买的内衣尺寸已经小了，勉强穿上总是不太舒服，勒的皮肤出现一道浅浅的红痕。第一个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人是凡事亲力亲为的露露丝，她耳尖微红，突然发觉宠物太拟人也不太妙，定定望着怀里的唐仙儿半晌后，她叹口气，让木沙重新给唐仙儿量了尺寸，并把数据传了一份给娜娜那边。娜娜哀嚎着有些衣服要重新做了，露露丝也拿着最新的胸围尺寸去找客服定制新的内衣。娜娜的服装设计里并不包括这些，只能她亲自买了。如今她的购物车里经常出现一些正经男人不会有的购物清单，还都是高定迷你款，比如小翅膀、小内衣、小内裤、小裙子、女士小帽子等等。某家网店的店员看着买家性别为男时，啧道：“这个变态还挺有钱和品味的，一件小内衣还要用这么昂贵的布料来做，每次还买这么多，上回的还不够用吗？”另一个同事也笑道：“这个变态还算好的，至少他祸害的只是个洋娃娃嘛，是2个，这次的娃娃要胖一点。”口味变得真快啊！老板你说呢？被提名的老板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拢着眉头刷云端，对他们的话题充耳不闻，只是直言直语道：“为什么还不更新啊？”2人对视一眼无奈的摇头。老板是个仿真娃娃手工爱好者，从娃娃本身到衣服配件都会做，因为手艺极好，因此开了这家网店。但自从前天在网上看到一只病变的阿达兽后，整个人就魔怔了。不过也理解了，那只阿达兽确实很与众不同，身高长相完美符合老板的审美，可惜是别人家的，只能网上云吸阿达兽，偏只有那一天有照片，之后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消息。这2天他都无心工作呢，可怜的老板。
只希望那位阿达兽的主人能多一点分享欲吧。被人惦记的唐心儿这会儿正在和穆莎贴贴。穆莎的第8个孩子终于从蛋里孵化出来了，所以她向露露丝请了1个月的育儿假。软软，1个月后才能见到你，真是太伤心了。穆莎抱着唐心儿使劲蹭，唐心儿猛猛地，不知道穆莎这是干啥，当着露露丝的面就敢这样放肆，她是不想干了吗？不过等她看到穆莎向露露丝弯腰鞠躬，然后带走了她心爱的围裙，挥手再见时，预感变成了现实。穆莎好像真的离职了。这段日子，只要露露丝不在，一直都是穆莎对她呵护备至。这么突然就离职，她心里有些难过。望着她壮硕的鸡屁股，很是感伤。因为这突然的离别，每天睡觉前最期待的娱乐节目都觉得没有那么好看了。如今她已经能在列表里简单挑选自己想看的节目。露露丝只当她是随手点的，并不会制止。唐仙儿关掉儿歌节目，点开下一个看不懂的标题节目，然后她的伤感在看清节目在叫什么的时候，立马飞往了天边，整个人精神一振。节目中，外貌可爱的兽人小姐用温柔的语气指着身后屏幕中书写的字符，一个个教授读音，旁边还有图画对应词组的意思。唐仙儿很快明了，这是儿童识字节目。她眼神闪烁，背部微微坐直了一点，伸手按住狂跳的小心脏，假装不经意的回头看一眼露露丝。对方面容沉静，似乎在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注意到唐仙儿的小动作，条件反射的揉了揉她的脑袋，随意瞟了眼她在看的节目。唐仙儿紧张的呼吸都停了一瞬，好在露露丝只是微微挑眉，并没有给她切换另一个节目。唐仙儿呼出一口气，高兴的跟着识字节目看下去，用心记住每一个读音和意思。最幸运的是，这种有续集的节目都会自动播放下一集，给她省了不少事。她趁露露丝不注意，点了右上角的号关注键，以后平台会一直给她推送类似的节目，假以时日，她就能听懂这里的语言了。1个晚上学下来，她收获颇丰。露露丝关掉平板器，抱着她躺下睡觉，脑海也活跃异常，根本睡不着。最后是露露丝见她睁着眼睛不睡觉，于是伸手一下一下轻轻拍打她的后背，辅助休息。有节奏的拍打下，唐仙儿慢慢平静下来，困意也随之而来，秀气的打个哈欠，蹭蹭露露丝的胸肌，便心情愉快的闭上眼睛休息了。第二天迷迷糊糊被露露丝抱起来洗漱时，那轻柔的力道让她以为穆莎还没离开呢。等看清给自己洗漱的人是谁后，才如梦初醒。经过半个月的练习，露露丝照顾她已经驾轻就熟了，再不会和一开始班梳个头都能不小心薅下几根头发。吃完口味不佳的早饭，一人一宠大眼瞪小眼，露露丝也很忧愁穆莎不在的这1个月要怎么安排软软。她不打算再请个陌生人来照顾家里，还是想把工作机会留给建立了信任的穆莎。如果送去父母那边，他们一定很乐意照顾，但她一点不想和他们有太多牵扯。今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也不适合把她带去。叹口气，想来想去，只能让软软自己学会看家了。她打开智脑，搜索那些独自在家的阿达兽主人都给准备什么东西，然后照着他们的方法做。首先是门窗要关好，厨房一定要锁死，里面的东西都是致命的，食物和水要提前准备好，但也不能准备的太多。阿达兽吃东西通常不知道节制，就有因为主人准备了太多吃食而活活把自己撑死的阿达兽。露露丝一一照做，把家里大大小小可能对软软有危险的东西都收起来，放进厨房。院子的大门反锁，再按着平时软软的饭量准备了午食，来来回回10几趟才把一切准备妥当。唐仙儿在她提前准备午饭时就知道今天要1个人看家了。说真的，她好期待啊，终于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了。眼巴巴瞅着还在苦思冥想哪里有疏漏的露露丝，盼着她赶快离开。露露丝复盘了所有细节，发现没有疏漏后，一低头就见到软软站在腿边，眼巴巴看着自己。顿时这段时日越发柔软的心脏有些发紧，她将手按在唐仙儿的头顶，挡住那让她忍不住动摇的眼神，低声宽慰道：别怕，我今天会早点回来。说完怕自己心软，她转身快步进了电梯，一回头，软软呆了下，反应过来后提着裙子就往这边跑过来。露露丝强迫自己别开眼，等电梯门彻底合上才松口气，因此她错过了软软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欣喜，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上班了。唐仙儿站在电梯口看标示，确定露露丝真的离开了，翻着跟头一蹦三跳的往客厅跑。从现在开始直到下午5点的时间都是她一个人的，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翻跟头都没人管了。久违的自由啊，我来了！自由的第一步，去书房探险。昨天晚上偷学了一点这个世界的文字，她现在特别想找一本书验证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她走到书房门前，跳起来转开了门把手，双手推开房门，神秘的书房终于为她敞开了大门。不过看清里面那性冷淡风的装修和一排排书架后，神秘感顿时破灭，只剩下逛图书馆的平淡。唐仙儿来到书架边，抽出最下面一层最薄最轻的书本，抱着有她半个身子一样大的书本坐在地板上。唐仙儿翻开一页，看着上面硕大一个的27号字体，内心涌动着学渣的苦恼。就算字体这么大，只要密集的排布在一起，依旧让她眼晕。她费劲的一个一个字符认过去，好半天才认出1、2个最简单的词组。回忆着昨天的教学视频，磕磕巴巴的念出声，练习了几遍后，满意的点点头，大概知道了自己的水平。唐仙儿颇有成就感的给自己打了100分，然后合上这边完全看不懂的书本，开心的挑选带画的书看。一连翻开10几本后，他终于在最角落的位置找到一本符合自己要求的书。这是一本插画故事书，封面上是一位拥有黑色翅膀的小男孩孤独的背影。许是黑色的翅膀让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露露丝。他静下心来，一页页跟着插画解读这个故事。这像是一个神话故事，故事中
世界是由4个神奇的种族一同管理：后背生双翅的天空霸主羽族，人身鱼尾的海洋统治者人鱼族，居住在永夜地带的吸血鬼，以及盘踞陆地的兽人。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羽族。传说羽族居住在天空之城，靠近太阳之神，自诩是天神的第一个孩子，掌管光明和希望。整个世界在他们的带领下永远光明，从不曾被黑暗笼罩。白色的翅膀是他们圣洁的象征，也是他们实力的体现。因此，羽族的王族与贵族都是6翼，这代表他们继承的神力之强。远古的某一天，羽族诞生了一位黑色翅膀的幼崽，也是这本故事书的主角。因为这与众不同的色彩，祭司断定他将带来不祥，但幼崽的母亲却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不顾所有人的劝阻，把幼崽藏在山洞里偷偷养育长大了。但很不幸，他如祭司所说的那样，为全族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他用邪恶的巫术让太阳神陷入沉睡，然后带领见不得光的吸血魔鬼攻打了自己的族群。那场大战让羽族元气大伤，虽然最后胜利了，黑翅膀的恶魔也被歼灭，但族群剩下的力量不足以维持光明的世界。从此，世界变成了白天与黑夜，羽族也从最强大的种族与其他种族分庭抗争，再不是一家独大。此后，他们似乎受到了太阳神的厌弃，每隔100年便会诞生一位拥有黑色翅膀的幼崽。这样的幼崽一出生便会被厌恶黑翅膀的主人处理掉。可总有一些母亲不舍得放弃自己的孩子，偷偷隐瞒下来，换来的结果往往都是悲剧收场。这样的幼崽被称为诅咒之子，不被所有人待见。看完这个黑暗风的故事，唐希儿黝黑的瞳孔悠悠泛着波光，他想起了一些被自己忽视的细节。电梯大厅里那些躲开露露丝的白天使们，3公里外只有这一栋房子，他还以为是露露丝地位崇高，现在想来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靠近他。还有他对父母疏离的态度，而且他似乎也没有交际，和家里人的相处也很疏离，活得像个高质量宅男。如此种种，他忽然有些心疼对方。远古时代的陋习，到了法治社会，露露丝这样的黑翅膀小孩一定也能活下去。但其实黑色翅膀就和地球上重男轻女一样，知道是不对的，但千百年的传承下来，这种歧视是很难消解的。虽然没有感受过，但被族群排斥的感觉一定比被几口人轻视要难受很多。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他把书放回去，突然没了看书的心情，正准备出去提前把午饭吃掉的时候，空旷的房间里突兀地响起了一声电子滴答声。哎呀！唐希儿被吓了一跳，第一反应就是这里可能装有隐藏的监控，他刚才看书的举动都被拍下来了，暗骂自己没有事先检查房间里有没有监控。这会儿连忙朝声源看去，目光锁定露露丝的办公桌。他沉思半晌，决定过去看看情况。想到就干，他哒哒哒地跑过去，费力地爬上高大的老板椅，然后从椅子上爬到宽大的桌面上的，皱着眉看着桌面中心没开机的平板器瞪眼。与此同时的某会议室，众人仰头傻傻地看着屏幕上突然出现的一张小脸，陷入了长久的沉默。1小时前，会议室里露露丝坐在首位，一手支招下巴，听着下面各部门经理们对新一季度的产品宣传方案侃侃而谈。但此时他的脑海里却根本没有听进去多少，思绪总是忍不住想到独自一直在家里的软软。浴室的门有没有他上锁了没有？如果软软掉进马桶里怎么办呢？只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已经想到了许多种唐希儿受伤的可能性。突然有些后悔今天没有带他过来，他也从没有过这种惦记某样事物的焦急心情。老板，老板，秘书苏旦小声提醒道。露露丝回神，半点没有在会议中走神的窘迫，淡定地问道：苏旦也假装没有看到老板走神，尽心尽责地把最新的进展说了一遍。营销部想请最近爆红的女星来担任我们产品的代言人，她的形象体型也是线下流行的娇小玲珑类型，粉丝构成大多是男性，其中80%又多是宅男，正符合我们产品的客户群体，应该能为我们吸引不少新客户。他在自己的智脑上翻出一张女明星的照片给露露丝看，露露丝微微侧头看过，意兴阑珊回过头，在捡到软软之前，他大概也是会承认这位女明星娇小可爱的，但现在听到娇小玲珑，他脑海里只会浮现软软的身影。这个世上除了幼崽，没有人比软软更可爱了。他放下手，坐直身体，淡淡开口道：想来各位都搞错了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了。会议桌上的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安地看向露露丝。露露丝轻敲桌面上的数据报告道：我说了，是拓展新客户，不是特定在某一个群体上。从3个月前开始，我们的固定群体的购买欲望已经因为客户饱和在递减了。现在看这张最新数据图，大家连忙仰头看向大屏幕。然而这时露露丝才发现今天出门太匆忙，硬盘忘记带来了。扫一眼还在等着的下属，他也不着急，熟练地连接上家里的平板器，准备远程操作一下。系统传来提示音，连接成功。远程操作下，为确保安全，系统将开启监控模式，请确认。露露丝点击确认，界面弹出一个新的窗口，书房纯白的背景墙便出现在了会议室众人眼前。大家也都见怪不怪，开会时谁都难免有个要临时调阅的文件，都会这样操作。他们静静等待着，对老板的书房没有半点好奇。突然有人惊呼道：咦，那是什么？露露丝停止操作，抬头看去，然后就见监控里原本静止的画面中只露出一点椅背的老板椅忽然轻微的晃动起来。他挑挑眉，心中有了某个猜想。果然，他的想法刚成型，一双小小的手掌攀附在了桌面上，接着露出软软半张可爱的小脸。他的大眼睛咕噜噜扫射桌面上的东西，鬼鬼祟祟的样子煞是可爱。会议室里立马发出一阵阵低呼，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好似生怕大点声。
屏幕里的小家伙就被怕跑了。这些人中，苏蛋内心几乎是咆哮的喊出：“这不是老板的情人！”妈，这么小！画面中的唐仙儿已经憋着劲爬上了桌面，此时正坐在桌面上小小的喘息歇息。一些女性员工已经捂着胸口和嘴巴，双眼放光，再也压抑不住的交谈起来。他好小啊，是阿达兽吗？不是阿达兽，阿达兽的皮肤是惨白的，这只的毛发也太少了，好可爱啊！是生病了所以没毛吧？突然发现事情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苏蛋，默默咽下心梗的感觉。什么嘛？原来老板云端动态里那个依偎在怀的美人就只是一只宠物吗？亏他还以为老板要打破贵族腐朽的规则，谈一场跨种族的你生我死感人肺腑的爱恋呢。不过这只宠物真的好可爱啊！露露丝完全不知道自己优秀的秘书正在腹诽什么，她也想看看软软这是在干什么，便没有关掉页面。而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下来，还被人全程围观的唐仙儿喘匀了气就去看平板器，他的呼吸灯正在一闪一闪，他知道这证明了平板器在工作。可是为什么他的屏幕还是黑乎乎一片呢？他先伸出手指戳戳屏幕，没有反应，可是呼吸灯一直在有规律的闪动，这让刚干了宠物绝对不会干的事情的唐仙儿心里很没底，就想一探究竟。他嘴角抿成一条直线，视线看向平板器下巴上的凸起按键，伸手打算重启平板器。就在这时，平板器旁边放着的工艺品摆件突然传出了人声：“软软，别动！”聚精会神的唐仙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个机灵，尖叫一声，踢踏的往后退，然后直接往桌下仰面掉了下去。哈哈！软软，露露丝倏地站起身，关掉界面，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匆匆离开了会议室。苏蛋冲捂住嘴巴和眼睛的同事们交代一句会议延迟，便也跟了上去。老板，我送您回去啊。会议里的众人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不少人关切道：“希望那只小可爱没有受伤才好呢。”是啊，不过没想到老板居然偷偷养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宠物呀，好羡慕。我拍下来了呢，嘻嘻嘻嘻。哎呀，你好狡猾啊，快点发一份给我，我要珍藏。大部分人叽叽喳喳讨论着老板和宠物，个别人坐在那里摸着下巴，一脸若有所思。露露丝急匆匆赶到家里，进门直奔书房，一进去就见软软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刹那间他成了一个冰人，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停止了流动，从脚底凉到了天灵盖。幼年时期那些挥之不去的话语，宛如开了阀门的水流般冲向了他。快看啊，它是黑色的翅膀，快离开这里，靠近它会有厄运的。呜呜，妈妈，我的手指被割伤了，一定是露露丝，她是魔鬼。老师，我希望我孩子能在一个安全的教室上课。真可怜，原来羽族的传说竟是真的呢。我上次就和他说了句话，今天差点被车撞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以为这些因为传说就盲目的把一切不好的事情联系到他身上的事情，他已经释然了。可此时看着躺在地上面色苍白的软软，他有些不确定了。这次和那些扑风捉影的事情不一样，这次确实是因为他的出生下到软软掉下去的，也许是因为对软软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这会儿更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好半天他才夺回身体的控制权，一步一步靠近地上的小人，蹲下身把他抱起来，轻声唤道：“软软。”就在他以为软软不会再回应的时候，那双总是很灵动的眼睛睁开，小家伙打了个小哈欠，然后像以往每次自己叫他的名字一样，眼眸亮起光亮，裂开嘴角冲他展露可爱的笑颜。露露丝说不清这一刻是什么心情，震惊、欢喜、酸涩各种滋味糅杂在一起，怪异非常。他一把抱紧唐仙儿，闭着眼睛闻着他身上的清香味，那颗空落落的心在他睁眼的瞬间便被填满。唐仙儿炯炯地刃由他抱着，腰身被勒得发痛也不敢挣扎，从桌子上掉下来时刚好掉在椅子上，有了缓冲，其实他一点事情都没有。之所以躺在地板上装死，是在思考等露露丝回来要怎么面对。不过看他现在这样的表现，应该没有看到他跑进书房里看书才对，不然不会这么紧张自己。抱了一会儿，露露丝放开他上下其手的检查身体，确定他没事后，这才板着脸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唐仙儿眨巴眼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看表情也知道这是开始兴师问罪了，连忙低下头摆明认错态度。看他这样，露露丝后面的话也说不出口了，叹口气，重新抱起他往餐厅走去。时间也差不多到中午了，软软该吃饭了。不过作为惩罚，这一次他没有上手喂，而是让他自己吃。唐仙儿等了会儿没等到喂饭，反应过来他不打算上手喂后，暗自唾弃自己堕落的速度太快，老老实实自己拿起面包片啃，心里还挺高兴的，感觉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他啥也没暴露。另一边露露丝吃着自己的午饭，见货看两眼唐仙儿秀气的吃相下饭，手腕上的智脑这时响了起来，是下属打来的通讯，有些惊讶对方居然在这个时间点打过来，于是点击接听。下属立刻道：“老板，很抱歉打扰您休息了，大家想问问软软她还好吗？”“她很好。”“那真是太好了，是这样的老板，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宣传方案。”“您说的对，我们是该拓展新的客户群体，之前一直苦于我们产品定位女孩子们不喜欢，但今天见了您的宠物，我有了新的灵感，广告内容我都想好了，可以直接沿用今天软软的视频，我保证所有人都会喜欢的。文件我已经发过去了，您看看。”露露丝挂断通讯，点开文件看了看，抬头瞥向专心干饭的软软，轻笑的给他又加了一片肉，收获小宠物讨好的笑脸。然后他给那位有想法的下属发送邮件道：“通过。”妮妮亚躺在懒人沙发上看偶像剧，她咬着嘴唇，
眼里蓄着泪水，期待男女主能够解除误会，和好如初。结果就在这关键时刻，剧情戛然而止。妮妮娅一口气憋在胸口，差点咯嘣一声咬碎银牙，真是受够了。偏偏断在这种时候，又要看无聊的广告了。她抱怨着，准备在广告结束前先看点别的过渡一下，但已经开始播放的广告响起一道清亮的旁白：当你不在家时，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外星间谍们就到了执行任务的时间。这别具一格的广告词让妮妮娅切换界面的手指停顿了下来，好奇地看向这个不曾见过的广告。是刚出的广告吗？心中存着疑惑时，她已经放弃了切换节目，期待地看了下去。旁白过后，是一间纯白色毫无新意的书房背景墙，但从书架的规模和书桌质感都能脑补出主人是一位有钱有品位的人。这时，旁边传来书房主人和宠物的对话：软软，我去上班了，你好好看家啊。简单2句台词结合之前的旁白，让妮妮娅清楚地知道故事前提是什么，也期待起那只还没入境的小宠物之后要干什么坏事，并且猜测这个广告的商品是不是和宠物用品有关时，明亮的光线忽然变得阴暗，先前可爱的宠物叫声变得低沉了许多。呵呵呵，愚蠢的伊特利亚人，现在我就要窃取你们的重要情报，让我们毛茸茸星早日侵占这里。妮妮娅知道小宠物终于要入境了，因为前面的铺垫，她现在已经很期待对方是不是自己随机猜测的米卡兽时。老板已微微颤动起来，接着一只他从未见过的小宠物探出一双大眼睛，他左右看看，确实没有危险后，开始费力地往书桌上爬。妮妮娅，小可爱穿着米黄色的宫廷装，因为体型劣势，攀爬间涨红了脸蛋，让人又爱又怜。妮妮娅从小可爱入境后，立刻坐直了身体，凑近了去看。只见这只不知名的小可爱休息了几分钟，立刻又鬼头鬼脑，目标明确地看向了镜头。妮妮娅捂着被蒙得干颤的干部，也明白过来，镜头的位置其实是平板器呢。小可爱伸出一根细白的手指，准备开机窃取情报的时候，先前离开的主人的声音再度响起：软软，你被捕了。突兀的声音吓得准备干坏事的小可爱尖叫一声，画面一黑，背景音响起来了警车的鸣笛声。即使没有看到画面，妮妮娅也知道小可爱因为行迹暴露被警察叔叔带走了。黑色的画面再度一转，出现是那台充当主视角的平板器，旁边简单介绍：第5代鲁斯平板器，一台不怕外星人惦记的平板器，您的忠实工作伙伴。什么沙雕广告？感情这个广告是卖平板器的？这谁能想到？电视剧已经重新开始了，但是妮妮娅已经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了，满脑子都是那只超级娇小叫软软的小宠物的广告了。刚才看得太过专注，忘记录屏了。她懊恼地去了论坛上，果然不用她特意去搜索，一条顶置的词条便跃入眼帘：第5代鲁斯平板器广告惊现神秘宠物。妮妮娅点进去，论坛的内容就是那条广告。妮妮娅先点进去重温一遍，这次有成千上万的网友陪着她一起看，弹幕在广告的上半部分刷得飞起。这是什么惊天颜值的小可爱啊！哈哈，这样的体能还想当星际间谍？还是安安心心当宠物吧。我不介意你对我的平板器图谋不轨哦。好可爱好可爱，这真的不是特效做出来的小可爱吗？插上翅膀和我们的长相好贴近啊，刚好要买个平板器。这款虽然主打商务，但性能意外的很不错呢。我要去下单了。小可爱名字叫软软啊，真可爱啊！我把软软受惊吓的样子做成表情包了，哈哈哈哈。那个我貌似在哪里见过这只宠物？一语激起千层浪，众网友连忙追问在哪里看过。说在哪里见过的网友也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热情回复，心情激动又自豪，感觉自己怕是要火了，连忙把之前在朋友那里讨要来的壁纸发在了论坛上。妮妮娅和点进她主页的网友们于是便见到穿着白色礼服摆拍的糖心儿，好可爱好可爱，这就是我的梦中情宠。我妈说如果我能买一只软软这样的宠物，还能帮我付钱呢。软软真的好可爱，我的洋娃娃瞬间就不香了。真的是软软？为什么你有这些照片？快点把你有的全部发出来。妮妮娅也追问这位楼主照片哪里来的。楼主盛情难却151时把事情交代去清楚，是在富二代朋友的云端动态里看到的。起初我还以为软软是个蜡像做的呢，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符合审美的宠物吗？原来是我见识浅薄了。所以软软是贵族家庭的宠物啊，不愧是贵族啊，连宠物都这么独一无二。舔。先前陆母和闺蜜拍的写真照只是在小圈子里传播，现在大范围投放的广告面世，糖心儿凭借独一无二的外形迅速在网络上传开，在宠物板块更是一夜之间爆红。糖心儿的爆红最开心的莫过于投放广告的员工们了。现在他们的虚拟店铺下单量一夜反超购物节的数量，还有无数的网友买完后都要询问一句糖心儿的信息，在客服那里得不到答案的人就转战公司官网询问糖心儿的品种和价格。另一个高兴的人就是娜娜了，她刷完广告，查看完网友们对糖心儿的追捧，立马风风火火地冲进工作室，加紧时间设计服装稿子和缝制衣服，她要赶在糖心儿的热度消散前给她穿上，那样她也会跟着一炮而红的。想到以后自己的事业，娜娜觉得浑身充满了用不尽的力量，外人讨论的有多热烈，糖心儿现在就有多社死。她坐在露鲁斯的怀里，傻眼地看向平板器中那个以自己出丑为原型设计的广告内容，即使听不懂旁白和配音的内容，看到后面的平板器宣传图，一点没妨碍她理解这是一条广告。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弹幕数量，那些能代表情绪的颜文字，她觉得网友们说不得都在笑话她，她一点不介意在广告里出镜啊，还有点兴奋呢。在地球上奋斗了1年至今也没几个观众记得她，现在居然出演广告的女主角了，怪兴奋的。
如果不是自己的出丑的样子就更好了。他很想捂脸，可旁边鲁斯正包含兴趣地盯着他看，似乎想看他见到自己在平板器中会有什么反应。唐仙儿忍着羞，边伸手去摸屏幕中的自己，边着急的啊叫。鲁斯得到想要的反应，暂停下智脑上的录屏功能，然后把广告切换成平时软软看的那个栏目，便继续工作了。唐仙儿松口气，小巴便瞅准时机上线了。宿主，恭喜您进账400万喜爱值，获得奖励，增加1个罩杯与俏屁，是否查收？唐仙儿获得双重惊喜，命苟住了一半呢。他拍手道：要，他就是如此贪心 ，A 根本满足不了他对美的追求。胸大加俏屁，哦豁，他就快完美了。小巴真是小天使呀！小巴，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再次成为明星的。你看我都上电视了，宿主请加油，好好努力。小巴是人性化的系统，奖励会根据宿主的职业发展调整的，一切都是为了迷倒万千人。唐仙儿信心满满，时间问题了，等我真的成了明星，以我的演技一定秒杀这里所有的人。我迫不及待想让他们看看地球人的演技是如何的精彩绝艳，哈哈哈哈。小巴很苦恼，他是个新生的系统，对于自己的第一任宿主也是经过精挑细选、认真考量的。他观察了唐仙儿1个月，在他眼里，对方是个有颜值、有理想，在剧组和公司不管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都能快速消化，半小时内恢复开朗的璞玉。这种性格讨喜，很符合他的要求。但种种优点里就是没有演技好这一项，从始至终只有他自己觉得自己演技好，其实都是那群群演们看他漂亮哄他高兴。偏宿主当了真，觉得自己是个演戏天才，他到底要不要说实话呢？算了，宿主有自信是好事。小巴相信宿主，谢谢小巴，我要学认字了。小巴乖巧退下，唐仙儿收拾心情很好的暗戳戳认字。他已经是拍了广告的人了，更想知道广告说了什么，尤其想知道网友们是怎么评价他的了。但介于自己昨天刚做了一点出格的事情，他今天没有着急投入学习，而是按捺着先看了1集动物世界。等露露丝沉浸在工作中后，这才暗搓搓点开识字栏目慢慢学习。露露丝此时正在和策划商讨着如何趁着现在的热度把新老产品都卖出去，同时提高知名度。策划，老板，现在正是好时候，好多顾客询问软软的事情，之前的那个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了？露露丝看着对方发的信息有些迟疑，让软软成为网红是意外，当时只是觉得广告方案很不错，是他低估了软软外表对伊特利亚人的杀伤力了。所以现在要不要让软软成为公司的吉祥物呢？那软软是必要经常去公司拍摄一些东西，他这么懒，这样会不会对他太残忍了？正想着，智脑滴滴的声音再度发起来，对方似乎知道他的心思一样说道：老板，我们先给软软拍摄一点可爱的海报吧，这样您也能带软软来公司，大家都很想和软软见面呢，这样也能极大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呢。每句话都在理，最终他决定让软软成为自己公司的吉祥物，先尝试一下，如果软软不适应，那就终止计划。回复完下属的信息，让他准备好便关了智脑。他搂紧软软，低声问道：软软，你喜欢拍照吗？唐仙儿听到自己的名字，仰头疑惑地看他。露露丝没忍住吻了吻他的发丝，轻笑道：明天要乖一点。室内陷入一片黑暗中，唐仙儿还在为刚才那个突如其来的吻出神。活了18年，第一次被异性亲，他脸疼得热了起来，无关情爱，只是单纯的羞涩而已。感受到他一直在动来动去，露露丝顺着他的后背道：别闹，快点休息。唐仙儿闭上眼睛，羞涩在大心脏面前不堪一击，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露露丝找出之前买好的宠物包，把看到宠物包想逃跑的唐仙儿抱起来想要放进去。唐仙儿见他居然主动拿出宠物背包，只以为他又要带他去宠物医院，想到上次那可怕又屈辱的经历，他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外挣扎。我不要去，软软听话。露露丝手忙脚乱，又怕用力伤了他，怎么安抚也没用后，总算注意到唐仙儿眼中的惊惧，转念一想，猜到他为什么这么抗拒后，有些哭笑不得，伸手戳戳他的脸蛋，见他嫣嫣的眼角泛红的样子，立马心软了。他无奈地放弃宠物包，把他抱进怀里，直接往电梯房走。唐仙儿挣扎2下，渐进了电梯房，明白大势已去，立马无精打采地趴在露露丝怀里，不愿面对之后的遭遇。来到电梯大厅，宛如从美轮美奂的天界来到了凡尘。行色匆匆的人群和嘈杂的说话声，把宅了快1月的唐仙儿拉入了红尘中，也让他暂时性忘记等下要去宠物医院的不安。他刚抻直了身体去看，露露丝已经抱着他走出了电梯大厅。一辆炫酷的悬浮车已经停在了路边，一个看不出是什么品种的瘦耳青年远远迎了过来。唐仙儿新奇地看着他来到近前，两人目光对上后，对方的兽瞳猛地放大，身后的毛尾巴跟着刷刷刷地摇晃起来，惹得他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看。这种融合了2次元的外星人种真的很有趣啊。卡特也是看过昨天的广告的，这会儿见到唐仙儿显得格外的激动，他主动打招呼道：软软你好啊。打招呼的短句都是学一种语言的开始。唐仙儿听懂了，高兴地附送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卡特尾巴摇得更欢了，他好可爱啊。老板，您要带软软去公司吗？露露丝没有回答，直径越过他往悬浮车走去。卡特回神，连忙跟上，恭敬地打开了一边的侧门，见露露丝坐进去了，这才小跑到另一侧开车。今天的车开得比往常慢，卡特控制不住的从后视镜频繁往唐仙儿身上瞟。露露丝提醒道：卡特，专心开车。卡特一机灵，
一身冷汗的再不敢往后看。唐仙儿进了悬浮车，立马反应过来，这回不是去宠物医院的，上次去根本没坐车，没了心理压力，顿时活泛了起来。他好奇宝宝般360度转动着大头打量外星的车辆，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躺在对他来说大的像沙发的座椅上试试感觉，很舒服不颠簸。他没有坐过玛莎拉蒂，无法对比，但这个世界的高端科技产品比地球普及率更高一点，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环保做得极好，资源并不短缺的关系。参观完不排放废气的悬浮车，他站在座椅上往车窗外看去，然后就发现两侧的人行道上羽族很少，大部分都是半兽人和崇尚自然不愿保持人形的兽人，一眼看去像极了疯狂动物城真人版，还是巨大版的。看着看着他那被米虫生活腐蚀了快1个月的脑子总算运作了一回，后知后觉想到原来露鲁斯每天是去兽人帝国上班的。不过也是，他是黑翅膀吗？即便是贵族受到的歧视也肯定不少，只能灰溜溜的去别的国家打工，为此都不能随意飞行，大翅膀都成了摆设。心中同情，他回头看向露鲁斯，后者双腿交叠靠在座椅上含笑看着他，见他回望不知道误会了什么，给他按下了车门上一个开关，车窗立马放了下来，车外喧哗和阳光微风一起涌进车内，吹起对方华丽的金发，迷了唐仙儿的眼睛。这样举手投足间都是上位者的气息的人，突然觉得自己为他担心真是多虑了。如此想到，唐仙儿没心没肺的回头继续欣赏外星人的城市。车辆转过一条更加繁华的街道时，他忽地在一栋摩天大楼的巨型广告牌上看到了老乡熟悉的黝黑脸庞，一只强壮的黑猩猩立在树杈子上，歪头注视着镜头外的人，就像注视着低下这些忙碌的人群。用他这段时间学到的一点浅薄的文字，勉强认出珍贵的和门票300拉比这2个词组。按逻辑推理，所以是观摩黑猩猩的门票只要300的意思吧？这样的广告位置比地球上的大熊猫还要隆重啊！唐仙儿再一次认识到，如果自己被打上珍贵的标签，下场一定不会很好。他收回目光，并决定紧紧捂住自己的马甲，坚决不掉马。心灵受了小刺激，唐仙儿离开车窗，走到露鲁斯身边坐下，脑袋一偏靠在他肩膀上休息，暗搓搓地表达自己对他的依赖性。为了安全，这个人的好感度还是要尽快刷啊！怎么了？露鲁斯伸手把突然又蔫掉的软软抱进怀里，摸着他长了点肉的脸蛋问道。软软只是冲他傻笑，然后很主动地扑进他的怀里，找个舒服的姿势窝着，娇娇软软像只讨好主人露出肚皮给摸的猫。偶尔看这边一眼的卡特见了到底没忍住出声道：老板，您的软软真可爱。卡特说完就后悔了，老板出了名的冷淡，成为专车司机这么久，老板也没和他说过10句话。就在他尴尬的脚趾头都蜷缩起来时，金贵的老板却破天荒地开口了：软软是很可爱。卡特得到回应，受宠若惊，但也不敢再乱说话了。不过这一天的心情都开明了起来。等安全把老板送到公司楼下，看着他抱着那只不明生物进去，他立马点开智脑往公司员工群里发送了一条消息：卡特，各部分请注意，今天老板带了神秘嘉宾来上班了，超级可爱的神秘嘉宾哦，前台一枝花。神秘嘉宾？难道是未来老板夫人？设计部1号种子选手，请长点脑子，严谨的思考一下，老板这个情况难道不是要单身到老？贵族可不允许跨种族结婚。财务部大可爱，老规矩，1000拉比的赌注都给我留好了。我猜神秘嘉宾是某个人美心善不介意老板是黑翅膀的大贵族。研发部大佬是老板的父亲，研发部小弟弟，我跟着我家大佬走一波。知道今天老板会带软软来，公司的大秘书苏蛋高深莫测地看着因为卡特一句话而沸腾的员工群，露出邪恶的笑容。秘书长大帅比，我赌你们都输，现在快点整理好自己，不管来的是谁都不许掉链子，让外人看了笑话。众人是。于是大家匆匆忙忙地整理起桌面和自己的穿着打扮，女同事们抓紧时间补妆整理发型，条件好点的还能多喷一点香水。2分钟内，整个公司从上到下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每个人矜持地坐在办公位上，眼睛和耳朵都不经意地往门口方向瞟着。众人翘首以盼下，前台一枝花最先看到了神秘嘉宾的真面目，然后他愣在原地好半晌，等老板走过去，才急急忙忙弯腰问好给同事们，提醒老板来了。啊，老板早上好。露鲁斯，早上好。长相性感的前台小姐盯着唐仙儿的后脑勺看个不停，点头智脑发来一串消息：前台一枝花啊，神秘嘉宾是软软啊，老板居然带着软软来上班啊。不过这时的群里根本没有人有空回复他。工作间里，大家有的坐在工位上，有的假装忙碌的从办公室出来溜达。大家睁大眼睛望着被老板单手抱在怀里的神秘嘉宾，黑发黑眼，模糊又柔和的精致五官，一身姜黄色的田园风小裙子衬得他皮肤银白，大大的黑眼睛好奇地回望他们。唐仙儿没料到露鲁斯居然把他带来上班的地方了，看着一大群巨人，目光或惊诧或者复杂地看着自己，他很有些压力。他往露鲁斯的怀里靠，汲取一点安全感后，充满好奇心理的回望过去。之前都是远远地看着兽人，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他们。这个距离他发现兽人们远看都是个人形，可瞳孔的形状大多是树瞳，还有菱形和矩形的。有的兽人脑袋上长的是角，以他人类的审美看来，特别怪异吓人，充满压迫感。相比下之前那位司机圆形的瞳孔就好看多了。这时露鲁斯明知故问道：你们愣着做什么？一语惊魂的众人连忙低头各干各的事。心绪复杂的苏蛋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慢慢走过来，瞄一眼唐仙儿，过眼瘾才道：老板，
拍摄间已经准备好了，您的客人说下午就会到了。露露丝点点头。拍摄海报需要礼服，他昨天睡前便通知娜娜带服装过来拍摄，对方欣然应允。苏淡又道：早上有个会议需要您出席。露露丝于是低头看眼貌似有些紧张的软软，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带她进去。苏淡察言观色，立马主动请缨道：老板，我可以照顾她。露露丝先是蹙蹙眉头，心中生出一点抵触，但苏淡一向做事靠谱，确实是最稳妥的人选。他尝试着把软软递过去，苏淡双手平举郑重地抱过来，场面宛如一场授勋仪式。小小的人儿入怀，只是小小的挣扎了一下就安定下来。苏淡暗自松一口气，看向老板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老板好像比平时更严肃了一点。露露丝对于软软这么轻易的接受了别人，有点不是滋味。侯杰动了动，到底没抢回来，叮嘱道：待会儿我会把软软能吃的东西和注意事项发一份清单给你，这段时间他都会来公司，你负责这些。好的，老板。交代完注意事项，他抬手摸摸软软的脑袋，然后转身往会议室走去。唐仙儿趴在苏淡的肩头，看着露露丝头也不回的进去，心里也有点莫名的不开心，还有点害怕。只要他在家的时候，从来不会让自己离开他的视线，为此情愿不进书房，都要在卧室陪他办公。现在居然在陌生的环境把他扔给不认识的人，自己走掉。哼，男人。会议室的大门关上，唐仙儿失落地垂下眼睛，任由苏淡抱着他进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面3个期待已久的小姐姐扑上来，围着两人克制的滋哇乱叫，哇哇哇！不愧是老板的宠物，超可爱啊！苏秘书让我也抱抱他好不好？老板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品种的宠物啊？苏淡抱紧唐仙儿，没有让他们染指，领导气十足地道：交代下去的任务都完成了吗？3个小姑娘知道这是没戏了，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去工作。苏淡身板挺得笔直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让唐仙儿坐在自己的腿上，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里单手捂住脸，清秀的脸上一片潮红，内心已经萌成土拨鼠尖叫了。他小心地抬手轻轻梳理唐仙儿光泽的长发，五指插进发间，发丝立刻像流水一般溜走，毛毛这么流光发亮，老板一定养得很用心，而且真的好乖啊！从进来后就不吵不闹的。他戳戳他软绵的脸蛋，小家伙也只是稍微躲了躲，捂着脸蛋不让碰。苏淡忍了忍，没忍住，双手开始揉唐仙儿的脸蛋，一边揉一边内心戏十足的疯狂嘶吼。好看啊！他觉得鼻子有点痒，赶紧抽张纸巾擦擦鼻子，还好没有丢脸到流鼻血。玩了好一会儿，强大的意志力让给他把注意力放到工作上。中途不少同事过来想要帮他分担一下，都被他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谢谢你们的好意，老板说让我照顾好软软，我得亲自照顾才行。众人失望而归，只能远远的用羡慕的目光扫视苏秘书。唐仙儿心情欠佳，一点不想和人互动，被动的被这个像变态一样的家伙又是揉脑袋揉脸，又是捏小手的。他心累的爬下他的大腿，慢慢在办公室里踱步。办公室里的3个小姐姐立刻拿出小零食引诱他过去。软软，来这里，这里有好吃的。唐仙儿对此不屑一顾，高冷的越过他们往外面的大工作间走去。他瞄准刚才露露丝进去的会议室大门，刚要走出去，身体便悬空而起了。苏淡温声哄道：不能乱跑哦，要乖一点。唐仙儿，外面激动等待的兽人们头一次发现苏秘书有点讨厌呢，重新坐回变态怀里。这次他给了他一盒颜料，还有一张大白纸。看到这2样东西，唐仙儿忽然就不着急走了，伸出一根指头沾了一点红色的颜料，在白纸上用幼儿版潦草的字迹横七竖八地写道：众人皆醉我独醒，人生真是寂寞如雪。苏淡偷空看一眼，夸道：软软画的真好呢。听懂了好字的唐仙儿勾勾唇角，一巴掌拍进颜料里，把刚才写的字全部毁掉。胆小如他，那是不想因为一点点纰漏把自己送上试验台的。画了7、8副鬼画符一样的字。会议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唐仙儿看到走过来的露露丝，再顾不得画画，欣喜的伸手要抱抱，伸完猛地顿住，他好像太激动了一点，还不及细想，露露丝已经含笑弯腰抱起他走了出去。众人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跟着老板的背影，发现是去洗手间后，有人大着胆子跟了上去，假意上厕所，然后就发现他们高岭之花一样的老板亲自挽起袖子，细心地给那只可爱的宠物洗手擦脸。这温馨居家的一幕，要是被那些每天对着老板犯花痴的女人们看见，那还不得在群里吵翻了天去。唐仙儿举着洗白白的爪子，对着镜子里来来回回的员工们感叹：外星人上厕所的频率这么高的吗？那个谁都进来2趟了吧？洗完手，露露丝抱着他无视员工们炙热的视线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唐仙儿望着宽敞整洁、处处透着性冷淡的风的办公室暗叹，真是一如既往的没啥看头。露露丝把他放在待客的沙发上，之前的秘书便带着餐盒进来了。露露丝验收了他的劳动成果，满意的点点头，挥手让他出去了。闻到饭香味的唐仙儿立刻目光炯炯地看着他。露露丝见状，笑着点点他的鼻头，吃货。唐仙儿才不管他说什么呢，仰头张嘴等着他喂饭。堕落地非常彻底，一顿饭毕，苏淡敲门说娜娜已经到了。露露丝赶紧让他带人进来。大门打开，娜娜带着2个羽族的男女进来，双方立刻互相接洽起来。娜娜介绍道：露露丝，这是我带过来的团队，他们负责给软软设计发型和妆容。露露丝笑得得体，很注意的没有上前握手，保持一定距离的站在2米开外说道：接下来需要什么可以和我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娜娜笑颜如花道：好的好的，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现在就开始吧。我们的宝贝软软在哪里呢？他直奔唐仙儿所在的沙发，一把抱起他，疯狂地蹭着。啊，软软，你还记得我吗？我好想你啊！另外2位跟来的羽族这时也凑了过来，见到软软后，脸上紧绷的神情立马松懈下来，争着想要抱一下。天哪，比广告上看着还要可爱！快点工作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打扮她了。另一个造型师摸着唐仙儿的长发，爱不释手道：“快点开始吧。”娜娜见此，心中有些得意。这2人都是时尚圈知名的造型师，一开始邀请他们的时候，听说是来露露丝这里工作，都不愿意，还是他发了软软的照片才勉强同意的。现在这样积极主动，他也觉得很有面子。3人一拍即合，抱紧唐仙儿，催着露露丝带他们去摄影棚。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进了摄影棚，留下一群互相眼神交流的下属们。这还是他们公司第一次迎来羽族呢。老板的黑翅膀太醒目了，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那代表着不祥。在天空之城不会有羽族愿意成为他的员工，他们兽人就不太介意这个。不过讲究一点的兽人也不会愿意和老板合作。这些年，公司创办的很是辛苦，成长到如今全靠老板的精准把行和比业界更高的员工待遇。这么多磨难一起抗下来，他们所有人都希望公司和老板走得更远，也钦佩老板的实力和个人魅力。现在终于有羽族愿意踏足公司，所有人都忍不住替老板开心起来。有了第一个踏进来的羽族，就会有第二个，以后他们公司一定会蒸蒸日上，摆脱羽族禁地的标签了。摄影棚里，唐希儿新奇地看着那2个羽族拿出调色盘一样的眼影盒和化妆刷，再见到娜娜拿出5、6件适合她尺寸的仙气飘飘的裙子，立马明白了今天露露丝为什么会带她来公司了。她看向一直在后面监督的露露丝，后者温和地亲吻她的发顶，安抚她的情绪。唐希儿低着头，有些脸红，干什么突然亲人家？这里这么多人的，她绷不住表情就糟糕了。不过只是换装小游戏的话，凭她的演技小意思了，偶尔玩一玩她还挺乐意的。而且这次显然是为那个广告做后续宣传，这样她也算是有价值的人了。以后吃什么用什么，她也能放得更开。万一以后人类身份暴露，凭借自己的名气和对露露丝的利益价值，她一定会保护她的，还能获得喜爱值续命。唐希儿越想越激动，感觉一直以来隐隐的不安有了落实地。她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成为一个网红，让更多人的人喜欢自己，增加寿命，也为以后那1/1000的危险增加砝码。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比什么都不做要好。老祖宗的道理贯彻古今，靠人人跑，靠术术倒，凡事还是要靠自己啊。待她回神，她已经被摆弄的穿上了新裙子，一屋子的人笑意满满的围着她，表情夸张的捂脸尖叫。2位羽族拿着工具凑过来给她上妆做头发，她坐在椅子上，乖巧的就像一个真的洋娃娃，让做好准备安抚的众人齐齐松口气。化妆师对唐希儿实在是喜欢，忍不住和露露丝搭话：“软软真是太乖巧了，能问一下您是从哪里买到她的吗？”露露丝闻言目光从唐希儿身上转开，看着这名化妆师想了想道：“是我父亲托人送给我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随着软软被更多的人认识喜爱，如果知道软软是捡来的，势必会有人出面说软软是他的。不管那些人是贪心，还是真的是软软的主人，他都不想有这些牵扯。前者恶心，后者伪善，他不会把软软害回去。化妆师听了，遗憾的耸耸肩。露露丝的家族是老牌贵族了，人脉渠道不是平民能想象的，能买到软软这样品相的宠物也不稀奇。他回头继续工作。随着时间的流失，化妆间里时不时发生的惊呼声渐渐沉静下去。所有人看着一点点改头换面的唐希儿，失语地望着他。造型师屏住呼吸，把最后一件绿翡翠首饰戴在唐希儿的脖子上，捂住嘴后退几步，和其他人一起呆呆地看着唐希儿。娜娜小声惊呼：“天哪！”唐希儿此时也怔怔地望着化妆镜前的自己出神，她的头发被接了一段，然后卷成了妩媚的波浪状，随意地垂至脚踝，脑袋上戴着一顶华丽的珠宝王冠，身上穿着一层叠一层的纱衣，身形一动，纱裙上的细闪宛如银河落在其上般闪耀。这次突增的罩杯也成了加分点，很好拿捏住了这份妩媚。脸上的妆容清雅恬淡，唯一的色彩便是淡粉色的眼影和粉唇，站在灯光下宛如盛开的白莲。娜娜小心翼翼拿过来一对仿真白色羽翼，轻柔地给她戴上，顿时画风突变，黑发白羽，圣洁与邪恶的交织，冲淡了清雅的气质，多了几分暗黑的神秘感。3个一手打造出这个妆容的羽族已经激动，拿出智脑一通拍。娜娜边拍边嚎：“我应该用黑色的布料做这条裙子，配上白翅膀的效果才更好。”你说的对，不过你已经很棒了，这条裙子非常美，谢谢。化妆间里剩下的人依旧欣赏艺术品，般望着唐希儿。唐希儿摸摸肩上的一段长发，对自己现在的造型满意的不得了，有点想把头发留长了，反正不用她自己洗头呢。3人拍了许久，等候已久的摄影师不得不打断他们，提醒道：“好了，我们该去摄影棚了。哦，对，我来抱软软。”娜娜抢先说道，但有一个人比她更快。只见露露丝大跨步的走上前，弯腰抱起了还在对着镜子臭美的某人类。露露丝不是第一次看软软换装了，但上一次的经验远不及这一次。裙子的款式参考了羽族传统婚纱元素，整体设计简洁美观，单薄的纱衣只在腰部收紧，配上脑袋上的王冠，她惊艳之余还有一种嫁女儿的错觉。那一刻，她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影视剧里的岳父们总是那么难说话。现在她也不想把软软交给任何一个人，自己把人一路抱出了化妆间，推门出去。早就翘首以待的员工们齐刷刷扭头过来，视线聚焦在唐希儿身上后，
一个个的兽童都涣散成圆形，只是惊鸿一瞥，唐仙儿便从他们眼前消失了。看着那上关上的摄影棚大门，回过神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感慨道：“刚才我还以为老板抱着的是一个新娘啊，你也这样觉得吗？”我也是耶。等老板进去了，我才反应过来，那是软软呢，好漂亮啊！我好想看软软穿上兽族的新娘礼服呀。我想要一只软软。摄影棚内，大家忙碌地布置场景和调整灯光。等了好一会儿，摄影师才急不可耐道：“请把软软放在中央位置呢。”露露丝闻言，抱着唐仙儿走到正中央，正准备把它放下，摄影社忽然激动地道：“别动！”露露丝下意识回头扫视一眼说这话的人，接着咔嚓一声，一道白光闪过。摄影师拿着相机兴奋道：“完美，太完美了！”众人好奇的凑到摄影师身后看去，就见镜头里美丽娇小的软软充满信赖地靠在高大俊美的露露丝怀中，反观露露丝却像是被人寄予宝贝的俊美恶龙，双手抱紧还不够，黑色的翅膀微微展开，挡住软软的大半身形，只露出肩膀以上的位置给人看。一双碧绿色眼眸威慑力十足地看向镜头，每个看到照片的人都感觉自己好像被眼睛的主人用眼神杀死了一遍。更具有张力的是，他们发色和翅膀颜色的对撞，黑发白羽的新娘与金发黑羽的恶魔之子，天然的充满故事感，是一张只看一眼便能脑补出一整部虐恋情深强取豪夺戏码的照片。娜娜看着看着就红了脸，不只是她，在场的女性大多如此。再次看向露露丝的时候，目光不再集中在她的翅膀上，第一次认真看这个男人的脸，然后便惊讶地发现，真他妈的帅啊！以前的他们都眼瞎了吗？这时露露丝也走过来，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眼，她明显的怔愣了一下，抱着唐仙儿的手臂无意识地紧了紧，然后若无其事地道：“快开始吧！”大家压下心中奔腾的心绪，红着脸开始了正式工作。等人都散开了，他才对摄影师说：“等会儿把照片发给我。”摄影师点点头，问道：“老板，你要不要多拍几张？”露露丝摇头道：“不用了。”好吧。唐仙儿伸长了脖子，看也无法和那5边形的摄影机持平。露露丝也少见的没有搭理他的扒拉，直到坐在布置出来的场景内，也没有人想到给他看看照片效果。他见大家都进入了工作状态，不再纠结刚才大家都在看什么，投入拍摄。拍摄海报不像之前的摆拍，只需要摆出动作就可以，现在还需要投入情绪。作为软软的主人，露露丝理所当然地肩负起引导软软做出相应动作和表情的人。他早有准备的拿出唐仙儿喜欢吃的零食，站在摄影师身边引诱。软软，看这边。唐仙儿看过去，不用特意展现他的演技，看到食物很自然地做出欣喜的模样，冲着镜头的位置笑出8颗小米牙。摄影师急忙按动快门，闪光灯顿时一阵阵闪烁。很好，很好，现在拍侧面。工作人员准备，要换下一个背景了。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唐仙儿逐渐进入状态，有时候都不需要露露丝的引导，自己抓起道具花凑近清秀，或者趴在烟雾缭绕的地板上翘着小腿，歪头认真地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只是随意玩耍，其实每个动作都是经过他的精心设计。身为一个爱美的人，他对着镜子练习了数百次，自己的脸什么角度最好看，他早就熟记于心，就等着某天出演哪个角色，靠着颜值和演技爆红。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摄影棚里不停响起摄影师欣喜的叫声。他也拍过别的宠物，老实说，给宠物拍片可是一场耗时耗力的大工程，没想到现在这样轻松，他觉得好感动哦。1个多小时的拍摄下来，工作轻松愉快，每个人都姨母笑地看着唐仙儿。等结束了才发现，马上就到下班的时间了。露露丝抱起也有些累的唐仙儿，温和有礼地笑道：“辛苦大家了，我让人准备了晚饭，请来休息室吧。”哇，太好了，我刚好饿了呢。忙碌了几个小时，大家基本都饿了。面对满办公桌的美食，食指大动，纷纷感叹露露丝招待大方，里面一半都是很昂贵的食材，对她的印象更好了。熟悉的人凑在一堆，拿起碗碟就吃起来。露露丝带着唐仙儿回了自己的办公室投喂。一顿晚饭下来，宾主尽欢。离开前，娜娜道：“今天来晚了，只拍了1套，明天我们会早上过来，争取3天内把全套都拍完呢。”露露丝客气道：“好的，有什么需要的联系我的秘书苏蛋，他会安排好一切的。”那太好了，今天谢谢你的款待，明天见。露露丝颔首，目送他们离开，这才带着唐仙儿坐上自己的悬浮车回家。回到家，唐仙儿早早的就困了，坚持看完了1集幼儿认字课，就全吧靠着露露丝睡了过去。露露丝给他拉高被子，小心的把人放平睡好，这才继续看新闻。忽然一条消息弹出，他点开一看，发现是摄影师把那张照片发过来了。他盯着照片中的自己和软软欣赏了足足10分钟，最后默默设置成的平板器背景墙后，舒心的关灯睡觉。之后的3天里，唐仙儿都在拍摄中度过，每天1到2套造型，把4个种族的装扮都试了一遍。那几天公司里的气氛很紧张，因为员工们总是找各种借口混进拍摄间里欣赏唐仙儿的新造型。看到下属们的热情，原本只准备印刷3万份的海报，露露丝大手一挥翻了3倍，接下来就等着精修照片和印刷就能投入市场了。在此期间，唐仙儿以为的躺平生活也没有续上。拍摄完的当天，露露丝就打包了行李，带着他去了机场。同行的还有过于热情的小秘书苏蛋，用这几天突飞猛进的伊特语学习。唐仙儿听懂了，他们是要去参加某个人筹办的晚宴。看苏蛋那郑重的样子，没进过公司上班的唐仙儿也明白了，这场晚宴一定关系到露露丝公司的发展。等坐上了飞行器，行驶了1天1夜才到地方后，
唐仙儿萎靡的精神忽然鲜活起来了，他趴在窗户上盯着下面星星点点宛如银河的都市，想起来了那天看的绘画故事。这里是永夜之都，血族的地盘。吸血鬼这个神秘的种族和人鱼族一样，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故事体系中。因为各种影视剧和小说的影响，唐仙儿对吸血鬼有着别样的期许。从下飞船开始，他的眼睛就不舍得眨，牢牢地粘在每一个拥有红色眼睛的工作人员身上。每一个被他盯视的工作人员发现他后，也同样表现出不亚于他的好奇和打量。一通观察下来，唐仙儿推翻了一直以来对血族的刻板印象。银发红眸，全员美型，上天入地还能瞬移，尖尖的指甲和牙齿，这些他还没有看到有哪个血族同时具备。银发他是一个没看到。所有吸血鬼工作人员的发色很多样，其中也有不少黑发的，因为这边没有太阳光照射的原因，他们的皮肤倒是和传说中一样苍白，嘴巴嫣红，平添一份妖艳感。全员美型倒是不至于，但他们无论男女举止都很优雅，连盖章签字这样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都做得赏心悦目，而且随便一个血族都打扮得一丝不苟，一缕乱发都没有，指甲也干净整洁，非常精致。唐仙儿不禁感叹，就是这种感觉，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老学究的严谨，再有气质加成，就是有那些长得不尽人意的血族，看起来也是好看加分的，十分符合人类谈到吸血鬼便有的第一感想。他也越发确定，地球和这颗星球曾经某个时段发生过交际，他离地球也许并不远。想得太入神，一个血族小姐姐凑上前嗅了他一下，然后一脸陶醉地道：“你好香啊！”唐仙儿后知后觉回神，看到小姐姐突然发红的眸子和红唇间4颗尖利的牙齿时，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哎呀，光顾着新奇，差点忘记吸血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喝人类的血啊！唐仙儿表示他一点也不想被血族咬，赶紧伸手推开对方，扭身缩进露鲁斯的怀里，表明他是有主的，不要乱打他注意。露鲁斯用翅膀挡住他，对愉悦的工作人员语气冷淡道：“请离他远一点。”对方像是也才发现自己居然在工作中失误了般，诚恳地弯腰道歉道：“很抱歉客人，请您原谅我的冒犯。”露鲁斯摆摆手，抱着唐仙儿率先走了出去。苏蛋从小姐姐手中接过签证，尽职尽责拿上行李跟上。身后的吸血鬼望着唐仙儿的方向出神，排队的乘客催促道：“我赶时间。”小姐姐连忙投入工作，没再深思刚才那突如其来的饥饿感。有了那一出，唐仙儿深感自己在这里很危险，毕竟在所有的传说中，人类都是吸血鬼的食物啊。刚才那种被掠食者盯上的感觉到了现在还让他如芒在背，于是他黏露鲁斯黏得更紧了，连露鲁斯上洗手间都不想从他身上下来。他现在看谁都觉得随时会扑上来咬他，闹得露鲁斯又是好笑又是无奈，只能让苏蛋抱着他站在洗手间门口才作罢。出了机场，唐仙儿的紧张感稍减。他首先看到一大片黑色的尖顶房子，然后是大街上形形色色打扮精致时尚的吸血鬼们，他们就像寻常人一样呼朋唤友的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中走过，每个人脸上的笑意冲淡了唐仙儿对他们的恐惧。这时一辆一看就很高档的悬浮车停在他们面前，露鲁斯带着他坐上去。开车的司机是个彬彬有礼的小青年。尊贵的客人，欢迎参加贝内特塞西尔伯爵的宴会，但愿我没有来迟。露鲁斯客气道：“你很准时，贝内特伯爵一向如此周到。”青年微笑颔首，目光在唐仙儿脸上停留一瞬，笑道：“请上车吧，宴会就快开始了。”几人坐上车，苏蛋显得有些兴奋。血族伯爵的诞辰日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参加的，得到消息能来的时候，他真的很兴奋呢。露鲁斯重回故土，心情也不错。他幼年有段时间被排挤严重，院长便把他转到喜爱黑色的永夜之都生活。相比自己的故乡，在这里生活的日子还算舒心，而且血族盛产各种稀有矿石。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同样受到邀请的贝内特伯爵而来。他的领地刚好就有他公司项目中急需的矿石，在与族竞标的话，不管价格报价多合理，也不会有人选他。那他就干脆跳过中间商来，直接找源头供货商好了。聚会宴会的地方在一栋建立在山头的宏大城堡里，据说是血族从远古时期便存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贵族举办重大宴会的场所。唐仙儿趴在车窗上看着这栋隐秘在黑雾中的巨型建筑，夜夜口水，更多的是兴奋。城堡啊，好壮观哦！车子一路行驶进长长的庄园，停在城堡大门处。一行人下车，在侍从的带领下走进烛火昏暗的城堡。唐仙儿首先感受到一阵阴冷，周围很空旷，一点点声音就会被放大无数倍，完全没有参加宴会的感觉，反而像是恐怖片开头，就差一个老头子跳出来神秘兮兮的警告道：“这里不对劲，你们千万不要进去啊！”他看眼露鲁斯和苏蛋，他们从始至终都是一副很寻常的样子，看来这是正常的。唐仙儿心里放松多了。接着美丽的侍女们把他们领到了休息用的房间里道：“客人，您可以把宠物放在这里，这里很安全，不会出问题的。”露鲁斯谢过侍女，然后把不知道自己要被留下的唐仙儿放在床上。唐仙儿仰头看他，后者揉揉他的脑袋，便进了浴室去洗漱。他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等再出来已经焕然一新。他穿上一身非常具有吸血鬼特色的黑色礼服，忽略那对显眼的黑翅膀，就像是一位优雅至极的吸血鬼贵族。唐仙儿欣赏地打量对方，想着他该给自己打扮了，思考着自己要不要拒绝。结果对方只是揉揉他的脑袋说道：“你在这里乖乖的，我参加完聚会就回来。”说完他便开门出去了。外面苏蛋也打扮一新的站在门外等待，直到大门合上，唐仙儿失望地在床上打滚，自己不去和本能就不能去是两回事啊，现在反而想去了呢。
怎么说也是传说中吸血鬼宴会啊，不知道会不会和看过的漫画一样，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当祭品呢？想到这里，唐仙儿打个冷战，喃喃自语道：“算了算了，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可一个人在房间里也怪无聊的，想找点事做。”于是他爬下大床，赤着脚丫在房间里逛起来。中世纪的木质家具和细节处透着奢华的装饰，都让他仿佛觉得置身电影中，怪有趣的。转着转着，他注意到了外面还有个阳台，连忙费劲地打开门走了出去，然后站在大大的阳台上，仰头欣赏夜空中巨大的蓝月亮。准备回去时，他忽地敏锐地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视线，扭头看过去，就见隔壁房间的阳台上站在一个长相上大约7、8岁，可身高却比他高半个头的小吸血鬼。四目相对，小吸血鬼兴奋得瞳孔冒光，然后直接没有做任何防护的爬上了围栏，作势要往他这边跳。唐仙儿见此形状，脑海里闪过3个大字：熊孩子。别的熊孩子也许只是折腾他一番，但吸血鬼的熊孩子也许会把他吸干。小孩子可没有克制力，生命威胁下，唐仙儿想也不想转身跑进房间，就要反锁上阳台的门。然而就差一点的时候，那个熊孩子已经跳了过来，在外面推门了。唐仙儿吓得心突突的跳，咬牙推门，但他感觉自己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也无法关上门。门外的死小孩似乎觉得很好玩，竟然咯咯咯的笑起来，听在他耳内就像催命符。他果断后退，熊孩子果然因为惯性的原因跌了进来。唐仙儿趁此机会连忙打开房间的门跑了出去，他要去找露露丝，虽然很冒险，可除了他不知道能找谁求救。刚刚跑出来，身后的巨型小孩就追了出来，一边追一边兴奋地尖叫道：“哈哈哈，我要抓到你了！”唐仙儿跑得肺都痛了，一转头，小孩嘻嘻笑着，像是猫逗老鼠一般，看起来跑得一点都不费力。他痛恨起自己这段时间的堕落，根本没运动过，很快体力就要用完了。又咬牙坚持了1分钟后，他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熊孩子稚嫩的声音这会儿只让他头皮发麻：“我抓到你了！”接着他的身体被掰正，小孩可爱的脸凑近他，他拼命往后仰头，可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正太在靠近他后，神色忽然变得古怪，喃喃道：“你好香啊！”又是这句音调。唐仙儿瞳孔地震地看着上一秒还算可爱的熊孩子，下一秒眼睛发出红色的暗芒，尖牙唰的一下长出来，神色垂涎地看着他的脖子。啊，小八，救命啊！小八叮铃铃上线，见此情景也不废话，直接说正事。宿主，坚持住，已经向您的监护人发送了求救信号。唐仙儿崩溃：“你不能直接帮我吗？宿主，时间太紧，身为欠债的你，我是没有受保护的福利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宿主，只有再赊欠1亿能。”唐仙儿已经没有时间听下去了，他内心疯狂点头：“行，你快点。”是。眼见熊孩子就要实行犯罪，巨大的恐惧下，唐仙儿尖叫一声，闭紧眼睛脑袋，用力砸向熊孩子。啊！你给我下去！熊孩子吃痛抱着他的力气也松动了几分。唐仙儿趁机一脚踹开他，拔腿狂奔，命都要没了，也不顾不上隐藏身份了。发现熊孩子流着口水追上来后，他大喊着露露丝的名字，努力逃命。露露丝，救命啊！偷偷练习发音的时间很少，露露丝的名字喊得怪模怪样。小八一直没有反应，他急到眼泪淌出，也撸不直舌头。这时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他的脚在跑动的过程中擦破了皮，流出了一点鲜血。路上出现的吸血鬼侍从见到他后，也眼睛发红的加入了追逐中。他更不敢停下，一个小孩他都对付不了，更何况是一群成年吸血鬼，被抓住他就完蛋了。露露丝，嗓子撕扯得干痒难耐，他又怕又累，也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了，反正看见路就跑，慌不择路下没看到他撞到了什么东西。下一秒，脚下的地板不见了，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身体下坠的瞬间，立马只剩下本能的尖叫以及小八的安慰。啊！宿主，别怕。古老的建筑四周亮起一盏盏明亮的灯火，照映的大厅里穿着艳丽华美的人群闪烁起淡淡的光晕，除了餐桌上摆放的食物全是鲜红的血液外，一切都完美极了。不过露露丝早就有所准备，因为口味单一，血族压根就没有厨师这种职业，宴会上能为外国客人准备水果和酒水就是他们待客最高的礼仪了。所以来血族参加宴会或旅游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带厨子或食物。露露丝一手托着场地的她唯一能入口的酒杯，姿态从容的和自己的目标人物愉快洽谈着今后的合作项目。忽然她的眉心跳了跳，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袭上心头，隐约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像是被风送来的，都来不及分辨方位就散了，打断了她原本要说的话。鬼使神差的想到了还在房间里的软软，贝内特友善的提醒道：“露露丝，你怎么了？”露露丝压下心头莫名的烦躁，笑道：“没事，许久没回来，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有些出神。”贝内特哈哈哈笑道：“哈哈哈，是呢，我们永夜之都可是最好的地方。”露露丝不着痕迹的恭维道：“是的，如果不是我需要阳光，我一定不愿意离开这里。”血族对自己种族的一切都有着极高的自豪感，听到这种话笑得更愉悦了。两人话题渐入佳境，一个侍从突然从门外快步走到贝内特伯爵的身边，耳语了几句。贝内特笑着的神情瞬间难看起来。露露丝见到那个侍从，隐晦地看了他一眼，触及到他的视线，连忙慌张地避开他的打量。露露丝直觉不对劲，那股烦躁像是瞅准了机会一样猛然发力，扰得他心神不宁。他连忙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可需要我帮忙吗？”
贝内特伯爵调整好自己的心绪，打哈哈道：“没事没事，今天来的幼崽们太多了一点，他们闹出了一点小麻烦，我要失陪一下了。”露鲁斯理解地让开一条道路：“好的，祝您顺利。”等人一走，他脸上的笑意顿时一收，对旁边的苏旦道：“你待在这里，我回去看看软软。”刚才那人看他的心虚样子，让他很担心还在客房的软软，不去看看情况，他心里很不踏实。啊，好的。苏旦有些迷茫地看着已经大步流星走出去的老板，心中感慨万千。这才分开多久啊？老板真是一刻也离不开软软啊！露鲁斯一路出去，笑着推拒其他围上来的吸血鬼。等走出宴客厅，还没有回到客房，转角就见去而复返的贝内特伯爵边走骂道：“怎么会让人进了禁典？你们是怎么做事的？”身后擦着冷汗的侍从谢氏道：“是小少爷追着客人的宠物，那只宠物受了惊吓，不小心触碰了机关掉进去的。那个该死的兔崽子！”听到一切的露鲁斯心下一沉，今天带了宠物过来的人只有他一人，那肯定是软软出事了。他一脸黑沉地走出去质问道：“我的宠物怎么了？”准备去处理的几人看到突然出现的露鲁斯，个个脸上的神情都精彩极了。最后还是贝内特伯爵安抚道：“别担心，我们现在就是去找他的，你快来吧。”啊！唐仙儿尖叫着，不知道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感觉自己不死也残时，一股轻柔的力量在空中接住了他，然后慢慢地下落，在离地还有半米时突然消失。唐仙儿啪叽一声趴在了地上，扬起一片尘土。咳嗨嗨，他趴在原地咳了半天，紧张的要爆炸的小心脏也慢慢落回原处。等烟尘四散，开在心里道：“小八，谢谢你。”“不客气，宿主，那是您花费1亿喜爱值的效果。”唐仙儿这会儿也不心疼这点喜爱值了，和命比起来根本不算啥。再说他现在是债多不愁了，慢慢还呗。和小八聊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好女子。唐仙儿从地上爬起来，环顾四周，然后傻眼地看着这个地下宫殿。不少顽强的杂草从布满灰尘的地板上缝里长出来，角落的风水宝地也长着一束束的大叶子。这些植物在夜间都能发出淡淡的荧光，能让他勉强看清这里的事物。充满宗教感的宫殿上方雕刻着神态慈悲的女神像，她的大半身体已经被荧光的花草覆盖，荒凉破败，还带着一丝丝美感。这里的气温很低，唐仙儿能看见自己呼气时的白气。他抱着胳膊，缩着肩膀，小心翼翼地喊道：“有人吗？”回答他的只有静谧的空气。这里阴森森的唐仙儿有些害怕，没话找话的开始和小八搭话。听到小八的声音，好歹有点慰藉。“小八，你说那些吸血鬼会不会突然出现吃掉我啊？露鲁斯来了吗？”“宿主，你要坚持到金大腿找到你，我们短时间内无法赊账2次，这真是个不幸的消息。”唐仙儿苦了脸，冷得牙齿打颤。他还没穿鞋，干站这里等太煎熬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试探着往前走去，那里有一条幽深的道路，不知道通向何方。刚走2步，他身形忽然一顿，竖着耳朵警惕地盯着前方，那里亮起了一盏盏拳头大小的红光。唐仙儿僵直地站在原地，感觉后背出了一身的冷汗。随着那些红灯笼慢慢显现出身形，赫然是一群金毛大小的一种生物。红色的灯笼是他们脸上比例失衡的眼睛，同样大到夸张的还有他们的嘴巴，一张深渊巨口配上大獠牙，恶心的咸水顺着他们带着倒刺的舌头往下淌水，看得他从脚底心凉到了天灵盖，用力咬下舌尖。剧痛的刺激下，总算夺回了身体的操控权，立马调转身形往另一个方向奔逃而去。唐仙儿一动，所有的一种像是得到信号一样，一齐嚎叫着冲了出来。唐仙儿都不用回头，光听那恐怖又兴奋的嚎叫声，就让他感受到死神的镰刀就悬在他的头顶，恐惧让他控制不住的大声尖叫：“妈妈呀！”不管说的啥，喊2声总能给自己积攒一点勇气。他眼角挂泪，惨叫着一路向前狂奔。他要死了！唐仙儿感觉自己已经闻到了身后一种的口臭味，时刻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去见阎王。生死存亡的档口反倒多了几分难能可贵的冷静。他看见了前面出现了许多的木质棺材，棺材不是平放在地面上的，而是放在一个个高高的石台上面，无数的藤蔓状植物缠绕其上。唐仙儿见状，眼睛大亮，原本已经快到极限的体力忽然又注入了新的力量，他爆发了潜力，手脚并用地爬上藤蔓，纵身一跃，抓住另外一条垂直的藤蔓，化身人猿泰山，一下子荡到了高台之上。回身一看，异种们好像更激动了，发了疯一般往上跳。唐仙儿小脸苍白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推棺椁，十分感谢这里的棺椁没有钉钉子，还是滑盖的，用不了他多少的力气就推开了，顾不上观察里面有什么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唐仙儿一咕噜爬进去，然后关上了棺材盖子。黑暗中他只听得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咚咚咚的心跳声，脑袋贴在棺材内壁，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渐渐的变小了。唐仙儿心神一松，彻底歇菜，后知后觉感到了舌尖的刺痛和血液的甜腥味，以及脚腕一动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感。刚才全身心的只顾着逃命，完全没有注意到身体上的变化呢。棺材里很宽大，他摸索着爬起来，还没碰到自己的脚腕，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他的腰身。唐仙儿呆了1秒，鸡皮疙瘩传遍全身，头发都竖立起来。电影里诈尸的合集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随即爆发出了巨大的惨叫声：“我的妈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是个好人，我都不敢蟑螂不要吃我，我不好吃，呜呜呜！”他一口气不带喘的语无伦次，六神无主，整个人手脚并用的划开了棺材板，忍着脚腕的剧痛就要往外爬。手刚刚搭上去，他突然就腾空而起，翻了个面，
然后见到了身后那诈尸的人，看清他的模样，唐仙儿的尖叫声渐渐消音，只剩下满眼的惊艳。身后是让人看一眼便目眩神迷的男人，一头银色长卷发，斜飞入鬓的眉毛下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嫣红如血的性感薄唇，一身华丽的黑袍加身，十分符合唐仙儿心中对吸血鬼的定义。但每天近距离欣赏露露丝的美貌，他只失神了几秒便回神，看见对方那泛起血色的眼睛，他知道对方的危险性和他的颜值成正比，努力双手撑着他结实的胸膛，企图拉远彼此的距离。但是对方显然不想这样。华丽的吸血鬼先生低头慢慢凑近他，唐仙儿双手从他的胸膛离开，撑在他的俊脸上。你别靠近我，我不好吃。他的抗议在对方面前就像3月小儿撒娇，一点作用没起到。对方凑得更近了，近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在嗅他嘴巴的味道。唐仙儿反应过来自己的舌尖在流血，刚想闭紧嘴巴已经晚了，对方的嘴唇猛地贴了上来，两片唇瓣密密实实贴在一起。唐仙儿只觉得那一瞬间自己大脑只剩一片空白。唐仙儿眼睛瞪得老大，感受到对方的舌头在吮吸他的伤口，酥酥麻麻又有点刺痛。等觉得呼吸不过来时，对方终于放开他，可对方的神情变得更疯狂了，有没有？他眼泪吓得哗哗流淌。不，吉尔伯特·伦纳德品味着那香甜的气味，只有一点点已经让他兴奋的浑身每个毛孔都张开了。这是什么？这个世上怎会有如此美味的血液？他薄唇侧勾露出一个邪气四溢的笑容，抱紧自己瑟瑟发抖的祭品，修长的手指捏着他的下巴道：我很满意。他想要更多，放开已经吓呆了的小东西。他急切地扯开他的领口，纤长雪白的脖颈露出来，隔着娇嫩的皮肤，他都能感受到底下涌动的血管，尖牙不受控制地冒出来，张开嘴就要品尝这唤醒他的世间美味。一阵飓风袭来，打断了他的进食。放开他，放开他！突如其来的厉喝和黑影让伦纳德下意识地抱着怀里的小人往后避开，双方中间隔着棺材对峙着。唐仙儿从听见熟悉的声音时便惊喜地扭头看去，露露丝正双翅展开，只有足尖点在棺材板上，居高临下俯视的表情就像刚刚从地狱脱困的恶魔正在盯视他的猎物。此时他眸子里闪烁着冰冷的怒火，正面色不善地看向银发吸血鬼。见到自己的靠山，唐仙儿连忙挣扎着往他的方向伸胳膊，可身后的人却把他紧紧禁锢在怀中，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没有用，急得眼睛都湿润了。刚才要不是露露丝及时赶到，他铁定已经是一具干尸了。过不去，只能眼巴巴地看向面色越发黑沉的露露丝。露露丝触及他求救又害怕的目光，心口像是被人攥紧了般难受，再次冷声道：放开他，软软是我的。跟着来的贝内特等人此时终于从看见亲王苏醒过来，震惊中回神，全部激动地涌到前面单膝下跪，恭敬地大喊道：尊敬的亲王殿下，祝贺您的苏醒。他实在太惊讶了，因为挑食选择沉睡的亲王殿下居然在没有任何征兆下苏醒，这太不可思议了。接着他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道，不自觉噎口水，顺着气味偷偷抬头，便见到咬着亲王胳膊试图脱离掌控的唐仙儿。是他的原因吗？亲王伦纳德没有理会自己的族人，也没有回答露露丝的话，低头看向怀里捂着咬疼的腮帮子怒瞪他的小家伙，好奇问道：这不是你们送来的祭品？贝内特有些汗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早就不流行血祭唤醒了，但面对血族现在唯一仅存的超纯种亲王，他不敢不回答。亲王殿下，您已经陷入沉睡300年了，血祭太过残忍，语法不容已经废除了。这只小宠物是不小心跑进来的，并不是我们安排的。伦纳德狭长的眉毛微挑，这才正眼看向露露丝，语气欠地道：把它送给我，你要什么都可以。露露丝丝毫不买账道：我并不缺什么，软软闯进禁地，很抱歉，但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现在请把它还给我。伦纳德在他说话时低头凑近唐仙儿，深深地吸一口气，露出陶醉享受的表情，十分想不顾在场众人直接愉快的吸食。这只小宠物的血液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刚才品尝的那一点点就让他度过了长眠的虚弱期，还回去是不可能的。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向来是不择手段的。司机此便十分不要脸地道：那你来抢吧，抢不回去，他就是我的了。露露丝眼眸沉了沉，也不再说话，翅膀一挥，身形快疾如风地冲了过去。唐仙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就被带着急速后退，接着他被抛向了高空，强烈的失重感让他难受的惊声尖叫起来，耳边都是风声，不知道升到多高，身体又被地心引力拽着往下落。啊！唐仙儿惨叫着，心中把抛他上天空的伦纳德诅咒了100遍。他以为自己就要摔死时，一双手托住他的腰背，抱进怀里。他死死闭着眼睛，还没看清楚是谁，身体又一次被抛上了天空。啊！唐仙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让露露丝十分焦灼，他往上飞去，想要接住他，奈何身后的伦纳德屡屡阻扰，他只能一边和对方厮打，一边分心注意软软的安全。伦纳德就没有这个顾虑了，翻身躲过露露丝的攻击，恶劣的笑道：再来2次，小家伙大概就因为京剧心脏骤停死掉了，不想他死掉的话，现在就把他送我，我会好好养的，以后他生了宝宝，我会送一只给你做补偿，而且你还能从我这里拿到一份好处哦。露露丝快速道：别怪我没提醒你，软软世上仅此一只。伦纳德一愣，露露丝趁此机会飞上去接住了已经晕过去的唐仙儿，慌张地检查了一下他还有心跳，这才抱着人顺着来路出去，心中怒火中烧，但这里不是他的主场，必须先离开才行。
看着他们离开的伦纳德也不着急，回头问贝内特道：“那是什么生物？”贝内特老实说道：“不知道，确实没有见过那个品种的宠物。”伦纳德略一沉吟，下令道：“给我抢过来！”贝内特心中叫苦，如果有的选，他真的希望疯癫的亲王殿下能睡到星球毁灭，能压制他的人都在曾经的大战中丧生了。现在自己该怎么阻止他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呢？没听到吗？来自血脉的压制让贝内特浑身僵硬，冷汗沉沉，连忙道：“是。”露露丝抱着昏睡的唐仙儿出了地下禁地，却并没有放松警惕。虽然没有出生在同一个时代，但这位血族赫赫有名的亲王，他也是听说过一些事迹的。传说他就是个疯子，性格乖张，做事全凭喜好，可以对最凶残的罪犯称兄道弟，也可以在成年那天亲手杀死自己的 father， 甚至就因为找不到合口味的血液，就把王的位置拱手相让，任性的摆烂，陷入沉眠。总之是个麻烦的人物。偏偏这里还是血族的地盘，按照血族对纯种的尊敬，他和贝内特那点情分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些念头只是在脑海内一闪而过。保不齐那个疯子会做什么，必须赶紧离开。他给还在努力拉业务的苏旦发通讯：“老板。”露露丝不给他询问的机会，直接道：“苏旦，现在你立刻订回去的机票，同时动身离开这里，去机场等我。”苏旦是个聪明人，什么都没再问，斩钉截铁道：“是。”刚刚嘱咐完，后面已经追出来了不少吸血鬼。露露丝快跑2步，闯进一间客房，直奔阳台方向，然后在那些人赶到前之前，直接张开翅膀飞上辽阔的夜空。底下一群普通吸血鬼仰着头惋惜地看着，但这样危机根本没有解决。伦纳德作为纯血吸血鬼，即使没有翅膀也是可以飞的，缺陷只是维持的时间不长。此时他就紧追在露露丝的身后，下面的吸血鬼也没干站着，他们拿出热武器扣动扳机阻挡他的去路。露露丝不得已停下，再次与伦纳德对峙。伦纳德直截了当道：“我要他。”露露丝回他2个字：“做梦。”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剑拔弩张起来。迟迟等不到成年礼开始的宾客听到动静也都跑出来查看情况。怎么了？这是……天哪！银发血眸，是那位亲王大人吗？他什么时候苏醒的？那不是羽族的诅咒之子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讲一下？没有人回答他们，因为天空中的2位名声都不太好的男人已经打了起来。亲王的实力虽然很强，但是羽族作为曾经天下的霸主，6亿贵族的实力也是公认的强悍。即便露露丝没有像伦纳德一样经历过战争，但凭借着强悍的实力和对战斗的天赋，哪怕怀里还抱着唐仙儿，一时间也没有呈现弱势。两人打得有来有往，空中不时因为力量过大出现气浪，底下的人被吹得眯起眼睛。这边这么大的动静也吸引了外面的行人，所有人看到露露丝和伦纳德的反应都和之前的人一样，吸血鬼们神情复杂地看向他们任性妄为的亲王，游客却纷纷点开光脑拍摄的拍摄，直播的直播，拉近镜头。大家发现了缩在露露丝怀中的唐仙儿，惊奇的同时也发觉两人打斗时都默契地避开了会伤害到唐仙儿的举动，因为只拍到了一个侧脸，依稀能看到是个美人。很快就有大聪明填上吸引人眼球的标题，立刻被平台推送了一大波流量。震惊！恶魔与亲王的打斗竟是为了一少女，血族亲王神秘苏醒，原因竟是为了抢夺一少女。事件的主人公之一的亲王大人此时却很开心，他好久没有打得这么棋逢对手了，越发来劲，连最初的目的都变成次要的了。两人你来我往，打的速度都快看不清。休息了片刻，他看看下面都快急哭了贝内特，对方正拼命用血族密语告诉他不能再打下去，不然知道他抢别人东西，血族的脸面就要在全世界没脸的。因为刚刚运动量一场，心情很不错，也知道继续打下去自己也未必能抢到那个小家伙，于是对戒备的露露丝道：“你走吧，我下次再抢。”露露丝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她一点不想知道，一句废话也没有的抱着唐仙儿飞往机场，留下底下一片遗憾没有看到胜负的观众们。尼斯是一个视频剪辑手，自从上次看过一个宠物广告后，他最近便从剪辑爱情故事变成了剪辑可爱的宠物，但由于自己不养宠物，他只能把网上流传的宠物们按搞笑、可爱、古灵精怪、丑萌的标签剪成萌宠合集。别说，收益还挺好的，尤其是绝美宠物合集里有软软出场的视频，更是点赞几百万，一下子让他的关注用户都多了1万多个。可惜软软的主人并没有像其他宠物的主人一样频繁更新软软的视频照片，其他宠物能剪辑的视频素材都剪辑的差不多了，同行们也都很内卷。最近他的收入陷入了窘况，关注用户也有所流失，他忧愁的考虑要不要重操旧业剪辑爱情故事了。可是这边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呢，不甘心放弃的尼斯耐着性子在网上寻找起新的素材。他坚信只要看得够多，贫穷就赶不上他，把平时逛的素材网站都看了一遍，花费了3个小时，依然一无所获，脑子顿顿的痛，身体叫嚣着让他休息。于是他点开了目前最火的短视频软件，打算刷一刷放松一下心情和大脑，可能还能够激发一下灵感。一点开热门推送就给他推送了今天最火爆的信息，接连几条标题都是围绕着3个人，不用点开，光看标题他就很想看看是什么内容了。震惊！羽族诅咒与血族亲王剑拔弩张，只为他。羽族诅咒之子与血族亲王不得不说的秘密，他究竟是谁？请听小编分析。这标题取得尼斯很有兴趣，不管是羽族诅咒之子，还是血族那个疯批亲王，颜值和身份都让他敏感的事业雷达哔哔哔响个不停。还是为了一个女人，
修罗场啊，修罗场！他爱看，迫不及待地点开视频。镜头画面有些晃动，像是在很远的地方拍摄的。一开始只能看见空中有个模糊的黑点。视频的主人双击放大，尼斯这才看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2个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他们悬浮在半空之中，其中一个身后长着一对华丽的黑色6翼翅膀，另一个银发血眸，从发色就能看出是纯血的血族贵族。他们的身形修长挺拔，微风吹起他们的发丝，在空中画出一道道撩人心弦的弧度。即使镜头不足以看清他们的五官和神态，也留下足够让人遐想的空间。他不禁想到，是怎样一位美人能同时引得2位雄主为其这样剑拔弩张的对峙呢？他的目光四处搜寻所谓的少女，好半天才看见了缩在羽族怀中的娇小少女。由于那对巨大的黑翅膀，尼斯并没有看清她的模样与身形，只能看到露在外面的半张洁白的侧脸。尼斯看了一眼又一眼，莫名觉得有些眼熟，没时间细想。视频里的2位似乎说了什么，接着便战斗在了一起。他们出手如电，速度快得让人目不暇接，肉眼都捕捉不到。拍摄视频的博主很懂得放慢了倍速，尼斯这才看清的他们出手时凌厉的眉眼，每一个动作的流畅度和力度，以及双方都有意的避免伤害那位怀中的少女。尼斯看得热血沸腾，也明白为什么这段视频会冲上热门了。贵族们姿态高傲金贵，网络上很难见到他们的消息，不屑于如今的网络环境，一如既往的保持着神秘感。贵族战斗的姿态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如今一见，真的好他妈牛逼啊！他都觉得打斗中产生的风旋都是带着刃的，再次升起对贵族们的向往之情，也越发让人想要一睹少女真容。就在这时，2位正在战斗的人似乎是发现这边偷拍的人，亲王对那位羽族说了一句什么，羽族就抱着少女离开了。视频到此结束，他这才去翻动下面的评论，想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和起因。好帅好帅，人家腿软掉了啦！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样的战斗，我死而无憾了。突然回忆曾经靠血与肉争夺地盘的岁月，这不是传说中的羽族诅咒之子和血族那个疯批亲王吗？为什么这2个人会在一起拼杀？以我多年看言情小说的经验，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放开那个少女，让我躺进去，我很想看一看是怎样的绝色容颜，让2个这样优秀俊美的男人为她大打出手。尼斯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用的消息，评论里面全部是花式彩虹屁和猜测那位少女的颜值的沙雕网友。等他转过头打算去保存视频时，愕然的发现视频已经全网下架了。这回尖叫变惨叫，他到处寻找，可惜一无所获。即使有人手快保存了，这时候也不敢发，想也知道是血族出手了。尼斯内心流着泪，虽遗憾，但也下定决心回爱情剪辑圈了。他有了新的灵感。正在这时，他自己关注的一个给宠物做裙子的博主突然更新了动态，本来不想点开的，但看到标题是修罗场女主角原来长这样后，果断点开。1分钟后，尼斯尖叫着转发了这组图片。娜娜本来还在做照片的后期修图，突然被人艾特了一条热门视频，认出视频里的露露丝，并知道她带着软软去参加宴会的她，立马还原了真相。原本打算休息一下的计划无限延期，立刻加班加点把照片修好。在视频下架后，编辑好醒目的标题便上传到各大平台，并让自己的朋友帮忙转发，力求让所有人都看到。果然，这组图片引起了广泛关注，宛如火山喷发般一发不可收拾。比起之前陆母非专业性拍摄的写真集，这一次的团队协作，又因为唐仙儿主动的配合，以至于照片上的她无论是眼神、动作、神态都特别灵动，身上的每一套造型都赋予了她不同的画风和氛围感。尤其是最后一张露露丝抱着唐仙儿的抓拍，更是验证了唐仙儿确实是那位少女的佐证。转载人数短短时间突破3万，滚雪球一样不停涨。一些之前就看过唐仙儿写真集的网友和刚刚看到的网友都被照片中的唐仙儿给击中了心房。这其中，尼斯更是因为这些照片激发了剪辑视频的灵感。灵感来了，挡也挡不住。他不再看网上的风云，连忙扑到自己的工作台上工作了。长在伊特利亚新人审美上的外形和修罗场女主角双光环叠加，这组图迅速成为新的热门话题。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娇小？我可以！天哪，简直不敢相信这世上竟然有这样娇小可爱的女孩子。如果是她的话，我也愿意为她和人决斗。大家好，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位娇小可爱的少女不是智慧种族，她是一只病变的阿达兽，名字叫软软。这里推送一下软软入坑广告，嘻嘻，感谢指路，祝你夏天不掉毛。好些时日不见软软，怎么又变可爱了？所以这是一场争夺宠物之战吗？事情竟然发展至此，好魔幻呢。虽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但软软真的好可爱啊！所以快点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可爱的阿达兽啊！钱已经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地址了。没人觉得裙子也很好看吗？还有造型，我不管，我也好想要软软同款成人大小的裙子。第2件真的好漂亮，你们要不要那么夸张？我也就每张照片舔了几百下而已了。顺便说一下，我最喜欢那张人鱼造型，太美了。原来软软的主人是羽族的诅咒之子啊，他也没有传说中那么晦气啊，居然能拥有这样可爱的宠物，可恶！大家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链接！好奇的网友们点开链接，发现是一家售卖高端电子产品的店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家店铺的活动，只要购买任何一样产品，就能获得一套软软写真集。好巧哦，刚好家里的平板器坏了，我就买一个好啦。我也是，主要是平板器太美了，不是？吐槽名草，为什么已经卖空了？我就是犹豫了一下下。你们这群禽兽，
都这么有钱的吗？又是被贫穷支配的一天，我要变富有。这一晚，露露丝的公司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店铺销售额都创造了季新高，娜娜也因此终于得到了赏识。一晚上，无数人私信她想要购买同款裙子，甚至有知名公司邀请她担任设计师，网络上纷纷扰扰。而当事人之二已经在飞往宇宙的飞船上。唐仙儿醒来的时候，睁眼便看到一根闪着寒光的细针朝着自己的方向扎来，昏睡之前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尖锐的牙齿贴在皮肤上的微微刺痛和那人冰冷的体温历历在目。啊！别过来，别过来！他尖叫着，整个人弹跳起，闭着眼睛毫无章法地甩动四肢，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甩成风火轮才好。软软，别怕，没事了，已经没事了。直到身体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感受到对方强有力的心跳声，还有耳边露露丝温柔又带着一丝急切的熟悉呼唤，他渐渐冷静下来。唐仙儿猛猛地抬头看去，露露丝目光下脸，纤长浓密的睫毛扫下来，眸中带着明显的关切，不似以往的清冷严肃，反而像邻家大哥哥的一样温和亲切。看到他在身边，唐仙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安全了。他向四周看去，发现这里不是那个阴暗恐怖的地下墓穴，四周明亮温暖，显然是白天。旁边还站着一面之缘的兽耳医生，刚才看到的针管就是他手上拿的注射器。他已经回来了吗？太好了！紧绷的身体一放松，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脑袋很晕，身体很烫，呼出的气都是带着温度的。刚才蹦跶的那几下似乎已经透支了他所有的力气，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露露丝怀中，细细感受了下，终于回忆起了上一次生病就是这种感觉。原来他发烧了，怪不得会在宠物医院。搞清楚原因，唐仙儿瞬间淡定地闭上眼睛，靠在露露丝怀里窝着休息。露露丝见状，冲旁边的兽耳医生点点头，后者抓紧时间，在唐仙儿的手臂上注射了一针退烧剂。他怜爱地摸摸唐仙儿红得不自然的脸蛋，对露露丝说道：“是受到惊惧导致的发烧。”露露丝没说话，只是眼眸更冷了一点。兽耳医生也看到了网上那个被删的热门话题，见到露露丝抱着发烧的软软直奔他的医疗室，他还挺意外的，小可爱一定在那场宴会中受到了惊吓才这么遭罪的。真想抱抱她，好好安慰一下呢。网上那些人知道一定会羡慕死她的。再看看无精打采的软软，一颗心更是软的连身后的大尾巴一起抖动。他看一眼面无表情但难掩担忧的露露丝，虽然觉得不可能，还是没忍住试探性的问道：“软软发烧有点严重，建议应该住院观察。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能够让她更好的好起来。”露露丝一眼看穿他的心思，如果是之前听到这样的提议，为了软软的身体考虑，他也许真的会同意让软软住院。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点都不放心把软软交给其他人，必须放在眼皮子底下才行。不用，你开药吧。兽耳医生晃动的尾巴垂下去，态度也冷淡了一点，没有忽悠到人。虽然心中惋惜，还是尽职尽责的嘱咐下了在家要怎么照顾生病的宠物。露露丝认真记下医嘱，付过钱之后便抱着唐仙儿出了诊疗室大门。大厅里的护士小姐探头探脑，最后碍于露露丝的气势退缩了。路上，唐仙儿像被霜打的茄子一般趴在露露丝怀中，余光瞥见不少路人难掩兴奋和激动的神情看着他，不好的回忆闪现，他立刻把脸埋进露露丝怀里，双手搂紧她脖子不让人看。胆小如他，这次出远门给他造成了一点阴影，也让他明确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露露丝身边，到处都充满危险。他不该因为其他人对他的盲目喜欢就忽视了其他危险。地球上的猫猫那么可爱，还有那么多的虐猫人呢，他现在只有紧紧跟在露露丝的身边，才能感受到安全感。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露露丝是自己第一个遇见的人，他现在就感觉他的怀抱就像一个避风的港湾，只要躺在这里面，外面的风雨似乎就侵袭不到他了。昏昏欲睡地回到露露丝的家中，路上又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鼻尖便闻到了食物的饭菜香，肚子应景的咕噜咕噜抗议，强烈的饥饿感随之而来。也不知道他这是昏睡了几天，竟然饿成这样。撑起软绵绵的身体，唐仙儿想要下床去餐厅，露露丝已经端着餐盘走进了房间。唐仙儿立刻眼巴巴地看着露露丝手中的餐盘，惹来对方一阵轻笑。露露丝把餐盘放在床头柜上，自己侧坐在床前，弯腰把唐仙儿抱到腿上。唐仙儿对这套流程很熟悉，立刻张开小嘴等着投喂。温度刚刚好的营养汤吞进肚，安抚住了空荡荡的胃部，人也精神了点。等不及他投喂，唐仙儿急切地自己伸手抢过碗，仰头猛灌。喝刚放下大碗，一方小手绢已经贴心地擦掉了他嘴角上的汤水，然后重新拿起另一碗的面包泡水羹，一点点喂他吃。唐仙儿只是觉得露露丝这次似乎对他格外温柔，平时他把汤水弄到了身上或嘴角，他都是等他吃完了所有东西再抱到浴室里面去洗。这回只要他有一点点汤水露在嘴边，他都会及时帮他擦掉，宛如木砂附体。许是生病的人内心总是矫情的，这会儿受到这种待遇，他鼻头一阵酸涩，有种想哭的冲动。在印象里，他一直是个很少生病的人，但每一次感冒却是来势汹汹。偶尔生病的日子里，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弟弟妹妹又小，他只能自己去医院，自己照顾自己。仰头看看神情温柔的露露丝，唐仙儿冲他甜甜一笑。现在他也是有人照顾的病号了。吃完病号餐，唐仙儿等着露露丝带他去洗澡，结果对方拿出了一支颜色古怪的药剂，剪开瓶口喂到他的嘴边。唐仙儿看着那幽蓝泛绿的色调，试探性的舔舔，顿时他感觉自己生吞了一整个黄连，苦得他脸都扭曲变形了。呸呸呸，我要死了！刚才没哭，现在被苦的哭了出来。他吐出舌头，
像只小狗一样不停地往外喷着口水，苦的眼泪哗啦啦的流。露露丝居然还想强行掰开他的嘴喂进去。软软乖，这个必须吃，喝了病就好起来了。唐仙儿扭过头抗拒，双手双脚胡乱踢他，让他知道自己誓死不从的态度。那不是给人喝的东西，他娇弱的味觉受不了，真喝下去，他都怕今后丧失了味觉，再也尝不出美食味道，那不比杀了他还残忍。没了美食，人生还有什么乐趣？露露丝没想到这个药会这样苦，他有些头疼，最后无奈的叹气，给他喂了一颗糖果，摸摸唐仙儿的脑袋，让他躺下，重新给他盖好被子，这才端着餐盘出去了。唐仙儿舔着嘴里甜滋滋的糖果，等口中的甜味把嘴巴里的苦涩滋味慢慢覆盖，这才感觉又活了过来。没了外人，小巴适时的带着欢快的 BGM 上线了，标志性的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冲淡了唐仙儿的睡意。恭喜宿主突破500万喜爱值，这一句让唐仙儿剩下13的睡意彻底打跑了。他眼睛瞪得溜圆，一紧被角，这捂着小嘴惊讶地问道：怎么会有这么多？哪里来的？小巴老师回答：把在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跟他讲了。唐欣然很高兴，巨大的惊喜产生了神奇的力量，他觉得全身又充满了力气和精力，兴奋地说：那我还剩一半就完成这次的还款了。是的。唐仙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追问道：那3个月之内，我要是提前1个月还款了，那下1个月也是3个月吗？不是的，宿主，如果你提前还款，那多出来的这1个月会延续到下1个月，也就是说，下1个月你有4个月时间的还款期，但是因为宿主再次赊欠了1亿，所以从下月开始，您每期得还2000万。唐仙儿有一瞬的表情扭曲，但还是接受了。消化了会儿，喜滋滋地问道：那这次的奖励是什么？我一次性有500万，一定很厉害的奖励吧？是的，1天之内超过500万的喜爱值，恭喜宿主获得病西施奖励。这个奖励难道是让我生病也像林黛玉一样美得宛若西施？是的，生病中的娇弱更惹人怜惜。唐仙儿很是无语，这个奖励一点也不实用，他怀疑是因为自己赊账主系统小心眼的在报复他。不能换吗？不可以的。算了，欠债就是要看脸色的。门口突然传来响动，他连忙止住和小巴的对话，扭头看去发现是露露丝的母亲。房门在下一刻打开，露露丝领着突然造访的陆母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两人一眼看见躺在床上，小脸透着不自然红晕，眼睛也失去往日神采的唐仙儿一时有些怔愣。宽大的床上，小小一只的唐仙儿斜斜地靠在床头，一头乌黑的长发顺着圆润的肩膀滑下一段，更显柔美。两团艳丽如晚霞的红晕像是水彩描绘在唐仙儿娇嫩的双颊，又因生病也泛着水光的眼睛看着人时，莫名带着一股娇弱的美感。出奇的容貌更添一份我见犹怜的心动。露露丝觉得很玄幻，她不过是出门1分钟，回来再看软软好像就变了模样。此时此刻很难把她和动物联系在一起，真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躺在她的床上，目光盈盈地看向她。不知为何，她下意识别开眼，不敢直视。陆母最先回神，没有多想，都来不及参观儿子的卧室，连忙3步并作2步地走到床边，侧身坐下，满脸关切地伸出保养得意的双手，抚摸唐仙儿发烫的额头和脸蛋。哎呦呦，软软生病也这么好看，看得可怜死了。对方微凉的手心摸得唐仙儿很舒服，他一时微眯起眼睛，忍不住蹭蹭。你和那个疯子怎么打起来了？陆母问身后一直不进来的露露丝道。直播视频并没有传播太久就被删了，但因为和露露丝有关，还是有人私下发给他看了，担心露露丝有没有受伤，这才急匆匆过来的。看到露露丝没有事，他很是高兴，只是没想到软软却生病了。露露丝简单说了下了那天的情况，然后总结陈词道：是我没照顾好软软，她受到惊吓，所以发烧了。陆母听完自己脑补了细节，义愤填膺道：血族还是这么卑鄙无耻，你以后还是不要和他们来往比较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和你父亲可以帮你解决的。露露丝眉眼低垂的淡淡笑着没说话，不显得热络，也不显得冷淡。陆母见此暗暗在心里叹口气，刚才他也是故意这样说的。儿子没有接受，虽然在意料之中，还是有些难受，自然的一笑而过，转头看着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们的唐仙儿，岔开话题：辛苦我们软软了，我来的匆忙，明天我让人送点软软爱吃水果过来哦。露露丝没反对，房间内重新安静下来的，无形的尴尬弥漫在房间内，气氛别扭的躺在床上的唐仙儿也感受到了。可惜他今天没什么精气神为他们活跃气氛，想了想，干脆帮他们结束话题算了。他动了动身体，见两人立马把视线投注在他的身上，立刻表现出一副很困顿要睡觉的样子。露露丝见状连忙道：母亲，软软吃了药，需要休息了。哦，让软软好好休息。陆母神色迟疑地说着，起身的动作也是慢吞吞的。露露丝只当没注意到这点，转身打开房门，送客的意味明显。陆母心下难受，望着那扇大开的门，总觉得自己就这样走出去，他们的母子关系一辈子也无法修复。以前是他糊涂，没有坚持己见，任由被众人逼迫的把露露丝送走，之后因为愧疚不敢去看他，现在想要弥补却又无从下手，好不容易有个正当的理由过来的，就这么走了。下次过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走到门边忽然顿住，仰头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露露丝道：其实我今天过来还有另一件事的。什么事？是这样的，母亲有一些朋友都对软软很感兴趣，刚好他们好些人都养了阿达兽，所以提议带着他们的阿达兽来我们家举办宠物派对。我想着软软总是一只兽也不好，
阿达兽氏族群动物，偶尔和同伴一玩玩，有利于软软的身心健康，所以就想来问问你介不介意我带软软去参加。这也不算是完全说谎。自从上次她和闺蜜发了软软的写真集在群里后，那些人确实三天两头的邀请她带着软软去参加各种聚会，但软软不是她的，她一直没有答应而已。现在正好当借口用上。露露丝听完，眉心微微蹙起，眼底升起一抹抗拒。阿达兽的确是群居动物，她回头看眼小小一只缩在被子里显得特别孤单的软软，想起她平日里总是过于安静，便有些犹豫起来。最重要的是，宠物阿达兽都是从小人工饲养，性格大多温顺亲人，软软这种被野生族群排挤的阿达兽应该也能交到朋友。好，我同意了，不过我不是很放心他独自过去。这意思他也会过去。陆母十分兴奋地道：好好好，我知道了，如果你不想参加聚会又不放心的话，你在远一点的角落待着就行。露露丝这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点头同意。那我这就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等软软病好了，聚会就开始了。我会带软软过去的，事情说定。陆母带着如沐春风的笑意离开了。不知道自己多了一场交友会的唐心儿正在梦里吃烤鸡翅，嘴角流出晶莹的口水。露露丝回来看到这幕，眉眼柔和的给她擦干净，又捏捏背角，这才转身去书房处理这2天积压的工作。永夜之都，山巅之上的城堡内，伦纳德随意地窝在柔软的沙发内，一双长腿憋屈地晃动在外面。这种吸血鬼绝对不会做的不雅动作，他做起来却毫无心理负担。修长的手指上托着一杯晶莹剔透的水晶杯，里面鲜红色的液体在他有韵律的晃动下缓缓流淌。欣赏够了，这才凑近了轻轻嗅闻，鲜血的气味入鼻。他的动作有一丝凝滞，但还是慢慢仰头喝了一口。入口的一刹那，伦纳德突然怒气摔了杯子，光洁的地面上立刻晕染开一团红色的血迹。服侍两旁的侍女们吓得噤若寒蝉，屏气凝神地弓着身上前处理地上的残渣。伦纳德烦躁地站起身，来到落地窗前，阴沉着深邃的眉眼看着夜空中巨大的蓝月亮。他的思绪回到2天前那个奇怪的小家伙身上，一想起他，喉结不受控制地上下滑动，口鼻里似乎还萦绕着那股能让他丧失理智的香甜气味。想到那天吮吸到的美味，他觉得自己一定找到了 Farter 说的新娘，脆弱、美味、可爱，极易占有。Farter 曾说过，新娘的血只要喝过一次，哪怕是一点点，便对其他生物的血液难以下咽。以前他是不相信的，现在他信了。知道小家伙是阿达兽，他当天就花重金从别人手中买回来一只，可喝了一口，简直和那天的味道相差千里。他甚至差点没恶心的吐出来。一次还可能是偶然，今天他拿出曾经还蛮喜欢的血包，可味道同样让他觉得难以下咽。他简直无法相信，曾经的自己居然喝着这种劣质的血包充饥。也终于理解了 Farter 为什么会得厌食症。明明那样强大的 Farter， 最后却因为挑食消瘦到容颜和身体快速衰老，力量也一点点消失，最后被他杀死。这样的死法，死得毫无尊严，成为全球的笑话。一只得了厌食症的吸血鬼，真是太荒谬了。现在他忽然理解了，那样深入骨髓的滋味确实让人上瘾啊。同时确定了一件事，那只小家伙根本不是阿达兽。没有任何人比血族更能分辨出一个种族的血液。他的血液甜美香醇，光是闻一闻就让他从沉睡中苏醒，根本不是那劣质的阿达兽能比的。再怎么基因突变也不至于相差如此之大，两者根本就是2个品种。舔舔唇角回味一番，愈发懊恼那天放他离开。突然他想到什么，红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冷笑。那个黑翅膀应该不知道小家伙是什么吧？真有趣啊，在他发现前把他抢过来吧。脑海内浮现唐希儿惊慌如小兔的可爱模样，他兴奋的牙龈发痒，一声轻笑从薄唇中泄露而出，渐渐的越笑越大声，宽厚的肩膀都跟着抖动起来。大厅里的众人互相看看，眼神交递中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又犯病了。伦纳德笑够了，看着天空呢喃道：可爱的软软啊，乖乖吃饭，等我来接你哦。蹲直播蹲直播，大家吱一声，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吱，新人来报道，没想到这个直播间这么多人啊。是啊，收到官方推送的直播消息，我从昨天就开始期待这场直播了。只要你们也喜欢软软，我们都是好朋友。呜呜，软软写真集真是太好看，纸张都要被我舔坏了，好在还有直播拯救我啊。虽然我没有抢到软软写真集，但我有在软软的首播里四舍五入，我也是拥有软软第一次的人。静谧的直播间里，早早蹲守的观众们热络地聊着天，期待着等下能够吸一吸可爱的软软。不多的功夫，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入了这个名为软软第一次社交的直播间，弹幕密密麻麻，看得人眼晕。随着屏幕越来越亮，首先听到一阵嘈杂的背景音，耳力好一点的观众能分辨出声音里带着不少动物的鸣叫声。下一秒，画面成型，镜头对准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不少穿着定制宠物服装的阿达兽在草地上奔跑跳跃。这些阿达兽品相都很不错，身上的衣服遮挡了他们厚实的毛发，一张类似的伊特利亚人的脸盘子上加上直立行走的样子，远远看去都分不清他们是小孩子还是动物。这也正是阿达兽受欢迎的原因。但唐希儿异军突出，普通阿达兽已经不再是心头好了。观众们稍稍看2眼，便满屏幕的寻找起唐希儿的身影。拍摄的人很是了解他们的心情，几乎是下一瞬，穿着一身墨绿色淑女裙的唐希儿就跃入了观众们的眼帘。刚刚消沉下去的弹幕立刻如滚滚风尘卷土重来。软软啊，
妈妈又见到你了，我的女儿好可爱。这是刚睡醒还不明白状况吗？真可爱，哈哈，皮肤好细腻，好白好软，我好想喂一口哦。她在看我，楼上的你走开了。软软看的明明是我。观众们吵吵嚷嚷，都没有影响到一无所知的唐心儿。此时他紧张地缩在露露丝的怀里，看着地上那些撒欢的神奇动物，惊讶于它们奇特的长相，更疑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段时间他已经掌握了露露丝的生活作息，按理说今天应该是他的休假日。正是知道这点，他昨天才耍赖闹着要看动画片到后半夜的。音节他已经学完了，看动画片是他新发现的能快速学习的途径。动画片情节简单，非常适合学习阶段的他看。早知道要起这么早，他就不看了。今天吃饭洗漱都全程在补眠呢，现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了啥事。环顾四周，大部分都不认识的人，眼熟的人只有正往这边走来的陆母和安格里，还有旁边姿势怪异的苏蛋。他抬着手腕冲着他的方向，像是地球上人类偷拍的姿势，可他手上却没有任何东西。如果他了解这个世界常识，就会知道苏蛋正在利用智脑直播，只是对方设置了防偷窥模式，他这个方向是看不到界面的，更不会知道此时直播间里因为他的出现，已经涌现了一批化身尖叫鸡的妈妈粉。奇怪地看了苏蛋两眼，唐希儿重新回头望向草地上的阿达兽。跟来加班的苏蛋看着直播间里的数据，高兴地对神情冷峻的露露丝小声道：“老板，人数几分钟内已经超过了5万人了，数量还在不停增加，我们的方案很成功呢。”露露丝闻言侧头过去看了眼数据，见确实如苏蛋说的一样，满意的点点头。由于上次在永夜之都的爆火，1天之内把去年积压的库存都卖了出去，效果比他花大价钱请的明星代言还要好。公司上下一致认为需要抓住这个机会让公司更上一层楼。连开了2天的线上会议之后，他同意了让软软当公司的吉祥物的方案。而且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他很享受其他人买不到软软对他羡慕嫉妒恨的样子。既然决定了，那就要抓住热度。刚好软软的病已经痊愈了，应邀来参加母亲举办的宠物聚会。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进行一场直播。消息昨天就发出去了，但网络世界消息更迭频繁，本以为经过几天的沉淀，还在关注软软的人不会特别多。事实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也低估了软软对其他人的吸引力。这是哪里啊？看情况似乎是在举办阿达兽聚会啊，不过都没有软软可爱呢。啊，软软是缩在露露丝怀里吧？我也好想要这种待遇啊，被大美男抱在怀里，什么真的好羡慕哦。唐希儿看着那些人远远站在10米开外的人，知道他们这是惧怕露露丝，心中有些不得劲，觉得他们竟然比地球人还要迷信，简直不可理喻。明明露露丝是一个很好的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了。正想着，露露丝把他从怀里放到地面上，接着揉着他的脑袋叮嘱道：“去玩吧。”唐希儿正为自己翻译出这句话的意思高兴，便见陆母带着上次的熊孩子走了过来。陆母和露露丝说了句什么，他便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唐希儿见状，立刻抬步跟上。露露丝停下脚步看着他，语气里带着笑意说道：“我去那边的休息区看着你。”说完，他轻柔地推推他的背脊，手指指着那群玩耍的阿达兽。唐希儿明白过来，他是带自己来玩的，不想辜负了他的好意，顺从地转身往回走。下一秒，他就被安格里抱起。好在这次对方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举动，只是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唐希儿紧张了一下，发现这熊孩子这次乖巧多了，也放松下来，继续探头去看周围。安格里如愿抱到心心念念的软软，当着哥哥和妈妈的面，自然不敢像上次一样不分轻重，只是这样抱着过瘾。陆母等了等，见安格里一直抱着不撒手，忍无可忍地道：“快回去做作业，要不去陪你大哥聊聊天，把软软给我。”安格里还想再抱，但知道今天这场聚会是为了炫耀软软，虽然舍不得，还是把唐希儿递了过去。陆母接过唐希儿，立刻朝着那群逐渐骚动起来的阿姨们走去。唐希儿回头看向露露丝，她坐在太阳伞下没有跟上来，只是静静地目送她离开。苏蛋反而跟了上来，不过看见她就在不远处，唐希儿觉得心里安定多了。再回头就和几个美貌阿姨眼神对视上，她们都是眼眸一亮。霎时，唐心儿顿悟了，她是来给陆母撑场子的。刚刚走近，上次见过的阿姨第一个跑上前抢过她，抱在怀里揉搓起来。软软，还记得我吗？唐希儿任她揉搓，没一会儿，其他阿姨们也凑了过来，争抢着抱她。唐希儿看着一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的美人们，满眼放光地看着自己，她有些羞涩的都不知道看哪一个。好卡啊，真的好乖啊，让我抱抱。轮到我了，好香。不，大抵女性天生对可爱的事物无法抵抗。女士们把唐希儿围在中间，一个个传递下去，抱抱亲亲。有时好几个人一起伸手捏她脸蛋，又笑又叫，兴奋的脸蛋都红了。唐希儿看到其中一个刚见面时还用挑剔眼神看她的阿姨，这会儿冲在最前面疯狂亲她的脸蛋。唉，都怪她太迷人，今天的喜爱值一定不会少。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羡慕的要死。呜呜，阿姨们简直是我的手替和嘴替，我也想对软软亲亲抱抱举高高，看手感一定很棒。羡慕。唐希儿痛并快乐着，享受了一把皇帝的待遇，左拥右抱，脸埋胸。不知过了多久，她重新被放到地上，陆母笑着牵着她的小手朝那群阿达兽走了过去。网络时代，大家都习惯休息的时候刷一刷短视频放松身心。晚上8点正是大部分人下班吃完晚饭的时候，疲累一天的身体砸进舒适的沙发中，随手打开各自惯用的软件，首页就会推送个人感兴趣的视频。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热门视频是大范围投送给每个人。这次新的热门视频，主角是一只叫软软的阿达兽，认识的不认识的网友们纷纷点开视频，背景是蓝天白云的草地，7、8只品相上加大的阿达兽聚集在草地上嗅闻。镜头一转，一只穿着墨绿色高定小裙子、漂亮的不像话的雌性阿达兽捏着裙角，犹豫着朝族群靠近。不少喜欢软软的观众看到它出现，原本对宠物不感兴趣的人也停下了想滑动的手指，好奇地等待接下来的发展。画面中，软软挪啊挪，终于凑近了自己的族群，但它更像是一个遭受排挤的小可怜，一直站在边缘的位置探头探脑。其他的阿达兽根本不搭理它，有那脾气不好的更是直接朝它龇牙。这种动物排他性的出现，让人为软软揪紧了一颗心。一定是因为可爱的软软没有那么旺盛的毛毛以及奇怪的长相，才遭受到排挤的。这还是家养的阿达兽呢，真不敢想象在野外软软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好在可爱的软软并没有因为同伴的恐吓就退缩，它似乎也被最中间的一只雄性阿达兽吸引了，温润清澈的眼眸亮晶晶的，再次坚强地往前硬凑。被雌性们围在中间的是一只品相很不错的阿达兽，比起另一只雄性粗狂的长相，这只阿达兽可以说是俊秀了，但比起软软还是要差好大一截的。至少软软就没有阿达兽那过大的鼻子，阿达兽能有3、4岁幼崽的智商，并且像鸟类雄性要靠长相脱颖而出，获得雌性的喜欢。这会儿它正仰着脸蛋给每一个雌性欣赏，旁边同样做这个动作的雄性阿达兽无受问津。软软挤到最前面看着雄性阿达兽，似乎是对人家一见钟情，也和其他雌性一样主动伸出小手摸摸雄性阿达兽的脸蛋和脖颈上的毛毛。这一举动表示看中了对方。旁边似乎是雄性阿达兽的主人激动地说道：哎呀呀，太好了，软软喜欢我家阿宝，等他们生了小宝宝一定要给我留一只啊。话音刚落，名叫阿宝的阿达兽这时也把脑袋摆正，歪着脑袋冲软软眨眼睛，小心地伸出毛爪子碰了碰软软的小手，并伸长脖子嗅了嗅。然后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看对眼的时候，阿宝突然一巴掌打在软软细白的脸蛋上，所有正在看视频的观众和软软一样懵逼了瞬间。他呆呆地捂着被打出红印的半张脸，有些反应不过来。就在这时，旁边一直孤零零的雄性阿达兽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反手给了阿宝一巴掌。阿宝光有脸蛋不是粗狂阿达兽的对手，呜咽一声，敢怒不敢言的后退一步，把位置让给粗狂阿达兽。众人高悬的心慢慢回落，以为这次软软看在对方英雄救美的份上会选择他时，身后一只雌性阿达兽突然跳出来打了粗狂阿达兽一巴掌。软软这时也终于从打击中回神，二话不说反手又把那只雌性阿达兽推倒在了地上的。一只和先前那只雌性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阿达兽冲过来把软软扑倒在地，然后双拳举过头顶猛砸。屏幕前的观众们，软软快跑！然而已经被扑倒的战五渣软软压根就打不赢对方，他的脸变得涨红，嘴角抿直，眼睛也湿漉漉的，艰难的一手挡着自己的头脸，嘴角紧抿的一手揪着对方的毛发用力扯。两兽还没分出胜负，雌性们在被推的那只阿达兽的召唤下一起扑向了软软，其中有2只还露出了尖利的獠牙。眼看软软没有时间逃跑，马上就要被雌性们咬死，牵动所有人心脏的关键时刻，镜头画面变得抖动起来，旁边所有人都惊慌的想要冲过来解救受困的软软。有一道身影比任何人都快的出现，像是一道残影般瞬间闯进了镜头内。对方纯黑色的正式西装衬得身形格外挺拔，背后每一根羽毛都带着凌厉的气势。他挥动起巨大的黑色翅膀，劲风吹飞了压在软软身上的阿达兽，也吹飞了还悬空在半空中的雌性们。他飞至软软身边，单手抱起吓呆了的软软，几乎是入怀的瞬间，软软立刻扑进他的怀里，大声的哭起来。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全过程的观众们此时此刻都只有同一种心情，我都不知道是先嘲笑一下软软失去了择偶权，还是先安慰一下软软受伤的心灵，还是对着帅哥的颜值狂舔1万遍啊！哥哥好帅啊！最后那一帧看了好多遍啊！这个世界已经浮躁的连动物们都多脚链了吗？软软居然喜欢一个小白脸，阿宝真是没眼光啊！居然不喜欢我们美丽的软软，还中看不中用。懵逼的软软也好可爱，做成了一个表情包喜欢的自取哦。如果把那只雌性阿达兽替换成一只英俊的雄性，好色色哦。软软主人最后那个眼神看起来像是要杀人，哈哈哈！他一定忍得很辛苦吧？不知道是纠结自己教养的闺女爱恋了，还是心疼闺女被小白脸打了哪个更心痛，哈哈哈哈！我今后7天的快乐源泉都有了。看着网友们大声的嘲笑声，露露丝黑着脸关闭了智脑，实在是他也没想到，自己认为可爱无比的软软居然会被雄性看不上。就如网友说的那样，他到现在都觉得胸腔翻涌着一团火气，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和母亲告别抱着软软回来的。他摸摸怀里蔫头耷脑的唐仙儿哄道：没事了，以后我都不带你去参加这种聚会了。唐仙儿垮着小脸，闷闷的不动弹。今天是他人生中最社死的一天，被一群动物压着打什么的，真是想起来就没脸见人。他不会承认当时差点就和小八求救了，还好露露丝赶到的及时，不然又要被敲诈了。其实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学着其他阿达兽摸那只有点小帅气的雄性阿达兽的胸毛会被打。等他看到另一只为自己出头的阿达兽被打的时候，太过感动，以至于想也想就推了那只雌性一下，没想到会被群殴。他做错了什么？又不是只有他在摸，为啥只打他一个人？可怕的未开化的动物怎么可以打他的脸呢？他还要靠脸吃饭的。唯一庆幸的是，目睹全过程的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智慧人种，不然真的太丢地球穿越女的脸了。
现场的人也就那么20-30来个吧，正努力开导自己呢。小巴踩着欢快的铃声上线了，恭喜宿主突破1000万喜爱值了，奖励宿主一次抽奖的机会。唐仙儿先是震惊，然后惊恐地问道：难道？是的，现场有人把拍摄下来直播出去了，宿主现在是宠物界的大网红了哦。唐仙儿哀嚎道：到底是谁这么缺德啊？自闭了半天，小巴提醒道：宿主不抽奖吗？抽！他要抽出快乐。手指在系统界面上红色按钮上一点，五花八门的奖品一阵转动，然后开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看到这种富贵的颜色，唐仙儿的心扑通扑通跳动起来，感觉有好东西。箱子打开，里面躺着一枚黑漆漆的药丸。这是什么？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丸1枚，可以增加宿主20倍的力气，时效1天。唐仙儿问道：你不是专注变美的吗？经过这2次危险的事件，主系统觉得您的武力值无法匹配当前世界，所以经过运算会在抽奖池里投放保命道具，增加宿主穿越后的弱势。唐仙儿由衷地道：小巴，你们真是太好了，替我谢谢主系统。不客气，小巴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很人性化的系统。露露丝看着重新变得精神起来的唐仙儿，宠溺的笑笑。也只有什么烦恼都没有的小动物才能这么快乐。他抱起傻乐的唐仙儿，准备带他去浴室洗掉一身别人的味道。刚走2步，他手腕上的智脑响了起来，是一则陌生的通讯号码，还是打到他的私人号码上的。露露丝轻皱着眉头接通了：你好，您好，我是贝斯宠物医院的医生埃尔，您还记得我吧？贝斯宠物医院是他带软软去过2次的宠物医院，对方有的他的私人账号也就不奇怪了。想起苏蛋那边说今天直播过后，很多售卖宠物相关产品的商家联系他，希望能和软软合作的事，他有理由怀疑对方也是来打软软主意的。埃尔医生，你找我是为了软软吗？对方似乎很是惊讶的惊呼道：没错，露露丝先生，您真是聪明。露露丝不等后面的话，直言拒绝道：不好意思，我拒绝。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嘛，我可是有消息卖给你的，关于软软的。露露丝想要挂断通讯的动作一顿，问道：什么消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埃尔尾巴轻轻摇摆起来，摇晃着办公椅，微微一笑，随意地道：也没什么，就是2个小时前有一个人花大价钱找我要软软的病历，还有血液和 CT 图呢。我没有答应他，保护客户的隐私是你应该做的事。不过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说说看你想要什么。埃尔轻笑道：我今天看了软软的直播，可怜的软软真是受罪了，如果有受伤的话一定要带到我这里来治疗呢，顺便直播的时候把帅气的我和我的店名拍进去呢。说白了就是想要靠软软给自己的店铺做宣传。露露丝没多犹豫便答应了，她本来就打算带软软去医院看看的。知道是谁去找你的吗？他们要软软的资料做什么？提到这个，埃尔也变得正经了一点，严肃道：没有见到本人，也是通讯联系的我。容我提醒您一句，软软现在可是大网红呢，那群资本家啊，大概是想在阿达兽身上做文章，要想培育出更多的软软吧。身为宠物医生，他自然是喜爱小动物的，一点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不然凭着对方开出的价格，他稍微不那么坚定，就忍不住心动了呢。露露丝听完脸色也不好看，点点头道：谢谢你了，我明天会带软软过去检查身体的。啊，那太好了，真期待明天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替我安慰一下可爱的软软呀，今天委屈他了。露露丝面色不太好的挂断电话，一低头就见到软软仰着越发圆润的小脸，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他，胸腔内因为刚才的事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顷刻间便没有了。软软已经成为了他的治愈良药。他低头轻轻吻了他的眉心，语气无限温柔地道：怎么了？唐仙儿红着小脸挠挠被慵懒低沉的嗓音撩到的耳朵，他刚才只是在训练自己的听力而已了，干什么突然这样子亲密哦？他目光根本不好意思和露露丝对视，都怪这个男人长得太犯规了，要不是每天提醒自己现在是一只宠物，他觉得自己都要暗恋他了。好在对方也没有真要他回答的意思，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蹭了蹭，便抱着他进了浴室。唐仙儿坐在自己的木头浴缸里，低头看看自己现在很有料的胸口，再扭头瞥眼后者清明的目光以及干脆利落毫不停留的手掌，捂着脸深刻检讨了下自己的不端正思想。他是宠物，就算铲屎官再帅也不能花痴，他们型号都不匹配，不可能和小说中一样有什么奇妙的感情线的，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个混吃等死的米虫吧。帅哥只用来养眼就好了。日常做完心理疏导，躺到床上后，唐仙儿再次面对露露丝性感的人鱼线和腹肌的时，依旧没忍住老脸一红，防止自己进一步深想，赶紧专注地看起动画片。该睡觉的时候，唐仙儿差不多把脑子里的黄色废料倒干净了，带着美好的心情睡着。第二天一早便见到了此生最不愿见的2人之一，兽尔医生。他控诉地看向露露丝，用眼神质问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带他来见这个人呀。埃尔仿佛没有见到他的抗拒，一把抱起他，大手凑上来摸他的脸蛋。软软，好久不见啊。唐仙儿腹诽道。也没有好久。露露丝把他从兽尔医生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冷着脸道：我赶时间。知道了知道了。埃尔没办法，这才正经起来，伸手给唐仙儿检查身体，一面示意站在一边的护士小姐拍照。唐仙儿捕捉到镜头的存在，本能的摆出最适合的拍照姿态，乖巧的冲镜头笑出8颗小白牙，看得拍照的护士小姐咬着唇瓣，萌得脸颊发红。要不是还在工作，一定会扑上去的。唐仙儿在闪光灯和咔嚓声中检查完身体，埃尔笑道：有点擦伤，你处理得很好，过几天就能好了。
露露丝一下一下抚摸着到了医院就不开心的唐仙儿的长发以作安抚，抬眼盯着埃尔道：“软软的资料你销毁了吗？怕你不信我特意等你过来，当着你的面销毁。”露露丝眉梢稍扬，但笑道：“那开始吧。”唐仙儿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见露露丝站在兽耳医生身后，目睹他把什么东西一股脑地扔进了燃烧的火盆里，平板器上的数据也在一条条消失。随着这些东西不见，他明显感觉到露露丝严肃的表情变得松缓了起来，诊疗室里紧张的气氛也消失了。埃尔道：“那个人的通讯号我发给你了，你可以查查他是谁。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了。”“谢谢。”“不客气，我也不希望可爱的小动物们受到伤害，希望你早日抓到背后的人。”露露丝冲他点点头，抱着一脸懵逼的唐仙儿离开了这里。等他们走后，小护士喜滋滋地上前道：“照片我已经发给您了。”软软好有镜头感啊，是现在就发出去吗？埃尔查看了一下照片，挑出一张最帅的自己说道：“发这张，剩下的这些照片慢慢发，再招几个小护士吧，我们大概会很忙了呢。”“不多时，网上各种蹭热度的帖子里，埃尔医生有图有视频的帖子脱颖而出。妹子们看到这么帅气的男医生，给软软检查时还那么细致温柔，一下子就决定带着自己的小宠物去这家宠物医院看病了。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这可是软软也去的医院呀。我家毛孩子也要拥有，是犬族医生呀。我喜欢，不对，是我家臭臭喜欢。旁边那个不小心入镜的大黑翅膀是那位贵族本人没错了。这家医院一定很不错哦。再见了姐妹们，我想去占个位置。”埃尔笑眯眯地看着这些评论，觉得软软真好用，怪不得有人要打坏主意了呢。不过有那个家伙在，软软一定会很安全的。这是唐仙儿第2次来到露露丝的公司，公司里的兽人们对他的到来显得比上次还要热情，每个人看到他的眼睛都是放着光的，有的兽人树瞳的眼睛已经涣散成圆形，尾巴也要快甩动的和风火轮一样了。面对如此热情的员工们，唐仙儿恍惚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巨星，这些人全部都是他的超级粉丝，只要他一个眼神，他们就愿意为了他倾家荡产购买门票周边，或者冲锋陷阱与人对掐。好几个小姐姐争先恐后的来到露露丝的面前，笑眯眯的问询问什么。唐仙儿不用听也知道，他们一定是想获得临时照顾他的权利。这时秘书苏蛋挤开众人来到露露丝面前，胸有成竹地道：“老板，您去开会吧，软软交给我就好了，我会照顾好他的。”露露丝还没说话，唐仙儿看出他的意图，扭身缩进露露丝的怀里，避开他伸过来的双手。他才不要这个人，这就是个闷骚的家伙，没人的时候像个变态，他有受虐倾向才会要他照顾呢。苏蛋实话在当场，其他小姐姐嘲笑的把他挤开，毛遂自荐：“老板，我妹妹家也养宠物的，我很有经验呢，我从小就很受小动物喜欢呢。老板您看软软一直在看着我呢，我昨天加班把活干了一大半，今天能有时间陪软软玩呢。”他们说着期待的看着露露丝，露露丝低头看向唐仙儿，想看看他选谁。唐仙儿望着小姐姐们亮晶晶的眼睛，冷酷无情的把头扭过去，他谁都不要，别以为他不知道这些人都只是想玩弄他，就算是小姐姐刚刚去了讨厌的宠物医院，他现在也没有心情陪他们玩，只想一个人静静的舔舐受伤的心灵。所有人都铩羽而归，蔫头耷脑的回去工作。露露丝也抱着唐仙儿进了办公室，他把唐仙儿放在沙发上，贴心的拿出从家里带出来的玩具和零食放在他的身边，温声道：“你乖乖待在这里，我很快回来。”唐仙儿拿起一个迷你洋娃娃低头摆弄起来，心里催促道：“你快走吧。”露露丝看了玩的认真的唐仙儿一眼，摸摸他的发顶，这才转身出去。他吩咐外面的秘书团可以注意一下唐仙儿的动静，但不要做让他不开心的事。大家都答应的特别好。等他进了会议室，各自眼神交汇，明白了各自的小心思。唐仙儿躺在宽大的沙发上准备睡个午觉，门突然打开，进来了一个之前被拒绝的小姐姐，不知道她要干嘛。唐仙儿继续懒洋洋地躺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对方带着欣喜的笑容靠近自己。唐仙儿，干啥呀？下一秒，小姐姐伸出大手摸上了他的脸，克制地尖叫道：“我摸到了，好软哦，好可爱，好可爱。”唐仙儿一脸黑线，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偶像，理解对方现在的激动，所以没有阻止小姐姐又是亲又是抱的举动。等他留下一点小零食，心满意足地退出去之后，唐仙儿以为自己终于能够睡觉了。然而接下来半个小时内，办公室的门接二连三打开，小哥哥小姐姐们排着队的进来对他进行亲密接触。他们也不是无缘无故进来的，除了第一个小姐姐，剩下的人有的是借着送资料的理由，有的是端着茶点进来的，甚至还有拿着抹布进来装模作样擦桌子，擦着擦着就擦到了他的身边，然后把他从头到脚也擦了一遍。粉丝们太热情，唐仙儿有点 hold 不住了，被迫营业了半个小时，终于没有人再进来。唐仙儿以为自己终于能够睡个好觉的时候，办公室的大门再次打开。唐仙儿眼睛快速一闭，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希望他们见自己睡着了就会不那么放肆。等了一会儿，那个人却没有靠近他，这让他觉得有一点奇怪。他眼睛偷偷地睁开一条缝看过去，就见进来的人是一个头上长着犄角的女孩子。唐仙儿记得她也是之前进来过的人之一。起初唐仙儿以为她是有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并没有在意，但渐渐的就察觉出不对劲了。对方神情紧张，眼睛四处查看着，时刻注意门外的动静。这种明显不对劲的状态让唐仙儿提高了警惕。他一动不动，放缓呼吸看他想干什么。犄角女孩似乎察觉没有危险了，直接走到了露露丝的办公桌前。从她这个角度看去，能够看到对方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然后借着整理桌面文件的空隙，不着痕迹的把东西贴在桌子下面一个隐蔽的位置。唐仙儿眼睛瞪大，又立刻闭上。等听到关门声，他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悠悠爬起来。他走到门边，整个人趴在玻璃窗上，看向外面的大办公间，就见刚才的女孩子已经回到了工位上，正没事人一样和同事们嬉笑打闹。唐仙儿佩服她的心理素质，没想到啊，露露丝的公司里面竟然会有商业间谍。见已经没人进来了，唐仙儿离开玻璃窗，好奇地走到的刚才女孩站立的位置，仰着脑袋看向那个被投放了东西的小角落，一眼便见那里有只黢黑的已经风干的小虫子。要不是犄角女孩那慎重的态度，他也不会觉得这只已经风化的虫子有什么好奇怪的。也不知道这玩意是干什么用，但不管是干嘛用的，伪装的这样严谨，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老板的办公桌下面放置奇怪的东西，说不得是个窃听器。他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告诉露露丝。这么想着，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没有第一时间伸手去拿，刚准备出去睡一觉等露露丝回来，腰身就被人握住提溜了起来。你在桌子下面做什么？露露丝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唐仙儿突突突跳的心脏猛地落回原处，晃动着四肢让他放自己下来。露露丝把他抱在怀里，揉乱他的发顶，含笑道：怎么了？一抬眼就直面这样的美貌冲击，唐仙儿有片刻的失神。露露丝长得很好看，其实仔细看去她的年纪并不大，但是身上严肃的气质总让人忽略她的样子，畏惧她的气势，不敢与之对视，下意识以为对方年纪很大。这一笑突然就冲淡她身上的气场，让人窥见了一丝与年纪相符的青年朝气。回过神，唐仙儿继续挣扎的要从他怀里下来。露露丝挑高眉头，不明白唐仙儿怎么突然这么反抗他。唐仙儿顾不得安慰受伤的金大腿，如愿下了地，然后好像站不稳般扑到桌子底下，借着仰头的动作死死盯着一个地方，好似那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吸引着他。露露丝见他好半天维持一个姿势不动，好奇的单膝下跪低头凑过来一起看。唐仙儿暗赞一句耶，怕他以为那只是一只虫子，故意伸手去触碰虫子的翅膀，小东西一动不动，他轻轻一扯，对他来说知了大小的虫子一侧的翅膀便损坏了一半，露出藏在虫子外壳内里的金属制品。露露丝碧绿色的瞳孔猛地一缩，一把抓住唐仙儿要去整个扯下来的小手，他神情莫测地盯着虫子看了几秒，然后抱着唐仙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手掌无意识地抚摸着唐仙儿的长发，脸上一片深思。他不知道窃听器是什么时候放进来的，因为不喜欢自己的私人营地被人触及，所以自己不上班的时候，这间办公室是不能打开的。知道办公室密码的人只有他和苏蛋，苏蛋不可能做这种事。最近的项目进展也很顺利，而公司最近的大动作是有一批政府扶持的项目要投标，要吃下的人很多。如果是这件事，可见不是之前放进来的，最好的时机只有自己带软软来上班的这段时间。有了方向，他决定从今天往后开始排查，一点点查看今天的监控。看到那些员工们一个接一个的进来逗弄软软，他皱眉加快了播放的速度，然后就见到了之前2次进出办公室的犄角女孩。唐仙儿也适时的叫了一声提醒，状似好奇的伸手指点点他，快看啊，就是他。露露丝默契的重点回放有他的片段，查清楚窃听器是谁放的，也看见唐仙儿是怎么发现的窃听器。他低头吻了吻唐仙儿的发顶，夸道：软软真棒。听懂了这句的唐仙儿悄咪咪翘起嘴角，内心疯狂点头，没错没错，他就是这么棒的人。见他已经发现了真相，便安心的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补眠。接下来的事情就看露露丝自己的了，他只能帮到这里了。唐仙儿深藏功与名，美滋滋的睡觉去了。一直等到下班的时候，露露丝也没有做出什么实际性的举动。唐仙儿没吃到瓜，有些遗憾的跟着他下班回家。晚上吃过饭，趁着露露丝去洗澡的功夫，他查看完今天的喜爱值收益，然后慌慌张张的例行召唤出小八。小八，许久没有出场的小八踩着专属 BGM 出场询问道：宿主，请问有什么吩咐吗？唐仙儿不解的问：今天的喜爱值怎么没有涨啊？宿主，今天您遇见的人都是已经贡献过喜爱值的，如果对您的喜爱一直在一个水平，是很难一直往上涨的，所以他们今天对您的表现不会记录新的喜爱值。唐仙儿闻言有些泄气的躺在床上，那他今天做的那些牺牲不都白费了啊？这样的话，他要赚取1,000,000万的喜爱值，就得不停的扩大人群呢，这谈何容易呢？上次发生那样的事，露露丝应该不会再轻易带他出远门了。他不甘心的问道：哪怕一个人也没有吗？宿主，你要直面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贡献了初次见面最大的喜爱值了。唐仙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好奇的问道：那你能告诉我露露丝对我的喜爱值是多少吗？95。唐仙儿有些吃惊的听着这个数字，他还记得小八说过，一个人的喜爱值最大的极限是100，心里顿时有些美滋滋的。看来他马上就要过上真正的米虫生活了。这个好消息瞬间治愈了他。小八下线后，露露丝刚好出来，唐仙儿光明正大饱一饱眼福。等露露丝脱掉浴巾准备换衣服时，立马规矩的低头玩平板器去了。自从上次不小心瞟见了不该看的东西，他吓得晚上都做噩梦自己长针眼了。等露露丝换好睡衣，他摆好架势，等着他抱自己一起看动画片，这已经是他们的夜间生活必备项目了。晚上，唐仙儿聚精会神的看着动画片，虽然现在还无法全部听懂纸片人说的话，但是一些常见的问候短句他已经都熟记于胸，完全能与人自我介绍了呢。看了动画片连蒙带猜也很有意思。至于动画片旁边露露丝的工作界面，他是一点也看不懂的。而此时露露丝看着界面上苏丹发来的消息，眉头越皱越紧。老板，
那通联系艾比兽医购买软软血液数据的电话查到后面已经断了联系，对方很谨慎，是用虚假号码发送的。露鲁斯修长的手指轻敲键盘回复道：“我知道了，窃听器的事情处理好了吗？已经按您的吩咐散播了假消息，明天的就能知道是谁了。很好，辛苦了。”想起今天下班前他故意说的那番话，唇边不禁勾起一抹冷笑。冷硬地心看到咯咯笑的唐心儿，立马软和下来。看看时间，利索的关闭节目，不顾嘟嘴不满的唐心儿，强硬的把他按进被窝里，亲一口他粉嫩的脸蛋。小家伙立马安静如鸡，这是他最近发现的制止软软不听话撒娇的利器，只要亲亲他就消停了。他觉得这样的软软很可爱。第二天，唐心儿早早醒来，出了卧室，竟然意外的看见了穆莎。对方激动的抱住他，一如既往的热情。软软，我好想你啊，为了你我都提前结束了假期呢，真高兴又能见到你。唐心儿也很高兴，他还是很想念做东西很好吃的穆莎的。两人一番互蹭，穆莎已经想抱着他去了厨房浴室洗漱了。唐心儿侧过头去看餐厅里正在优雅的吃早餐的露露丝，见他已经吃掉最后一片面包，站起身往外走去了。他预感到什么，连忙推开穆莎，冲过去抱住他的腿，眼巴巴的看着他。你要去哪里？我也要去，他还要去赚积分呢，待在家里是没有前途的。露露丝露出被抓包的无奈表情说道：“软软，你乖乖待在家，今天我有一场重要的会议，不方便带你去。”唐心儿只听懂不能带他4个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家伙摆明了不想带他去上班了，为什么啊？他很注意没有给他添麻烦啊，他都能带他去参加宴会了，为什么现在不带他了？他手上加重力，到死活不撒手。露露丝无法，亲自动手把他从腿上撕下来，不顾他的抗议，重新塞进穆莎怀里，嘱咐道：“软软，麻烦你了，放心吧，老板。”露露丝对穆莎是很放心的，说完，仿佛后面有鬼在追一样，匆匆转身离开。唐心儿眼见他快走进电梯房，不甘心的冲露露丝的背影大喊道：“等等我，带我一起去啊！”然而露露丝铁了心的不带他，他约喊走的还更快了。唐心儿知道自己没机会了，心里没由来的感到一阵失落。电梯房里的露露丝看着软软因为没跟着自己出门伤心欲绝不适的小表情，心里既甜蜜又痛苦，还额外有了点负罪感。直到电梯房关闭，隔绝了唐心儿的视线，才恢复了理智。要不是电梯门关闭的早，他差点就忍不住把他带上了。意识到自己的心思，忍不住沈笑一声。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么容易心软的人呢。房子里，唐心儿看露露丝真的离开了，嘟着嘴被穆莎哄着抱去浴室洗澡了。事已至此，再难受也无济于事，还不如躺平享受。不管怎么说，穆莎的按摩手艺还是很好的，因为男女有别，平时露露丝想帮他按摩，他都不好意思，只能忍痛拒绝这份享受呢。吃饱喝足，唐心儿享受了按摩，睡了一小觉，醒来后突然想起来他的公主房还没有机会睡过，于是爬起身，兴冲冲的准备过去再补一下觉。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如芒在背、被大型野兽锁定的危机感没由来的出现，下意识回头，然后他看见了此生最不想看见的人，那个在永夜之都吸他血，把他当沙包扔着玩的王八蛋。他看着凭空出现的王八蛋，刚才不好的预感化作惊雷在脑海里炸开，吓得小心脏跳得突突的，身体比大脑反应还快的转身逃跑。他想要跑进屋子里找穆莎求救，但一转身，远远便看见倒在走廊上人事不省的穆莎。唐心儿顿时惊慌不已，吓得脸上血色尽退，一脸煞白。穆莎2个字磕巴成2半说完，一双手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接着身体腾空而起，落入冰凉的怀抱中。啊！放开我，放开我！唐心儿像是秋后的蚂蚱，不停蹦跶，但体能上的差距宛如螳臂挡车，除了累得自己气喘吁吁，半点效用也无。耳边响起对方低沉沙哑的笑声：“你还挺机警。”唐心儿已经无意欣赏对方低沉好听的声线，只觉耳边有恶魔低语，他的身体僵硬的如磐石，一动不敢动。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脖颈处被对方深深的嗅了一口，这种变态才做得出的事情，对方竟然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唐心儿顿时整个头皮都发麻了，他都快吓尿了。奥利维亚满足地嗅着清甜的香气，这几天腹中的饥渴折磨都感到了片刻的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难挨的食欲。他用舌尖抵着发痒的牙龈，笑道：“我终于又见到你了。”他本来还想计划再完善一点再来的，但是他低估了小家伙血液对他的吸引力，只是几天而已，他仿佛饿了几百年，不管喝多么珍贵的血液都味同嚼蜡，差点没把他折磨疯，只能不顾这边灼热的阳光赶来找他，克制着现在就进食的冲动。如此美妙的血缘，他得找个有情调的地方才行呢，而且这里也不能久待，黑翅膀还是很棘手的，要赶快离开才行。想着就抱起自己心爱的猎物腾空而起。露露丝坐在竞标会上，看着某个对家因为自己出人意料的价格面露慌张，不动声色地看着笑话，正准备过去关切2句，那种熟悉的不安感觉涌上心头，脑海里不自觉地想到还在家里的软软，正要劝自己别多想，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软软意识到唐心儿遇到危险，露露丝再次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她连忙把所有的事情甩给秘书苏丹，不顾他人诧异的眼光，急匆匆地往外走去。路上连忙给穆莎发通讯，却一直没有接通，不好的预感越演越烈，烦躁焦急一起涌上心来。通讯因长时间无人接听自动挂断，也像给出了最后的讯号。他第一次违反了羽族不能在兽族飞行的规定，展开翅膀飞上了天空，用最快的速度朝家赶去。唐心儿被裹在黑色披风里，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烈烈的风声从耳边刮过，欲哭无泪的感叹自己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绑架了，抱着他的冰凉躯体会传染似的，让他的心里也是拔凉拔凉的。根据上次的经历，这个人绑架他准没好事，脑补出自己马上要变成一具丑兮兮的干尸，吓得小腹处一抽一抽，特别想上厕所。早知道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躺在地上撒泼打滚也要跟着露露丝去公司的。他还是脸皮薄了啊！杂七杂八一通乱想，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的风声终于停下，他屏住呼吸没敢动，身上的披风就一把掀开了，披风外面的光线暗淡。唐仙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墓地里，等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这里是一处山洞，鼻尖还能闻到潮湿的土腥味，还有男人身上干净的气息。他小心地抬头瞅一眼王八蛋，没出息的被对方过于惊艳的帅脸炫了一下眼睛。比起上次见面，对方好像憔悴了一点，不过这样也很好看，有种颓废的美感。触及到对方赤裸裸，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吞吃入肚的视线，唐仙儿连忙把头低下去，丝毫不怀疑对方真的想吃掉他。他上次就想那样干了，不行，他绝不会轻易狗带。这种危机时刻，他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抽奖抽中的大力丸没用呢，管不得那么多了，生死面前总是要搏一搏的。从系统空间取出一颗小丸子，一把塞进嘴里，胃都没尝出来就给吞下去。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小丸子还没滑到胃部呢，唐仙儿已经感到四肢百骸一股热浪涌现，脸颊也泛起了红浪，气血翻涌的像是一口气喝了一吨红牛饮品，充满了浩渺内力。他趁王八蛋愣神的功夫，一拳打到他的俊脸上。唐仙儿听到了骨裂的声音，对方吃痛，下意识的松手，他等的就是这一刻，急忙跳到地上撒腿往山洞外跑。唐仙儿不敢回头看，使出全部的力量往前冲，直到身上照耀到了一层暖阳，才发现自己已经跑出了山洞。出乎意料的顺利让他有些不可置信，他架不住好奇心回头看了一眼，便见俊美的吸血鬼唇角挂血，却并没有追赶他，反而眼里噙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玩味笑意，站在阳光与阴影的交汇处看着他，这样都没破相，不科学。唐仙儿吐槽完，忽然发现了一个小细节，王八蛋好像不能长久的接触阳光哦。这个发现顿时让他心花怒放，觉得自己活命的机会来了，正是逃跑的大好时机。他扭身回头，心飞扬的继续往前跑，头顶热浪浪的太阳不知不觉变成了金红色。唐仙儿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只感觉肺都要炸了，耳边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频率过快的心跳声。跑得头昏眼花时，想起上次这样夺命狂奔时立 flag， 如果能活命，一定锻炼体能。当然，他根本没完成。果然，人是不能随便立 flag 的。现在后悔已经晚矣。他朝着太阳的方向奔跑，终于在双腿快失去知觉时跑到了路的尽头，然后整个人都傻眼了。这里居然是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小岛。他站在万丈悬崖上，冷风一吹，吹散了心中的豪情，身体晃了下，软趴趴跪在地上，望着下面的万丈深渊，脑子嗡嗡作响。这一下真的插翅难逃了，怎么不跑了？身后传来恶魔的低语。唐仙儿一个机灵转身，夕阳的余晖中，一身黑衣的吸血鬼眯着血红的双眸望来，眼里虽然有着一丝笑意，姿态却又透着一股紫猫捉老鼠的散漫。唐仙儿的嘴角抿成薄薄的两片，明白过来，这人就是故意让他走的。他一直跟在后面看他笑话，简直不是个东西。他爬起来，摆出不太标准的拳击动作，一边悄咪咪往侧边溜，一边虚张声势地道：“你别过来，我力气很大的。”碎石滚落悬崖，好半天都听不到回声。唐仙儿额角滑下冷汗，不敢再移动半分。伦纳德好笑地看着他做出奇奇怪怪、破绽百出的自卫动作和呜呜咽咽的可爱叫声，终于看够了笑话。他弯下腰，伸手握住他的小腰，把他整个抱了起来，然后走向悬崖边，伸长了胳膊让他悬在半空，笑眯眯道：“不听话的小家伙要接受惩罚哦。”他修长的五指一根一根地松开，唐仙儿双手双脚挥舞着也够不着他，还不敢用力扭身，就怕他撒手，自己就没了。唐仙儿瞄一眼下面看不到底的高空，咽口口水，心中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了对方18代，然后识时务地鬼哭狼嚎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我错了，我不该打你的。”对方犹嫌吓不坏他，居然隐隐要松开手。山崖上，唐仙儿的惨叫声响彻天地：“啊啊！妈妈呀！小八，小八快救我啊！”小八及时上线，但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宿主，加油！唐仙儿的哭声一哽，大叫道：“我赊账！宿主，1个月内不能赊账2次。”唐仙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但是小八又不合时宜地体现了一下他人工智障的一面，非得抠的死程序不知变通，说啥就是不肯通融，说服不了小八。唐仙儿在脑海内头脑风暴的大吼道：“我要你有何用？”小八会溜溜地下线，指望不了金手指。唐仙儿哭得更大声了。就在他吓得真的快尿裤子时，王八蛋开怀地笑起来，他哭得冒泡，他笑得岔气，宛如一对智障。唐仙儿被他笑得都忘了哭。对方笑够了后，把他放在地上，蹲下身，敞开怀抱，轻笑道：“过来。”唐仙儿泪眼婆娑，敢怒不敢言，把他放在悬崖边，他敢不过去吗？都不带思考的。唐仙儿利索地扑进王八蛋敞开的怀里，像个树袋熊一样挂在他的胸前。此时只想多活一刻是一刻。伦纳德坐在草地上，把唐仙儿圈在怀里，低头心情极好，抬起他哭成小花猫的脸，掏出口袋中的手帕，细致地替他把眼泪擦干。温柔的动作与刚才恶劣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反差。唐仙儿长睫挂泪，鼻头发红，粉嫩的小嘴哆哆嗦嗦抿着，仿若一只吓坏了的鹌鹑。
看起来可怜极了。伦纳德擦干净自己的小储备粮，认认真真的打量起唐希儿的长相，又圆又大的眼睛和黑漆漆的眼珠结合在一起，看起来特别舒服。尤其此刻又畏惧又带着点小怨恨的表情，尤其让他觉得欢喜有趣。唐希儿看着他越来越红的眼睛，是一点也不欢喜的，只觉得死期将近。果然，伦纳德眼眸深邃地看着他，温柔至极地执起他的右手，举到自己的唇边，似有若无地吻了吻。唐希儿察觉到危险，看到他尖尖的犬齿抵在他的手掌边，克制不住地想把手收回来。王八蛋似乎早有预料的一拉一扯，把他用力扣在怀里，一手轻松牵制住他的双手，轻斥道：“不乖，那就再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吧。”话音刚落，唐希儿只觉手掌心一疼，鲜红的血液顺着雪白的手臂蜿蜒而下。沉浸在进食美妙感觉中的男人不知厌足地吮吸着宛如琼浆玉液般的血液，一滴也不肯浪费。就是这个味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吸干它，吸干它，吸干它，吸干它。他伸出舌尖，顺着手腕上的血液一寸一寸舔舐下来，细细密密的粘稠感让唐希儿站立，哆嗦着嘴唇拼命推拒。够了！但伦纳德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在喝上第一口后，他满心满眼只有这特殊血液的味道，享受的眼睛都是半眯状态的，本能的死死压住乱动的猎物，扯掉碍事的袖子，舔到肩膀，再扯掉繁复的领口，埋首在散发浓郁香甜气息的脖颈间，张开獠牙就要咬下去。唐希儿推不开人，急得眼泪冒出来，对系统大力丸的效用产生了浓浓的质疑。20倍的力气也反抗不了一只吸血鬼吗？他又憋屈又害怕，等双手被固定在头顶，对方冰凉沉重的身躯压得他喘不过气时，脑海内不由自觉地浮现一个人的身形。露鲁斯救我！一片黑色的羽毛落下，唐希儿睁大了眼睛，看着从天而降的露鲁斯，惊喜地大喊道：“露鲁斯！”露鲁斯原本气势如虹的姿态被唐希儿一句名字喊得一愣，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软软怎么可能会说话呢？不只是他，正沉浸在进食快感中的伦纳德也因为唐希儿的那句字正原腔的伊利特亚语叫回了神，然后迅速转身，用手生生接住了露鲁斯的匕首。露鲁斯一击不成，乘胜追击，一手抓着伦纳德的肩膀用力甩了出去。伦纳德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又稳稳地立在了半空中，修长的眉眼凌厉地看着露鲁斯，脸上是被打扰的不耐。你来的倒是挺快的。他看眼已经爬起来躲到露鲁斯身后的唐希儿，心里懊恼自己没有忍到回去后再进食，白白浪费了离开的时间。但是舔一舔嘴角未干的血迹，回味着口腔里残留的味道，又觉得也不是特别亏。露鲁斯没说话，快速检查了一遍唐希儿有没有伤到，看见他手臂上的伤口，眼神变得晦暗，心底升腾出怒气，嘲讽道：“我是没想到血族尊贵的亲王居然会没脸没皮的私闯民宅，绑架别人的宠物。”伦纳德脸上不见半点羞愧，望着唐希儿，意味深长地道：“我想了想，觉得上次那样放你们走我很没面子，都直播出去了呢，只能过来再抢回去了。”他还没有傻到让人察觉到自己现在只能喝那只宠物的血液，这是致命的弱点。以他得罪人的速度，难保没有有心人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报复。联系埃尔的人也是你。伦纳德扬起一边的眉，淡淡的回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露鲁斯再度握紧手中的匕首，冷冷地道：“狡辩！”他飞身冲了上去，两人再次打斗在了一起。唐希儿这一次没有晕过去，他机敏地跑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躲起来，探头探脑，焦急地看着两人打架，握着拳头，内心为露鲁斯加油鼓劲。两人速度太快，他只能根据一黑一白的衣服分辨谁是谁。突然，一道黑影倒退着砸在了离他20米开外，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树上。两者双撞的瞬间，大树拦腰截断，一阵吱呀作响的坍塌声中，伦纳德捂着胸口爬了起来。唐希儿暗自握拳，庆幸掉下来的不是露鲁斯的同时，看向拦腰截断的大树，咽了口口水。怪不得能增加20倍力气的大力丸对伦纳德都没有效果，原来不是系统不给力，而是他不给力啊！在巨人国，他注定是个菜鸡了。伦纳德擦掉嘴上的血迹，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再度飞了上去。两人战况越演越烈，露鲁斯中途也掉下来一次。唐希儿担心他的安危时，远处忽然飞来许多的白色大翅膀，他们穿着统一的白色制服，身披白色飘逸披风，手中拿着模样怪异的武器，其中一人拿着不停闪烁的荧光棒。看过动画片的唐希儿一眼认出来，这些人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永远姗姗来迟的警察们将露鲁斯和伦纳德团团围住，其中一人朝天开了一枪示警。不多时，还在打斗的两人便都停了下来。警察们没有为难露鲁斯，而是一起拿着武器对准伦纳德。为首的中年警察拿着一副镣铐靠近伦纳德，肃穆道：“伦纳德亲王，请出示您的签证。血族因为种族特性，一旦饥饿便无差别攻击人群，所以他们在什么国家都是危险人物。签证办理的时间要比别的种族长1倍，尤其他这个级别的吸血鬼出门更是严格。他根本等不及签证下来，是靠着消耗体力飞了2天2夜赶到羽族的。要不是体能消耗过大今天，也不至于被黑翅膀压着打了。”见他迟迟不拿签证，中年警察的脸色越发严肃道：“您没有正规签证，并且私闯民宅，打伤露鲁斯阁下的女佣，盗窃露鲁斯阁下的宠物，您犯了偷渡罪、恶意伤人罪、偷窃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伦纳德暗道今天诸事不顺，事已至此，知道今天很难把唐希儿带走了，只能下次再战了。冷着脸朝唐希儿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软软，我还会再来的哦。”说完，他很没品的猛地偷袭了一个小警员，快速抢过对方的枪，打向了露鲁斯。露鲁斯反应极快的侧身躲过，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伦纳德已经从这个缺口突围飞远了。警员们也没料到对方堂堂亲王会干这种宵小之辈才干的事，
这是脸面都不要了吗？接住扔过来的队员，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的追了上去。现场只留下那个倒霉的小警员陪着露露丝做口供。露露丝没有追上去，全权交给警方处理，数罪并罚。就算他血族亲王，为了国家的脸面，他也不能轻易脱身了。他带着小警员飞下来，找到了唐仙儿。唐仙儿见到露露丝，主动从大石头后面跑出去，飞扑进他的怀里。被抱起来后，立马搂紧他的脖子，委委屈屈地蹭着他的下巴求安慰：“让你不带我去公司，我又差点挂了。”露露丝抱着失而复得的唐仙儿，黑了一晚上的脸终于柔和下来，一下一下顺着他的长发安慰道：“没事了。”唐仙儿有些依恋地靠着露露丝汲取温暖和安全，似乎每一次遇到危险，露露丝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护他周全。加上这一次，一共有3次了。唐仙儿越想越感动，觉得自己当初的眼光真好，一眼就挑中了这么好的金大腿。露露丝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唐仙儿的身上，见他小脸苍白，心疼的亲亲他的额头，准备赶紧回家给他洗个热水澡，吃点好吃的安慰一下受惊的小家伙。一扭头，他身后2米处的小警员正好奇地看着缩在露露丝怀里的唐仙儿，乔希奇。那个露露丝阁下，请和我说一下前因后果吧。露露丝点点头，简洁明了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末了还拍了唐仙儿手腕上的咬痕做证据。小警员从一脸八卦兮兮到满脸麻木，机械地记着笔录，内心是1万个无语。今天收到露露丝的报警电话时，他们还以为发现了惊天大案子，毕竟他在羽族是很有名的，为人低调稳重，从不像其他富二代一样把警方当自己家的佣人，一点点小事就找他们处理。他们踌躇满志，打起精神准备干一票大的。看到作案人居然是血族尊贵的亲王，他们感到一阵激动，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恩怨情仇。结果双方的矛盾小到只是因为一只宠物，多么好笑啊！血族仅此一位的亲王大人不远万里闯进另一个贵族府邸，目的只是为了绑架了一只宠物，这都能归结到年度奇葩事件排名表第1名了呢。警务员们日常繁忙，并没有时间观看网上的动静，不然他就会知道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因为一只宠物发生矛盾了。心里再无语，该做的流程还是要做。写完最后一个字，让露露丝签完字，他道：“好了，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信息，麻烦联系我，这是我的通讯号。”好，辛苦了，为人民服务。露露丝公事公办的点了下头，然后抱着唐仙儿离开了。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露露丝抱着唐仙儿一进屋，等候多时的穆莎便一脸关切的奔了过来。唐仙儿已经有些昏昏欲睡，但看到穆莎瞬间清醒了不少，他关切的看过去，下午见穆莎倒在地上生死不知的样子，差点以为她死了呢。现在见穆莎生龙活虎，没什么大碍的样子，心中狠狠松了一口气。穆莎眼中的关切不比唐仙儿少，他上前也顾不得其他，直接上手把唐仙儿从露露丝的怀中抢了过去，抱在怀里抱得死紧，大大的圆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软软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吓死我了！谁能想到大白天的居然会有人跑到露露丝家绑走了软软呢？他很是自责，如果当时他能够更警惕一点，软软也许就不会被人抢走了。穆莎抹抹眼泪，把唐仙儿还给露露丝，真诚的道歉道：“对不起老板，是我失职了。”露露丝并没有怪他，就算穆莎当时是清醒的，以他的能力也绝不是伦纳德的对手。你没事就好，这件事情并不怪你，这2天在家好好休息，等伤养好了再来上班吧，我会给你支付一笔医疗费的。穆莎又是感动又是不好意思，感激的弯腰鞠躬道：“谢谢老板，您一定累了吧？我帮您和软软准备些夜宵再回去呢。”露露丝含笑点头：“那麻烦你了。”晚饭由穆莎解决，露露丝干脆先抱着唐仙儿去浴室洗漱。唐仙儿早就脏得不像样子了，舒舒服服的洗了一个澡。露露丝拿出1毫升价值1万法拉币的人鱼泪涂在唐仙儿的伤口上，伤口立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看着这宛如电影特效一样的效果，唐仙儿金的小嘴张成 O 型，望着那个小小的瓶子充满了敬畏，心中不免感叹外星世界的外伤药真是牛逼坏了。露露丝小心地收好特效药，先把唐仙儿抱出去，自己也赶紧冲了一个战斗澡，这才抱着上了药又换了一身干净舒适衣服的唐仙儿去往餐厅。穆莎已经离开，保温柜里摆放着6道还冒着热气的饭菜。唐仙儿一晚上担惊受怕，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此时闻到食物的香气，肚子也敲起了战鼓。他追在露露丝腿边绕来绕去，好几次差点绊倒对方。等终于坐在餐桌上，唐仙儿等不及露露丝喂他吃饭，自己拿起2片面包夹着肉排狼吞虎咽的往嘴巴里塞，3-2口就解决了肉夹馍，速度快得好像300年没吃饭一样。一旁慢条斯理吃东西的露露丝看得好笑，现场看吃播让他的胃口也好了起来。桌上的食物没多久就被2人吃得精光，一顿饱饭下肚。唐仙儿今天受到的惊吓已经在美食的抚慰下抵消了大半，他懒洋洋地趴在餐桌上摸着自己突出的小肚子，一扭头看见露露丝杯子里未喝完的浅蓝色饮品，他咂巴咂巴嘴巴，然后像条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挪到杯子旁边。他慢吞吞爬起身，抱住杯子，瞅着露露丝的脸色，慢慢把嘴巴凑上去。他的动作很慢，留给了对方阻止的时间。换做之前，他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经过这几次的事件，唐仙儿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试探的再放纵一点。如果以后注定要在这个家里生活的话，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度更高一点，最好能在露露丝头上动土而不会被教训。那他就完成了米虫人生的理想化了，成功的喝到杯子里浅蓝色的液体，味道淡淡的甜，带着炸裂的气泡，有点像盐汽水。他抱着杯子喝了一大口，露露丝也只是含笑看着。见他喝不下了，自己端起水杯把剩下的一饮而尽。唐仙儿确定了，他在这个家的地位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了。不多时，
露露丝收拾好碗筷，抱起已经昏昏欲睡的唐仙儿进了浴室刷牙。这点唐仙儿很高兴，有一个爱干净的饲养者，对也喜欢干净的她来说真的很幸运。重新洗了手脚，换了睡衣，终于如愿的躺到了大床上。唐仙儿熟练的挤进露露丝的怀中，找到平常最喜欢位置窝好，在心中说了句晚安就准备睡觉，脸蛋却被不清不楚的捏了一下。软软，唐仙儿很累，闭着眼睛没有动弹，但是露露丝不知道今天吃错了什么药，不依不饶的捏着她的脸蛋，像制报时钟一样有规律的不停絮叨着什么。唐仙儿不堪其扰，睁开眼睛，撅着嘴不满的控诉道：干什么啊？打扰别人睡觉是不道德的，知不知道？显然露露丝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她只是很认真的看着他，然后薄唇微动，又说了一次什么。这次唐仙儿听清楚了，他说：软软，你再叫一次我的名字，跟着我念。露露丝。唐仙儿的睡意被这句话击飞到九霄云外，忽然想起来自己快被咬的时候，下意识喊了他的名字求救，这是被听到了，说不得那个王八蛋也听见了。实验室冰冷的手术台和锋利的各类刀具针管在脑海内闪现，唐仙儿只觉得自己要完蛋，他顿时浑身冒冷汗，放在被窝里的手指已经攥紧了被角，脸上用尽毕生的演技，努力保持着镇定，露出迷茫的表情。内心的小人宛如热锅上的蚂蚁，咆哮着问小八他该怎么办。小八，有没有能让他忘掉那件事的道具啊？没有，宿主也不能赊账了，意外状况太多。唐仙儿很是心累，小八帮不上忙，只能靠自己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装傻充愣，表示自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是露露丝还在锲而不舍地重复自己的名字，很明显这次糊弄不过去了。唐仙儿想了想，动物的形态千奇百怪，地球上的八哥和鹦鹉就能学人说话，他也学人说话也没什么稀奇的，这样还能跟黑猩猩拥有明显的区别呢。如此一想，他突然间就不焦虑了，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严重嘛。于是他像是终于理解了露露丝的意思，张开嘴牙牙学语，跟着念叨：露露丝。露露丝眼睛一亮，心脏莫名跳动的快了起来，教他说话的劲头更足了。不对，是露露丝。唐仙儿，露露丝，露露丝，露露丝，如此重复7、8遍，唐仙儿觉得差不多后，终于大发慈悲的念了正确的读音：露露丝。声音脆甜，还带着一丝丝小心虚。露露丝高兴的把唐仙儿抱起来，在他的脸颊上响亮的啵了一口。软软真棒，这还是唐仙儿第一次见他这样情绪外露，激动的好似自家闺女考试得了第1名。唐仙儿小脸红红，在露露丝精神头十足的想教他念别的单词的时候，再也不开口了。聪明也要有一个限度，他也怕自己得意忘形泄露了更多。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表示自己现在的体力已经用完，需要休息了。露露丝见状才反应过来，现在已经超过软软平时睡觉的时间很久了，于是没有再继续教导，体贴的关掉灯，抱着唐仙儿睡觉。不多时，耳边就响起唐仙儿浅浅的呼吸声，可他怎么也睡不着。他一直以为软软是阿达兽，可是现在看来，都是他们单方面下的定论而已。软软根本不是阿达兽，从未听说过阿达兽会学人说话，所以软软到底是什么？他有些好奇，但依旧没有往智慧生物的方面去猜想。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智慧种族会甘愿在别的种族的饲养下活得这么安逸。软软从被他捡到的那天开始，几乎都是吃了睡，睡了吃，安安静静，智商不高的样子。但不管是什么，软软都是他的软软，他会一直养着他的。想到软软居然会说话，他的心情就有一点激动。从明天开始，每天花点时间教软软说话吧。今天又是个休息日，闲着也是闲着。露露丝很有兴致的开始教唐仙儿说话，并且极快的掌握了引导他最好的方式，那就是食物奖励。来，跟着我念，我叫软软。唐仙儿盘腿坐在露露丝的对面，舌头打结的跟着念，额角暖暖。露露丝微微一笑，奖励性质的摸了一下唐仙儿的脑袋，然后塞给了他一颗小小的果子，那是从一种类似石榴的水果中抠出来的一粒果实。一上午下来，唐仙儿也没吃完它。唐仙儿高高兴兴把豆子大小的果实塞进嘴巴里吃进去，这个零食他很满意，比宠物零食更符合他的口味。要他说，其实没有这些零食他也是愿意学的，且深深的懊恼自己之前真是太谨慎了。早知道露露丝这么支持，他也不必隐藏这么久。每天忍着不说话其实很辛苦的，自学的进度也很慢。不过他知道，露露丝教他就像人类教鹦鹉一样，只是教并不会解释其意思，但这些都不要紧。儿童教学视频和动画片刚好弥补了这个缺陷，现在就相当于有人面对面和他练习口语，比他自己一个人瞎琢磨要好得多了。以后就算不小心蹦出来了一句伊特利亚语，也不会引人怀疑了，简直最好不过。哇咔咔咔，他美滋滋的跟着念，在露露丝的帮助下，一点一点矫正自己的发音，并且配合他的小游戏，故意说错好几次，然后在美食的诱惑下说对一句之后又说错。露露丝表现出惊人的耐心，她不觉得唐仙儿笨，反而觉得刚刚好，这才是正常动物应该有的智商。中场休息的时间，露露丝把剩下所有的果实都给了唐仙儿，自己到一边去接听响了半天的智脑。打通讯来的是昨天的警务人员，对方是来告知昨天的追捕情况的。很抱歉，尊敬的露露丝阁下，伦纳德亲王的速度太快，我们追赶不上，他已经逃回了永夜之都。露露丝面无表情，这个结果他昨天就料到了。伦纳德是血族目前等级最高的吸血鬼，实力不容小觑，不是普通警务人员能够追上的。进了自己的国家，再想依法处置就不能了。伦纳德身份尊贵，为了血族脸面那边也会保他，这件事只能小惩大戒了。
我知道了，现在你们要怎么处理？已经和血族那边控告了伦纳德亲王的罪行，那边答应，如果对方再无视法规偷渡进我国，便会有联合委员会强行对他进行休眠。另外，那边愿意赔付您和您家宠物一笔赔款。您看，露露丝有了心理准备，这会儿也不觉得失望，把苏丹的通讯号发给对方，让他们后续事宜都联系秘书后，又感谢一番警务人员，便挂断了通话。刚准备回头继续教唐希儿学说话，智脑上又插播进来一条通话请求。他接通道：“父亲。”通话另一端的陆父威严中透着关切地问道：“露露丝，你还好吗？我得到消息，又因为软软和血族亲王发生冲突了。”露露丝如实道：“是的，父亲，我没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会再来了，您不用担心，没事就好。”通话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陆父不知道怎么把话题接下去，最后还是祭出了自己的大招，拿软软当话题引导线。软软还好吗？他受了点惊吓，已经没事了。这样啊，伦纳德为什么要抢软软？露露丝还没说话，对话那头传来陆母愤愤的声音：“他就是疯子，什么事情他干不出来，和一只宠物过不去，真是毫无贵族体面。露露丝，你怎么连这种大事都不告诉我们呢？一定很危险吧？不过别担心，你爸爸已经动用关系对那边施压了，就算他是血族亲王，但他上面还有王，那是个要脸的家伙，他会顾及整个血族的脸面，不会再让伦纳德找麻烦了。我和你爸爸正在外地出差，等我们回去就去看你和软软啊。”面对母亲，露露丝没有对待父亲那么冷硬，但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算是答应。陆母也不敢多纠缠，得到下次能有理由去儿子家的承诺，高兴地笑道：“那就这样，你好好休息，替我好好安慰下软软小宝贝呢。”好的。挂断通讯，露露丝内心毫无波动地继续去教唐仙儿。他们这边岁月静好，却苦了不少等更新的网友。软软日常直播的官方账号里，不少没有等到直播的网友纷纷不淡定了，已经3天没有见到软软了，想他，就是说啊，别人家火了，那是恨不得天天发视频宣传的呀，这就是土豪养宠物的态度吗？他是不是瞧不起我的打赏？楼上的我觉得你真像了。软软的写真已经被我舔湿了，啥时候再开直播啊？软软小可爱幼小的心灵还没有恢复正常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们把他送过来，让本兽医来治愈他。最近阿达兽好流行啊，但都没有一只比得上软软呢。我也去看了几只阿达兽的直播视频，都没有我的软软可爱。是我的软软。戴安娜看着光脑上网友们的沙雕评论，乐不可支。姣好的面容因为笑意像是开放的昙花般美丽，一时迷了不少男同学的眼，其中安格里就是其中一个。戴安娜是10大贵族之首的叶卡尔家的大小姐，成绩优秀，每次测试排名都是名列前茅，比赛飞行也总能把一群男同学甩在身后。本人的长相更是端庄大气，犹如天边的皓月，清冷高洁。安格里的少男心不自觉被吸引，可看了7、8个告白的勇士都被无情的拒绝后，他也丧失了告白的勇气，害怕失败后连平时说2句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像现在这样偷偷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这会儿见他少见的露出开怀的神情，眼睛陡然一亮，正要以此为突破口上去搭话，却有人比他的速度更快地走到了过去。戴安娜，你在笑什么？是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说话的人叫托因比，他也暗恋着戴安娜，是安格里最大的情敌，他们家世差不多。自从发现彼此都喜欢戴安娜后，本就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势顿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就像现在。可恶的托因比率先搭上话，还不忘回头朝安格里露出挑衅的笑。安格里翻个白眼，呵，幼稚。尽管嘴上说人家幼稚，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腿脚，也靠了过去。戴安娜笑道：“没什么，是我喜欢的宠物的主人没有更新视频，网友们都在催呢。”坐在戴安娜前面的女同学听到这话，立刻扭过身来，兴奋地问道：“是不是叫软软？”戴安娜眼睛一亮，疯狂点头道：“是啊是啊，原来你也喜欢软软。”谈到喜欢的事物，平时总是正经端庄大小姐模样的戴安娜也难得变得活泼了起来。软软真是太可爱了，如果我也有软软就好了，可惜拜托爸爸这么久都找不到第2只软软呢。这个话题瞬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女同学，大家围在戴安娜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着自己收藏的软软周边。不过软软主人产量很少，除了那个广告外，和软软写真集就是之前的那场直播了。大家分享的东西大多是重合的，没有新意。不关注这些事情的托因比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赶紧打开智脑搜索关于软软的一切，想在话题结束之前和女神搭上话，最好自己买到不比软软差的宠物送给戴安娜。反观安格里，他已经双眼放光，确定女生们说的软软就是自家软软后，脱口出：“软软是我家养的。”片刻的安静过后，全班的女生都围住了安格里，之前一些没有参加话题的男同学也暗搓搓的围拢过来，所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盯着他。他们也喜欢软软的，只是之前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现在也顾不得了。真的吗？安格里，你不是骗人的吧？是啊，我上次去找你玩，你家根本没有养宠物啊。安格里说完就有些后悔，软软是哥哥养的这件事，他们家根本没有到处宣扬，也只几家亲近的人知道，甚至现在很多新生代贵族都不知道露鲁斯是他哥哥呢。贵族对黑翅膀的偏见比平民们严重多了。可看到戴安娜兴奋的样子，他把澄清的话又咽了回去，仰着下巴道：“真的是我家的，那场直播还是在我家后花园拍的呢。”他点开自己保存的直播视频，指着不起眼角落里其中一个脸部打了马赛克的人说道：“你们看，这是我。”大家一看，虽然脸部看不见，
但一个班2年，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是安格里。发现他没有说谎后，大家变得更兴奋了。戴安娜激动地问道：“天哪，安格里，我好喜欢软软的，我可以去你家玩吗？”“我也要去，带上我。”“安格里，你这个家伙居然现在才说。”事态发展成这样，安格里思前想后，还是打算实话实说。“那个，软软虽然是我家的，但其实是我哥哥养的。我哥哥已经成年搬出去住了，我不能带你们去找他。”同学们都一脸遗憾加失落。缺根筋的同学问道：“安格里，你还有个哥哥？”戴安娜是知道露鲁斯的事的，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同样难掩失望的低下头去。不忍女神失望的安格里脑子一热，承诺道：“但是我可以把软软带出来。”安格里头脑一热，答应了把软软带去给同学们见面的请求。虽事后有一丢丢的后悔，但也不打算食言。起初他胜券在握，知道大哥每天很早去公司，不上班的时候才会在家里，其余时间房子里只有软软和女佣穆莎，他只要在大哥下班之前把软软还回去就可以了。但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特意等到学校放假，大哥上班的日子一大清早过去，结果却意外的发现大哥在家。问了才知道穆莎受了伤，在家休养。大哥这2天干脆没去公司，专心在家陪软软。反正来都来了，他干脆试探性的询问道：“大哥，你忙的话可以把软软交给我照顾的，我刚好今天放假。”安格里，谢谢你的好意，但是软软似乎并不喜欢你。安格里看眼确实不待见自己的软软，安格里灰溜溜的离开了。拐带软软计划第1回失败，本来想放弃的，但是同学们却并不想放弃。面对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安格里觉得他还能再挣扎一下，明的不行，他决定来暗地。好不容易等到穆莎回来上班，他准备闯进去直接带走软软，事后先斩后奏。结果软软还是不在家。穆莎告诉他，露鲁斯带着软软去公司拍摄新的写真集了。拐带软软计划第2回失败，虽然没有带走软软，但把新的写真集的好消息告诉同学们后，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同学们纷纷表示等写真集出来都会购买的。不过第2天接着锲而不舍地追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把软软带出去。死对头托比因像是抓到了他的小辫子，这几天时不时趁机在戴安娜面前讥讽他说大话，这让安格里十分不好受，也刺激的他更加想要把软软带出来。皇天不负有心人，都不用他第3次出手，他亲爱的父亲母亲就帮他解决了最大的困难。陆父陆母从外地出差回来，直奔露鲁斯家，关心了一番儿子和唐仙儿，然后得知露鲁斯要去外地参加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担心没时间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软软，陆母趁机提出帮他照顾唐仙儿。露鲁斯沉思半晌，觉得这是最优解。陆父是老牌家族，家里的房子地段每天都有巡逻队重点巡逻，再安全不过，自己又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没有比父母更适合的人选了。虽然不舍得和软软分开，但确实比跟着他出远门来的舒适安全，于是便同意了。幸福来得太突然，安格里有些不相信地盯着母亲怀里转动着小脑瓜，好奇打量四周的唐仙儿，好奇问道：“妈妈，大哥怎么舍得的？他不是已经逐渐不清醒，进化成标准的宠物奴了吗？”陆母没有仔细解释伦纳德的事情，只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你最近安分一点，好好和软软相处，不可以欺负他，知道吗？”安格里心虚，又有些恼羞成怒地道：“妈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陆母才不管他，他这会儿正因为得到露鲁斯的初步信任而高兴呢，知道软软现在是露鲁斯的心肝宝贝，相信只要自己把软软照顾好，以后靠着软软，他们肯定能和露鲁斯更亲近一点，就像真正的家人那样相处。他抱着唐仙儿在奢华的房子里四处走动，觉得哪都不满意。这个花瓶拿走，软软摔倒就太危险了。哎呀，之前怎么没有准备一个宠物乐园房呢？软软一个人睡觉会不会害怕？要不今天软软跟我们睡吧？你说好不好啊，老公？陆府沉稳的点头，凑过去讨好的说：“老婆，你抱了一路了，累了吧？给我吧。”陆母本想拒绝，但胳膊确实有些酸了，于是便不舍得把异常安静的唐仙儿递了过去。唐仙儿有些拘谨的趴在陆府的怀里，不敢像在露鲁斯面前一样放飞自我，想干嘛就干嘛。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转交给陆父陆母，当时分别时差点以为露鲁斯不想养他了，不过看他临走前那关切又不舍得的眼神，才安定下来。虽然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不过一定是很不方便带着自己，才临时交给别人照顾的。唐仙儿有些遗憾，他还想出去见更多的人呢。最近这半个月他都没有增长多少喜爱值，小命只剩下4个月了呀。癌症患者都没有他这么短的寿命。露鲁斯离开的第2个小时，想他，陆父如愿以偿的抱到了唐仙儿，手脚僵硬的像个初为人父的小年轻，手忙脚乱，看得陆母好笑，手动帮他调整了抱抱的姿势。陆父学会了抱宠物，感受着怀里乖乖巧巧不吵不闹的小人，福至心灵的对陆母道：“老婆，我们再要一个女儿吧。”陆母白了他一眼，都多大的人了，能生出来早生了。老夫老妻打情骂俏。安格里站在一旁眼馋的看着唐仙儿，想到自己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于是赶忙问道：“爸妈，我的同学们也都很喜欢软软，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们家陪软软玩吗？”陆母想也不想就拒绝：“不行，这是你大哥对我们的信任，妈妈不想节外生枝，儿子你听妈的，这次我们照顾好软软，以后你有的是机会喊同学来看软软。”陆府赞同的点点头，他觉得老婆说的很有道理，只有第一次做到最好，才会有长远的来往。安格里还想争取一下，但是父母已经一副含饴弄孙的姿态抱着唐仙儿去餐桌吃饭了，他只能作罢。点开同学群，
想和他们说一下情况。一打开就瞧见托比因又在群里阴阳怪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安格里，你这都多少天了，到底行不行啊？大家还等着呢，能不能有个准数？戴安娜，我知道有家宠物店刚刚进了一只品相特别好的阿达兽，你不是想要吗？明天放学我可以带你去呢。其他同学都没有说什么，但安格里知道大家只是顾及着他的脸面，没有说话而已。眼看别人就要踩着自己上位，安格里心一横说道：不用再等了，明天我就带软软去学校，大家帮我一起瞒着，别让老师发现就行。他一发声，潜水的同学们纷纷冒泡，高高兴兴地表示一定不会让老师发现，只要他能带来学校，全班就一起帮他打掩护，谁告密，谁就是全班的敌人。之前托比因说的话顿时湮灭在同学们的彩虹屁中，无人再提及。安格里嘴角含笑地关闭班级群，看一眼餐厅里正在吃饼干的唐仙儿，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意。唐仙儿躺在中年美大叔的腿上，忘我的啃着大饼干，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寒意，扭头看去，只看到安格里那个熊孩子正盯着自己看呢。他见怪不怪地扭过头去，继续啃着饼干。有陆父陆母在，那熊孩子不敢对他怎么样。晚上陆母拒绝了突然殷勤起来的佣人们的帮忙，亲自给唐仙儿洗澡，洗完喜滋滋地给他换上从露露丝那里打包来的小裙子，一边颇有成就感地伺候着舒服的直哼哼的唐仙儿，一边感慨道：软软真是太乖了。他忽然觉得就算露露丝出差大半年不回来都没关系了。穿戴齐整后，陆母抱着清清爽爽的唐仙儿去了卧室，陆父已经在两人大床的中间隔出来一道够唐仙儿睡觉的位置，殷勤地拍了拍床垫，放这里放这里。陆母抱着唐仙儿爬上床，却没有把它放在那儿，而是放在自己的腿上继续搂着，然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平板器播放起了唐仙儿经常看的儿童节目。见唐仙儿果然在看，立马笑眯眯地对陆父道：真可爱，软软真的会看动画片呢。房间里只有夫妻两个，陆父也没了在孩子面前摆出来的威严父亲形象，点着脑袋跟着附和，不时抬手摸两下唐仙儿的小手和头发，感觉哪哪都可爱。一晚上两人就这样含笑陪着唐仙儿看了一晚上的幼稚动画片，也不觉得无聊。唐仙儿压着心里的不自在，尽力表现得乖巧，渴了就眼巴巴看着陆母软糯糯地道：可。陆父陆母睁大了眼睛，今天已经从露露丝那里知道软软并不是阿达兽，甚至最近还发现他会说话了，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真的听到，虽然说的并不清楚，但确实说明白了。两个人惊奇的不得了。唐仙儿见他们迟迟没有动作，又说了一遍，陆父这才如梦初醒的颠颠跑去倒了一杯水清自喂唐仙儿喝下，然后他们开始逗弄唐仙儿说更多的话，但唐仙儿都闭口不言，不想因为这个以后都成为别人的小游戏。两人逗弄半天没有结果，只得作罢。又过了1个小时，那杯水化成了生理水，唐仙儿又厕所地叫起来，这回陆母亲自抱着他去上了厕所，真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了。两人对唐仙儿越发喜爱，这天晚上甚至在唐仙儿睡着后，争抢着谁抱在怀里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唐仙儿夹在两个人之中平躺着许久也不能入睡，也许是换了个环境，换了张床，身边躺着的人也不是熟悉的露露丝。唐仙儿挣扎到后半夜才撑不住的睡了。第二天成功赖床，等他再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漆黑黑的狭小空间，仔细感受下，发现自己似乎在什么背包里。他有些慌乱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能睡一觉又穿越了吧？不安之下开始四处摸索，没一会儿头顶的方向拉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安格里那熊孩子的半张脸冒了出来，对着他嘻嘻道：软软别怕。唐仙儿看着安格里那张犹带稚气的帅气少年，脸一脑袋黑线，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把他装进背包里的？想干什么啊？他好奇地探出半个脑袋往外看去，便见到这是一处宽敞的小道，道路两边生长着笔直的大树，周围都是零零散散和安格里差不多年纪的少年少女，空气中到处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唐仙儿立马明白这里应该是校园了，他大学没读完就被迫辍学出门打工了，心里对校园总有一种神圣的向往。只是还没看几秒，安格里像是做贼心虚似的把他的头往里面按了按，快进去，现在还不能出来。重新回到漆黑的背包里，唐仙儿微微嘟了嘟嘴，大致猜到了安格里这个熊孩子带他出来是为了什么。他眼珠一转，心情很是不错，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他正愁不知道怎么赚取喜爱值呢，这下子不用忧愁了。他乖乖坐在背包里，双手抱膝，期待着等下去收割一波可爱的韭菜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唐仙儿赶到安格里把他放了下来，周围少男少女的嘈杂声隐含激动。来了，他屏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头顶的拉链被拉开，天光乍现，他举头看去，立刻被挤挤挨挨的人头吓了一跳。少男少女们看见他也是眼眸放光，女孩们已经捂着嘴尖叫起来，啊，比直播里的还要可爱，好像仿真娃娃，怎么长的？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安格里还算靠谱，见到唐仙儿有被吓到，赶紧维持起秩序，大家保持安静，你们这样会吓到软软的。他胆子特别小，连着喊了2、3声，同学们才逐渐安静下来。唐仙儿刚平复一点加速跳动的小心脏，就被安格里抱了出来。他的身上还穿着昨晚睡觉的白色连衣睡裙，配着他略显毛躁的长发和呆萌的表情，一瞬间俘获了所有女同学男同学的心，尖叫声再次压抑的响起。唐仙儿暗地里数了下人头，有点可惜，这一班竟然只有20来个同学。唉，算了，蚊子再小也是肉，他还是打算好好营业的。这段时间时常出没露露丝的公司，他已经被动掌握了一套卖萌技巧，知道怎么做能引起女孩子们的喜欢。先朝最前面的一个漂亮女同学模仿个猫猫歪头，
然后露出对着镜子练习过的憨憨笑容，最后眨巴2下大眼睛，一套组合拳下来耗时3秒，效果却十分显著。女孩们已经激动得脸红红，不少男同学也捂着嘴，一脸被萌到的傻样。位置不好的同学也想往前挤，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唐仙儿满意的暗自勾唇，她的魅力又见长了。安格里得意的指挥道：“排队都排队，软软还没吃早饭呢，我们先喂她吃个早饭。”他拿出背包里早就准备好的早餐，把唐仙儿抱到自己腿上，周围围着一圈同学。他一点点把面包掰碎了，喂到唐仙儿的嘴边。唐仙儿这回很给他面子的接过来，抓在手里，小口小口的吃起来。他一吃东西便会忘记自己在何地，心里眼里都只有眼前的食物，吃的两边腮帮子鼓鼓，一撅一撅像只可爱的小仓鼠。挤在最前面的戴安娜看得心痒难耐，忍不住请求道：“安格里，可以让我喂吗？”自己喜欢的女孩开口，那必须得满足她。安格里含笑点头，绅士的起身。没一会儿，唐仙儿就换了条大腿坐，他浑然不觉，接着吃东西。戴安娜像是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实验般细微谨慎，但在看到唐仙儿根本不会因为换了主人而哭闹后，立刻喜笑颜开，看向安格里的眼神都比往日要温和许多。唐仙儿已经吃完了手里的，没有得到新的食物，猛猛的抬头，见身后换了人也没在意，只是伸手要吃的。戴安娜连忙递上面包笑看着他吃，一边喂一边偷偷摸唐仙儿的头发。这时唐仙儿吃得太快，被噎得直伸脖子。旁边的女同学赶紧推安格里：“快快拿水来！”由那机灵的不等安格里动作，抢过自己的水杯挤上前，满脸温柔笑意地喂着唐仙儿。唐仙儿来者不拒，捧着对方手心的水杯接连喝了好几口。大家看他这么好脾气，再不管安格里的安排，纷纷掏出自己可以给宠物吃的零食投递到唐仙儿嘴巴。有的人暗中较劲推搡，仿佛一群等待皇帝宠幸的妃嫔。唐仙儿无知无觉，中途换了好几条大腿也无所谓。等小肚子饱起来，他便停下进食，懒洋洋地躺在别人大腿上，习惯性摸索到对方的大手放到自己的肚子上要按摩。结果等了半天没有等到日常服务，睁眼只看到一个已经笑得周身冒粉色泡泡的男同学。唐仙儿不着痕迹地把对方的手挪开，揉肚子这种事还是不太习惯让陌生人来呢。同学们不知道小人类的心思，只觉得唐仙儿一举一动都好可爱。有人掐着秒表催促幸福中的男同学：“到我了，你给我闪开，该我抱了。”几个原本对宠物无感的男同学这会儿也默默地排队，希望在上课之前能够抱一抱唐仙儿。只有和安格里不对付的托比因坚持了自我，冷哼着不看这边的热闹。愉快的时间也总是过得很快，就算他们特意来的早了许多，悦耳的上课铃声还是准时响起。几个没有抱到唐仙儿的倒霉孩子哀叹的好大声：“啊，下节课休息要先从我们开始。”安格里摆摆手道：“知道了。”遗憾归遗憾，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把带来的小零食送给安格里，让他上课的时候有时间便喂一喂唐仙儿。安格里无语道：“这么多我放哪去？软软都没地方放。”今天的安格里是老大，大家闻言纷纷出谋划策，最后愣是给他腾出了一个比平时更大的位置。他书桌里面的东西都均匀地分布到同学们的课桌里，腾出来的空间里躺着唐仙儿。前后左右的同学们负责趁老师不注意给他拿食物。刚安排妥当，中年脱发的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今天同学们的状态相当精神。他眉毛一扬，不禁疑惑这群小鸟们是不是提前得知了消息？那也不对啊，平时知道了要考试，不读烟头大脑。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他，猜不透就不猜。他拍拍课桌，笑呵呵地宣布道：“同学们，今天测试，现在把你们的课桌都给我封闭起来。”全班同学都傻了眼，尤其是安格里身体瞬间僵硬，托比因幸灾乐祸。大家有意无意地把视线瞄向他的课桌。唐仙儿察觉气氛不对，也不敢轻举妄动。安格里踊跃发言：“老师，您怎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都没有准备，可不可以明天再考？”同学们帮腔：“就是，老师就喜欢他们这种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的蠢样子，让他多少发泄了一点自己做学生时的怨念。”少废话，这是检验你们成绩的好办法，快点把你们的课桌封闭起来。安格里紧皱了眉头，埋着头脑风暴。学校为了防止学生作弊和坏学生恶作剧，课桌设计的比较灵活，课桌肚子可以关闭，可一旦关闭，里面的氧气根本不够里面的软软使用。可如果被老师发现自己带宠物来上课，软软势必会被带到教师办公室去，肯定会叫来家长，到时候父母就知道他偷偷带软软来学校，这个月的零花钱铁定就没有了。再严重一点，大哥要是知道了，那就更完了。比起被父母扣零用钱，他本能更排斥被大哥讨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老师的智脑忽然响了起来，他随手接听，不知道对面的人说了什么，原本平静的面突然变得肃穆起来，交代一句让他们好好准备便出去了。趁此功夫，大家离开自己的座位，围着安格里想办法。教室就这么大，又能藏到哪里去呢？一个男同学说把唐仙儿装在背包里，然后吊在窗外，立刻被同学们群嘲了。这不是妥妥的被别人发现吗？而且挂在窗外很危险，最后还是托比恩摸着鼻子撞，是不经意地倒。教室的天花板上有夹层，高度刚好够软软待在里面，如果他够乖的话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大家全都回头看向他，他不自在地说道：“干什么？不行就算了，干脆被老师发现好了。”安格里冲上前拍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道：“托比因，这真是个好主意，没想到你这么仗义。来，大家帮个忙，把软软放上去。”他也不敢保证唐仙儿不会吵闹，但此时也顾不上更细节的事情了。就这样，
在全班的通力合作下，唐仙儿抱着一堆零食躺在了天花板上。安格里合上板子的时候，摸了摸他的小脸，歉意地道：“软软，你快睡觉吧，千万别出声哦。”为了防止他害怕，安格里细心地在天花板上留了一条细缝，可以让唐仙儿看见下面的教室。唐仙儿无声地叹口气，事到如今也只能帮着熊孩子隐瞒这件事了。毕竟他还想在露露丝回来之前，靠着安格里多赚一点喜爱值呢。安格里把唐仙儿放进通风管道里，没多久，老师就回来了。他看着安安静静已经准备好考试的同学们，满意的笑了笑，然后露出慈祥和蔼的表情道：“同学们，今天咱们不考试了。”教室里立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像是逃过一场死刑的囚徒。可没等他们欢喜多久，老师示意他们安静，然后宣布道：“刚才接到校长电话，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学长来学校看望曼哈顿教授，在校长和教授的请求下，他愿意给你们做一场临时演讲，所以大家现在跟我一起去礼堂吧。”弗提托木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从建立初期经过风风雨雨，屹立不倒千年之久。学院内包含了从初中部到大学部的所有年级，迄今为止出过489位高官大将，798位各种品级的夫人，7位帝王，6位皇后，履历光彩夺目。贵族以不能进入弗提托木学院为耻，平民以能进入弗提托木学院为荣。这里是所有想要有一番成就之人的梦想平台。大家面面相觑。托比因举手问道：“老师，是哪位学长啊？”老师也不卖关子，同样略显激动地报出了他的大名：丹杰拉维。听到这个名字，同学们立马骚动的比刚才不用考试还要兴奋，桌椅都被他们带动的发出刺耳的声响。躲在通风管道里的唐仙儿见此情景，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惜以他现在语言造诣，只能听懂个别单词，根本不明白发生看了什么。忽然又想念起露露丝来，如果他还在的话，自己的学习就不会中断了。下面的喧哗还在继续，老师已经被好些同学围住问东问西。得到准确答案后，所有人集体欢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将要见到偶像的兴奋之情。弗提托木学院教师资源优秀，每届入读的学生又是整个国家的顶尖人才，每届学生里出现1-2个风云人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近几年风头最盛的便是杰拉维学长，优异的成绩是标配，但让他在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的却是他那狗血一般的身世。杰拉维是一位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平民语族少女。40年前的某一天，这位美丽的少女去海边度假，突遇了风暴。当她掉进汹涌大海里，即将死掉的时候，遇到了杰拉维的父亲，一位美丽强大的人鱼王。两人王八看绿豆看对了眼，于是跨越了国度和种族，迅速怀上了杰拉维学长。众所周知，人鱼族是现今比血族还要注重血脉的种族，可想而知，他的母亲不但没有如童话故事中那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且邂逅的男人还是一位海王。他同时拥有13位妻子和16位皇子，10个公主。孩子多了就不那么稀罕了，拥有如此多血脉的人鱼王就更加不会在意异族平民少女肚子中那块意外怀上的肉了。得不到名分的无知少女气急之下意外早产，可当看到杰拉维既没有人鱼的鱼尾，也没有羽族的双翅，像个机器人后受不了多重打击，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了。杰拉维学长便被送往了福利院，因为不同寻常的外表，他常常受到排挤和欺负，很是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如此悲惨的往事，杰拉维依旧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意志，半工半读考上了弗提托木学院。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就要以这样怪异的外表生活下去的时候，在他38岁成年的那一天，居然奇迹般的幻化出了一条绚丽的鱼尾。事情到这里也只是比较离奇而已，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海王爸爸不愿意放弃一夫多妻制的陋习，孩子众多，王位又只有一个，自然而然引发了家族内斗。他的12位儿子伙同8位母亲还有3位妹妹一起在家里搅风搅雨，最后经过酱酱酿酿一系列让人叹为观止的操作，最后人鱼皇后再也受不了这种斗来斗去的生活和丈夫的滥情，她病态地毒杀了所有的子嗣和小老婆，然后自尽前砍掉了人鱼王的生殖器，所有的继承人全部死于非命，人鱼王也没有了再生育和寻找新老婆的可能性。马上要被族人推下王位时，他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沧海遗珠。就这样，杰拉维学长奇迹般的躺赢，对外一直表现的野心勃勃很有上进心的杰拉维学长也没矫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扎爸的馈赠，成为新一任人鱼王后，用最快的速度架空了扎爸的权力，并把攻坚他血脉不纯为由反对他继任的长老全部干掉，用残暴果决的手段短短半年时间坐稳了新一任人鱼皇的宝座。他颁发的第一条政令便是废除一夫多妻制，赢得了全人鱼族雌性的拥戴。如此传奇的人生自然让所有人为之侧目，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杰拉维学长是唯一一个能够长时间离开大海拥有2种形态的人鱼。犀利的颜值，动人的声线，狠辣果决又不失柔情的一面，加上传奇性的身世，如此矛盾的美男子一下子让他成为了所有学弟学妹崇拜的偶像。这会儿听见来学校的人是他，不管对他是否有好感的，出于某些心理都想去见一见。安格里也是如此，虽然在他心里对方是比不上自己同样优秀但却不被学院接纳的大哥，可出于少年人的好奇心还是想要去看看的。人鱼一族全民美颜，尤其是皇族更是美得出名。他隐晦地看一样通风管道，犹豫着是留下来陪着唐仙儿，还是去看一看传说中的杰拉维学长。和他关系比较好的男同学猜到他的顾虑，小声劝慰道：没关系的，礼堂离我们的教学楼飞过去不过几分钟呢，而且听说杰拉维学长很忙的，他来这里应该只是临时起意，不会逗留太久，我们很快就回来。
软软肯定没有事的。可是，别可是了，不会有人来教室的。软软也下不来，绝对没有事的。安格里的防线一点点被攻破，觉得朋友说的有道理，他只去看一眼，看完就回来，全程不会超过10分钟，成功说服了自己。安格里跟着人流一起飞往礼堂，没一会儿，教室里便空荡荡的，只剩下趴在通风管道里的唐心儿。看着一走了之的安格里，他再次给他打上了不靠谱的标签，郁闷的打开一包小零食往嘴里塞，还没吃完，忽然听到下面有响动，他低头一看，发现之前那个和安格里唱反调的少年又回来了。唐心儿以为他是忘记带什么东西，结果对方却目标明确的直奔他所在的位置来了。看出他眼神里的不善，唐心儿脑海里的警钟敲得嗡嗡作响，迅速把手中的零食一扔，扭身往通风管道深处爬去。回头看一眼，对方已经飞到了自己刚才所在的位置，看见他居然会逃跑，眉目之间闪过诧异。片刻后，捡起一包小零食，冲他假笑道：“软软乖，你过来，我给你吃好吃的。”唐心儿面色一派天真，心中骂娘：“死小孩，死小孩，死小孩，当他傻呀！”他不但不过去，还继续往前爬。托比因没想到他如此不好骗，有些恼羞成怒的把通风管道捶得哗哗作响。唐心儿手脚并用的往前爬，远远地离开这里。托比因见唐心儿的身影消失不见，泄气又无可奈何的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的离开了。他只是气不过安格里出尽了风头，想偷偷把他的宠物送到老师办公室去而已。至于在管道里遇到什么危险，他现在也管不了了，再不出去就要被怀疑了。唐心儿不知道自己爬了多久，停下来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往后看了眼弯弯绕绕的通风管道，已经完全看不到听不到那个少年的声音了。他安心的停在原地休息，想着等听到动静再回去找安格里一起回家。差点忘记学校才是熊孩子的集聚地啊，今天差点就遭殃了，下次他要考虑清楚再来了。昨天没有睡好，这会儿又运动了半晌，唐心儿越发娇弱的身躯有些犯困，不知道安格里什么时候回来。他看看四周啥也没有，不睡觉也怪无聊的，干脆找了个灰尘不多的角落趴下，放纵的打个哈欠，慢慢的陷入睡眠。等睡醒时，便听到下方不知道是哪间的教学室里传来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声响。唐心儿猜测着安格里应该也下课了，他慢悠悠转过身，按着记忆往回爬。爬到一半，唐心儿看着前面一左一右的2条通道，秀气的眉头拢成一座小山丘。完蛋，他现在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从哪一边进来的。踌躇半晌，他决定往声音比较大的那一边爬去。与此同时，豪华宽敞的校长办公室内，面容慈祥的校长和教授们正笑眯眯地对着一个身材挺拔、长相俊美的男人说着什么。大家关心着他的近况，或是说一些曾经对方求学的趣事。男人锐气逼人的眉眼中，此时也含着一丝笑意。杰拉维，你的演讲还是这么出色，孩子们今天一定会有所收获。说着话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欣赏又落寞地看着自己最优秀的学生，语气里满是骄傲和怅然。如果不是人鱼王横插一脚，杰拉维一定会成为他为羽族培养的顶尖栋梁的。不过他还能特意回来看望自己，老教授心里十分开心。过于年轻的帝王对曾经倾囊相授的老师尊敬地低头回道：“都是以前老师培养的好。”大家听到都哈哈笑了起来，全都想起老教授每次要演讲都把杰拉维推出去被迫营业的趣事。气氛正好，杰拉维忽然神色一肃，抬头看向了自己头顶上方的天花板。其他人注意到他的动作，也都抬头看过去，正要问怎么回事时，便都听到了天花板内传来一阵细小的声响，像是有人趴在上面不小心制造出了一点动静。校长脸色微变，杰拉维是一个半道上突降的国王，身上还有一半羽族的血脉，以及他那果决的手段，想也知道肯定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打听好他的行程，在这里设下埋伏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还是对学院的利益，于公于私，校长都不希望这种事情是在自己学院发生的。他打开智脑就要找保安过来处理，杰拉维却伸手拦下了他，笑得温和有礼又难掩锋芒的道：“校长，还是我亲自来吧。”大家有些犹豫，不想让他冒险。杰拉维已经不由分说，拿起桌上的水杯，猛地投掷到天花板上，只是一个水杯而已，却直接把严丝合缝的天花板砸出了一个的窟窿。正趴在那里的唐心儿只觉得一股大力从下面毫无预兆的袭来，他连着身下的管道一起砸在了上方的管道上，接着又惨叫着落回了角落里。唐心儿捂着被撞得生疼的后脑勺，痛得缩在地上呜咽出声，眼泪狂飙，心里宛如有1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来不及细看是那个龟孙搞偷袭，察觉到危险后立刻咬牙忍着疼努力挪动身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咦，没爬2下，唐心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清朗的疑惑声，接着他的脚踝被人抓住往后拖去，他吓得连连蹬腿，双手胡乱想要攀附着力点，光滑的通风管道却没有任何可以着力的地方。不过几秒的功夫，他就从灰暗的通风管道里出现在了明亮的办公室内，眨掉憋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唐心儿看向抓住自己的人的面容，所有的怒气和害怕在看清那张脸的瞬间，就像突然放晴的天空不留下一片阴霾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唐心儿自认自己看过的帅哥已经很多了，露鲁斯就是个顶级的神颜大帅哥，王八蛋，吸血鬼人品不行，但也不可否认的长了一张让人流连忘返的脸。就连熊孩子安格里总是动手动脚，拥有变态潜质的苏旦也都是一副随时能出刀的脸，可眼前这张脸依旧给他造成了一眼万年的惊艳感。一头灰蓝色短发下的眉眼冷俏，面部线条干净利落，鼻子高挺，纤薄红润的嘴唇，利剑一般的眉毛，精致的五官搭配在一起，有种惊心动魄的美，却违和的没有半分女气。
最为出彩的是那双仿佛容纳了整片大海的蔚蓝色眼睛，像是看过的那部经典电影中名为《海洋之心》的蓝宝石一般蓝得纯粹清透。唐仙儿视线一时无法从这双眼睛上移开，美色当前，但长时间和露露丝在一起，唐仙儿已经对这种等级的神颜有了抵抗力。回神的很快，暗自吸溜了下口水，他试探性地动了动，想让对方把自己放下来。这样被提着衣领真的很不舒服啊，他的脖子肯定勒出红痕了。可是下一刻，对方不顾他灰头土脸的埋汰样，居然单手把他抱在了胸前。唐仙儿有些受宠若惊地坐在他结实的臂弯上，被动接受着对方掏出帕子给他擦脸的举动。他扣着手指愣愣地看着这个刚才还一副好像要杀人的男人忽然的变脸。这时校长他们也围了上来，看着唐仙儿一个个都面露惊奇。这是什么动物？还穿个衣服，是谁的宠物吧？怎么在通风管道里？这小家伙擦干净还挺可爱的。有人想要上手摸他，唐仙儿扭了扭身子，躲过某两个大腹便便的油腻大叔伸过来的手掌。至于几个面容和蔼儒雅的老爷爷的摸头，刹那就随便了。没错，他就是这么以貌取人，真乖啊！这个品相怎么没见过呢？对动物有些研究的老教授检查完唐仙儿的牙口，皱着白眉毛苦思冥想，甚至想要抱过去仔细研究。刚才就被他的一番检查弄得很不自在的唐仙儿本能地钻进男人怀里，把脑袋扎进人家胳肢窝里不出来，双手抱着他净瘦的腰身，打定主意不撒手。杰拉维蔚蓝色的眼眸里涌动着别人看不懂的情绪，伸手护住了怀里的小人，强硬地挡住了老教授的动作，道：“您吓到他了。”老教授哈哈笑着，自己老毛病又犯了，忍着炭汁欲没有再扯着唐仙儿不放。感受到危机解除的唐仙儿小心翼翼钻出来，对上男人平静又深邃的眼睛，他莫名有些紧张，总觉得对方并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随和。他此时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正想着，突然感觉自己的屁股被人用力揉捏了两下，他吓了一跳，下意识看向男人，对方依然是那副平静无波的样子，这样正直的模样，他都怀疑自己刚才出现了错觉。唐仙儿狐疑的想，对方大概是不小心碰到的吧，不过他还是特意注意了下。几分钟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唐仙儿这下确定是对方不小心的，但也够不别扭的。他赶紧装作不经意的摸摸自己被勒痛的脖颈，小拇指一勾，带出藏在衣服里的项链。看见没有，他是有主的，麻烦做点好事，把他送回去吧。杰拉维眼尖的看见唐仙儿脖子上戴着的项圈，伸手取下来看了看。家里也养宠物的校长见了，眼睛一亮道：“这是宠物名牌。”他用光脑扫描了背后黑色的翅膀，光脑界面上立马出现露露丝的通讯号和家庭住址。看到这一幕的唐仙儿，直到现在才知道这条项圈后面的翅膀居然是二维码用途啊！科技的力量啊！看见那个姓氏，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动声色地挑高了眉头，一边吩咐秘书联系露露丝，然后一群不看娱乐消息的老古董，外加一个每天处理政务，抽出点时间还要想办法气炸爹的人鱼王，继续围住慌得一批的唐仙儿，推测他的种族。杰拉维低头看着赖在自己怀里，别人但凡想要抱过去，就鬼哭狼嚎的唐仙儿眼里闪过不易察觉的笑意，安抚性的一下一下顺着他的头发，真的有点不想把他还回去呢。另一边收到的消息的露露丝和一无所知的安格里就没有这么悠闲了。推杯换盏的高级宴会上，连服务生都受过高级礼仪训练。散布在会场周围的客人们一身华美衣裳，优雅美丽，场面凌乱却不嘈杂。三五成群交谈着的人也是窃窃私语，不会影响其他人。露露丝一身得体的银色西装，谦和有礼的和自己的合作对象你来我往交谈着价值数亿的项目，经常聊聊几句诙谐的小玩笑，让对方愉悦的忍不住不顾场合的哈哈大笑。一些躲得远远的羽族贵族小姐们，即使畏惧他的黑翅膀，也抵不住内心对优秀雄性的爱慕，不受控制的频繁望向这边。其他种族的姑娘们就没有羽族的顾虑，优雅的端着酒杯，腰肢轻摆的过来搭讪，大方地邀请露露丝共进晚餐，来一场成年人的游戏。露露丝游刃有余的应付着这一切，温和又不失礼貌的用恰当的理由拒绝女孩们的邀请，目送合作对象和女伴去了舞池跳舞。她独自走到角落里，给自己一点放松的空间，不用再戴着虚假的面具示人。在长长睫毛的掩盖下，眼眸里流露出一丝疲惫。余光瞥见某位娇小的女孩，不觉多看了几眼，那个背影有点像放大版的软软，露背装后的腰肢却比不上软软，好似一只手稍微用力都能掐断的纤细，不符合年纪的做作笑容也没有软软自然可爱。他愣了下，意识到自己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软软，他收回视线，按了按自己的眉心，心中唾弃自己成为了以前最不能理解的爱宠人士。但又不可否认，自从来了这里，他的心情是近段时间里最差的。来到这边已经2天1夜，昨天睡觉时怀里空落落的感觉让他不出意外的失眠了。自从养了软软，他已经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个时常失眠的人了。难得失眠一次，这会儿额角都一抽一抽的疼着。想到软软，他赶忙点开光脑。母亲做事向来周全，猜到他担心软软，从昨天开始，每隔3个小时便会发一张软软的活动照片给他，有躺在父亲腿上吃东西的软软，认真看动画片的软软，洗澡时总是全身泛红的软软。最新一张照片是母亲起床，软软抱着被角赖床的可爱模样。可是现在已经超过5个小时了，下一张照片却还迟迟没有发来，他的眉头不禁皱紧。他到底不放心，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询问情况，耐着性子又等了等，1个小时过去，照片仍然没有发来，却等来一条陌生的通讯号打了进来。他走到偏僻安静的角落接通问道：“你好，您好，这里是菩提托木学院，我们在通风管道里发现了您的宠物，根据宠物名牌联系到您，请尽快来学校把它领回去。”
几番交谈，了解了部分事情。露露丝礼貌地挂断通话，转头给母亲发了消息，让她去学院把软软接回家，自己也立马下定了决心，快步朝宴会外走去。出了大门，走向得到召唤的秘书苏旦，对方诧异地问道：“老板，你有什么吩咐？”露露丝道：“家里出了一点事，剩下的事情你去处理。如果他死咬着价格不放，你就告诉他，我们会找新的合作商。他不是只有这一个合作对象可以选择，不过是这块骨头更好啃而已。即使失败，也是多花一点钱的事。他最不在意这个。现在还是软软更让他挂心。”苏旦，怎么又来？另一头，陆母接到露露丝的短信，急匆匆地结束手头上的事情，赶去扶提托木学院。他离开前明明嘱咐了管家，隔段时间就发一张软软的照片给自己，忙起来就忘记查看。没想到管家根本没发，家里那个不省心的臭小子胆子居然这么大，敢背着他们偷偷把软软带去学校。带就带了，偏又没有照顾好。现在事情直接捅到露露丝那边，害他老脸都要挂不住了。想起自己把软软带回家的那天对露露丝保证的那些话，这会儿对安格里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决心等下要好好教训那个臭小子。被母亲和哥哥双双记在小本子上的安格里摸摸发凉的后脖梗，正急吼吼地发动全班同学一起寻找唐仙儿，让他们分散开来，去到各个年级各个班级的教室，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打开他们的通风管道，朝里面大喊唐仙儿的名字。别的班级里的人一开始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有那知道软软大名的人好奇地询问了下是不是网上那个软软，得知真的是软软后，热情地表示要一起寻找，条件是找到之后他们要和软软玩。安格里巴不得有人一起找，接到消息急忙答应。渐渐的，几乎整个初中部高中部都一起在教学楼里寻找起唐仙儿，然后软软的名字充斥在各处。安格里以为很快就要找到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母亲的通讯，连忙让周围的同学们保持安静，这才做好心理建设接通。安格里，你给我滚来校长办公室！安格里顿觉脑袋好像被敲了一记闷棍，妈妈的话听得都不真切了，没听到吗？快给我滚过来！安格里咽口唾沫，心下了然，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被发现，可是现在软软还没有找到，他拿什么还给母亲？肯定会被妈妈打的。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他恶向胆边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准备找到软软了再过去争取宽大处理。知道了妈妈，挂断电话，火烧屁股一样催促大家快走，找不到他就死到临头了呀。10分钟后没找到唐仙儿，却等来了第二通通讯，陆母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并说明自己已经知道软软不见了的事情。安格里不敢再耽误，拜托同学们一定尽快寻找，之后强制镇定地往校长办公室走去。结果一开门便看到抱着母亲撒娇的小人，正是失踪许久的软软。他沉到低谷的心情顿时如坐了云霄飞车一样直上直下，3步做2步奔过去，惊喜地大声喊道：“软软，你怎么在这里？”唐仙儿见安格里脸上身上都是灰尘，知道他一定是担心自己亲自钻进了通风管道，本就不怪他，现在更是觉得这熊孩子还算有救，安慰性质的朝他露了笑脸。安格里顿感心下一松，竟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转眼看到母亲不好的脸色，他麻溜地低下头去认错道：“妈妈，我错了，我不该带软软来学校，更不该没有看好他。”陆母一肚子话想说，但是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外人面前他也不好教训儿子，只能让他站到边上去，自己抱着唐仙儿站起身朝校长还有杰拉维致谢：“谢谢你们救了软软，给你们添麻烦了。至于安格里，就按照学校处罚吧，这是他应得的。”陆母也是路菲尔学院毕业的学生，自然清楚这里的规则，并不同情儿子，也没有想帮腔的意思。校长乐呵呵的点头应下，杰拉维也礼貌地点头道：“软软很可爱，不算添麻烦。”安格里这才发现杰拉维学长居然也在这里，惊奇的还要再看陆母已经扯着他道：“臭小子，还不快给校长和老师道歉！”安格里这才弯腰鞠躬，认真道歉，然后获得了写1万字检讨的作业。等他灰头土脸、一脸欲蹙的跟着母亲一起出来，外面得到消息的同学便围了上来，看到软软安然无恙，大家全都露出开心的笑容。唐仙儿看到这么多的人，立马来了精神，冲着挤挤挨挨不下100人，还有更多闻讯聚集过来的同学们露出乖巧的笑容。嘻嘻嘻，今天少说要有100万的喜爱值进账，真是不虚此行啊！不过等他瞄到某个人的时候，立刻垮下脸来，指着他叫个不停，拿在手中的校长给他的糖果也朝那人扔了过去，脸上满是愤怒。安格里见状，忽然福至心灵的明白了什么，抓住见势不对想要离开的托比因，大声质问道：“是不是你把软软弄丢的？”托比因心虚地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少污蔑人了。”和安格里关系好的同学也想到什么的说道：“你是最后一个出教室的，你当时在干嘛？”托比因否认道：“我没有证据，我要告你们诽谤。俗话说，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妈，而是你的敌人。”看他这心虚的表现，安格里还有什么不明白？但他确实没有证据，教室里并没有监控，正不知怎么办好事。谁也没想到杰拉维会站出来，他也没干别的，只是站在托比因面前随口问道：“真的不是你吗？”杰拉维那通身的气派就像一座大山，还想狡辩托比因，不知为何就是不敢再撒谎了。眼看无力回的，只能大声冲安格里叫嚷：“我没想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他受到惊吓，自己爬进去了。安格里一拳打过去，骂道：“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这一拳是给你的教训。”陆母看了一眼，淡淡地道：“是罗斯家的孩子吧？这件事情我会和你们父母讲的。”托贝因一脸灰败，他做了这么丢脸的事情，还被人发现，
下场可比安格里写1万个字检讨还要惨一点，尤其是戴安娜那失望难言的眼神，让他更为难堪，再没脸留在这里，爬起来就冲了出去。事情告一段落，陆母感谢一番杰拉维的仗义之言，多谢你了。杰拉维抬手捏了下唐仙儿的脸，很快便放开，无人看见的角度捻了捻手指，蔚蓝的眸子变得幽深，表情淡然道：“不客气。”陆母再次点点头，便拍着儿子的肩膀冷哼一声：“好好上课，再出这种闹剧，我就打断你的腿。”安格里讪讪点头，陆母这才抱着唐仙儿离开了。他还要思考怎么跟露露丝解释呢。唐仙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他还是在这个学校留下了自己的传说。虽然他的传说是靠借别人光蹭出来的，青春是短暂的，每个人好像都知道如何珍惜这段人生中最惬意自由的时光。学院交流论坛孕育而生，承担着不少学子美好的回忆。菲利顿学院也是有自己的校园论坛的，像杰拉维这种让所有学弟学妹敬仰、让同年人佩服的传说级人物来了学院，当然要在论坛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无法亲临的同学们，光是看到杰拉维3个字便惊呼着点进来，照片都来不及看，先点赞、收藏、转发，一整套流程下来后，才开始慢慢欣赏内容。发帖子的人看 ID 是初等部一个学妹偷拍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员嘈杂，人头攒动，构图中心的人物甚至不是杰拉维，只是2个男同学在打架，但这依然无法掩盖那人一身出众的气质，如鹤立鸡群般的存在。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视线都能直接过滤其他人，一眼看到站在人群后只露出半边身子的男人。走廊上的光线斜斜地打在他完美的侧脸上，轻柔地勾勒出他高挺的鼻梁和性感的薄唇，蔚蓝色的眼睛在阳光下也显得越发清透。看过照片的妹子们欣赏了许久，才抹干净口水，开始了激动发言。终于见到传说中的杰拉维学长了，真的帅死了！这个侧颜简直秒杀了9成9以上的男人。我的腿他又不争气的软了。为什么今天去参加演讲的是初等部？为什么我是初等部的时候某个学姐来演讲，结果是高中部去听，现在好不容易混成了高等部，结果换成初等部去听，我是和学长学姐们绝缘了吗？我还要更多的照片喂养我饥渴难耐的眼睛。很好，今晚的做梦素材又有了，大家帮我参考下，我该用哪个姿势春风一度呢？说什么呢？我允许你拿我老公当做梦素材了吗？这是在干嘛？你标题写着杰拉维学长，为什么拍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人？这位学妹，不想接受来自学姐爱的教育，就快把存货发出来。我知道你有，我比较好奇2位小学弟为什么要打架？难道是春心萌动，为了杰拉维学长争风吃醋才打起来的吗？没一会儿，知情人士便把事情说了一遍，于是大家的注意力终于从杰拉维的绝世容颜上转到了别的地方。这时大家才发现，俊美的学长并没有看向场中打架的男同学，而是微微偏头看向旁边气质柔和的美妇身上。准确的说，他看的是美妇怀里用翅膀挡住的小小一只不起眼的小家伙。他一只小手趴在白色翅膀上，努力伸长脖子，瞪圆了乌溜溜的大眼睛，一脸抢着要吃瓜的急切样子，加上那与众不同的长相和娇小的体型，立马成为了这张照片的第2个爆点。哎呦喂，我的天，这是宠物？不说我还以为是这位阿姨带过来的小宝宝呢。哎呀，仔细一看，他长得真的很正常人不一样的。你确定这不是仿真娃娃吗？你家仿真娃娃能做出这么丰富的表情吗？以我专业的角度看来，我可以很负责任断定这不是宠物。这样吧，你们想办法送来给我仔细甄别一下。像是早等着别人质疑。不出片刻，之前解释的人迅速在这张帖子的下面发出了唐希儿以往的照片和视频，作证他真的是一只很少见的病变阿达兽。这让不少沉迷学习无心往上冲浪的学姐学长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些本就喜爱宠物的同学立刻离开了论坛，转战其他地方，寻找更多唐希儿的资源。帖子下的讨论逐渐歪楼，从欣赏学长的美貌变成了讨论新型宠物有没有的卖。最后有宠物的同学们开始晒自家的宠物，即使他们的毛孩子根本和大家谈论的不是一个品种，但爱宠人士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要抓住任何一个炫耀自家毛孩子的时机。这是我家的娃，虽然没有软软可爱，但是它有软软同款长睫毛，这是花了我3万法拉币买回来的逆子。不是我养的蠢，是它长得蠢。想要再买一只软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同样都是阿达兽，我家的逆子有没有可能和软软产生一段爱情呢？别的不说，我家这个在阿达兽里长得还算可以的吧。我拒绝这门亲事，你家逆子还是去祸害别家的阿达兽吧。你对你家儿子的滤镜是不是太厚了？去看个眼科。帖子里热火朝天，热闹的好似全校学生都在看同一篇帖子，而真正大胆的人已经付诸了行动。不少有门路的同学辗转联系到安格里，大胆提出想让自家阿达兽和唐希儿相亲的请求。安格里看着私信里一大堆询问软软情况，并且发送自家宠物照片疯狂轰炸的短信，黑着脸把他们都给屏蔽了。屏蔽完竟然还有一种惆怅又自豪的复杂情绪。哼，就算软软不是他养的，但是他们发的这都是些啥？根本就不配和他家软软相提并论好吗？还不如阿宝呢，他都看不上，大哥就更别提了。他傻了才会在这个时候去触大哥的眉头。回到陆母家的唐希儿根本不知道有人替他负重前行，这会儿他正因为小巴播报的好消息而沾沾自喜呢。恭喜宿主获得的200万喜爱值，奖励疤痕消除术，使用后身上的疤痕将全部消失。唐希儿高兴的想尖叫，最后一秒想起陆母还在身边，只能咬着舌尖强迫自己淡定，但眼角眉梢都是止不住的快乐。
好在陆母正在指挥女佣们干活，没有注意到他。他身上是有疤的，在眉骨的位置，那是5岁那年学做饭还不熟练，被滚烫的热油溅到眼皮上造成的。当时年纪小恢复的还算快，后来坚持涂去疤膏，虽然有一些效果，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一道疤。不近距离看是不影响的，但对爱美的人来说，每次对着镜子化眼妆时，他都有些难过。他这么完美的脸上有了一点瑕疵，就像贴的最完美的一次手机膜上有个小气泡，怎么看怎么不得劲。现在这块不完美的地方终于要去除了。唐仙儿洗的脸上的每片肌肉都在颤动，真想抱着小疤亲一口。好好好，我就要这个。好的，奖励已发放，疤痕会在1周内完全淡化。小疤送完温暖就下线了。唐仙儿美了半晌，看了眼自己喜爱值，摆弄着手指头算了下，第2次的写真集为他赚了150万喜爱值，加上这次的200万，还有平时零零散散的进展，他还欠大概1600万喜爱值，寿命还剩4个月。还不错，继续努力。唐仙儿给自己打完气，刚好陆母也让人准备好了热水，该洗澡了。唐仙儿美滋滋的躺在特意为他量身定制的浴缸内，闭着眼睛享受按摩，小肚子被陆母捏得发痒。他咯咯笑着躲开，然后察觉不对，猛地低头看向自己原本平坦的小腹，突然多出来2圈肉肉，灵魂都受到了震荡。天呐，陆，他长胖了啊！演员们都很在意身材体重，尤其是女演员。可是现在他的盈盈一握的腰肢上居然长肉肉了，简直是晴天霹雳。已经在优渥生活的腐蚀下不剩多少的事业心并不感到疼痛，但对于一个以自身长相为荣的人来说，这是不可以容忍的事情。心塞到小八上线，恭喜他今天增加了200万喜爱值，都没有半点反应，而是严肃地问道：小八，我的体重多少了？系统对自家宿主的各项数据都是了然于胸的。闻言立刻答道：115斤，比穿越前足足重了10斤。唐仙儿躺在浴缸生无可恋，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节食减肥，争取1个月内回到原来的体重。虽然现在自己不是明星了，但是他偶尔还是要拍写真集的。上次他就发现了，这个世界好像不太流行给照片 PS， 都是加个滤镜完事，照片美不美全看自身条件。唐仙儿自认自己现在是全地球人的门脸，绝对不能拉胯的。于是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唐仙儿保持了减肥女孩的倔强，对陆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闭口不吃，鼻尖闻着香甜可口的气息却不能吃的心情让人感到痛苦难耐。唐仙儿的表情宛如生气的老头，皱着的眉头拧成了麻花，嘴巴撅得能挂吊瓶。陆母不知其中原因，以为他是今天受到了惊吓，现在在闹情绪，心疼又好笑的哄道：软软乖啊，这是你最喜欢的大宝宝饼干啊。唐仙儿就是不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变美的决心，态度坚决的从扭成180度的脑袋就能看出来。陆母又换了其他的食物诱哄，唐仙儿都不愿吃，甚至挣扎着要从他的腿上下去。陆母手忙脚乱，怕抓疼了他不敢用力，一个不留神就被唐仙儿得逞下了地，就往外冲。这下陆母是真的着急了，以为他是要逃，连忙招呼周围偷偷往这边观察的女佣们一起围追堵截。只是想要去花园里跑步减肥的唐仙儿见状，知道他们可能误会了什么，但眼珠子一转，忽然有个了注意。他开心地躲避着女佣和陆母的追击，故意往角落里和桌子沙发缝隙里钻。等他们准备移开障碍物时，又主动溜出来撒丫子跑去别的地方。宽敞的客厅里顿时全是女佣们着急又隐含笑意的招呼声。这边，艾丽，你往那边去。到我这边来了，看我抓住他，小心点别伤着他了。唐心奸笑着在他们的腿边左右飘逸，上下穿梭，找到了玩捉鬼游戏的快乐。自己一个人跑步锻炼哪有这样有趣，既不枯燥还做了有氧运动。看女佣们的表情，他们也很开心。等跑得浑身大汗淋漓，双腿打颤，唐仙儿这才放慢脚步，任由一个小姐姐惊喜地把他抱个满怀。抓到他了！其他人羡慕地看着这个幸运儿，他们也想趁此机会抱一抱这只异常乖巧可爱的宠物呢。陆母这时过来，伸手点了点唐仙儿湿哒哒的脑门，无奈道：真调皮，又要洗澡了。唐仙儿冲他讨好一笑，摆出小可怜的样子，卖乖。陆母立刻败下阵来，他能怎么办？当然是原谅他了。完成了一次健身，唐仙儿终于愿意吃点东西了，但也只是吃点水果和小蔬菜，补充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和一点蛋白质。接下来的时间便因为最近的暴饮暴食，现在吃的少，变得精神萎靡。等到晚饭时，却依旧坚持不吃饭。他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就是这么的有原则。回来的陆父和安格里见到突然没了精气神的唐仙儿，都有些担心。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这样了？是生病了吗？陆父心疼地看着唐仙儿问道。安格里闻言，把脑袋埋下去，不敢看他老爹。陆母瞪了安格里一眼，猜测地说道：可能分开的时间长了，是想露露丝了吧？陆父点点头，觉得这个设想很合理，高兴道：等他饿了，自然就会吃了。生存才是小动物的本能呢。唐仙儿听到露露丝的名字，耳朵动了动，不知道为啥，身体难受的时候就很想念那个人。也许是雏鸟情节，说起来他们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呢。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他叹息着看向窗外，恰巧看见露露丝裹着一身的寒气飞进了院子里，巨大的翅膀还没有收起来，宛如降临人间的黑天使。坐在陆父腿上的唐仙儿从他出现起便猛地支起了脑袋，确定自己没有眼花后，笑意比他的思想还要快地出现在脸上。不等众人反应，他率先跳下陆父膝盖，张开双手冲推门进来的露露丝跑过去。露露丝，露露丝，露露丝一进来就看到欢喜地跑过来迎接的唐仙儿，冷峻的神情顷刻间如冰雪消融的绽开一抹温柔至极的笑意，蹲下身抱住飞扑上来的小人。软软，
露露丝觉得这一路上的寒风凛冽，在见到软软朝她奔跑过来的那刻，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被全身心依赖的感觉让她无法割舍。唐仙儿蹭了蹭对方的肩膀，像是迎接出远门归来的好朋友一样，立刻松开对方，嘟着嘴抓着他的手，摸摸自己后脑勺撞出的大包求安慰。大包陆母给他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也不想太麻烦别人。现在见到露露丝，不自觉地开始求安慰，潜意识里知道这个人会包容自己的一切，就算犯了小错也会被原谅。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这个人面前任性。露露丝摸到唐仙儿后脑勺上鼓起的大包，眼眸一沉，轻轻地给他按揉起来。唐仙儿安心地趴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睛感受着后脑勺上带点微微刺痛的按摩。这时陆母陆府上前诧异地问道：露露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说要出差4天吗？露露丝抱起唐仙儿，左手还在静心按压着他后脑勺上的大包，温和回道：事情还算顺利，我就提前回来了。他说着话，淡淡瞥了一样躲在角落里不敢和他对视的安格里，后者缩得更远了。他这才轻哼一声，收回目光。回来就好，软软2天没见到你，今天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呢。露露丝按压的手掌一顿，平直的嘴角忍不住上翘，莞尔道：我回去会喂他的。陆母失望道：不留下来吃饭吗？不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是特意过来接软软的。陆父失落又可惜地看着唐仙儿，他今天特意在网上下单了小翅膀呢，还以为明天能给可爱的软软换上呢。但他们知道露露丝是说不通的，只能含笑看着他抱着软软离开。回到熟悉的露露丝家，唐仙儿心中感到舒服多了。不知不觉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还没巡视一遍2天没回的家，就被露露丝拎过去又洗了一遍澡，后脑勺也上了1秒治愈的神奇药水。等躺在熟悉的大床上和怀抱里，累了一整天的唐仙儿几乎是秒睡，睡前嘴边还挂着淡淡的笑意。露露丝情况也差不多，抱着香香软软的唐仙儿，她这几天紧绷的神经也彻底松缓下来，没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清晨一睁眼，便看到枕边露露丝俊美的像是造物主笔下一副精致完美的睡颜。她欣赏了片刻，对方似有所察般睁开了眼睛，长而浓密的睫毛像小刷子一样上下翻飞，露出底下那双碧绿色的清冷眸子。唐仙儿不自觉露出一个傻气的笑容，露露丝不禁莞尔，温柔地揉揉她的脑袋。早上好。哎呀，腰瘦了，这谁顶得住啊？唐仙儿吸吸鼻子，把脑袋缩进了被子里，缓一缓脸上的热度。忽然觉得找的金大腿太帅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他就经常被他无意的举动撩拨的脸红心跳，还不能表现出来，更不能心动。好处也不是没有，比如不是神颜他都不屑于脸红，有力的锻炼了他心脏的承受能力。胡思乱想的把那点羞于宣之于口的花痴心思从脑袋里挤出去，等心情平复下来，再次探出脑袋。露露丝已经自律的起床换衣服了，宽肩窄腰倒三角的顶级身材，即使是个背影，也让人嗅到了满满的荷尔蒙。唐仙儿没忍住，又看了2眼，便自觉地闭上眼睛，在心里估摸着时间，再睁眼，露露丝已经穿好了衣服，西装革履地站在了他的床前。今天是上班日呢，唐仙儿立刻自己爬起来，不然露露丝见他赖床，就会把自己交给穆莎照顾。他还打算跟着去公司赚喜爱值呢，赶紧伸出手要抱抱。露露丝，抱！露露丝立刻弯腰把他从被子里挖出来，一起去卫生间洗漱。洗漱的时候，唐仙儿凑到镜子前，重点关注了一下自己左边眉眼的疤痕，发现平时这个距离看着比较明显的疤痕确实淡化了一点，立刻笑得眉眼弯弯。露露丝在帮他梳头发，见状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养了唐仙儿这么久，他已经很习惯他这种爱美的性格。在他看来，这就像毛茸茸的小动物都很在意自己的皮毛一样。软软是个秃毛仔，只能在意自己的脸了。他分神想着今天看看有没有宠物护肤品可以买吧。洗漱过后，听见门口有动静，是穆莎来上班了。早上好，老板，我买了您最爱的那家早餐哦。早上好，穆莎。谢谢。穆莎低头看着又是几天不见的唐仙儿，笑眯眯道：软软早上好啊。唐仙儿笑着道：穆莎好。穆莎欣喜地拍拍翅膀，知道唐仙儿不是阿达兽还能学说话后，他震惊了一会儿就淡定了。主要是在他心中顶厉害的老板那么淡定的样子，他也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咕咕鸟也会学人说话呢。扭着屁股把外面买来的早餐放在餐桌上，和露露丝打了声招呼，便去为他们收拾房间了。唐仙儿坐在露露丝特意为他买的宠物餐桌上，仰着脖子的让他给自己系好口水巾。虽然很羞耻，但也只能这样了，总比每天被人抱在怀里喂饭要有面子的多了。这还是他恃宠而骄换来的新待遇呢。他现在深刻地体会了一番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的待遇，以前没人偏疼，现在有了，他也控制不住会在露露丝的雷区蹦跶，比如光明正大的偷吃对方碗里看起来就很诱人的食物。一开始露露丝还会担心他吃坏了肚子，可自从发现他会说话不是阿达兽后，很多以前不让做的事情都慢慢对他放纵了起来。今天露露丝的早餐里多了一样新食物，长得像个剥了皮的山竹，他想尝尝。昨日发誓要减肥的誓言，已经是昨日的誓言了，和今天没有关系。一尝，辣得他眼泪汪汪。露露丝急忙喂他喝水，然后打开智脑记录下软软不能吃辣这一条，这条上面已经记录了不少了。吃完一顿早饭，露露丝站起身准备去上班，唐仙儿也连忙跟上。待在家里是会消耗生命的，还是跟着露露丝有机会续命呢？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为了防止露露丝留下他独自去上班，他伸手牢牢地抓住她的衣摆。露露丝低头见了，无奈地弯腰把他抱起来，语气温柔地道：软软要跟我去公司吗？露露丝，软软，2个名字连在一起，是一起去的意思。露露丝宠溺地蹭蹭他的额头，
转身回去装了一些唐仙儿喜欢的零食，然后在慕杀不舍的目光中进了电梯房。唐仙儿如愿跟着露露丝来到公司，一进去，他特意留意了上次还在的那个偷偷在办公室里装窃听器的小姐姐在哪里，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也没有见到人。正疑惑对方是请假了，还是已经被露露丝开除了时，几个高层脸色凝重的走了过来。唐仙儿收回目光，好奇的看着他们。露露丝给了他们一个眼色，抬步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几人立刻跟上，进了办公室。露露丝搂着唐仙儿坐上他的老板椅，抬头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位脑袋两侧长了一对羊角的中年大叔说道：“我们第二次拍的软软写真机比第一次卖的那批订单量少了一半。”露露丝点点头，高端电子产品毕竟不是消耗品，客户重复购买的能力较低，新客户开发的也不是很快，没有最开始卖的好是正常的。山羊高层气羞羞道：“本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之后买的人更少了，每天的销量一半一半的往下掉，这明显不正常的。”另一个人补充道：“事后我们发现是我们的老对家抄袭了我们的创意，他们也拍摄了宠物写真集，现在很多顾客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明明是我们软软更可爱更漂亮，现在会这样，和软软的知名度比不上人类有关。老板，我建议加大对软软的宣传，推广到更多人知道，到时候一定能碾压对方。”他点开自己的智脑，把自己整理的信息展露给露露丝看。唐仙儿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也探知欲很强的探头瞅瞅，然后忍不住坐直了身体。那黑黝黝的皮毛，龇牙咧嘴，蠢兮兮的长相，不正是他那半个老乡黑猩猩吗？界面上也是一组拍摄精良的写真，他的老乡脖子上系着一个巨大的粉色蝴蝶结，身上穿着层层叠叠的花瓣裙子，摸着良心说：“小动物这样拍真的挺可爱的。”如果主角是熊猫的话，他也想掏钱买的。在这个世界上，黑猩猩约等于熊猫的地位，所以唐仙儿毫不怀疑这组照片一定卖得很好。怪不得这几个人神色这么凝重，感情是他有竞争对手了呀。但想到自己被一只黑猩猩动摇了号召力，他有点汗颜。露露丝把快爬到桌面的唐仙儿按回大腿上顺毛摸，继续拉动画面看下面的评论。不愧是索菲斯啊，求问花了多少钱请到人类代言产品啊？看在你们这么有心拍可爱的人类给我看的份上，钱买一款平板器支持一下呢。啊，人类好可爱，我想去人类馆看人类了，好像养一只在家啊，养一只拍视频就能让它养我这个主人了，哈哈哈。看完这些，露露丝又点开自己公司的官网，同样找到网友的评论。啊，这是什么天界宠物？确定不是仿真娃娃吗？新品种的宠物请告诉我店铺在哪里，我现在就去买一只养起来。好想拥有同款软软，快到妈妈怀里来。一目十行的看下来，露露丝脑海中有个想法渐渐形成。她叫来苏蛋吩咐道：“去给公司所有员工做个小调查。”午休时间，哎，刚才苏秘书让你填的表格你都填的什么？一个脑袋是像小羊的小姐姐端着丰盛的员工餐八卦兮兮的凑近身边的同事问道。同事也一脸复杂的凑过去小声讨论道：“当然是填喜欢了，难道还能填不喜欢？那老板说不得就把我开了。”现在想起表格上的问题，他都觉得一头雾水。软软和人类，你是喜欢软软还是喜欢人类？请分别写出理由。如果软软是你的宠物，你养软软是为了什么？日常生活中你会如何和软软相处？你愿意为软软花钱吗？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他差点以为苏秘书太过受器重已经飘了呢。另一个同事听到他们的话题，也凑过来打趣道：“你填不喜欢也没事，老板不是那样的人呢。”小杨同志咩了一声，啃了2口新鲜的菜叶子说道：“谁知道呢？老板自从养了软软，已经不是曾经的老板了。以前早到晚退害，我也不敢提前下班，更不敢迟到。现在你们回想下，老板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提前来上班了？每天还提前回家呢。对，他以前每天都板着一张脸，我每次看到他吓得都不敢吱声。最近我发现老板每天脸上都带着浅笑，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老板长得那么帅的呢，以前都不敢看他。”后来的同事听完小杨的分析，这会儿已经没有胃口吃东西了，吓得耳朵都撇成了飞机耳。对哦，那我完了，我填的是对宠物无感，对人类有特殊的情感。你们说我是不是马上要被开除了？他的声音很大，引起了食堂里不少人的注意。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话题后，很多耿直的社畜们也不免有些担心起来。我选的是我喜欢人类，我还说软软没有毛不温暖，我完了。有个营销不知道一点内情的人也选了更喜欢人类。他灵光一闪，觉得自己知道了真相，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的写真集卖不出去了。经理们都很难受，这一定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也许并没有我们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公司可能要裁员了，第一批就把不喜欢软软的人开除，这太说不过去了。怎么能因为这种理由就把我们开掉呢？我不服，没什么不可能的。我上一个老板开掉我的理由是不喜欢公司里出现花色比他好看的蛇。话说优丽的莫名其妙被辞退也很奇怪啊。被他们这样一说，不少人的表情更加惊慌，更多人却是拍着胸口露出庆幸的表情。还好他们选了软软，也是真心喜欢软软的。老板上测谎仪都不带怕的，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难受的已经吃不下饭了。而造成这场恐慌的始作俑者们还在开会中。唐仙儿吸着果冻零食，坐在沙发上晃动2条小腿，侧着头看向还在办公室里一脸严肃开会的众人，目光多数落在露露丝身上。这是他第一次看这人开会的样子，刚毅的面容，严肃的神情。都说认真的男人是最帅的，唐仙儿觉得此话有理。至少此刻和平时不一样的露露丝，就让他觉得360度无死角的帅，也就是他了。换个妹子肯定抵不住这样优秀的男人魅力。
他真是太强了，吸溜吸溜，看得太入神。唐希儿早就喝完的果冻发出阵亡的声响，打断了开小会的众人。露露丝无奈地拿掉他手中的空袋子，伸手摸摸他鼓掌的肚子，犹豫了下，没有再给他拿新的零食，把人抱到怀里，力度适中的给他按压肚子道：“软软睡觉吧。”唐希儿不好意思的抿抿唇，乖乖窝着不动了。露露丝无视手下们古怪的神情，继续指着桌面上整整齐齐码放好的调查表继续开会。这些你们都看完了，说说各自的想法。大家沉吟一会儿，便相继开口道：“喜欢软软的大多是我们的女员工，喜欢人类的都是男员工，并且只是因为那是人类才喜欢，所以这印证了我之前的提议，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推广软软，让更多人喜欢。我也是这个想法。这些调查证明了软软的潜力很大，她拥有独一无二的长相，这是优势。”听他们都说完了，露露丝这才道：“我们开发一款小游戏吧。”众人，他们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吗？我不明白。露露丝修长的食指点点那些关于想从软软身上得到什么，怎么和软软相处的问题上。大家看过去，我想给软软打扮，把她打扮成小仙女。我希望软软能在我难受时候静静的陪着我。至于我的不开心，如果我拥有了软软，我愿意每天吃多水蔬菜养它，别的阿达兽有的我都会给她买。露露丝道：“看到了吗？我们开发一款以软软为虚拟形象的养宠物小游戏，绑定在我们所有的平板器上。只要打开我们的平板器，就能获得一只虚拟软软呆在屏幕右下角，从小开始养，再根据女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准备各种虚拟服装和宠物粮。想要获得这些东西，养大软软，可以让他们完成我们发布的小任务，像是产品5星好评、用户调研、各种活动宣传转发。”随着他的讲述，在座的人全都双眼发亮地看着露露丝，每个人眼里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崇拜。怪不得人家年纪轻轻就置办了这么大的家业呢，这个思维他们拍马都赶不上啊！开拓了思维，他们也举一反三道：“没错，还有妆容也可以设计一下。我家女儿就喜欢给洋娃娃们化妆，虚拟软软要具备所有 AI 的技能，提醒休息，告知系统情况，再加上撒娇卖萌，就像软软和您撒娇那样，我们的 AAA 声音也能换成软软的声线。”他刚才就注意到了，这只奇奇怪怪的阿达兽声线软软的，非常可爱，可以根据软软的形象设计不同的虚拟宠物，以后小游戏中还能出现宠物聚会，哈哈。露露丝否定道：“这个不急，最开始还是全部以软软为主，便于更多人知道软软，等以后效果起来了，再设计其他的虚拟形象。好好好，这个点子一定可以把那群只知道剽窃创意的混蛋比下去。就算他们跟着做这个游戏，他们的人类能化妆做造型吗？肯定是比不上我们软软受欢迎的。”大家激情地开始讨论如何实施，他们的软件编程人员做个小游戏不在话下，没有美工就招人。服装设计继续联系娜娜小姐，都是老合作者了，对方又喜欢软软，风格也很梦幻，再适合不过了。美工应该要对软软进行临摹，一些生活化的场景也需要灵感的吧。现在就去招聘，找化工最好的。露露丝见员工们这么有干劲，心下很是满意，挥手让他们各司其职。他准备带着唐希儿去隔间的休息室睡一觉。唐希儿频繁地从他们嘴里听到自己的名字，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可惜只能费劲了解到他们似乎想要给自己做衣服，自己这时又迷惑几个大叔大婶，这几人一直对他不是很热情的呀。难道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魅力已经这么外放了吗？呵呵呵，他似乎已经遇见了大笔的喜爱值，正在奔涌而来的路上。高层们喜笑颜开的出了总裁办公室，迎面便见到不少的员工一脸紧张的看着他们，吓了好大一跳。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人群中被推出来的人事部代表凄凄哀哀的说道：“经理，我们是不是要裁员了？”高层们，你们在说什么啊？只要没有实现人人平等，在繁华的城市和星球都会有穷人。年老失修的出租房里的走廊上站着不少看热闹的租客，大家兴致勃勃地看着面前上演的一场好戏，刚好调剂一下苦闷的生活。人群目光的终点放在一个消瘦高挑的女孩子身上，她蹲在地上慌乱地捡起不断从拥挤的廉租房里扔出来的画笔和颜料盒，一些散开的画本上露出几张涂满鲜艳颜料的风景画作，简单的线条便描绘出绝美的画面，仿佛给这脏乱差的环境注入了一丝别样的生机。可惜此刻却没有人关注这些画作，屋里的男人强壮的身躯几乎要把小小的空间占满了。他粗暴地把所见之物全部扔出去，嘴也不停歇地骂骂咧咧：“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的租期已经到期了，不续租别想住我的房子，你还敢住在这里？你要不要脸？你一个黑色身份卡的人，我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你就偷着笑吧，还敢给我找麻烦，立马给我滚！”围观群众听到黑色身份卡，眼里都闪现鄙夷之色，原本还觉得房东过分，想帮忙的人也收起了怜悯之色。只有人品有巨大瑕疵，如偷窃、抄袭、恶意诽谤等，但又没有被受害人告上法庭的人，才会以黑色身份卡的形式提醒其他人小心此人，以此作为惩罚。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气质很好的漂亮女孩会是这样的人，真是看走眼啊！落水听到房东的话，收拾的动作顿了顿，握着画本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知道变白是没有用的，他默默加快了收拾的动作，抱着自己一个袋子就能装下的家当，仓皇地挤开看热闹的人群，离开了这里。川流不息又热闹的人群中，落水背着背包，一身的丧气和皱巴巴带着馊味的衣服与言笑晏晏的行人擦身而过，引得不少人嫌弃又奇怪的注视。可他却浑然不觉，周围的景象就像是开了倍速，只要他的时间是放慢的，这个世界的繁华根本进不了他的耳内。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压抑的就快要喘不过气来。哇，
哈哈哈！祝你们幸福！忽然爆发的热烈欢呼和掌声，终于让洛水从自己的情绪脱离了出来。他抬起疲惫的双眼看过去，见是花园的一角，一个帅气的女孩虔诚地吻了另一个娇小可爱女孩子的脚背。丽丽，嫁给我好吗？叫丽丽的女孩双手捂住嘴，大眼睛里已经满是泪水，疯狂点着头扑进了爱人的怀里。周围立刻又响起了一阵吹口哨的欢呼声。洛水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余光瞥到不少情侣动情地和那对求婚的新人一起吻了吻彼此的爱人。他后知后觉想起今天是伊特利亚星1年1度的双旦节，是年轻情侣和夫妻组可以无视工作和孩子，双双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游玩的节日。所有的店铺在今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他们庆祝，街头也随处可见赶在这一天求婚的男男女女。记忆像是卡壳的磁带，终于流畅地播放起来。年轻英俊的男友深情款款地对她道：洛水，毕业后我们就结婚吧，我要在双旦节那天向所有人证明我对你的爱。那个时候他也是和那个女孩一样甜蜜地哭出了声，扑进了对方的怀里。对于从小就是孤儿的他来说，有一个家是他除了赚钱最大的心愿。他原本以为他就要完成这个心愿了，虽然比计划中的快乐很多，但如果是那个人的话，他愿意毕业就成为人妻的。因为是孤儿的关系，他一直很努力的生活，努力靠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名牌美术学院，成绩名列前茅。男友说自己就是被他的优秀吸引的，呵呵呵，他从没有想过那会是男友对他说过的唯一一句实话。那个男人接近他，鼓励他，只是为了偷取他的毕业作品冠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在一起1年，他全心全意的信任着他，这也成为了对方变脸后防止他反咬一口的利器。从巨大的打击中走出来后，他努力的向周围人陈述那不是男友的作品，可是他的智脑和平板器里的设计稿都被对方提前删了个干净，并且反咬一口，他曾经的那些作品都是借鉴了他的作品。现在他发现了他接近他的目的，所以提前有了防备，这才没有被他得逞。直到那一刻他才发觉，男友这1年的作品都在模仿他的风格。现在他百口莫辩，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他名声扫地，所有人都认定他是个骗钱剽窃的卑劣之人，被学校打上了这样的标签。他每一封求职信都石沉大海，即使他短时间内转变了作画风格，直接去工作室自荐，人家看了他的身份信息也是看也不看便把他赶走了。现在他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身无分文，也因为黑色身份卡无法申请到低保住房。他仰头看向夜空，迷茫和无助差点将他淹没。他的人生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已经毁掉了，除非他能翻案。可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钱就请不到好的律师，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觉得悲伤，只是觉得好像世界都颠倒了过来，他只要一松手就要万劫不复。可他已经很用力地抓住那一点点石板，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也许几天后，那条总是被流浪汉们玷污的大河里也会漂浮他的尸体。吐出一口浊气，无望之下又一次不可抑制地向神明许愿：神呐，我愿意向您献上最真诚的信仰，请您救救我。爹！智脑的消息提示音突兀地响起，洛水木地点开，看到那封静静躺在邮箱里的面试邀请函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虽然只有面试函3个字，已经足以让他震惊的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倒流一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晕眩感。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收到可以面试的回复。他深呼吸好几次，都等不及找个安静的公园，直接站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颤抖着手指点开，看清上面的内容。他猛地捂住嘴，眼泪宛如断线的珠子一样哗哗掉落。神明真的回应了他，他发布在网上的画作被选中了，对方一定能看到他信息栏里的黑色标志，这样还愿意选择他，他也许真的要有工作了。与此同时，苏旦看着露露丝选中的画手资料栏，面露犹豫道：这个人是黑色身份卡啊，要不我们换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备选人也不错啊。露露丝捏着糖心儿软乎乎的脸颊肉笑道：是软软不小心发出的邀请函模板，对方已经阅读并回复了会来面试的消息，不好再拒绝了。你们安排下面试吧，如果有什么隐情就留下吧。黑色身份卡是有操作空间的，不少人借此毁掉一个人的前景，往往逼到绝境。这些人大部分都真的成为了犯罪者。他曾见过这样的人，也是小时候唯一一个对他说黑翅膀只是别人给你的定义，不要相信。那时那句话把他拉出了深渊。他想帮他翻案，向世人证明他不是坏人。可第2次再见，对方已经因为杀人被直接枪毙了。想起不开心的事，他的眸色深了一点。也因为这件事，他不想直接否定黑色身份卡的人。消息虽然是软软不小心发的，但他也看了对方的话，很有灵气和艺术色彩。作品有时候就代表着一个人，他愿意给这个在画中传达情感的画家一个面试的机会。况且软软似乎很喜欢对方的画呢。想了想，他淡淡地道：希望你们公平一点。苏旦一凛，收起原本的打算，恭敬地道：我们会调查清楚。唐仙儿摸着自己被处罚的脸颊，讪讪地蹭蹭露露丝。他就是觉得那张画很好看，摸了摸，谁知道旁边那个花纹一样的东西不是画，而是按键啊！都怪这个网站花里胡哨的啊！亲爱的软软，你怎么又变可爱了？我们又见面了，你想不想我啊？姐姐亲亲你哦。娜娜抱着唐心儿一阵揉搓，又是亲又是抱，脸上的粉都蹭到她脸上了。最后小嘴被拨了一下，唐心儿心累的宛如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她被蹂躏到没力气的颓废模样，也逗笑了屋子里的其他人。洛水坐在沙发上笑看着这一幕。自从昨天面试过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怀过了。这家公司从面试的那刻起就给了他久违的温暖。
面试官们很礼貌地询问了他关于黑色身份卡的事情，又让他当场做了一幅画后，没2天就录用了他，给的工资也让他感动到流泪。知道他的情况后，提前预付了他1个月的工资，让他去解决住宿问题。那天他没出息的在公司哭了一场，然后又笑了。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根据老板的一只宠物绘画成2次元建模，他发誓要耗尽才华为公司肝脑涂地。今天就是他第一次看到软软的真容呢，真的好可爱，好漂亮啊！尤其是从同事口中得知自己被选中是因为软软后，天然的滤镜让他手中的画笔更是蠢蠢欲动。他会好好画，哪怕经理和老板让他改了100遍，最后说第1版最好看，他也绝对不生气，一定要给愿意雇佣他的老板好好完成这个项目。但是在此之前，他真的也好想抱着软软轻轻抱抱举高高哦，可惜他没有那个胆子，只能看着同是贵族的娜娜在老板的雷区上蹦跶了。娜娜，你在干什么？说曹操。曹操道。巡视完各部门进度的露露丝一进来便看到唐仙儿脸上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全是口红印子后，黑着脸问道。唐仙儿宛如见到救命稻草，一下子摆脱了咸鱼的姿态，生龙活虎的朝露露丝伸出求救的双手。救我！他已经对小姐姐们失去了热爱，太恐怖了，一点也没有外表那么温柔恬静。露露丝再晚来一步，他就要爆发了。娜娜讪讪的把唐仙儿还给面色不好看的露露丝，打趣道：不要这么小气嘛，软软也很喜欢我的，他一点也不反抗呢。听懂了一半的唐仙儿差点内心咆哮，他是没反抗吗？他反抗了，女巨人压根没觉得他在反抗啊！可怕的外星人，连女性的力气都恐怖如斯。露露丝掏出手帕给唐仙儿擦脸，片刻后恢复了往日清冷，扫一眼房间内的人，对娜娜和落水说道：这次的速度要快一点，我们要赶在购物狂欢节完成这个项目。娜娜，你只需要负责 SSS 级的服装，日常服装由其他人负责。娜娜自信一笑，放心吧，只是要华丽的衣裙，不考虑现实效果的话，我一天能给你画出4幅图。她现在也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了，马上就要准备自己的个人大秀，本来是没有时间再接这份工作的，但是她想让软软当自己的模特，制造一点噱头，因此才答应下来的。有过一次合作，她不再忌讳露露丝诅咒之子的名头了，就像是妈妈说的那样，不过是翅膀的颜色不一样而已，并不会带给人厄运，那只是古老的陋习而已。她补着口红道：你别忘记到时候借软软给我走秀啊。露露丝答应完又看向了落水，后者一个机灵立刻道：我马上就能画图，一定让您满意。露露丝很欣赏她的工作激情，满意道：辛苦你们最近加点班了。不辛苦，应该的。露露丝点点头，交代完便不再留在这里，抱着唐仙儿下班去了。伊特利亚星只有2个季节，春天和冬天，现在是春天停留的最后一点时光。露露丝难得升起一点散步的心情，准备带着唐仙儿去捡到她的公园故地重游。不知露露丝在想这么浪漫的事，唐仙儿刚清点了一下今天的喜爱值进账，90点喜爱值，不错不错。撑过这段时间的萧条，等露露丝的游戏上新了，她一定能涨一大波喜爱值。当时候嘿嘿，希望下一个奖励能是好东西啊。这时一只巨大的兔子一蹦一跳的往这边过来，再萌的兔子变大后都只能和怪兽搭边。唐仙儿紧张的攥紧了露露丝的衣服，巨型兔子来到露露丝面前，恭敬的递给她一张宣传海报，笑道：您好，请帮忙填一下调查表吧，只要发表一下是否支持把人类放归山林的态度就好了，您的发言将为他们的归属起到重要作用。本不想搭理的露露丝听到他的话，没多犹豫便接过表格认真看起来。直至今日，人类在羽族、血族、兽人族、人鱼族这4个国度都是特级珍稀保护物种，全球加起来也没有100只。可前段时间兽人的人类博物馆因为疏忽，不小心导致3只珍贵的人类死亡，该馆主和饲养员被动物保护组织告上了法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批主张把人类放归自然的呼声。露露丝觉得，这种有能力在野外生存的物种，没必要改变他们的天性，放归大自然暗中保护，繁衍的能更健壮快乐一点。因此他毫不迟疑的在支持的栏目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看到他答案的巨型兔子高兴的接过调查表，然后送上一个尾部缀着人类公仔的钥匙环道：谢谢您的配合，真是太感谢了，这是送您的纪念品。他把钥匙环递过去，像是刚刚发现缩在露露丝怀中的唐仙儿，瞪大眼睛新奇地道：哎呀，这是您的宠物吗？好可爱，我能摸摸它吗？他虽然是询问的姿态，可是手已经快速地朝唐仙儿的发顶摸去。露露丝皱起眉头，立刻打开对方将碰未碰的兔爪子，眼神一瞬间变得凌厉无比，目光像刀子一样泛着逼人的寒气。兔子被露露丝的气势吓到，立刻缩回手，退后好几步歉意道：对不起，您的宠物太可爱了，我没忍住，真的对不起。露露丝把钥匙圈扔回他怀里，冷冷地看他一眼，便带着被气氛弄得大气不敢喘的唐仙儿离开了。等看不见了大兔子，唐仙儿直起脑袋蹭了蹭冷着一张脸的露露丝。露露丝，露露丝，乖。其实他更想说不要生气，但那样就太超纲了，只能稳妥一点了。露露丝感受到唐仙儿的安慰，冷硬的眉眼重新变得柔和，宠溺地轻轻他的脑门。刚才那点被触犯的怒火顷刻间便被治愈了。那只兔子身上有让人讨厌的气味，它虽没有其他贵族在平民面前的优越感，但也是很介意软软被这种低级的不知道在什么污秽地方干活的兽人触碰的。想到那只兔子靠软软那么近，他也不打算去公园了，调转方向加快了回家的脚步。今天要仔细给软软洗澡才行呢。昏暗无人注意的巷子里，
大兔子小心翼翼握着手心一根带着毛囊的长发和隐藏在黑暗中的买家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字都不能少。我可是差点被它的主人打死。对面的人不满道：“不是让你弄血液的吗？”大兔子抱怨道：“那个黑翅膀就没让那只宠物走过一步路，上班下班都是抱着的。我能今天逮住机会就不错了。你要不要？不要，我现在就让它被大风刮去。”要！钱货两气。大兔子看着到账的短信，很是高兴，语气也好了点，忍不住问道：“你们要那只宠物的血液毛囊做什么？”对面的人语带警告又熟撵地道：“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只能接这种小活吗？”什么？不该问的别问，你太多话了。隐藏在某贫民区宽敞整洁的实验室内，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站在琳琅满目放着书籍和散乱的纸张的书桌前看着什么。他背后的一对翅膀羽毛已经暗淡无光，用于支撑飞行的翅根不再生长，行将就木，随时都要归西的样子。老者浑浊的眼睛盯着墙面上挂着的一块分析板，上面贴满了一位少女的照片，偶尔2张照片上会出镜一位黑色翅膀的俊美男人。如果唐仙儿在这里，他一定会惊讶于这位粉丝对他的狂热。分析板上的照片几乎涵盖了他流传到网上的所有照片和写真集，不少照片明显是从视频里截图下来的，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被拍过的照片。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的唐仙儿，独自在花园里晒太阳的唐仙儿，还有他和露露丝进出宠物医院的照片。对方看了许久，定住的视线忽然下移，从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寻到唯一小块干净整洁的位置，那里整整齐齐放着一张证书，动物科学理科荣誉学士帕尔默加西亚博士。他粗糙的手指细细描绘着这行字体，嘴角流露出偏执又思念的笑意道：“马上我将重新得到世界的认可。”他说完，倏地转身走向另一间实验室。随着他开门进入，实验室里被关在一个个玻璃笼子里的小动物们集体发出惊恐的尖叫声，有的直接缩在笼子的最角落里，把脑袋埋进肚子里，不敢发出一点动静，唯恐被老者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有的小动物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没有了生息。帕尔默看也未看他们一眼，直径走到一台检测机器前，盯着上面的倒计时，神情渐渐紧绷。3秒的时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等终于听到机器运行完毕的滴滴脆响，他用不符合年纪的敏捷抽出机器缓缓吐出来的报告单，略过其他文字，直接看向最后一项 damn 相似度。待看清，他的面色一刹那变得红润，浑浊的老眼也瞬间清明晶亮，微微佝偻的身形像是得到某种力量，也在这一刻变得挺拔了不少，整个人仿佛注入了生命之泉，精神奕奕。帕尔默不感性的把报告又凑近了几分，几秒过后爆发出沙哑的大笑声，小动物们被他破风箱一样的笑声吓得在玻璃笼中乱撞乱叫，实验室内变得热闹极了。哈哈，我就知道他不是阿达兽，怎么会是阿达兽？那种长相和身体结构明明是2个品种啊！帕尔默高兴的自言自语。所以是什么呢？真有趣啊！他笑眯眯的打开机器，取出那根得之不易的头发，珍而重之的保存好。他有预感，那只叫软软的宠物能让他在寿命结束之前重新获得属于他的荣光。他必须要快，必须在其他人注意到他之前得到它。他的眼里涌动着让人胆寒的疯狂。他是我的，只能是我的。阿贴，阿贴！唐仙儿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眼泪汪汪，鼻头发红，一副让人想狠狠欺负的软萌样子。他揉揉眼睛，用力吸着水鼻涕，暗骂这个鬼天气，一方手帕就已经蹭上了他的脸。露露丝轻柔把唐仙儿抱起来，细致的给他擦眼泪，眼含担忧地道：“已经穿这么多了，怎么还是感冒了？”最近的气温急转直下，第一次养宠物准备不足，虽然提前定制了御寒的衣物，但他没料到没有毛发覆盖体表的软软会怕冷，怕到不愿意离开被窝，甚至再不愿跟着他去公司，他只能准许美工落水来家里画软软，并定制了个小电暖气给软软才让他愿意离开被窝。明明已经穿那么多了，最近洗澡也抱着他的手臂扭成麻花，也不愿下水，稍微强硬一点就可怜兮兮哭给他看。他一眼看出对方再假哭也不忍呵斥，只能想办法给他保暖。唐仙儿在露露丝怀里坐了一会儿就受不住了，哆哆嗦嗦挣扎着下地，重新坐到暖气前，这才觉得有了活着的感觉。这个世界的冬天对人类真是太残酷了。小巴告诉他室外温度50度的时候他都要跪了好吗？身为标准的一只靠一身正气过冬的南方妹子，曾经他非常看不起过冬靠暖炉的北方汉子们，觉得南方的湿冷完全不是他们干冷能比的。北方汉子们在南方没了暖气一定会冻得双手双脚生冻疮，然后哀嚎地逃回大东北拥抱暖气。现在他错了，妈的，他现在离了暖炉就要死了。没有去过北方，不确定是不是干冷，但没那种渗透进骨子里阴寒是真的。他再度吸吸这几天就没通畅过的鼻子，抬头看看身边的露露丝和坐在他对面拿着画笔笑眯眯对着他写写画画的落水，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他裹成一颗球，两人却在这种气温下只是简单的加了2件衣服。变态的外星人。他团吧身子，靠着露露丝开始打瞌睡。没办法，他属蛇，要冬眠滴。对面的落水快速拍下这一幕，准备留在晚上加班画出来。他含笑看着上圆下圆，全身上下只有一张圆脸露出来的唐仙儿看得眼热，好想抱进自己怀里揉搓一番。可惜他没有那个铁胆在老板的眼皮底下作案，只能亲力把这种爱意从笔尖传达到画中，让所有人察觉到软软的可爱。他看看自己画本上憨态可掬的软软，想到以后游戏面试，客户们也会看到这样圆滚滚的软软闹着不肯离开电暖气，相信一定会戳中许多姐妹的心吧。绝食也要给虚拟软软买过冬装备的。
他也好想玩，这份工作真是太愉快了。他精神奕奕地画到下班时间，站起身礼貌告辞：“老板，我走了。”“去吧。”等他离开，露露丝继续坐在火炉边，忍着燥热面容，严肃的好像在决定全伊特利亚人的生死。实际上，他只是在暗网竞拍东西。这个世界物种丰富，兽族的特性更是五花八门，其中就有一种叫大日燕雕的族群。它们生活在最极寒的地区，身上的皮毛却不似其他严寒动物那般厚实毛长，反而如人马兽一样是短而细密的绒毛，却足够抵挡零下100度的极端天气。因为这一身轻便的皮毛，它们是雪地里最矫健的猎手，因此它们死后也不会浪费自己这一身宝贝，会让亲朋把自己的皮剥下来留给还没长毛的幼崽。对于兽族来说的，穿死去同伴的皮毛就像生态循环一样自然。不过也有家境贫寒又没有幼崽需要照顾的大日燕雕会贩卖自己先辈的皮毛，这是被唾弃的行为，基本等同于刨了祖坟，所以正常的渠道基本没得卖，只有一些非法的暗网才会售卖。露露丝想买一张给软软做衣服的，哪怕是抢到半张也够给她做一套的了。花出去公司1个月的盈利，终于从众多买家手里抢到一张。露露丝心满意足地关闭平板器，低头摸摸唐仙儿被火光烤得发红的小脸，笑道：“你的代言费都花光了。”洛水不再来画画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1周。这一天，唐仙儿忽然收到了来自露露丝的礼物，礼物是2套雪白的秋衣秋裤，还附送了2双白色手套、2双袜子和2个帽子。他伸手摸了摸，外面那层短短的绒毛触手柔软亲肤，但是这么薄，完全不顶事啊。不过他依旧很给面子的打算试一试。然而他还没试，衣服就被露露丝拿了出来，扔进了洗衣机里清洗烘干。等重新拿出来，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唐仙儿躺在暖炉边，惬意的吃着零嘴，手边还有露露丝的平板器播放着动画片。露露丝拿着清洗过的衣服走过来，他也没反应，直到动画片被暂停，他被迫翻了个身。露露丝伸手脱他的大棉服，才觉得腰不好，好冷，穿上就不冷了。唐仙儿如今的伊特利亚语已经小成，不复杂的话都能听懂。听明白后，依旧对露露丝的话半信半疑。刚脱掉外面最厚实的衣服，就冷得打哆嗦，扭着不让脱。可这次不管他怎么可怜巴巴挣扎，露露丝都坚持把他脱的只剩下内内。最后一件衣服脱完，露露丝忽地愣住，她傻眼的看向唐仙儿某个地方，愣愣的想：之前有这么大吗？脱掉一身沉重的棉服，露出许久不见天日显得格外瓷白的肌肤，以及精致锁骨下有别于平时的极致曲线，更显得纤细的腰肢宛如那一蛇的枝条，不堪一握。暖黄的火光照耀下的唐仙儿全身皮肤上细细的绒毛也像是被撒上了一层金粉似的朦胧。露露丝看得恍神，喉结无意识的上下滚动，小腹处也莫名升起一股燥热，点燃了全身。她略带惊慌的把眼睛别开，下一秒又忍不住再度看去，只见软软因为太冷，本能的朝电暖炉靠近。她趴在厚厚的地毯上，让整个背部和腰臀暴露在暖融融的火光中。从她的视角看去，又是一番让人挪不开眼的美景。雪背因山峰的高度微微抬起，从上至下蜿蜒成一道优美的弧度，然后再缓缓攀升，展现一段惊人的曲线。露露丝盯着那好似一夜之间丰盈起来的春光，眼神再难收回。原本要干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眸色幽深地看着那道风景，心中有了一丝别样怪异的感觉。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他连忙把思绪从奇怪的地方剥离，排除杂念过去，把貂皮套在唐仙儿身上，丝毫不敢再看。可是眼睛不看，身体却能感受到，当他的手心不小心触碰到什么时，立刻像被烫了手一样慌忙松开，然后他就被自己这个反应搞得心情更加焦躁。低头看着一脸懵懂无知，已经习惯被自己触碰的软软，对上他那双清澈纯净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露露丝被刚才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龌龊思想羞愧得无地自容。她冷沉着眉眼，加快了穿衣的速度，一场好看也没看，直接离开了客厅。唐仙儿奇怪地看了一眼他有些落荒而逃的背影，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不过他还记得自己给自己规划的职业目标，那就是时刻关注着饭票的情况，时刻准备做一只治愈人心的小可爱。唐仙儿爬起身，准备忍着寒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走到一半，忽然发现自己居然一点都不冷。愣神间，他立刻察觉到露露丝送给他的这套秋衣秋裤穿在身上居然是恒温的，体感至少有20多度，是人体最舒适的温度。唐仙儿活动了一下快1个月没运动的身体，顿时高兴的手舞足蹈，连忙跑进书房去找露露丝。书房内，露露丝凹着霸总狂炫酷霸拽的坐姿，单手撑住半张脸，碧绿色的眸子里满是沉思。她已经35岁了，在这个开放的年代，像她这个年纪的贵族，女伴和情人都能组一支运动队，她却连女性的身子都没看过，这确实不正常。一定是这样才会对和伊特利亚人极像的软软有了一丝躁动。以上种种，她猜测自己可能是需要正常的生理疏解。了解了自己心理变化的原因，她仿佛得到解脱般摔进了背椅上，然后点开智脑，在软软观察日记中记下一行文字：冬天身体会储蓄大量脂肪和能量抵御严寒。这时唐仙儿闯了进来，无心欣赏露露丝酥酥的俊男姿态，一路欢快地跑过去，麻溜地爬上她的双膝，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埋胸猛蹭。露露丝喜欢。她扯出一点貂皮的袖口，高兴地笑成一朵菊花。我喜欢。露露丝从她埋胸起就僵硬的身体，在听到这句话后立马软化，克制地摸摸唐仙儿的脑袋，然后把她抱起放在地上。软软，我要工作，你出去玩吧。唐仙儿站在地上，敏锐地察觉到露露丝好像哪里不对，这个时候不是该亲她额头的吗？想法刚刚升起，唐仙儿立刻在内心唾弃自己，她不能这么堕落，不能有不该有的想法，觉得是自己想太多的问题。
唐仙儿缓缓呼出一口气，没再缠着露露丝，欢欢喜喜的出去了。他现在能去室外看看风景了。当晚，唐仙儿意外的发现露露丝没有抱着他睡，他主动凑过去，也被他推了回来，只安抚性的揉他的脑袋，身体却离他更远了。他心里生出一点小小的失落，找小八商量：“小八，快告诉我他的喜爱值是不是下降了？”“没有，喜爱值99。”唐仙儿更奇怪了，之前还是95呢，这都涨了，为什么突然这么冷淡了？那他为什么这样？小八不知道。好吧，不过知道露露丝对他依旧喜欢的不得了，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再尝试靠近他。反正现在有恒温服了，不抱着睡也不冷了，等他恢复正常就好了。第二天，唐仙儿难得没有赖床，准备活动活动，跟着露露丝去公司。他也想看看自己的虚拟形象多久能面试。结果露露丝却抱起他塞进了慕沙的怀里，随便叮嘱了2句就直接离开了。唐仙儿焦急喊道：“露露丝！”露露丝脚步微顿，唐仙儿以为他会心软折返的时候，他又快步离开了，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他。看着合上的电梯门，唐仙儿挂在慕沙的怀里，真切地感到了露露丝对他突如其来的排斥。他做错什么了吗？努力回想露露丝态度改变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可都很正常啊。这时慕沙捧起他的脸，心疼道：“哦，可怜的软软，别担心，老板一定是太忙了才不能带着你的，今天在家也要乖乖的，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烤兰陵鱼好不好？”唐仙儿听到好吃的，打起精神点头，暂时不再去想露露丝的变化，准备等她回来再好好表现。然而当天晚上露露丝根本就没有回家，慕沙也破天荒留在家里陪她睡客房。露露丝回到公司，投身进工作中，才逐渐忘却了那些难堪的想法。处理完文件，与一个合作商虚情假意的吃过一顿午饭，他马不停歇地叫来一个个负责人询问软软游戏的进度。项目负责人连忙笑着道：“老板，游戏已经在调试阶段了，公司里女孩子们试完过后都说很好玩呢，按现在进度，我们一定可以在购物节面试的。”宣传部经理说道：“广告活动也已经铺设开了，大家干劲满满，对这次的项目都十分重视。如果成功光靠软软游戏，他们以后的广告宣传就能省不少的力气。前期效果好的话，软软游戏也能变成氪金游戏。虽说科技公司跨领域做游戏有点跨得太远，但这种事情在生意场上也是常见。”露露丝听完所有人的报告，对目前项目进度也心中有数了。时间也到了平时下班的时间，他挥手让下属们出去，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里思考了片刻，果断给慕沙发了消息，拜托他今天照顾一晚软软，自己继续加班。外间准备下班的员工们眼巴巴看着亮着灯的老板办公室，都有些奇怪，老板今天怎么没有按时回家啊？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还能按时下班吗？同事叹气道：“游戏马上就要面试了，老板一定很紧张，我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要回到以前的状态了，除非你不想干了，不然还是老老实实加班吧。”妹子惨嚎：“不要啊，人家今天约了男朋友的。”但再抱怨也不敢在老板都在熬夜加班的情况下擅自离岗。没看高层们也都留了下来吗？在忙碌而紧张的氛围中，时间悄然划过午夜时分。露露丝回复完最后一封邮件，才惊觉时间已经这么晚了，第一时间询问了夏慕沙软软的情况，收回慕沙拍摄的软软已经熟睡的照片，这才放下心来。他站起身，披上大衣，走出已经空无一人的办公区。这么晚，司机卡特已经下班，他也不好叫人回来，于是自己打了个车去了一家高级酒店休息一晚。高挑漂亮的前台小姐笑容满面的接待他，看清露露丝的面容后，羞涩的红了脸。他按要求开好最好的房间，躬身引领着这位俊美非凡的客人去了房间。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祝您休息愉快。露露丝随意点点头，便关上房间门。套房装潢很华贵，架子上摆放的随便一样东西都是普通人花1个月工资才能买得起的名牌。露露丝脱掉衣服去了浴室洗漱，10分钟后披着浴衣躺在了干净整洁的大床上。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没了工作的压制，他再次不可避免地想到软软，身边少了软软陪伴，当真有些不习惯。但很快他就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他来住酒店是有目的的。他点开智脑，找到和客户们谈天时那些人为了讨好他提到网址，望着上面排列整齐的美女照片，认真挑选起来。这是专门服务优质男性女性的性交易网站，上面的男孩女孩都是行业里的翘楚，身材长相都对得起付给他们的报酬。露露丝翻了几页，选了一个清纯可人的，交了定金发送完地址不到半个小时，门铃便响了起来。这一片都是高档酒店和会所，不远的地方就是富人区，这些靠富人谋生的男女大多都会住在附近，方便接生意。女人进了门，职业的微笑在看到露露丝后愣神片刻后，瞬间双眼发两亮，心头狂喜。他从事这个行业刚1年，也见过前辈们分享的据说很帅很有钱的客人，可那些人都没有他眼前这个男人让人脸红心跳。如果和小姐妹们说，他们一定会羡慕死自己的。这一单就算不要钱，他也愿意啊。露露丝打量从进门后就有些拘谨的女人，她画着精致的妆容，头发指甲无一处不精心设计过，气质也很舒展清纯，感官上还算满意，可以进行下一步了。你叫什么？女孩仿佛第一次做生意一样，有些紧张，不敢直视眼前气质内敛却存在感强烈的男人，红着脸颊轻柔地开口道：“我叫曼妮。”露露丝坐回床边，面容严肃的好像在吩咐一件工作。请脱衣服吧。曼妮脸更红了，低声道：“不用洗澡吗？”不用。曼妮心跳加快，头顶的耳朵一颤一颤，彰显着内心的羞涩与激动。她姣好的面容像是面对心上人一样红得滴血。
放下上一个客人给买的昂贵包包，他走到床边，慢条斯理的开始脱衣服。衣服脱得太快会失了美感和情趣。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带暗扣的礼服，本来是想让客人脱的，现在只能自己来了。他每解开一个扣子，便泄露一点春光。等事业线块完全展现时，微微抬眼，眼神羞涩又带着挑逗的去看床上的男人。结果对方眼神清明，眉毛拧着，似乎有些不耐烦，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情欲。他咬了下唇，不再墨迹，3两下把自己8个精光含羞带怯的正要往床上去，男人却道：“可以了，你回去吧。”曼妮一愣，什么？露露丝已经别开眼，淡淡地道：“剩下的钱我会付给你，你回去吧。”曼妮直到退出房间也没回神，转头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又羞又气。什么意思？嫌自己不够漂亮，不够性感？通常只有他们吐槽客人的份，这还是第一次什么都没干就被赶出来的，还是在对方见识了他的身材后，被丑男人拒绝难受，被这么俊美的男人拒绝更难受。他握紧拳头，很想冲进去质问对方自己哪里不好，最后还是红着眼圈负气离开了。然而刚走出大门，他就见到自己圈子里某位以性感魔鬼著称的女郎扭着腰臀走了过来。哟，曼妮，你这是怎么了？遇到难缠的客人了？曼妮扯扯嘴角，露出一个假笑。没有。对方双手抱胸，以前辈的姿态教导道：“拿到钱就行了，其他的随他去吧。”曼妮敷衍的感谢一番，鬼使神差的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偷听对方要去哪个房间。等听到他向前抬要50层的电梯卡时，心突的一跳。50层的房间只有3个，难道是去那个房间？他抿抿唇，索性不走了，坐在酒店大厅，喝着服务员递过来的酒水，慢慢品尝，眼睛不时瞟向电梯的方向。不多时，刚刚上去的性感女郎也一脸被羞辱的表情下来，妖娆的步姿也不扭了，气羞羞带着几分火气。曼妮一见，还有什么不明白？刚才的郁闷去了大半，有人陪着一起难堪，突然就不觉得难受了呢。他笑眯眯的冲看见自己后，立马切换表情的前辈点点头离开了。迎面又撞上一个气质温柔的大美人，3人，真巧啊！又是半小时后，曼妮与性感女郎笑容满面的离开，只剩下等不到下一位的温柔美女气的双眼通红的打车回家。而房间里连看了3位大美女的露露丝撑着额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为什么她没有起反应？脑海内回想着软软在火光下的身体立刻有些燥热。此刻再不想承认，她也骗不了自己。他是个变态。这一晚，露露丝一夜没睡，她一直在搜索关于异物恋的资料，连夜看了一本心理书，最后得出结论，她可能是太孤独了，在软软介入生活后，不自觉接纳了对方。更因为她那高度拟人的外形，潜意识产生了不该有的联想。解决办法只有远离软软。唐仙儿吃完晚饭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等着露露丝，时不时就看向电梯门的方向。昨天露露丝一整晚都没有回来，她有些担心。好不容易熬到傍晚她下班的时间，可是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了，对方还是没有回来。穆莎过来想要抱起他去睡觉，唐仙儿轻轻推拒，他坚持要在这里等人。时间1分1秒过去，唐仙儿的脑袋也跟着一点一点。穆莎见了，再次过来想带他去睡觉。电梯那边终于传来动静，他困顿的精神一振，立刻清醒过来，连忙爬下沙发跑过去。等电梯门一打开，带着一身寒气的露露丝走了出来。唐仙儿飞扑过去抱住了他的腿，他高兴地道：“露露丝，欢迎回家。”露露丝僵硬了一下，然后抱起唐仙儿，面容严肃地朝里走去。穆莎也迎出来笑道：“您总算回来了。软软已经等您2个晚上了，今天一大早就醒来找您呢。”露露丝闻言不由自主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片刻又恢复平静道：“我知道了，昨天辛苦你了，你下班吧。”穆莎点点头，高兴地回家去了。露露丝抱着的唐仙儿回到房间，从进门后特意不去看他，这会儿一看就发现软软从刚才起就安静的过分。他低着脑袋，进门时紧紧抓住他衣袖的小手也松开了，此时正用怔愣的神情看着他。露露丝莫名地问道：“怎么了？”唐仙儿看他一眼，又凑过去仔仔细细的在他袖口和脖颈间闻了闻，一股悠远的淡雅香水味闯进鼻尖。露露丝是没有喷香水习惯的，她的身上总是清清爽爽，只有淡淡的衣服清洗剂的清香。这件衣服也是昨天出门穿的。这突然的香水味让她不可避免联想到对方昨天是在一位女性家中过的夜，这个认知让她见到露露丝的欣喜减了大半。理智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对方是个成年男性，肯定要找伴侣的。可是为什么心口会有些不舒服呢？她下意识看向露露丝，后者眼神闪烁一下，摸摸他的脑袋，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浴室。唐仙儿扁扁嘴巴，有些闷闷不乐的自己钻进被子里睡觉，数着时间等露露丝出来。他也不知道等他干嘛，都这么晚了，肯定没有动画片看了，直接睡觉才对。不过等露露丝出了浴室，也没有上来睡觉，更没有安抚明显不开心的自己，反而转身去了书房后，他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了。他在等露露丝哄他，只要他来哄一下，他就能确定自己还是他关心的那个人。唐仙儿咬着被角开始反思，难道他这是恐惧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被另一个人抢走？他是着想了夏露露丝和别人卿卿我我，再也不像现在这样凡事对他亲力亲为，把她宠成小公主。他摸摸心口，光是想一想就很难过呢。原来他是这样自私的人吗？几个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已经膨胀让他到这个地步了吗？也许露露丝只是在哪个酒店睡了一夜，衣服上的香水味是酒店拿去洗后用加了香薰的烘干机烘干的呢。脑中2个小人互相辩驳，好半天也没个能讲出让他释然的话。
唐仙儿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小心眼和错误，他觉得自己不那么需要安慰了，但还是忍不住跳下床，去隔壁书房找露露丝。都这么晚了，还工作怎么行嘛？身体会吃不消的。可等他过去，却发现书房里根本没有人，反而是客房的门缝底下传出亮光。唐仙儿愣愣地打开房门，与里面已经准备睡觉的露露丝对上视线，对方也是一愣，然后快速下床抱起她道：“吵醒你了吗？”唐仙儿还沉浸在对方居然要分房睡的震惊中，想不明白对方这是怎么了。重新躺在了熟悉的大床上，露露丝依旧离他远远的。唐仙儿默然半晌，终究什么也没说，闭上眼睛假寐。半个小时后，他感觉到露露丝起身出了房间，他没有再过去看，安慰自己对方也许到了自我手动的羞羞时刻，不能让他看见才这样的。找到一个满意的理由，他成功的说服自己保持着平常心美美的睡了过去。但这份平常心在之后的7天里土崩瓦解。连续7天，露露丝等到他快睡着才回家，回来也是睡在客房，即使他特意等到很晚，对方也只把他哄睡后继续去睡客房，然后第二天一早，不管他跟得多紧，也不带他去公司。他的生活起居已经完全交给穆莎负责了，和露露丝的互动只剩下那几分钟的相处时间，他喊她名字的次数也在与日俱减。明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可总感觉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这种冷暴力一样的日子过下来，唐仙儿不得不下定论，露露丝她真的恋爱了。除了爱情，他想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能阻止露露丝突然这么繁忙冷淡了，毕竟她可是个连工作都要带着他去的人呀。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啊！唐仙儿坐在马桶上思考着人生，虽然心里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突然的落差，但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该贪心，难过归难过，日子还是要过的，反正他的衣食住行还是一样没少，反而比之前更好了一点。恒温服也从2套变成了4套，还奢侈的拥有了游乐场。可惜现在是冬天，要等暖和一点就能去花园里玩了。露露丝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弥补缺失的陪伴，但不管怎样，他要慢慢把对露露丝的依赖抽离。通过这件事，他也发现自己又犯老毛病了，忍不住依赖对自己好的人。都说小时候缺爱，长大了就会在别人身上找，真是无奈啊。还在想着呢，屋顶被木纱掀开，一阵刺骨的寒气吹进来，屁股都要冻住了。他连忙用温水洗完屁股，麻溜穿上裤子，气羞羞看着木纱，好冷的。木纱看着精神的唐心儿，放下心来。他还以为软软又躲小屋里哭鼻子呢。最近他也发觉出老板对软软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软软也消沉了好几天。他拍了落寞时的软软照片给老板看，对方也只是在物质上给软软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好玩的，害他担心了好几天。好在软软今天看着重新振作起来了，他笑着把软软抱出来，笑道：“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哦。”唐仙儿一秒消气，高兴道：“我要吃。”好好好。生活变得平静，日子也一天天过去。游戏终于上线了。沃克是个游戏博主，这天他在镜子前捯饬了一下自己有点小帅的脸，便准备开始一天的游戏测评工作。可是打开平板器，一条更新短信弹出，提示他更新系统。沃克不耐烦地嘟囔道：“怎么偏偏这种时候？更新的时间都很长。”他很想点叉，等测评完之后再更新，可惜他的强迫症不允许他这样做，只能爱叫着更新下去。然而这一次的更新时长居然是过去的2倍，他惨嚎着发誓，如果这次的更新只是打几个无关痛痒的小补丁，他一定要给商家一个差评。好不容易熬到更新结束，沃克脸上的粉底都出油了，火急火燎地重启平板器。不等他点开游戏，熟悉的背景界面忽然跳出炫酷唯美的特效，紧接着3个大金蛋出现在屏幕上，一个精致的小锤子悬空在3个金蛋上移来移去，意味很明显的是想让他砸开一个。因为刚刚更新过系统，他倒没有怀疑是病毒，好奇心驱使下，他认真的选了中间那颗金蛋砸了下去。随着一阵金光闪现又消失，蛋壳内部探出一双小手，一只穿着简单白色衬衣、画风软萌的小人头顶一片蛋壳，费劲地爬出了蛋壳。他头大身子小，全身圆圆滚滚，一头顺滑的黑发披在身后，眼睛也是黑色的，浑身没有任何种族特征，有些怪异却又很可爱。沃克一眼认出，这不就是之前在网上很火的软软吗？听说还是鲁斯科技老板的宠物呢，居然宠爱到要以这样的方式炫耀吗？不过真的很可爱啊。小人盘腿坐在屏幕上，眨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懵懂地看着屏幕外的他，然后娇娇软软地喊道：“妈妈！”沃克不知不觉屏息凝神的状态，在这句妈妈出口后被雷的瞬间出戏，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拍着腹肌证明自己是雄性，但他还是很男人的喊了一句：“老子是熊的，更不是你妈！”沃克耳朵上的耳麦把他的话转换成文字，打在小人的对话框里。小小一只的不明生物听完之后，立即委委屈屈地改口道：“爸爸，老子对，我是你爸爸。”雄性对当万物爸爸的执念，让沃克与虚拟女儿完成了初步的交流。这时沃克也明白了，这应该是一个虚拟系统而已。不过看在软软设计的这么可爱，也只占据屏幕左下角一个小小的角落后，便也没有狠下心把它关闭。但沃克没有想到，他就因为这一时的恻隐之心，从一个钢铁直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爸爸。桌面上多了一个会和自己互动的小人，他总是不受控制观察他在干什么，然后就发现小人会自己玩手指、玩头发、玩脚丫子，察觉程序停下运转，就会高兴地用糯唧唧的小奶音喊爸爸，爸爸。软软饿了，爸爸，今天气温好低，软软好冷啊，爸爸，你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呀？沃克在一声声爸爸中沦陷，嘴角带着慈父的微笑，一点点完成了初始设置。
他给自己的女儿用系统赠送的1000金币，在商城里购买了漂亮可爱的裙子和能提高5点生长值的美食。看着软软穿着自己精挑细选的裙子，高兴的在屏幕上转圈圈，他也跟着傻傻的拍掌夸道：“好看好看，软软最好看了。”软软羞红了胖嘟嘟的脸，然后扭捏着道：“软软好高兴呀，软软最喜欢爸爸了。”沃克嘿嘿嘿的傻笑出声，内心很是满足。接着他就听到软软说道：“爸爸，我要去给小伙伴们看爸爸给我买的裙子。”沃克一愣，下意识问出口道：“软软还有小伙伴？”屏幕里软软立刻鼓起腮帮子，跺脚生气道：“人家当然有小伙伴了，我这就出门去找他们，我会拍照片给爸爸看的。”一扇绕着花枝的小门凭空出现，软软开门出去，回头朝他挥手再见，身影就消失在了门口。沃克惊叹了下，还有这样的设计，想着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结果3个小时过去了，软软还没有回来，他开始有些魂不守着，一直刷新界面，还是没有软软的身影。时间一长，他居然有些无心工作。又过了2个小时，他依旧没有等来软软归家。准备去问问客服的时候，邮箱里突然传来接收信件的提示音，他连忙点开，发件人是软软。他想到软软说要拍照给他看，心里欣慰极了。信箱里躺着2张软软的自拍照，第一张是真人版的软软在一家看起来就很富裕的人家里吃下午茶，暖暖的阳光洒在她身上，为她精致漂亮的眉目勾勒出细碎的光边，美得出尘。因为自己也养了软软，就算是2次元版本，但现在再看真人版的软软，也有一种看自己家女儿的感觉呢。他欣赏了好一会儿，才保存到自己的平板器和智脑中，这才接着看第2张照片。这是一张2次元的软软和另一群软软在一起开茶话会的照片，不过和他看到的软软还是有区别。这张照片的画风更写实一点，身材不再是矮墩墩胖嘟嘟，而是正常比例的身材，又因画手唯美的风格让这张照片更具美感。但沃克关注点完全不在这里，而在为什么其他软软那么华贵美艳。没错，其他软软从五官上能看出是软软，但他们的衣着发型还有身上的装饰品都秒杀他家的软软。那件他买的衣服在这群小仙女的衬托下，被对比的就像贫困生和富家女的区别。软软也被挤在角落里，笑得很拘谨。沃克心疼的大骂道：“为什么？凭什么我家软软没有小翅膀和鱼尾？”他也不纠结软软还没回来了，直接去官网打算找客服要个说法。然而一进去的他就傻眼了，因为不只是他一个人，所有能看到的评论里都是在询问软软小精灵的事情。不少人已经在晒自家软软传送过来的照片了，大量的图片让他了解到了世界的参差。在他家软软还是个土妞的时候，别人家软软已经装扮成了女王。难道大家不是同一天更新的系统吗？他不明白，但大受震撼。随即也不忙着找客服了，开始看大家分享的操作指南。沃克点开因为点赞数过多被顶置在最前面的一个话题栏，这个话题的主人应该是个妹子。她分享的软软有着一头蓝紫色大波浪的长发，侧身坐在一块礁石上的，凹凸有致的上半身只穿了一件人鱼族传统的绞纱，她的下半身是一条蔚蓝的鱼尾，海天一色，美丽得人鱼公主。只要不是眼瞎，没看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忍不住屏息欣赏的。第2张照片是软软寄给她的小礼物，一块粉色的海螺和漂亮的海星。沃克有点心塞的想着，为什么自己没有收获软软寄给自己的礼物？不过很快他就好受一点了，这样的软软到底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冒着酸气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内部人员？不然无法解释你的软软变异这件事。就是说啊，大家的软软都是一个样子，真的好漂亮啊！这张插画完全可以当壁纸用了，哪位太太画的呀？真美！不管你是不是内部人员了，女人，你已经成功过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你不想玩火的话就把教程发出来。可恶，明明知道这是万恶的资本家的手段，可是我还是这么不争气的妥协了。姐妹不要慌，我们一起跳坑吧。被千呼万唤的小姐姐美滋滋地发出自己这一天总结的经验，说了一段长长的话。嘻嘻嘻，人家真的不是内部人员了，也是今天早上更新系统后才玩的呢。其实没有什么教程了，就是你们的打开方式不对哦。你们一定是把软软当成一个普通系统精灵对待了。在我的摸索下，这其实是一个伪装成精灵的换装小游戏。我的软软身上的鱼尾、头发、眼睛的颜色都是做任务之后得到的金币购买的哦。可是我的商城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商品啊。只要你们有在商城里兑换衣服和美食，这一部分的商品就已经解锁开放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呢。获得金币的任务也很简单，都是转发分享5星好评邀请好友的小任务呢。沃克看到这里连忙去自己的商城里查看，果然看到已经开放了很多选项，之前买过后好像有弹出提示，但是他都没有细看。他翻到里面明码标价的各种好看的商品，从衣食住行到送软软出去玩的车票，居然还有对付坏人的喷雾，真的很像在养女儿呀。恰在这时，右下角点点幻化出一扇门，沃克心里顿时闪现一阵欣喜，然后便见到他那出去玩了6个小时的女儿终于舍得回来了。他赶紧笑着问道：“软软，你回来了？”变回大头小人的软软乖巧地道：“爸爸，我回来了。玩得开心吗？”“开心。”这一听就不开心啊。软软脑袋上代表心情的蓝色条框也少了一半。沃克紧张起来，像是一个真正关注女儿心态的父亲一样关心道：“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爸爸去揍他。”软软低着头扭着自己100，小心翼翼地观察沃克的脸色，像是真的能看见他脸上的关心似的说道：“他们嘲笑爸爸给我买的衣服不好看。”沃克喉头一梗，想到那张照片上被华美衣服包围的软软，有些心虚。软软见他没说话，程序自带的词条触发，
重新笑成一个小太阳。阮诺诺道：“但是没关系哦。”软软并不觉得爸爸买的衣服不好看，软软只是伤心他们不喜欢爸爸给我买的衣服。软软最喜欢爸爸了，有一支名为爱的箭头插进了沃克的心脏，他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看着故作坚强的软软，豪迈的一挥手道：“买，爸爸给你买最漂亮的衣服。”他豪情万丈地点开商城，对着最贵也是最好看的那件礼服下手了。对不起，您的金币不足，为了您可爱的软软，去官网5星好评或者转发分享都可获得丰厚的金币哦。平时对商家要求都是无视的沃克看一眼眼巴巴看着他的软软，立刻又有了无限动力，连忙照做，重新点进官网的主页，发现5分钟过去，这里的评论数已经比5分钟前增加了1000条好评。为了我家软软过来好评，这是为了我女儿贡献的好评。软软，妈妈会努力给你最好的。我要为鲁斯老板点赞，让我也体会了一把养软软的快乐。真人版软软的照片真的很好看，我该死，我又让资本家奴役了。可是我的软软真的好贴心，鲁斯公司的技术还是这样牛逼，我感觉软软真的能和我交流一样呢。天才的策划者，居然把系统小精灵做成游戏。沃克的职业神经被狠狠挑拨，下一期的游戏测评视频有了想法。3天后，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火，那就看各大平台上有没有关于他的话题。奇迹软软便因为一个游戏测评博主的视频火出了圈外。名叫沃克的博主把自己的游戏过程和心理路程发布到的网上，并发起了挑战。我断言，没有任何人能抵抗住为软软花钱的欲望。如果有，请去看心理医生，你一定出了问题。因为这句话和博主在视频中那一脸谈到软软就荡漾的表情，引得无数网友去试了试这款游戏。然而这个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马丹游戏商城里根本就没有这款游戏啊！但是因为沃克视频的爆火，网上跟风者众多，这款游戏显然是存在的。大家吵来吵去，游戏制作者出面告诉广大网友，这不是游戏，这是他们鲁斯科技旗下的平板器才配备有的系统小精灵。面对这种奸商做派，当然是先骂为敬。丧心病狂的资本家，为了提高销量，居然跨领域做了个游戏。我已经看透了你们的本质，兄弟们，听我的，咱不买。没错，看介绍也是妹子们才玩的换装小游戏，我一个熊的并不心动呢。本来还挺喜欢鲁斯这个品牌，你搞这一出，我突然不想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态度很容易失去我的。一台平板器太贵了，为了一款游戏去买太不划算了。鲁斯这是在败坏之前的好口碑啊！大家众口一词，觉得谁买谁是傻孩子，准备看鲁斯品牌自己把自己玩死。同好们也纷纷看笑话。但随着网络上关于软软的话题越来越多，分享出来的造型和插画美轮美奂，还有各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礼物，录制的软软语录，玩过的人捧脸尖叫的安利视频，购买的人还是源源不绝。总是有一批人傻钱多，好奇心旺盛，容易被种草的人叛变了坚决不买的阵营。他们自己叛变就算了，尝试过后还要来兄弟群安利。对不起兄弟们，我还是买了鲁斯平板器，我过来就是来告诉你们，真香！哈哈哈，其实我也买了，我是玩了我姐姐的，忍不住自己也要想一只软软呢。她还会催促我学习呢。好贴心。沃克说的没错，我做不到不给软软买东西。每次她出去玩被嘲笑，我就很生气。这已经不是软软开不开心的问题，是我的面子问题。原来你们也在玩吗？太好了，快救救我！我每次买的衣裙搭配在一起，软软都哭着跑回来。现在她已经因为自卑不愿意出门，系统提示我软软要得抑郁症了。哈哈哈，原来那个网上到处求助的品味奇差无比的楼主就是你！啊哈哈！兄弟，容我笑一会儿。强烈建议兄弟，你带着你的平板器去找你的女神求救。一段时间后，我保证你能收获爱情，亲测有效。还在坚守的人看到这副众叛亲离的局面，有的咬牙切齿，深感痛心；有的打不过就加入。然后，真香！最近几天公司的气氛都格外好。随着奇迹软软小游戏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最近的销售额突破了历史最高。经销商们再不用像之前那样狠命推销，现在他们不请自来，争着抢着要与他们合作，生怕晚来一步就被人捷足先登了。最值得让他们暗地里高兴的事情，就是这次终于有羽族的经销商主动上门求合作。和金钱比起来，诅咒都没有那么可怕了呢。相信以后越来越好，再也没有人在意老板的翅膀了。更何况要真的是被诅咒的人，奇迹软软不可能这么火的。公司蒸蒸日上，员工们的薪水也水涨船高，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再不负之前加班熬夜的一脸菜色。这些日子的艰难，不少人都是靠着 Q 版软软撑过来的。网络上那些装扮美得晃眼瞪的插图，大多都是内部人员分享的，谁让他们比所有人都先一步玩游戏呢？不少对家也跟风做了换装小游戏，但很可惜，他们的吉祥物和软软比起来都没有什么可玩性。即便是人类的 Q 版形象，一开始倒也有人玩，但画风的上限太低了，也不能换装化妆，还白白给了他们一大笔版权费。嘻嘻嘻嘻，笑死个人！普通员工尚且这么高兴，会议室里的高层们也是红光满面，聚在一起查看后勤部收集的意见，也能笑眯了眼睛。你们快看这条，这个人居然能把软软养死，也是个人才啊！现在在后勤组申请重新砸金蛋，我们要不要同意啊？坐在首位的露鲁斯沉吟片刻说道：“可以，但是他的金币奖励以后一律减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还是养死，就换最普通的系统小精灵给他。”提问的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接受了。好的，一个坐下来，另一个人站起来说道：“
老板，有人提出想要自己给软软取名字，露露丝想也没想就拒绝道：“不行，软软只能叫软软。”提问的人内心无语，面上恭敬的点点头，然后坐了回去。又有几个人提出各种问题后，露露丝一一给出决策，然后嘱咐道：“整合一下大家的意见，争取下个月推出20版。奇迹软软以后就是我们的招牌和吉祥物，一定要认真维护，尽可能保证顾客的新鲜感。”所有人齐声道：“是。”公司股东笑着道：“您能买到软软真是太好了，现在也忙完了，老板您可以早点回家陪伴软软了，最好明天带软软来公司呢，大家都很想他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好好和唐心儿相处的露露丝面色有些沉寂，随意说道：“软软怕冷，在家更好。”股东遗憾点头，然后跟着其他人鱼贯而出。露露丝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到刚才下属的话，心情很是沮丧。她故意和软软保持距离也快1个月了，可不但没有减少对她感情，反而因为许久不见更为想念，不知道怎么处理。她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加班到软软睡觉的时间再回去。回想起最近几天回家看到软软那无措的样子，她眼底一片抑郁，不敢再想下去，赶紧拿出文件查看的，让自己的脑袋被工作填满。而此时的唐心儿却没有如他想的那样萎靡不振，他正喜滋滋躺在被窝里，因为到手的喜爱值儿兴奋的睡不着觉。从小巴那边知道了以他为原型的游戏面试了，这2天他的喜爱值一直在大幅度的增长，原本因为只有消耗的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得嘎了。露露丝又突然的冷淡而有些焦心的心情也重新淡定下来。这一次他一口气把这一期的1600万欠债还上，还把下一个阶段的2000万还上了600万，前前后后一共还了2200万喜爱值，2亿欠债还了5600万，打个整数还剩下9亿5千万要还。不按现在的速度，只要游戏不掉链子，他就能躺着赚了，哈哈哈哈。小巴，你快说，这次的奖励是什么？一次性还款1000万以上能得到1次工具箱抽奖机会。唐仙儿大喜过望，他最喜欢抽奖了，连忙把意识沉浸进系统里开始抽奖。闪闪的金光消失后，熟悉的木箱子出现后自动打开，露出内里一瓶紫色的药水。不等他询问，小巴主动介绍道：“恭喜宿主，这是魅魔的药水，只要您喝下去，在1个小时内任何见到你的人都不忍心伤害您。”听到这个功效，唐仙儿首先想到那个2次想要咬破他血管的家伙。有了这个药水，如果下次遇见他就有对策了呢。但这么久了也没有见过他了，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好东西，不过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机会派上用场呢，毕竟这里的人都喜欢我，露露丝也不带我出门了。说到后面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小巴只是个系统，并不理解人类那细腻的情感，只会直言直语：“宿主，您现在不出门也能获得喜爱值，您不用再去讨好谁就能实现米虫人生了。”唐心儿沈笑道：“呵呵呵，是啊，应该高兴的。可他好像很贪心，他喜欢被露露丝捧在手心珍惜的感觉。”想了一会儿，他没了聊天的兴致，说道：“我累了，要睡觉了。”好的，宿主晚安。唐心儿躺在床上数着时间，果然听到外面电梯房打开的声音，又数了10秒，立刻闭上眼睛。房门被轻轻拉开，晚归的人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会儿，就再度合上房门。唐心儿失望地翻个身，暗自告诫自己不要再期待什么了。他早该明白的人，别人的关爱是能随时抽离的，他能做的只有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强大到不依赖不渴望。这个世上能填补他那份因父母的缺失而空洞角落的人只有他自己。好，决定了，从这一刻开始，他只安心当他的米虫，再不奢望其他了。带着决心睡去，唐仙儿梦里都是拿着宝剑英勇地战胜了恶龙。第二天一早，唐仙儿下床去厨房找吃的。今天是露露丝的休息日，想也知道她肯定是在加班的。结果出人意料的是，1个月不怎么见面的露露丝居然坐在沙发上。唐仙儿双眼一亮，心里刚起的一点波澜便见到旁边含笑看着她的娜娜，以及娜娜腿边的宠物包。看着那只眼熟的宠物包，她似乎猜到了什么，心里涌上一阵难言的难受。她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住，过了片刻又松开，因为露露丝已经走过来抱起她，然后把她递给了迫不及待的娜娜。她还是没忍住目光灼灼地去看露露丝的表情，不想错过她脸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然而她脸上没有一丝不舍，甚至还有一点松口气的感觉。唐仙儿面色有些白，原来自己竟然已经成为了她的累赘吗？她生气地别过头不再看她，却错过了露露丝见她看见宠物包不吵不闹，甚至乖乖趴在娜娜肩头的样子时，脸上那没来得及隐藏的心酸。但是娜娜看见了，她打趣道：“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软软的，一定好吃好喝的招待她。”露露丝快速调整好表情，点头道：“注意事项和软软平时习惯我都发给你了。”娜娜抱着唐心儿像是抱着福娃娃，连连点头，恨不能当场就走，问道：“我知道，你不一起来吗？”露露丝看眼安静的唐心儿，有些心动，挣扎1秒还是道：“不用了。”听懂了一大半的唐心儿越发确定，露露丝要把自己送给娜娜收养了。压着翻涌的窒息感，她心底冷哼一声：“送就送。”娜娜是女孩子，其实更适合当她的饲养人呢。她才不稀罕留在这里呢。再见了，我绝对不会想你的。不知不觉来到这个世界快半年，这半年里一直都是和露露丝生活在一起。突然要离开，心里的不舍比她想象中要厉害。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足迹，花园里买给她的小别墅她还没有睡过，小游乐场她也等不到夏天玩了。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唐仙儿也是佩服自己，都这个时候还能应景的给自己点一首歌。娜娜抱着他起飞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站在花园里的露露丝，风雪太大，距离太远，他没有看清楚他的神情，终究是叹息一声，在心内对他道别，再见了，露露丝，虽然没有见到你的伴侣，但祝你幸福，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忍着想哭的冲动，他直到再也看不见露露丝那挺拔的身影，才回过头，朝着新家去。露露丝也曾抱着他飞过，但他要么往偏僻的地方飞，要么他在宠物背包能看见的视角很有限，亦或者就是被裹在衣服里，啥也看不见。这次跟着娜娜离开露露丝的家，唐仙儿第一次真正的看见了羽族的城市，高高低低的山峦悬浮在半空，每座山峦上的景色都不一样，有的是密集的住宅区，有的上面只有一栋房子，更多是纯天然的自然景色。羽族不需要交通工具，所以他没有看见马路。道路上拿着铲子处理厚厚积雪的天使，露出底下绿油油的小草，烟雾缭绕中，其上时常能看见一团团雪白皮毛的动物在吃草，像极了阿尔卑斯山脉和瑞典的美景搬到了眼前。唐仙儿看得目不暇接，如画的美景暂时治愈了离别的伤感。唐仙儿贪婪地望着外面的一切，然后发现不少身强力壮的男性羽族人手中抓着一个像秋千的工具，上面坐着一位没有翅膀的兽人，他们充当这个世界的汽车来回运送客人，其中还有一些拥有飞行能力的兽人在这里抢生意。看他们互相看不顺眼的样子，唐仙儿觉得一切都很新奇，有东西可以看。路程在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娜娜带着他进了一栋高高的建筑。唐仙儿注意到这里的楼梯都是建设在墙体外面的，羽族也不用他，真正用他的是其他种族的人。像娜娜是直接抱着他飞往了要去的楼层，扶摇直上时，透过一闪闪窗户，唐仙儿发现这里是一栋商贸大楼，每一层都是不同的企业。正猜测娜娜不带他回家来这里干什么时，他们就进了大门。一进去，唐仙儿便闻到一阵好闻的香气，接着是莺莺燕燕的娇笑说话声。他把头上的帽子往上推了推，入目全是仙女一样的小姐姐们，除了精致的脸庞，最让唐仙儿惊叹的是她们惊人的身高。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的，他见过的女性普遍没有这群小姐姐们高，有几个突出的甚至都快赶上男性巨人的身高了。这时仙女们也注意到了唐仙儿，一个个齐齐围拢了过来。当你被一群巨人仙女围住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唐仙儿答：躺平任摸。这就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软软哦，真的好可爱啊，怎么能长成这样呢？哎呀，你们看他的手脚和我们一模一样呢，我现在看着也好像给他打扮啊。娜娜真有你的，居然真的能从那个人手中把软软带来，我的游戏软软已经无法满足我了，好可爱哦，脸颊好软，比写真上要胖一点呢，但是的也好可爱哦。唐仙儿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夸奖很是受用，如今他已经能大半听懂了这里的语言了。被一群大美女夸好看的感觉真的非常好。一群女人挤在一起，笑声时不时响起，严重耽误了工作。娜娜眼看场面有些失控，赶紧驱散了他们去工作。等她把大部分人都赶走后，只留下2个最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得意的亲亲唐仙儿的脸颊，不好意思的笑道：等忙完了就带你回家好好犒劳你哦。这场秀她筹备了半个多月了，最近一直吃睡在这边，都没有回家，今天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去接软软呢。唐仙儿不明所以，但也只是乖巧的听着。他还是不太喜欢对陌生人开口说话，总免不了一阵惊叹和讨论他是什么品种，所以他决定能不说就不说。娜娜也不指望他回话，对剩下的2位仙女说道：明天晚上走秀就要开始了，马奇、凯莉，我知道你们这几天暗自较劲是为了谁能第一个出场。2位模特互相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火花，然后默不作声的继续听娜娜说话。娜娜抱起偷听的唐仙儿，一本正经道：但不好意思，我的开场模特是软软。紧张等待的2位家人听到这话齐齐吃一惊，叫凯莉的女孩皱着眉头道：可是娜娜小姐，她只是一只宠物，她会把事情搞砸的，这可是你的第一场秀啊。马奇虽然也满脸失望，但见到娜娜那笃定的语气，张嘴到底没有在说什么。唐仙儿也怀疑自己听错了，那个单词是模特的意思吧？要让她也当模特吗？她咬住唇，有些跃跃欲试，眼睛亮晶晶的看向娜娜。娜娜不容置疑道：是啊，我能有第一场秀都是托了软软的福呢，她是我的小幸运神，我就要她当开场模特。现在我需要你们能在开场前训练软软走 T 台，我会额外付费的。凯莉仿佛在听什么天方夜谭般，一脸不可置信，摇摇头道：很抱歉，我无法胜任。娜娜点点头，看向马奇，后者对上唐仙儿好奇的大眼睛。不能当开场模特固然遗憾，但他还不至于迁怒到一只宠物身上，于是没有直接拒绝，而是为难道：时间有点紧张啊。不会的，软软不用走多好，能让他顺利走一圈就好，我也会帮忙的。而且软软十分乖巧，也不怯场，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好的。马奇看看唐仙儿，又看看娜娜，他是想结识娜娜的，这样以后只要娜娜每次办秀都能想到请他就好了。他笑道：那这样的话，我试试吧。娜娜展现笑意，暗自满意，然后把一脸懵逼的唐仙儿递过去道：那现在开始吧，我去看看衣服，等下过来看看你的进度。娜娜离开了，唐仙儿和马奇大眼瞪小眼。马奇抱着他，伸出指尖点点他的鼻尖，假意威胁道：不听话我就打你小屁股。唐仙儿咯咯咯笑起来，马奇被他的笑容感染，心情也轻松了不少，抱着唐仙儿就去训练用的 T 台。他把唐仙儿放在上面站好，上面在不少小姐姐已经得知了唐仙儿要作为开场模特走秀，纷纷站在一边笑看着。马奇不理其他人的打趣，
牵着唐仙儿的小手一遍遍在上面走来走去。几次过后，唐仙儿终于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哎呀妈，她要走秀了呀！身为一个爱美的女星，她也幻想过穿着仙女裙走秀的，暗自激动了一会儿。看到马奇弯着腰带着她走的额头都冒汗了，她松开她的手，自己好好的走了一圈。马奇惊喜的夸道：“软软好棒！”唐仙儿腼腆的笑笑，又引得一群看戏的小仙女过来揉揉捏捏，纷纷夸她好棒。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要登台时还能走完一圈，再高兴不迟。唐仙儿看过去，便见之前那个叫凯莉的女孩抱着胸，一脸看好戏的样子。啊，仙女的滤镜碎掉了呢。不过要让她失望了，她一定会做得很好的。思及此，她主动拉着马奇的手参与练习，就等着明晚上一鸣惊人呢。时间滑到第二天晚上8点，娜娜期盼多年的第一场秀终于到了拉开序幕的时候了。露露丝很想亲自去，但她思考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方法。昨天早上发现这段时间的努力有所成效，软软对她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依赖了，即使有些难受，还是理智的明白断不能前功尽弃，忽略掉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独自坐在书房守着时间，等着现场直播。隔几分钟看一眼时间，平板器里的虚拟软软已经在问她怎么还不工作了。露露丝看眼自己玩到满级的虚拟软软，还有屏保上那张她抱着装扮成羽族新娘的软软照片，鼠标缓缓对着更换壁纸的选项，正要按下去，设定的直播提醒闹钟却响了起来。她立刻放弃更换新壁纸的想法，点进了直播间。直播刚开始，弹幕并不多。对于娜娜这种还没有打出自己名气的设计师，进直播间的人都是一些时尚圈的人士过来观摩，真正的路人寥寥无几。弹幕上说的都是一些关于服装的词汇，露露丝没有兴趣，便关闭了弹幕，省得待会儿影响她看软软。今晚的天气很好，微风把一片片柳絮一样的雪花温柔地送至直播的镜头前，缓缓飘过，覆盖着厚厚一层积雪的草地银装素裹，在蓝色月亮的照耀下散发着柔弱的光晕。宽大秀台的两边心机的装饰上散乱无规律的夜光花，整个场景便充满了梦幻的感觉。坐在两边的宾客装扮的能随时上红毯的造型，互相小声交谈着。有人抬腕看看智脑上的时间，表情就和坐在屏幕前的露露丝一样焦急等待着。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很短暂。空灵婉转的背景音忽地响起，露露丝精神一振，立刻随着直播的镜头看向高高的夜空。那里一群展开雪白翅膀的模特们翩然而至，吸引住她全部视线的是最前面比其他人小了许多的软软。此时她的背后长着两对半透明的羽翅，与身后众人的白色翅膀完全不一样。露露丝一看就知道那是兽族的克鲁族，体型娇小，实力低下，现在靠在游乐园里伪装成想要体验飞行的幼崽们的翅膀的方式存活。从前面看，那对娇小漂亮的翅膀仿佛就像是天生长在软软的背后一样。随着软软越飞越近，她不禁有些看痴了。从捡到软软那天，她就一直知道她很漂亮，3次写真集也一次比一次惊艳，但都比不上这次让她心神失守。片片雪花落在她的头发和眉眼上，因寒冷微微泛红的鼻尖让她看起来很是俏皮。上身的圆领长衫绣着的团花映衬着她的脸颊越发小巧，下面是一条 A 字版型点缀满金色珠片的长裙，闪耀间好似把星光穿在了身上。她长长的黑发扎成简单的辫子，从一侧的肩膀垂至胸口，辫子上边上一只只名贵的金翅腹甲虫的甲套，金翅腹甲虫背部的甲套呈金属色，不管近看远看都像是宝石，在远古时代的战场上也能反射太阳光线，阻碍敌人的视线。雌性也时常抓来当首饰使用。虽然甲套很名贵，漂亮大手笔，但都没有此时软软那描着精致眼线，显得勾魂夺魄的眼睛在捕捉到镜头后，忽地眼波流转眨了下眼睛，让人心跳漏了一拍。那一眼太灵动，太促狭。纤长睫毛上的雪花因为那小小的动作扑簌簌打旋落下，仿佛眷恋着不舍离开。那一瞬间，露露丝感觉软软脱离了平时憨憨的模样，就像真的有了智慧一样。她呼吸略微急促了一点，连忙点开了弹幕，想要看看大家是不是一样的感受。一打开，密密麻麻的弹幕刷了满屏。露露丝注意到右上角观看直播人数正在急剧增加着。我来了，月亮女神在哪里？啊，软软那一眼差点把我的魂勾走啊！我的天神大人啊，我这是单身太久了吗？现在看一只宠物都能被他撩到了。什么？那不是小女孩，而是一只宠物吗？啊，我的初恋已经结束了。世上漂亮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而是把这样的美貌浪费在一只宠物身上？天神啊，你是有多讨厌我？天神，还用问吗？你有多丑，我就有多讨厌你。确定大家的感受和自己一样，露露丝在看直播里领着一众模特绕着秀场盘旋的软软，还在想着刚才她那不同寻常的举动，直到他们马上就要落地才回过神继续看。终于要结束了，唐仙儿内心疯狂吐槽，谁能想到呢？羽族们的走秀是用飞的，长翅膀就是了不起啊！出场自带魅力值加成。当他见到娜娜领着一只大号蜻蜓一样的生物过来，让他用6条长腿从身后拥抱住的时候，他差点没绷住，大喊一声胡罗哥救命！胡罗哥他最近看的动画片主角，定位对标奥特曼，不过在飞起来的那一刹，那他真的吓个半死。要不是有吊威亚和经常被露露丝他们抱着飞习惯了一些，他可能 hold 不住这个场面。不过所有的惊吓在看到对面山头上众人惊艳的神情后，害怕是什么？他唐希儿无所畏惧，连忙摆好仙女飞天的姿势，飞到镜头前即兴发挥的抛了个媚眼。当他穿着露露丝送的袜子的脚踩在松软的雪地上时，腿还是软的，好在背后的大蜻蜓没有立刻弃他而去，像是料到他会腿软般，特意多停留了一段时间，拖着他的身体前进。等所有的天使们一一落在地面上，
大蜻蜓这才慢慢松开他的腰身，闪动着翅膀离开了。唐仙儿站在原地看向周围，用鼓励和新奇眼神看着他的宾客们，并没有害怕，而是下意识的在人群中搜索露露丝的身影。娜娜让他走秀，对方一定知道，说不得会来看呢。片刻后，他并没有看见露露丝，倒是看见了来支持娜娜的娜娜妈妈还有陆母，他们正满脸笑容的看着他，手中还拿着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正在引诱他过去。他垂下挂上雪花的眼睫，遮掩住瞳孔深处的失望，极快的收拾好心情，抬头挺兄弟，慢慢朝 T 台走去。他身上的衣裙铺在晶莹的雪地上，好似与天地融为一体，就像是冬季孕育而出的精灵。所有人都不自觉掏出智脑拍摄这一幕。唐仙儿没有走猫步，厚厚的雪地只是掩盖别人的脚背，可他的脚踝都陷进去了。不过这不打紧，这场秀是情景秀，模特姐姐们也正像一群下凡的仙子状，似惊奇地打量四周，留给宾客足够观看衣服的时间。唐仙儿也慢慢走着，不管他走到谁身边，都不像其他模特那样，大家关注的都是衣服。他得到了男女老少的摸脸颊和捏小手，一个少年塞给了他一颗棒棒糖，因为观众们太热情，他比预定的要晚2分钟走完全程，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场失败的秀。模特们恨不能多在 T 台上走一会，以为越来越多的记者赶过来了，即便大部分人在拍唐仙儿，但也有不少人开始拍他们了。这时马奇就非常幸运，他因为是唐仙儿的临时老师，一直是离唐仙儿最近的模特，因此今晚除了唐仙儿，就是他出了最大的风头。见此情景的凯莉悔得肠子都青了。美人、美景、美服，闪光灯一阵咔咔咔作响，直播间的人数也节节攀升。这场秀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飞回去时，全场响彻云霄的掌声和小巴的播报声便是证明。网络上，姐姐们都好美啊，衣服也好好看，这个设计师的风格都好仙气飘飘啊。软软这个装扮好好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软软奇迹服装设计师和这场秀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哦，所以所有衣裙都会在奇迹软软上新哦。到时候大家可以给软软装扮上一样的造型了。哇，太棒了！我要看看设计师小姐姐长什么样子，好期待等下的访谈。独家播报了，设计师小姐姐和软软有着不可言说的故事哦。讨厌，害人家更期待了。大家热烈讨论着，直播间里的主持人走上秀台，说了一通调动气氛的话，激情道：现在热烈有请娜娜小姐上台，大家欢迎！台下的观众们连连鼓掌回应。娜娜的母亲已经眼角含泪了，直播间的网友们也跟着翘首以待。可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惯例的秀后采访。不少网友等得不耐烦，开始退出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持人脸上的笑容也挂不住了，他尴尬地笑道：我们的娜娜小姐一定是太过激动，没有听到我的话。那我再来一遍，哈哈哈。现在有请我们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娜娜小姐。之前唐仙儿飞过来的那座山头山，还是没有见到娜娜的身影。这一下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娜娜妈妈作为母亲，天生对孩子安危的雷达发出了警报。她站起身，直接展开翅膀飞过去。有记者机灵跟着一起过去。娜娜妈妈飞至后台，着急的一把推开门，然后傻在了当场。虽然镜头隔得有点远，但是大家还是看到了里面横七竖八躺在地面上的模特们，场面一片混乱。娜娜根本不在其中，一同消失的还有备受关注的唐仙儿。看到这个场景的网友们全都惊呆了。从刚才就感觉很不好的露露丝更是疼的一下从书房里冲了出来，不顾突然大起来的雪花，急速往那边赶过去，一颗心7上8下不得安宁。他不停祈祷着软软没有事，如果软软出事的话，他不会原谅自己的，他该去现场的。同时分神在智脑联系能联系上的人脉去调查事件真相。不只是他，一直在关注唐仙儿动向的老头帕尔默睁大浑浊的老眼，激动的两眼放射金光。机会来了。在所有人因为这场意外爆发了怎样热烈的讨论时，唐仙儿连同娜娜一起早就被人运走了。他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身边还躺着的一具温暖的身体，抬眼看去是闭着眼睛的娜娜，自己正被他牢牢抱在怀里。昏迷前的事情渐渐浮现在脑海。半个小时前，他飞回出场的地方，娜娜兴奋地扑上来抱住他，打算去接受采访说感谢词时，他们忽然闻到一股奇怪的甜香气。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怎么回事？唐仙儿闭上眼睛，等脑袋的钝痛过去，伸手想要按压太阳穴，才惊觉自己的手脚被反绑着。他抿抿唇，直觉要不好，连忙在意识中呼喊小巴。小巴，我怎么了？宿主，您被绑架了。唐仙儿惊诧万分道。绑架？谁？又是那个王八蛋。对他有企图的人只有那个王八蛋了。岂料小巴却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不是的，宿主，您这次不是目标，您身边的娜娜才是目标，因为她在昏迷前下意识抱紧你，绑匪不敢耽误时间，就连你一起带走了。唐仙儿听完一脸苦笑，他这是受了无妄之灾啊。绑匪是谁啊？是秀场的工作人员。唐仙儿忍着脑袋的钝痛去回想那些干杂活的工作人员，然后发现完全没有印象。娜娜这是早就被人盯上了，也不知道这些人抓娜娜干什么，她一只小宠物又会如何下场？越想越害怕。和小巴打听完情况，身体也渐渐恢复了一点知觉，立刻用脑袋去拱娜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娜娜也有了悠悠转醒的趋势。娜娜睁开眼睛，情况和唐仙儿一模一样，愣了好久，脸上的迷茫才被凝重取代。身为贵族有钱人家的女儿，被绑架这种事情并不陌生，身边的人总有1-2个会遇到这种事。她虽然是第一次，但从小也会培养一点相关技能，
所以这会儿虽然心慌倒还没有吓破胆，只要这群人的目的是为了钱，那他的处境暂时还算安全。他也像条毛毛虫一样靠近唐仙儿，小声道：“软软，不要发出声音，我们有麻烦了。”唐仙儿见他好像心有成算的样子，也跟着放下心来。他们现在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娜娜能活他才有机会活呢。听到他的吩咐，他差点就要点头答应。郝玄在最后关头想起自己是个听不懂这么复杂话的宠物，他闭上嘴模仿娜娜的动作，把耳朵贴上墙壁上的，传进耳朵内的嗡嗡嗡的震动声，很容易联想他们正在飞行器或者是运输车内。娜娜听了一会儿不再听，紧紧靠着唐仙儿，沉默的等待。母亲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她暗暗祈祷家里人快点找到自己。静谧的空间里，唐仙儿听着娜娜急促的心跳声和越靠越紧的身体，知道她并没有如表面表现的那样镇定。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十分有战友情地用脸颊又是蹭又是贴的安抚娜娜的情绪。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他可是有系统的人，大不了再赊账嘛。有了保命手段，唐仙儿显得比娜娜要淡定得多。后者听不懂中文，只是紧紧靠着他这个唯一的热源。这种时候，就算唐仙儿是个一看就帮不上忙的宠物，也能让他有点点安慰。不知过了多久，嗡嗡声不再有了，外面也逐渐传来人声。唐仙儿感觉到身边的娜娜身体紧绷了起来，下一秒困住他们的箱子被打开，唐仙儿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的长相，一只大手就把他拎了出去，扔在了地上。他闷哼一声，扭头先去看娜娜，就见两个高大的男人正把她架到一把破破烂烂的椅子上绑起来。期间，娜娜一直在试图和他们搭话：“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如果是要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只要你们放我们走。”他说的恳切，但是没有人搭理他，并用胶布粘上了他的嘴巴。唐仙儿见他没事，刚松一口气，他再度被人掐着脖子拎了起来。对方粗鲁地把他头发上金灿灿的饰品拿走，顺便带走了他不少头发，痛得他眼眶发红。长相凶横的男人掂着手心的假铐笑道：“贵族就是贵族，一只宠物都佩戴这么值钱的玩意，这次好好干，一定要捞一笔大的。”另外两个人也畅快地笑起来：“放心吧，大哥，消息已经发出去，明天没有准备钱，我们就撕票。老规矩，先给他们送点大礼，不然这些有钱贵族是不肯轻易妥协的。”一个大汉拿出一把匕首，一脸狞笑地靠近眼神惊恐不停摇头的娜娜。不！两个大汉一个走过去抓住娜娜的右手道：“这次砍一只右手送过去吧，这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呢，没了右手可就不能画图了。”哈哈哈！拿着弯刀的男人也跟着笑道：“是啊，如果你的家人不快点付赎金把你带回去医治的话，你的手就真的保不住了哦。第二次我们会砍下你的翅膀送过去。”饶是娜娜有了心理准备，也没料到绑匪这么凶残，不说能不能及时去医院接上，光是疼痛就让人望而生畏啊！不！他疯狂地挣扎，奈何绑匪们绑人的技巧很不错，即使他是4亿贵族，力气也不足以挣开绳索，更何况对方两人也都是力量不弱的双翼大汉。娜娜一时间心如死灰，咬紧牙关，呜咽着闭上眼睛，等待一会儿的剧痛。唐仙儿趴在地上，耳边听着娜娜压抑的惨叫声，看着高高举起的弯刀，心也跟着提起来，自己的右手好像也要跟着痛起来一样。他还是挺喜欢娜娜的，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她被砍去右手，可他没时间赶过去救援。过去了，按他的小体格也是送菜的份，连两人随意摆放在凳子上的热武器都拿不动的，尺寸不是他的小手能承受的。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脑筋比任何时候转得都快，想也没想的连忙道：“小八，快把魅魔的药水给娜娜。”关键时刻的小八没有废话，干脆利落道：“是。”心惊胆战中，每一秒都过得十分缓慢。娜娜感觉自己即使不睁开眼睛，手背也能感受到刀锋的锐气，她紧张的脚趾头都蜷缩起来。忽然，男人按在她手腕上的力道松开，疼痛也迟迟没有传到痛感神经上。她偷偷的睁开眼睛，然后惊奇的发现，刚才还凶神恶煞的两个男人忽然神情温柔的注视着她，目光好像他妈看着她的时候。娜娜，什么鬼？娜娜喘着出粗气，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两个奇怪的绑匪。不过她刚逃过一劫，这会儿也不敢随便说话，就怕打破了这样的好局面。男人像是才发现她的害怕，居然一改前太温和有礼地道：“抱歉，美丽的小姐，吓到您了吗？我们只是给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请不要介意。”另一个人也道：“是啊，不要怕，您这么美丽，我们绝对不会伤害您的。”娜娜傻眼的看着像是换了灵魂的两人，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耍什么把戏，还是强扯出一抹僵硬的笑，示意他们把胶带拿来。两人照做了，这给了娜娜一点希望。她尽量平静地问道：“能放了我吗？”“怎么可能呢？你只要乖乖的，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娜娜重新闭上嘴巴，不敢再说什么，默默看着这一切的唐仙儿松口气的同时，忍不住吐槽道：“怎么还不愿意放人呢？宿主！”他们被迷惑的是眼睛，不是脑子。索嘎，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只要24小时后娜娜的家人把赎金付了，他们就都没事了。但没几秒，他就知道自己还是太天真了。谁能想到他们居然丧心病狂的准备和他一只宠物过不去呢？只听矮一点的男人说道：“三哥，我们的见面礼怎么办？”“蠢货，那不是还有一只宠物吗？把他杀了送过去，警告他们不安，要求办事，下一个杀的就是他们的宝贝女儿。”“好主意，听三哥的。”于是这下换唐仙儿一脸惊恐的看着提着弯刀朝他走来的两个人，拼命后退了，但还是很快被按住。唐仙儿慌的一批，表面强自镇定，乖乖巧巧认有两人给他解开绳结。劫匪一感叹道：“这小东西真乖。”下一刻，
很乖的唐仙儿感到手脚能自由活动了，立马一脚踢在对方的眼球上，然后迅速翻滚的跑开。啊！我的眼睛！两人没料到唐仙儿还能反抗，受伤的劫匪好半天缓过劲，气势汹汹的要算账。三哥，帮我抓住他，我要让他好看。唐仙儿正在努力推铁门，不管了，娜娜现在不会有事，他得先逃出去才行啊。然而时间根本不够他逃的两个劫匪就过来了，不得已他只能放弃出去，开始绕着场地躲着两个男人，一边疯狂大喊：小八救命啊！把他们干掉！主系统要扣多少分都行。宿主，你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按规定是不能帮忙的。过度依赖系统过关不是我们的主旨，请宿主加油。小八会视情况为你兑换道具的。唐仙儿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书里的系统可不是这样写的。他又急又气，发出窒息的呐喊：怎么这样？都没有给他说下一句话的机会。唐仙儿被猛地按倒在地，脑袋被人按住，重重的往地面上磕去，咚的一声撞得他眼冒金星，然后是强烈的痛感席卷了所有感知，整个人蜷缩在一起，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都奇怪自己居然这样都没晕过去。头发被人抓起，他被迫扬起脑袋，生理泪水模糊的视网膜里挥下弯刀的巨人压迫感，让他都生不起反抗的念头。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小八，而是每次都能及时赶到救他于水火的露鲁斯。露鲁斯，但是这一次那个人并没有来，他连他的走秀都没有来看。唐仙儿觉得自己好没用，说好了不再依赖那个人，为什么死到临头还是希望他出现呢？小八也没有动静。就在他忍不住要叫小八的时候，娜娜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他比我还要值钱。这句话成功的让弯刀悬在离唐仙儿脖梗2厘米的位置。矮个子的男人回头一秒，切换温和的笑容问道：您说什么？娜娜望着弯刀，庆幸自己回神的快，连忙道：软软的主人很在乎他，现在他一定也在找软软的，你们找他开价他一定会给的。他都快吓死了，要是软软的尸体真的送回去，他的第六感告诉他，露露丝一定会变得很可怕。那个男人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但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只要有软软在场合，他的眼睛1分钟内有一半时间是停留在软软身上的。不敢想象他看见软软的尸体会发生什么事，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会被迁怒的。诅咒之子之所以到如今还被贵族忌惮，不只是他那带来厄运黑翅膀，还因为历史记载的所有诅咒之子都拥有远超族人的强大力量，很神奇，还没有人能解释出来为什么。但他不想软软因为自己死掉，绝对不要被露露丝视作敌人。两个男人对视一眼，想到混在秀场时软软的表现，这会儿身上还穿着价值1套房的大日貂皮，确实很受宠的样子。两人商量几句，就去和留在外面接应的同伴们说了这件事。没半个小时，那边就回复说唐仙儿的主人愿意出钱赎他，并要求听一听宠物的声音。两人压制住内心的狂喜，没想到顺手带来的宠物这么值钱，但他们拒绝了露鲁斯的要求。那只宠物已经半昏迷了，根本发不出正常的声音，只让那边继续施压。躺在地上的唐仙儿脑袋疼得厉害，根本没有听清楚娜娜说的话，他的额头磕破了，正在流血，他的脑袋也越来越晕，可能撞出脑震荡了。好消息是，两人好像不打算杀他了，他躺着装死，指望娜娜的家人快点来。就这样，他们安然地度过了半个晚上。为什么说半个晚上呢？因为后半夜有另外几个男人走了进来，激动地和先前两个男人说了什么，还给他们看手中提着的箱子里的满满的钞票，隐约听到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赎他。接着他就被人抱起来往外走。娜娜一直焦急地问要把他送去哪里，那些人只是客气的让他不要问。唐仙儿期待着是露鲁斯知道他被绑架了来找自己，安安静静窝着。他现在一动就想吐，救命啊！走出那栋破败的房子，唐仙儿这才发现外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四周没有任何的建筑群，只能听见树梢被风吹拂的沙沙声。最让他心凉的是，这里只有寒风没有雪，这说明他现在待的位置离事发地相当遥远。怪不得他现在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说不得已经昏睡了2-3天呢。匆匆观察了一下，便立刻看向前方悬浮车前赶来带自己走的英雄是谁。发现对方不是露鲁斯时，他眼睛里的光亮瞬间熄灭了一半。来人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大灰兔子，厚实的皮毛在这样的寒风中看起来格外保暖。即使灰兔子长相憨厚，唐仙儿也没有放松多少。他从未见过他，按他对露鲁斯的了解，就算不想养他了，他也一定会亲自前来接应，绝不会让别人来的。何况这里还有娜娜呢，不可能只带走他一个。不是露鲁斯派来的人，实力弱小的大灰兔子也不可能是警察，对方的身份就很有问题。这时双方已经碰面，大灰兔子把手上一直提着的箱子打开，展示了一下里面满满的钞票，然后道：这是剩下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负责交涉的男人清点了下纸钞，确定没有问题后，立刻笑得像见了亲爹一样，亲手把唐仙儿塞进大灰兔子的怀里，爽快，这只阿达兽归你了。大灰兔子抱着唐仙儿检查了一番是否活着，看到他额头肿起的大包和脸上的血不满道：怎么搞成这样？我不是说过不能有损伤吗？矮个子男人讪讪地道：这是您交代之前的事情，不过放心好了，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大灰兔子冷哼一声，没再说什么，转身把唐仙儿塞进一个铁笼子里，再放进车内。因为那句不能有损伤，还以为对方可能是来救自己，而暗暗高兴的唐仙儿这下高兴不出来了。铁笼子比较小，根本不适合他的体型，只能用难受的姿势蜷缩着，坐起来都不行。栏杆上还有腥臭味和一些不明污渍，看到这些，他断不敢想对方是真的来救自己的。
大灰兔子已经坐上驾驶座，临走前，他的大脑袋探出车窗外说道：“这只阿达兽的主人不好惹，劝你们还是不要再贪图另一笔赎金了，快点离开吧。被抓到连累我的话，你们等着瞧吧。”车外的人听到他的警告，紧张的连连保证。至于会不会真的照做就难说了。等悬浮车发动离开，为首的男人笑容满面的掂掂手上的箱子，带着其他人高高兴兴的回去了。谁也没有说要离开的话，显然没有把大灰兔子的话放在心上。再不好惹，也做不到看着钱飞走远啊。人的作死往往便是因为贪婪造成的。几个小时后，等露鲁斯紧赶慢赶循着线索找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唐仙儿蜷缩在铁笼子里，听着大灰兔子和某个人通话。是的，您放心，已经接到了，这次不会出问题的。还活着，受了点伤并不影响。好的，大概2个小时后就会到了。虽然听不到另一边人说了什么，但看大灰兔子恭敬的态度和加快的车速，他知道自己自救的时间不多了。可是要怎么自救呢？现在还是安全的，小巴不会帮忙，道具也没有。他试着推了推笼子，根本奈何不了分毫，泄气的趴了回去，肚子不是时候的响了起来。只喝了一杯水的他觉得，相比等下要面临的事情，现在最大的危险反而是马上自己就要饿死了啊！无力的等待着机会，他闭上眼睛养精蓄锐，节省体力。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唐仙儿听到车外车辆的鸣笛声，然后一个急刹车，他感到车辆完全停下了。这是到地方了吗？唐仙儿睁开眼睛朝驾驶座看去，惊愕地发现驾驶车窗外居然站着好些人。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唐仙儿一眼认出他们都是吸血鬼。不只是的，驾驶车窗外，连两边的车窗外也挤挤挨挨着数不清的吸血鬼。他们集体面无表情地看着大灰兔子，就像看着一件死物。诡异的场景看得人白毛汗不自觉竖立起来。这你们是怎么回事？前面的大灰兔子声音听着有些颤抖，一如唐仙儿此刻的心情。兜兜转转，他竟然还有回到永夜之都的一天。上一次的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下意识摸摸自己脑袋上已经干涸的血迹，是这个把他们引来的吗？他还在思考可能性。站在挡风玻璃前，一个吸血鬼青年便举起拳头砸碎了玻璃。有了第一个人动手，两面的车窗接二连三遭到暴力破坏。你们干什么？我要报警，我要申诉。没有搭理色厉内敛的大灰兔子，有人伸手进来打开了反锁的车门，然后七手八脚的把唐仙儿连着铁笼子一起抱了出去。大灰兔子顾不得这群突然发疯的吸血鬼，连忙反身过来抢夺道：“你们不能这样做！”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好几个吸血鬼一起踩在了地上。唐仙儿缩在笼子，看着一群表情盯着他眼睛亮起的诡异红光的吸血鬼，咽咽口水，慌张的伸手挡住自己额头的伤。此刻无比庆幸起这个笼子足够坚固，但再坚固也是对他而言的，至少吸血鬼们是轻轻松松就把锁眼弄坏了。一双手伸进来把他往外拽，唐仙儿抓住栏杆坚决不出去，大喊道：“我不好吃，放开我啊！”然而并没有任何卵用，他还是落到一个冰冷的怀抱里的。他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然后看到了一张梦见了都会吓醒的俊美脸庞。不是那个王八蛋，又是谁？啊！唐仙儿叫得比刚才更凄惨了。对方一脸嫌弃地说道：“吵死了。”然后他的嘴巴就被男人2个手指捏在一起，叫不出一个字了，只剩一双眼睛惶恐不安地看着他。伦纳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唐仙儿生动的表情，垫了垫他比上次圆润了不少体型，心情极好地道：“好久不见啊，软软，我跟你没有什么需要寒暄的交情。”唐仙儿头一歪眼一闭，眼不见为净。伦纳德对他的嫌弃不以为意，收起笑模样，看向早已跪成一片的吸血鬼们，淡淡开口道：“问清楚那只兔子的主人是谁，然后处理干净点。”是。大灰兔子惊恐万丈地祈求道：“不要，亲王殿下，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路过而已。”伦纳德抱着唐仙儿远去，淡淡地道：“我讨厌别人动我的东西。”什么？他还想再说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7、8只吸血鬼扑上去把他淹没了。唐仙儿缩回脑袋，不敢再看。但对方临死前那凄惨的叫声依旧如魔音贯耳，下的他脸色越发惨白。这里明明是大马路，路上来来往往全是人，可他们却对眼前的命案视而不见。该笑笑，该说话说话，没有一个人质疑男人的命令。这样的威信度，唐仙儿觉得自己逃出永夜之都的可能微乎其微，暂时委曲求全一点好了。想来对方也不会把他当一次性食材吃掉的，他可是对血族来说珍贵的人类啊。伦纳德瞧着装鸵鸟的唐仙儿，满意的舔舔嘴角，迫不及待带他去洗澡了。现在脏的他都下不去嘴呢。另一边，露鲁斯阴沉着脸折断绑匪的脖子，一身煞气的走出破败的小屋，往从绑匪嘴里撬出来的方向追去。娜娜站起身追出来，堪堪见到赶到的家人和警察。露鲁斯顺着轮胎的痕迹一路找过去，可出了山林后，痕迹已经看不见了。更糟糕的是，天空开始下雪，用不了多久，所有的痕迹都会被大雪覆盖。他找到唐仙儿的希望更为渺茫。望着茫茫大地，他悬停在高高的夜空之上，俯瞰远处城市的灯火，眸光晦暗不明。按那几个绑匪的说法，接走软软的人他们也是认识的，对方是专门帮人跑腿做不方便出面的事情的中间人，是个彻底的边缘者。这种人肯定也不知道联系自己的人是谁，幕后之人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伦纳德。可是这次绑架完全就是个意外，绑匪们的目标是娜娜，软软只是意外带上的天头，而且2次的交锋他基本能笃定伦纳德不会这样七拐八绕地派人来接走软软，那个人只会没脸没皮的明抢。事发第一时间他就打听到伦纳德2个月前因为挑食每天去军队拿小吸血鬼们找乐子，
现在正被所有贵族联合劝慰去休眠，他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所以带走软软的人到底是谁？他努力回忆线索，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埃尔说有人打电话想要软软的资料，他当时以为那通电话是伦纳德打的。伦纳德那天说不知道这回事，那时他只以为对方不要脸，现在想来可能真的不是他，绝对和这次带走软软的人有关。对方这样小心谨慎，费尽心思想要得到软软，难道真是如埃尔推测的那样，是想研究阿达兽病变的原因吗？可是软软根本不是阿达兽，一旦他们发现这点，露鲁斯脑中灵光一闪，如果对方有动物专家，也许他们一早就发现软软不是阿达兽了。越想越有可能，露鲁斯面色变得阴沉难看，想到软软现在可能惊恐地躺在实验台上被人解剖实验，光是想一想他的心就忍不住抽疼起来，也越发懊恼自己没有陪着去现场。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必须马上找到软软。可看看越飘越大的雪花，现在找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根本没有方向。犹豫片刻，他目光坚定地调转方向，往父母家所在的方向飞去。这个时候必须借助家族人脉找人，哪怕和父亲服软，他也认了。另一边的地下实验室里，身形越发佝偻邋遢的老人手中握着一个早就淘汰的通讯器，拨通了一个号码。他打了一遍又一遍，从一开始的不疾不徐到后面的愤怒咆哮，不知第几遍没有接通后，一气之下把通讯器摔在墙上，老旧的通讯器顿时四分五裂。老人犹嫌不够解气，发疯一样把桌面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气得很了。他忽地像是按了暂停键的机器，身躯猛然一震，然后面带痛苦地弯下腰去，双手紧紧地捂住胸口。上一秒还潮红的面孔宛如潮水般褪去了，颜色变得惨白无比。帕尔默张着嘴，像是一条濒死的鱼，急促地大口呼吸着，身形踉跄跪倒在地，颤抖的手掌急切地掏出胸口的特效药就往嘴巴里面塞。不消片刻，他濒死的情况便慢慢平复下来，许是濒临死亡的感觉让他不敢再动怒。冷静下来后，他点开智脑，花了点时间看了一下网络上关于娜娜被绑架的后续报道。绑匪已经被歼灭，受害者也被顺利救出，不见的只有那只宠物。弹幕都在问软软是不是死掉了。帕尔默抽动着脸部肌肉，他也很想知道那只宠物现在在哪里。又拨打了几通电话，确定事情已经败露，自己的中间人也不知生死。他丧气地坐回书桌前发起呆来，迷茫的神情在时间的流逝下又重新变得坚定。他还有时间，他绝对不会放弃的。牵动多人心绪的唐仙儿已经被吸血鬼侍女洗白白穿上了符合吸血鬼审美的真丝睡裙，侍女正红着一双眼睛给他脑袋上的大包上药。唐仙儿紧绷着背脊，仰着脑袋让他上药。对方那垂帘三尺的样子，他好怕他一个没克制住就扑了上来。好在他高估了自己的美味，侍女姐姐顺利地上完了药，两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脑袋没有那么疼了，却并没有痊愈。唐仙儿怀念起露鲁斯家的特效药了，换好药，美丽的侍女姐姐抱起他放进了棺材里，临走前鬼鬼祟祟摸了摸他的脸，这才心满意足地退了出去。眼巴巴看了他半天的唐仙儿伸出尔康手，内心狂吼：你怎么就走了呀？还没给我吃的呢，看不出来他已经快饿死了吗？可即使他叫得再欢，对方也没有回头。眼看没了盼头，唐仙儿瘫软地倒在了可以睡5个他的棺材里。人生真是太艰难了，等一下他肯定要牺牲几百毫升的血液，结果却不给他一顿饱饭，上断头台还有饭吃呢。吸血鬼真是太不讲究了。正骂着呢，木质的大门响起吱呀声，唐仙儿瞬间条件反射地往棺材最里面爬过去躲好。可现实不是躲猫猫，不出声就不会被人找到。几乎是下一瞬，棺材板就被掀开，穿着一身袒胸露乳骚气的紫色睡袍的伦纳德站在棺材外面，笑盈盈地看着他，直笑的唐仙儿汗毛直立。然后一看就不像好人的伦纳德把他从角落里拖出来，抱在怀里往隔壁的房间走去。唐仙儿早料到会这样，这会儿反而希望他快一点咬，咬完拉倒，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他的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了。不过等进了隔壁的房间，他就无暇想这个了。宽敞的房间内，所见之处都是红色花瓣铺就的道路，阳台、书架和任何可以放置物品的地方，都随意摆放着高高低低的白色蜡烛，几百支蜡烛的烛光汇成一片，照的房间亮堂堂，比外面高的温度也让唐仙儿感到舒适。房间中间一张大床，其上散满白色花瓣，整得像个婚房又像墓地。唐仙儿略有嫌弃，那张床该换成棺材才和谐啊，喜欢吗？耳边传来轻笑声，唐仙儿回神，心想还差一道烛光晚餐他就喜欢。问话的人问完也不看他，走过去坐上床，然后抱着饿得软趴趴一只的唐仙儿放在两腿之间，伸出手指抚摸一件艺术品般从眉眼、鼻尖、嘴唇一直滑到锁骨的地方，发现那里已经没有那碍眼的宠物名牌，嘴角的笑意加深道：很好，现在你是我的了。唐仙儿在心里回答他：我的灵魂是自由的，你得到的只是一副皮囊。伦纳德好奇道：这次怎么这么乖？唐仙儿紧张得不想回应，他这次铁定没人救了，还挣扎什么？这就像生孩子，没临盆时各种担惊受怕，真要生了只想速战速决。伦纳德以为他惊吓过度，问完也不在意，手指从锁骨又移到脖梗处，眼睛因兴奋变得血红，慢条斯理地解开他胸前的扣子，露出大半雪白的肩膀，然后很有仪式感的先深嗅一口皮肤下的甜香气。他温柔地亲吻他的脖梗，呢喃道：好香，我本来打算过几天就去找你的，没想到小可爱自己送上门来了呢。唐仙儿双手抓紧床单，视死如归地闭上眼睛。我要开动了。没一会儿，尖牙刺破了皮肤，
唐仙儿闷哼一声，然后惊喜地发现比想象中的痛苦小多了，就像被蜘蛛咬了一下，痛感还比不上被蜜蜂蛰，但也只高兴了一会儿，因为他很清晰地听到埋首在脖颈间的男人大口的吞咽声，以及血液流失后身体的寒冷。本就糟糕的身体雪上加霜。唐仙儿在晕过去前扭头咬住了对方的耳朵，提醒他给自己留条小命。不过正因为极致的美味和快感而陷入癫狂的伦纳德，完全没感受到耳朵上的痛。昏迷前的最后1秒，唐仙儿招呼小巴见机行事，然后彻底陷入黑暗之中。他快要升天了，伴随着香甜的血液填补进干涸了许久的身体，伴随而来的是性欲。他无意识地开始摸索、亲吻，关键时刻想起什么，睁开了迷蒙的双眼，看清身下的唐仙儿，愣了好一会儿，才语带遗憾道：“太小了，真可惜。”他温柔地亲吻一下唐仙儿的唇，像是一头守护宝藏的巨龙般抱紧她躺下，艳足地道：“晚安，我的小新娘。”温暖的客厅里，唐仙儿躺在露露丝腿上，惬意地张开嘴等着投喂，味道还是那么普通，可却缓解了他饥渴难耐的胃部。他一口一口吃着，直到肚子鼓胀起来，才迷糊着眼睛看向给自己投喂的人。对方俊美的脸庞在火光中有些模糊，唐仙儿感觉自己好像很久没有这个角度看他了，忍不住喊道：“露露丝。”平时他这样喊他的名字，露露丝一定会温柔地揉他的头顶，但这次他把手中的碗碟一收，单手捏住他的嘴巴，语气不太好地说道：“看清楚我是谁。”唐仙儿吃痛，眼前人的眉目也渐渐清晰，看清是伦纳德的脸时，他也彻底清醒了。第一反应便是吓得翻身往床下爬，妖兽了，这个家伙居然会给他喂东西吃。还没爬出去1米，又被抓住脚踝，重新拖回去。伦纳德把他搂紧了，一脸坏笑道：“还在想着你的前主人呢。”唐仙儿埋头不敢说话。伦纳德哼笑一声，一汤匙的汤水就递到了嘴边。唐仙儿永远不会和食物作对，嗅了嗅是刚才梦中的味道，肚子还是饿的，连忙张嘴吃掉。清醒的吃下去，味道十分的一言难尽，像是眼里放了点肉末，随便搅拌的半成品。即使有饥饿加成难吃的他，还是差点吐出来。他坚强的咽下肚，又接连吃了几口，等肚子有了一点点饱腹感。对方再喂过来，他坚决不吃，强白开嘴塞进来，他也吐出去，捂住喉咙翻白眼，做出一副他要被毒死的样子，叫道：“难吃死了。”伦纳德在上次见面时就知道唐仙儿会说话了，这会儿也不惊讶，有些嫌弃的把碗放下，然后低头咬向了他的脖子。该轮到他吃早饭了。脖颈间微微的吃痛让唐仙儿闭上眼睛，不敢随意动弹，心中把对方骂了个半死。照他这样1日3餐吸下去，他都不要想还清喜爱值的事情，就要直接嘎了。好在这一次对方比较克制，只一会儿就放开了他，但唐仙儿还是觉得脑袋有点晕。在露露丝那里好不容易养足的血气，这2顿估计就消耗干净了。伦纳德皱眉看着一脸菜色的唐仙儿，世上仅此一只，想到得到他之前那些个难挨的日日夜夜，他当机立断地点开智脑呼唤管家。没一会儿，一身考究的老管家便站在了床前。唐心儿瘫在伦纳德的怀中，偷听他们的讲话，企图掌握更多信息，从这里逃走，去哪里都好，就是不能待在这里，会死得很早。伦纳德捏着唐心儿软乎乎的小手把玩，对老管家吩咐道：“给我找个调理师，让他负责我的小新娘的健康。”老管家听到这离谱的称呼，眉头也没动一下，只是扫视唐心儿一眼，提醒道：“亲王殿下，您的新娘不该是食物，如果寂寞了，贝利麦克家的次女是个好人选。”伦纳德把一脸震惊的唐心儿提起来，像抖毛巾一样抖了抖，笑道：“她很可爱，不是吗？我已经离不开她了，你不会明白的，因为我不会分享她。”伦纳德说着说着想到只有自己能品尝的美味，他顿时笑得好似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新郎。老管家抬了下眉毛指，当他又在发疯，决定忽略他的风言风语，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的问题道：“我们没有那种人才。”“什么？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连个调理师都没有吗？”伦纳德诧异道。“是的，殿下，我们的食物只有血液，并不需要那种职业。”伦纳德讥讽道。“真是几百年如一日的没意思啊！兽人族都有厨师协会了。”老管家额头青筋蹦出，也不敢造次，心想您觉得无趣就快点去沉睡吧。不过这种念头也只敢想想。这位主从以前开始就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总是做一些有失体统的事情，嫌弃生活无趣，动不动就陷入沉眠。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挺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去沉睡。他道：“亲王殿下，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现在去城里招聘一个过来。虽然城堡里没有，但现在网络信息发达，保不齐会有些孩子们有这方面的才华和兴趣。”伦纳德理所当然道：“他们的专业技术一定很差，我的软软一定要最好的营养师。”管家微微低头，恭敬地回道：“亲王殿下，原本可以这样做的，但您似乎忘记了135年前，我为您招聘一位能把血液做成糕点的糕点师，最后您把对方吸干了。自此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为您工作了。”伦纳德一点感到抱歉的反省都没有地道。招聘时我就说了，做的不好吃就拿制作者当点心。他应邀了。老管家沉默不语。伦纳德厚颜无耻道：“现在法律这么完善，应该有人会愿意来的。”老管家皮笑肉不笑道：“好的，我会尽力的。”房间重新剩下他们2人时，唐希儿已经从对话里对伦纳德有了初步的了解。神经病，残暴，还特立独行。他预感自己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顿时心梗的不想理会他的逗弄。他预感的没错。当天老管家的招聘消息发出去后，工资从3小时翻1倍，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但听到工作对象是伦纳德后，又全部委婉拒绝了。唐希儿也因此又吃了一顿口感一言难尽的午餐。
这次味道还不一样，是甜到发腻的味道，交杂着没有去掉腥味的肉泥。据说是永业之都十分好养活的3头魔犬的宠物口粮。看着一坨巴巴状的宠物粮，唐仙儿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努力吃了一点。半个小时后，他抱着疼痛难耐的肚子在床上翻滚，疼得满头大汗，气得伦纳德把做饭的临时厨师从窗台上扔了下去。对方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好在也是有吸血鬼喜欢养点宠物的，兽医还是能找到的。吃坏肚子这样的小病症也是一针药剂就能搞定的事，但唐仙儿是完全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了。离开露鲁斯的短短3天，他已经瘦了4斤，晚上抱着被子忍不住红了眼眶，肚子好饿，脖子和肚子好痛。因为走秀获得了400万的喜爱值，可是获得的奖励是永远不会吃胖，体重的上限永远保持在105斤。这个奖励放平时，唐仙儿肯定要高兴的原地转圈，然后放开了肚子吃东西。但现在他情愿把奖励换成吃的。伦纳德被他哭得头疼，耐不住脾气吼道：“吵死了！”唐仙儿本来就伤心，突然被吼愣了一下，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恶向胆边生，边哭边用顺嘴的中文哭诉道：“我就哭就哭，王八蛋，吸我血还不让我吃好点，你不是人！”借着气势，他扑上去，对着男人的脖子也咬过去。当然，他只会咬酸自己的腮帮子，对方带着防御的皮肤是一点事没有。等折腾的没了力气，这才自己主动停下，一只大手抬起他的下巴。伦纳德满脸嫌弃的给他擦眼泪：“你真麻烦。”唐仙儿委屈道：“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自己亲自去厨房做一顿，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今天伦纳德带着他修理厨师时，他望着那只剩下盐的灶台，陷入了深深的沉默。而且他还没灶台高，如果他有罪，请让他毫无痛苦的死去，而不是活生生饿死他。”伦纳德一手抱着他，五指插进自己的长发里，发出无奈的叹息声。实际上他已经网购了一大堆宠物用品和食物，但永业之都的食物只有血液，日常用品实体店就能满足，因此网购这种方式在这里并不盛行。那些东西都是要从外进口回来，半个月能到都是快的了，还是要拥有厨师啊。看看饿得无精打采，脸色也不好看的唐仙儿，也怕他饿出个好歹，等不及明天一早有没有人来应聘了，直接道：“知道了，这就带你去吃。”他从来没有养过宠物，作为一个新手，上手就是这样娇弱的品种，让他很是头疼。但再头疼也不能不管，他直接抱起唐仙儿往怀里一塞，站起身就走向了阳台，然后足尖一点就飞了出去。永业之都永远也没有真正的夜晚，按外面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半，但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亮丽的吸血鬼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各个角落。伦纳德飘在上空，凝望着下方已经和自己沉睡前有了巨大变化的城市，目光在五光十色的招牌上辨别了一会儿，然后选择了最热闹的那条街落了下去。唐仙儿已经饿得对外界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的好奇心了，直到听到碗碟摔碎的声音，这才本能地探出脑袋观察情况。这里像是一家餐馆，装修的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几十个卡座几乎都坐满了客人，穿着服务员装扮的血族少女正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地上一杯血浆已经因为受到惊吓的掉在地上摔得4分5裂，满餐厅的客人也都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神情肃穆。女服务员强自镇定地问道：“亲王殿下，很抱歉，我这就收拾，都起来吧。”伦纳德语气寡淡道：“你去把主厨喊来见我。”女服务员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应声：“是。”不用女服务员喊，主厨自己从后厨颠颠地跑出来，单膝跪地，脑袋垂得低低的忐忑问道：“亲王殿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能做主厨手艺一定很好吧？”俊雅的主厨显得略有些激动，但还是克制着某些猜测，谦虚道：“您过奖了。”嘴上谦虚着，但他的背脊已经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不是他狂妄自大，这美食一条街就没有人不知道他艾伦拜的名气，看看这满大厅的人就知道他的手艺不是盖的了。伦纳德示意他抬头，然后说道：“这是我的宠物，它不能喝血，你做点它能吃的东西过来。”艾伦拜一眼看去，对上唐仙儿亮晶晶的黑眼珠子愣了下，脱口出道：“哎呀，好漂亮的幼崽！”他的惊呼让不少人偷偷抬起头看了过来，然后齐齐交换了个眼神，眼里满是八卦。伦纳德没有和低级吸血鬼解释的义务，也无所谓他们在脑补什么，不耐烦道：“看清楚了再说话，能不能做？”艾伦拜吓了一跳，又仔细观察了下唐仙儿，这才发现他的与众不同，很快确定这不是吸血鬼，也不敢再问什么，低着头为难道：“我没有做过除血液以外的饮品，但我愿意试试。”伦纳德收回看死物的眼神，满意道：“去吧。”艾伦拜背着山大的压力，很害怕没做好会不会被制裁，但又不敢不做，只能摸着虚汗回了厨房，豁出老命试试了。大厅里经理连忙客气的把客人们都赶出去，大家也都很配合，不过都没有走远，全部留在外面，隔着透明玻璃往里张望。血族十分崇拜血脉强大的纯血，哪怕伦纳德做人很失败，劣迹斑斑，普通的吸血鬼们依旧为能靠近他而感到兴奋。哇，我好幸运啊，居然能遇到亲王殿下，他好帅啊，亲王殿下好暖啊，居然亲自带着宠物来找吃的，我好想变成那只宠物分享这份宠爱啊。哈哈，我离亲王殿下只有329厘米的距离，我等下就要去买彩票庆祝一下我的运气，真羡慕你啊，姐妹。我坐的比较远呢，你看到那只宠物没有啊？我都看不到。一个位置最优的小伙子骄傲的道：“我看到了，是一只很可爱的宠物，而且我知道它在羽族很受欢迎，名字叫软软哦。”
几个月前，亲王殿下还和软软的主人决斗呢。他的话勾起了不少人的回忆。啊，我也想起来了，当时我还因为软软可爱，拜托羽族的朋友给我邮寄了软软写真集呢。软软怎么变成亲王殿下的宠物了？是终于打败了前主人吗？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反正现在软软是亲王殿下的了。也有消息不灵通的开始打听其始末，然后一路摸到了鲁斯平板器最新的宣传，没忍住悄悄下单了一台。他们也想拥有亲王殿下同款宠物啊，四舍五入一下，他们和亲王殿下更亲近了。看热闹是生物的天性，这边站了这么多人，不少路人不明就里的加入其中，然后也留下不走了，并在大趋势下也买了一台鲁斯牌平板器。在他们叽叽喳喳分享八卦的时候，主厨艾伦拜终于端着他的菜肴出现在了大厅里。唐仙儿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人，激动地动来动去，被伦纳德按住，这才老实了，眼睛却望眼欲穿的紧紧地盯着的餐盘。艾伦拜也不敢耽误，连忙掀开盘子上的盖子，露出里面奶白色冒着热气的汤汁。唐仙儿眼睛一亮，终于不是奇奇怪怪颜色的东西了，而且这个像鲫鱼汤的麦香看起来也很不错，里面还有沉沉浮浮不知道什么做的圆丸子呢，要是能撒一把葱花的话就更完美了。他伸手拿过汤勺盛了一勺就往嘴里放，原以为能喝到正常的味道，但在入嘴刹那，唐仙儿已经连喷出去的能力都做不到了，只能张开嘴，一脸呆滞的仍由汤汁顺着下巴淌出来，无神的双眼里明晃晃写着难吃2个字。非要形容他现在的感受，那就是高粱白酒交杂着满满的折耳根的味道，又冲又辣又腥气，都比不上伦纳德给他的宠物粮。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唐仙儿大着舌头哭求道：水水水！早就被他的反应弄得脸色苍白的艾伦拜比伦纳德反应更快的端来清水。唐仙儿一把抢过猛灌，他要把嘴巴洗干净，太难了，这个世界对他太难了。喝完一海碗清水，唐仙儿才重新感受到了一丝喘息。他生无可恋的瘫在伦纳德怀里，眼里已经没有了光。伦纳德冷冷地看向神情瑟缩的艾伦拜，质问道：你做的是什么？艾伦拜纳道：是最高级的猪鹿血和猪鹿肉，加上盐和从兽人国进口的香料做成的料理。动物们都喜欢吃猪鹿。他后面的声音在伦纳德的死亡射线下越来越低，直接匍匐在地开始求宽恕。伦纳德额角的青筋直跳，理智上他知道对方的思路确实没有错，猪鹿不论在哪里都是顶级食材，肉质和鲜血都是白色，既美观又可口，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爱吃，除了贵没有毛病。对方愿意拿出来招待也是有心了。低头看看怀里不争气又娇贵的唐仙儿，最后忍着脾气站起身，把食材费给付了，含着俊脸抱起唐仙儿离开了。里3层外3层的群众立马让出一条路，恭敬地目送他们的亲王殿下左拐进了另一家店。众人还来，虽然诧异，不过反应快的立刻跑过去抢占位置继续围观。人群中忽然响起一道焦急的声音：让我过去，我是这家的主厨，快让我去服侍亲王殿下。等这位跑出去看热闹的主厨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餐厅，伦纳德已经很不耐烦了，他乖绝地道：亲王殿下，我这就去做符合软软的口味。伦纳德这才好看一点，快点。是，我这就去。半个小时后，唐仙儿面前摆放了新的菜品，同样看起来很不错，很美观，不过这次他谨慎了很多，只伸出舌尖舔了舔灵魂，便被神奇的味道激出了躯壳，眼泪再次无声滑落，汤匙掉在地上。唐仙儿木着脸僵硬地坐了回去，他木木地想，为什么这个世界能有这样看着美观又难吃的料理呢？怀疑人生的还有第2位主厨。他捧着自己吸取艾伦拜教训，精心做的料理，一脸挫败又歉疚地看着伦纳德。伦纳德冷哼一声，又带着唐仙儿走了。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更不愿相信整个城市都养不活一个唐仙儿。于是接下来2个小时后内，他进了一家又一家，每次出来唐仙儿的脸色就更差一点。最后一家时，无论对方端出来的菜肴多么可口，他都坚决不吃了，被撬开嘴强行灌了一口又吐出来后，唐仙儿哭着咬向伦纳德的手掌。伦纳德随他发现，望着一群废物主厨突然站起身，对外面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吸血鬼道：今天谁能让软软吃下东西，我奖励他1滴血。今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大半夜游荡在外的吸血鬼们忽然发现有一群人脚步匆匆的四散奔跑，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的严峻，像是一群气势汹汹要上战杀敌的勇士。被他们的气势威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的路人们往两边避让，和身边的人窃窃私语，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有眼尖的人从人群中看见了自己相识的人，连忙上前高声呼唤道：嘿，罗毕克，你们这是怎么了？叫罗毕克的小青年看到是自己的好兄弟，急忙伸手抓住他往自己家跑。你来的正好，快跟我走。青年跟上罗毕克的脚步追问道：你们这样急匆匆到底是为什么？罗毕克不想这个时候回答的，但他知道自己的好兄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性，只得无奈地凑近他，压低声音快速说道：亲王殿下在汉克餐厅那边，他的宠物得了厌食症，连艾伦拜主厨拿出来的猪鹿肉都吃不下去。亲王殿下发话，谁要是能让那只宠物吃东西，他就奖励谁1滴血。怎么厌食症会传染吗？亲王殿下身边的人都这样吗？等等，你说亲王殿下的1滴血吗？青年惊讶地瞪大眼睛。罗毕克捂住好兄弟的嘴，嗔怪道：你小声点，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竞争对手。血族等级森严，地位高低不像其他种族那样只要父母强大，他自己就算基因突变烂成一坨屎也依旧是贵族，平民却一辈子也不能成为贵族。他们血族就不一样了，他们是靠实力决定社会地位的，就算是低级吸血鬼，只要能得到高级吸血鬼的血滴，就有一定几率晋升实力。
运气好能直接一步登天，跻身贵族。所以供血者的血脉越强大，他们一滴血的能量就越强，晋升的机会也越高。伦纳德亲王殿下，目前血族唯一存活1000年的吸血鬼，他不仅本身是贵族，为他供血的 father 更是强大到能让人生畏。如果能得到亲王殿下的血液，青年终于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气势这样惊人了。他要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青年激动的精致的妆容被好友擦花了，也不介意了，疯狂点头道：“是。天哪，罗毕克，你对我真好。如果我成为了那个幸运儿，我会成为你的 father。”罗毕克也道：“我也一样。快回去拿食材和工具。亲王殿下要求是热食。我家还有很多柴火。”两人不再低声交谈，跑出悬浮车的速度朝自己家里去，生怕被别人抢了先。一些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见有的人进去询问几句后，两眼放光，好似中了大奖的表情。聪明点的也跟着往前凑花钱买消息。不知不觉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到1个小时，唐仙儿看着面前自备灶台食材和锅碗瓢盆的队伍，惊得小嘴微张。长长的街道被占得满满当当的，不时还有看热闹的人怪叫一声跑回去取东西。不少人都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的。唐仙儿还看见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呢。伦纳德合上他的下巴，笑得光芒万丈道：“马上就有的吃了。”唐仙儿有些感动，但吐槽之魂永存。你之前也这样说，结果呢？他又看看那些人，默默补充一句道：“不过这次我相信你了。”想到这场万人厨艺大比拼都是为了让他吃上一顿饭，唐仙儿对这个人改观了一点点。他一向爱恨分明，于是回头朝对方露出了一个笑脸。伦纳德冷峻的眉眼罕见的松动了一会儿，手贱的捏了捏他扁扁的肚子，继续看比赛。唐仙儿捂着肚子没有打他，也跟着继续看。成千上万的人为你做一顿饭是什么感觉？唐仙儿，震撼的感觉。众所周知，血族不会做饭，连顶级大厨去了外面也只配当一个调酒师。但此刻他们都拿出了最认真的态度给他做饭。每个人眼前投放着教人做宠物饭的视频，一个个面容严肃地站在临时组建起来的灶台旁，用着他们仅有的一点简陋的食材，谨慎的像是在做一场随时会爆炸的化学实验。但还是有人在热锅倒油这个阶段被噼里啪啦的响声吓得滋哇乱叫，有的人锅里已经冒起了黑烟，也有人的操作看起来游刃有余。但唐仙儿看他一口气倒了3勺盐的举动，已经默默在心里给他打了个叉叉。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又有几个人的锅内烧起了大火，吓得初次做饭的生手慌乱下，连累的身边不少人跟着倒霉。之后像是踩中了地雷，一个接一个地爆了，场面乱成一团。你怪我衰神附体，我怪你影响我发挥。打架的人逐渐增多，连累了更多的人。唐仙儿看得可乐。伦纳德眼睛一眯，打架的选手和失败的选手顿时宛如被控制了脑子的丧尸一般，主动走出了比赛现场。紧接着化身警卫队冲进餐厅里，爆出灭火装备，消灭了他们引起的火花。坐得高看得远，唐仙儿看着这些人花样百出的淘汰方式，不由啧舌。这些人简直都可以做一个厨房杀手合集了。看着那些浪费的古怪食材，他隐约感到了心痛，也刷新了他对吸血鬼们在厨艺方面的天赋有多低的认知。半个小时过去，场上逐渐只剩下100来个，大部分在锅里传来奇怪味道时就被伦纳德清理出去了。这100来个幸运儿看看那些失败后痛哭流涕的同胞们，动作越发谨慎，连教学视频里的大厨摸摸脑袋，他们也要跟着学一学，仿佛多了这个动作就能给饭菜施加魔法了一样。可惜100个人都是对他们种族天赋的高估，不少人掀开盖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蒸发成硬硬的一坨，或者直接烧干了。这一波带走了1大半人，不少人哀嚎道：“该死的，为什么不说火候问题？”又是10分钟过去，现场只剩下2男1女。从他们投屏的画面上能看出，其中2人做的都是把杂粮煮熟然后搅拌在一起的糊糊，3人的表情很紧张，跟着教学视频掐着秒表到时间了，立刻以光速关掉了火，然后把成品放在托盘上，恭恭敬敬地端上来。唐仙儿脑袋往前伸，前面2个人的餐盘里放着散发着糊味的糊糊，吸血鬼们似乎闻不出好坏，只要里面还是白色的米粥，和视频里面的相差不大，他们脸上便露出了高兴的神情，连忙看向决定他们最终成绩的唐仙儿。唐仙儿掠过2人，直奔排在末尾的青年，这是3人之中唯一一个没有看教学视频的人。唐仙儿好奇地看向他的餐盘，惊奇地发现里面的东西他居然认识，一道卖相很不错的毛血旺汤，清亮的汤里淌着一片片切得齐整的毛血旺，汤上还撒了绿色的植物点缀，闻着熟悉的香气，唐仙儿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口水。他等不及伦纳德喂他，自己拿起汤匙舀了一勺，呼噜呼噜吹了几口气，便一口吃进嘴里。说实话，味道有点寡淡，毛血旺还有一点腥气没去干净，但有了今天那化学武器一样的对比，此刻他已经感动得想给对方一个拥抱了，全神贯注地把一碗毛血旺全部吃完，这才满足地享受起难得的饱腹感。自始至终，他对另外2个人的碗碟再未看第2眼。被唐仙儿选中的主人此刻正激动得双颊泛红，端着空碗笑得像个傻子，然后崇拜而恭敬地看向伦纳德。伦纳德给唐仙儿揉着肚子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罗毕克。”伦纳德不吝夸奖：“你做得很好，你会做菜。”罗毕克努力保持着冷静，语气里还是避免不了颤音道：“是的，我对其他种族的菜式很好奇，一直想要知道那是什么味道，所以我有偷偷练习。”他不知道唐仙儿是什么生物，喜欢吃什么，但现在他手头上唯一有的只有动物的血，毛血旺是他唯一的选择。没想到居然奇迹般的获胜了。他看向自己的兄弟，对方已经站在人群中亢奋地冲他挥手了。
伦纳德点点头，咬破自己的指尖，滴出一滴鲜血。青年急忙颤抖着手接住，那滴血珠凝结成一颗红色的珠子，躺在他的手心，滚烫了他的心。这是你的奖励。罗比克已经失去了言语的能力，单膝下跪，虔诚地低下自己的头颅。他是最普通的低级吸血鬼，在等级森严的血族里，他活得并不轻松，已经打算去国外当打工仔了。大不了有太阳的时候，他就在家睡觉呗。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亲王殿下居然发起了召集令，抱着反正都要走了，干脆试一试的心态，他参加了这次的比赛。没想到他却得到了冠军，现在整个人都恍惚的像是在做梦了。看着身边那些淘汰的人投来的羡慕眼光，他眼眶里有热浪流转，抹掉激动而出的眼泪，再抬头，俊美强大的亲王殿下语气淡淡地道：“你很有做饭的天赋，从今天开始就是软软的厨师了。”罗比克哽咽道：“是，殿下，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其实他很想喊一声 Father， 但在成功晋升前，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资格。许久得不到回应，他悄悄抬头看去，亲王殿下已经抱着那可爱的小宠物离开了。好兄弟已经扑了上来，对他又搂又抱，比他还兴奋，急急地道：“快走快走，我们回去告诉你家这个好消息。你也得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服用下亲王殿下的血液才行呢。”永夜之都没有白天，唐仙儿吃了一顿分不清是早饭还是晚饭的饭，又躺在了大床上，和吸血鬼生活了2天。原本脑子里因为文学作品对血族的憧憬已经完全剩下无聊这个标签了。贵族们不用工作和生产，最常干的事情就是一大群吸血鬼聚在一起参加疯狂的舞会。这座城堡里每天都有不同批次的人过来举行宴会，而身为城堡的主人，伦纳德也丝毫不介意。听着隐约的交响曲的背景音，他正在研究自己重新健康起来的小新娘。他知道唐仙儿不是阿大兽，甚至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生物。要不是他这2天状况百出，他早就想研究一下了。被玩的唐仙儿左右抵挡，对他的毛手毛脚很是不满，但也毫无办法，把脑袋塞进枕头下面就不管了。与其浪费力气和他打架，喜爱值才是现在更重要的事呢。恭喜宿主，您今日进账1250万喜爱值，第3期喜爱值已还清，奖励抽宝箱1次。唐仙儿惊喜道：“怎么这么多？现场人也就几万而已啊！他以为有个200多万就了不起了。”血族崇尚纯血，今天的事情还在发酵，因为您的饲养人十分大方又强大，血族爱屋及乌，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对您很喜爱。哎呀，真是天降馅饼啊！这么看来，伦纳德这个混蛋也不是毫无优点啊。他感慨完，赶紧等不及的开始抽宝箱。几道金光闪过，箱子里出现了一瓶蓝色的药水。小巴及时为他解毒：“恭喜宿主，获得心灵心相通药水1瓶。此药水只能给对自己有好感的生物服用，服用下药水的生物不仅能同步知道您的想法，还会听命于您，时效3天。”哇，听起来是个好东西，但能明白我的想法大可不必啊。这样我哪里敢给别人随便用啊？那不分分钟就知道我不是动物了。每一样道具都有存在的理由，请宿主好好发挥。唉，你有啥建议吗？没有。唐仙儿日常调戏小巴。伦纳德忽然把他脑袋上的枕头扯掉，开始玩他的头发，手中的黑色长发顺滑黑亮，和动物的皮毛完全不同的触感，分明就是真正的头发。他扯了扯，力道控制的不是很好，引来唐仙儿一阵痛呼。啊痛！伦纳德顺势放开头发，又抓起了唐仙儿一只脚丫子查看，肉肉的小脚在他的掌心里只有一点点大，5个圆润的脚趾头蜷缩在一起又放开，也煞是可爱。如果他的主人不乱动，乖乖让他研究的话，就更可爱了。哈哈哈，放开我的脚！脚是很敏感的地方，被人碰一下，他能痒得原地起跳，疯狂踢他。但那伦德不是露鲁斯，没有因为他疯狂的抵触而停手，甚至变本加厉的挠他的脚底心。这谁能忍啊？唐仙儿又叫又笑的滚成一个疯婆子，乐极生悲。房间里响起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他的脚在双方的拉扯下脱臼了，笑声一顿，转瞬变成了隐忍的痛呼和憋在眼眶打转的泪水，整个人一动也不敢动了。伦纳德也傻眼看着手中有些错位的脚踝，愣了片刻后，手脚利索的又给掰回了原位，伴着惨叫一声，唐仙儿猛地缩回自己命运多舛的脚掌，又疼又气，日常问候伦纳德祖宗18代，罪魁祸首不但不道歉，还恬不知耻的把他抱起来抱怨道：“你怎么这么弱？”他现在已经被唐仙儿血液绑定了，再喝其他的血液根本喝不下去，不可避免的关心起唐仙儿的寿命和能力问题。他可不想落到那个人一样的地步，这么弱的话很容易死掉的。上次不是还能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吗？他说着捏起唐仙儿紧紧握成拳头的手掌，只用2根手指就轻松给捏开了，然后一脸沉思道：“是属于遇到危险奋力一搏的类型吗？”不等唐仙儿反应，他把手掌按在了他左侧的胸上，5指成爪捏了几下呢？难道是雌性的话就能繁衍后代？泪眼婆娑的唐仙儿眼睛瞪大，泪水失去依托，唰的滚落，当机几秒，脸刷的爆红，红中又透着丝丝缕缕的黑气。他深吸一口气，伴随着一声气势十足的呼喝，在床上一个鲤鱼打挺，一巴掌打向伦纳德的俊脸。然而他的速度在伦纳德看来慢得满是破绽，随手便挡住了。不过看唐仙儿一击不成，又使出了无敌风火轮的攻势，猜测自己可能触碰了他这个品种的敏感地方，好笑的把人一招制服，然后把自己的手指塞进他的嘴巴里，让他咬着发现。反正凭他那平整的没有一点威胁性的牙口，也只能在他手指上吐吐口水了。唐仙儿恨恨地吐出他的手，双手抱胸，泄气的扭过脸去不看他。
此时此刻，他真的好怀念露露丝。露露丝从来不会这样，只要自己露出不喜欢的神情，他再也不会做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只觉得他是个好人，现在有了对比，忽然觉得自己会那样依赖那个人，是因为露露丝给了他最需要的尊重。对一只宠物尊重，这真的很难得。接触了这么多外星人，他们大多没有人类虚假的交际礼节，非常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喜好，喜欢便是喜欢，不喜欢便摆在明面上。露露丝那种细腻的情感反倒反常的像个异类，可惜这么好的人已经不想照顾她了。自己不见了这么久，他有没有找她呢？会不会以为他已经死掉了？伦纳德敏锐地感受到了唐希儿忽然的情绪低落，他眼底带着一缕诧异，不明白怎么好好的又生气了。唐希儿想得入神，不小心喊出了露露丝的名字。伦纳德深邃的瞳孔悠悠地泛着波光，捏起唐希儿小巧的小八肩，让他不得不看向他，眼角眉梢都透着强势的意味道：从今天开始，你的主人是我伦纳德，再喊错名字我就要惩罚你了。唐希儿抿着嘴没有吱声，假装自己听不懂。掰断了他脚的事他还没消气呢，伦纳德也不急在一时让他知道自己已经易主了，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懂得这件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吸口血，他已经忍了很久了，咬破薄薄的肌肤，吮吸让人迷醉的香甜血液，他能感受到身体在他血液的滋养下慢慢变得舒适，这就是顶级血液对血族的馈赠，就像其他种族从食物中汲取能量一样，他们的能量来源血液的品质。搂紧怀中的唐希儿，伦纳德眼眸里划过一丝红芒，他绝对不会让人抢走的，这是他的宝藏。露露丝一身疲惫地回到家，穆莎期盼的眼神在看到他疲惫的神情后，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转身回厨房给忙碌了一天的老板做好吃的去了。不只是老板，这个家自从少了软软，他也总觉得冷清了很多。看不到软软跟前跟后讨东西吃的小模样，他都有些不习惯。白天打扫的时候看到软软的玩具，他习惯性教育起来，可转身才发现身后根本没有软软。做好了食物他端出去，还是没忍住问道：老板，有软软的消息了吗？露露丝沉默地接过碗碟，面无表情地道：没有。穆莎叹口气，不知道如何安慰。老板比他更难过吧？从软软出事后就再也没去公司了，他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心里为不知去向的软软祈福，希望他在别的地方也能有好吃的。顺利等到老板的救援，沙发上的露露丝慢条斯理地吃着晚餐，内心却无比焦躁。原本以为加上父母的力量还有娜娜家的势力能很轻松地找到软软的踪迹，却不想4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连唯一的线索大灰兔子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要么带走软软的人能量不容小觑，要么软软已经去世了。想到这里他吃不下去了，他是绝不会承认软软已经死掉的，只有一种可能，他被能量不下于他的人带出了国，这才能瞒住他们2大家族的盘查，这就很难办了。晚上睡觉时，他摸着软软灌肠睡的那边看了很久，黑漆漆的夜色里他又一次失眠了。亲王殿下为了一只小宠物在大街上公然犯法，亲王殿下为了一只小宠物举办了美食大赛，奖品居然是一滴血。这2个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往永夜之都所有贵族的耳中，大家很好奇是怎样一只宠物能让对什么都挑剔的亲王殿下这样用心。大部分人八卦的时候，心思灵巧的人已经准备好了礼物，打算送给那只小宠物。万一小宠物开心了，亲王殿下一高兴也给了一滴血的话，那就赚大发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得知这件事的贵族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既然如此，与其一个个去探望惹亲王殿下厌烦，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不如群策群力说服亲王殿下举办一场舞会，到时候大家带着礼物过去参加，亲王殿下也带着小宠物参加，再得体不过，三全其美。宝贝不给人知道犹如锦衣夜行，伦纳德也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宝贝。早已厌倦了舞会的他破天荒地答应了。于是唐希儿坐在巨大的梳妆镜前，等着服侍他的侍女给他装扮，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有一件事是怎么也无法习惯的，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被咬一口。虽然伤口恢复得很快，但谁会喜欢打针的感觉呢？托他的福，这2天的伙食在那位叫罗科比的努力下已经趋于正常，可他的体重却一直没有上去，贫血的症状重新回到身上，每天被伦纳德气的动手后都累得头晕目眩。再这样下去，他没有因为寿命到线死掉，很有可能会因为严重贫血死掉的。多看一眼身后等着他的伦纳德都觉得心口堵得慌。唐希儿闭了闭眼，重新看向镜子里打扮一新的自己，情绪值缓缓上升了一点，实在是镜中的自己太漂亮了。伦纳德虽然不做人，但在他的吃穿用度上也像露露丝一样舍得花钱。以前看欧美电影羡慕里面女主角优美华丽的长裙，如今她有100多条，今天这套也是刚送来的，黑色的丝绒长裙，裙摆又大又蓬，像是迪士尼里公主的裙子。看到侍女和伦纳德眼中的赞叹之色，他强忍着才没得意的笑出声。就是可惜这么美的自己没有被拍下来发出去，不然肯定又能获得好大一波喜爱值的。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今天他要参加宴会，应该能多少赚到一点喜爱值。没错，今天是贵族们集体携家带口来看望他的日子。这时等了半天的伦纳德走过来，满意的看着他道：今天的软软真漂亮。唐希儿克制不住的嘴角上翘，只有说好听话时，眼前的男人才是顺眼的。今天他一样打扮得很是利落，在礼服的包装下，私下里不做人的那一面窥不见分毫，常年累月浸染的优雅贵气比他出色的容貌更让人折服。已经摸透唐希儿性格的伦纳德也忍不住笑起来，弯腰把人单手抱起，就大步流星的往外走去，一路走到城堡里最大的宴会厅。
推开门，优雅低沉的音符清晰而出的。唐仙儿看向里面一水恭敬行礼人，心潮跟着澎湃。这种君临天下的舒爽感啊！还在愣神的功夫，伦纳德已经抱着他一步步登上了宴会厅里唯一一把镶满珠宝的座位走去。宴会厅里所有人都安静地目送他登上顶峰坐下。伦纳德把唐仙儿抱坐在腿上，然后随意的一挥手，乐师们立刻重新演奏起来。底下装扮精致奢华的贵族们也重新变得欢快起来。但大部分人没有进入舞池，而是好奇地看向伦纳德怀里的唐仙儿。唐仙儿端正好姿态，随便他们看。他也看着他们，心情有些亢奋。他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舞会，小市民开了眼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看什么都觉得稀奇。尤其在场的血族，不论男女，一个个看去都是赏心悦目的。而此时三五成群的贵族们也在点评唐仙儿，那真的是宠物吗？我刚才差点以为亲王殿下抱着私生女走进来的，好精致的脸庞，不愧是亲王殿下看中的宠物，就是这么与众不同呢。不知道等下亲王殿下肯不肯让我们抱一抱呢？我觉得好可爱啊。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他脖子戴着的那颗宝石是不是德古拉三世皇后的那颗真实之眼啊？众人一惊，朝唐仙儿的脖子看去，识货的也认了出来，亲王殿下也不可能用假货，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觉得就算宠物再怎么可爱，也不应该把属于德古拉三世皇后流传下来的珍贵首饰戴在一只宠物的脖子上啊！果然是一个疯子，大家心中存着不满，但是压根没人敢上去触眉头。为了一只宠物吃饭都能大动干戈的举办厨艺比赛，奖品竟然是一滴血，这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也由此可见那只宠物有多受宠了。就在这时，宴会厅的大门再次打开，一名穿着比伦纳德还要隆重华丽的高大男子走了进来。他一身上位者的气息，脸庞也是俊美异常，只是眼神扫视众人时带着一点阴鸷，无端让人想到阴损。大厅中的贵族们见到来人，齐齐弯腰行礼，弧度要比看见伦纳德还要低一些。陛下，哎呀，是国王啊！唐仙儿直起腰，好奇打量，然后扭头看向伦纳德，对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甚至都没有起身的打算。他注意到不少人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也不缺看好戏的戏谑眼神。男人笑眯眯地举起一杯鲜红的液体，遥遥对伦纳德举杯，后者慢条斯理的也端起一杯酒水，做出同样的动作，浅浅喝了一口。唐仙儿以为要一酒泯恩仇的时候，对方却一步步走上台阶，直到走到椅子旁边才停下，然后垂下锋利的眉眼端向他。唐仙儿仰着脑袋回看，见他暗红色的眸子里先是闪过一丝诧异，然后目光一凝，伸出修长尖利的指甲，指着他脖子上那华丽沉重的宝石项链说道：“叔叔，这条项链戴在宠物的身上不合适吧？”伦纳德无所谓的给唐仙儿正了正项链的位置，笑道：“我的东西，我乐意给谁就给谁。他戴的不好看吗？”男人脸色有一瞬的变化，不过很快就隐藏了起来，垂眸笑了笑：“是侄子说错话了，叔叔不要介意。”他说着，弯腰试探的摸了摸唐仙儿的脑袋，力气没控制住，唐仙儿的身体跟着摇摇晃晃，脖子上的大宝石往旁边歪了一点，露出侧颈还没有完全痊愈的两个血洞。男人瞳孔一缩，还想细看，伦纳德已经挥开他的手，不满道：“奥利弗，我没允许你碰我的东西。”奥利弗眉眼微动，没说什么便下去了。唐仙儿望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都觉得对方挺冤枉的。刚才他并没有感觉到恶意呢，脑袋被伦纳德强硬的掰了过去，语气危险地道：“你看他做什么？这人又发病了。”唐仙儿熟练的脑袋一歪，靠在他胸口蹭一蹭当撒娇，才算安抚好这个喜怒无常的家伙。因为伦纳德的专横，这个舞会说是为他办的，可他压根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就全程看着别人玩，无聊到中途就忍不住睡觉了。奥利弗回到自己的皇宫，立刻气得打烂了一堵墙，发泄了好一会儿才感觉好受一点。想起舞会上伦纳德说的那句话：“我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是啊，这个王位也是因为他不要才轮到他头上的。可是人一旦有了无上的权力，就看不得身边有一个比自己更超然的存在。为什么不一直沉睡下去？那样他也能当他不存在。忽然他朝角落里吓得不敢乱动的护卫问道：“上次贝内特公爵说叔叔是被一只宠物误闯进禁地才苏醒的，对吧？”护卫认真的回忆了下，确定道：“是的，陛下。是舞会上的那只吗？”属下并没有见过。奥利弗皱皱眉头，想到在那宠物脖子上惊红一瞥的伤口，若有所思起来，看起来似乎是牙印。他们是高贵的吸血鬼，不会有人去吸食一只低贱的宠物的血液的，即使疯魔如伦纳德也不会这样做。他觉得有点奇怪，吩咐道：“去给我查清楚，从今天开始注意叔叔那边的动静，事无巨细都告诉我。”是，并没有让奥利弗等很久，一些瞒不了人的消息很快就查到了，并就送到了他的面前，包括之前那场已经全面删除的直播。他支招下巴把直播看完，可惜并没有看出什么。那个人能为了一只宠物和小贝打架，委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是护卫长告诉他的消息要有趣的多。那只宠物原本的主人是羽族的诅咒之子露鲁斯，靠着那只宠物，他现在在羽族那边的名声好了不少。听说他失踪后，网络上不少人为他祈福。露鲁斯也还没放弃寻找。另外，前段时间亲王殿下似乎直接飞去了那边，想要抢走这只宠物，但是被发现了。内贝特伯爵授意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奥利弗感兴趣的抬起俊朗的眉眼，若有所思地问道：“他就那么喜欢那只宠物？”护卫一板一眼的把自己打听到的说出来：“是的，陛下。听说那只宠物不喜欢睡棺材，亲王殿下现在每天陪着他一起睡床。有人看到亲王殿下有时候会开玩笑的喊那只宠物叫小新娘。除了去军队，亲王殿下去哪里都带着那只宠物。
也因为上次的比赛，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亲王殿下异常宠爱他的小宠物。城里最近的风气是宠物制造业，珠宝店里也出现了很多迷你款首饰，大家都想靠此获得亲王殿下的青睐。奥利弗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笑。他们对我都没有这么上心。护卫低下头去，不敢搭话。伦纳德亲王是血脉最接近原始的吸血鬼，实力强大，辈分极高，自然是受尊重的。不过他也很理解自己辅佐的帝王，但血族对纯种的渴望和敬畏是无法改变的，这点他很希望这位年轻的帝王能想明白。奥利弗继续询问道：上一次叔叔对一件事物这么感兴趣，还是对他的 father 吧？是的，只是一只的宠物不足以让叔叔这么上心。那只奇怪的生物一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护卫想了想说道：要说特别，那只宠物对外宣称是一只病变的阿达兽，但有消息反馈它会学人说话，绝不是阿达兽。也许是这点引得亲王殿下有兴趣。会学人说话的动物并不特别，想办法把它带到这里来。我有件事想要亲自查验，虽然看起来是伦纳德会做的事情，可只是为了一只宠物顶着阳光直射的难受去羽族，没有一点特别的原因，他是不信的。是，属下这就去办。护卫长出门去办事了。奥利弗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面，色阴郁难辨。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只要搞明白那只宠物的秘密，他多年的心病就能解决了。月朗新书，唐仙儿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他难得独处的时间。只要忽略身后2名离他5米远的保镖，他还是很惬意的。来到这里已经快半个月了，他也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伦纳德也不是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他会固定的时间去军队里训练士兵，为他们的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士兵军官。没了他在身边，唐仙儿觉得空气都清新了不少，至少没人总是手欠的故意惹他炸毛了。他目光期许地看向花园的尽头。没过一会儿，一只浑身长满浓密黑色毛发的一坨圆滚滚从远处狂奔而来。奔跑时，圆滚滚的皮毛柔顺的好像上好的缎子飞扬，身上的肥肉也跟着颤抖。这样的体型却长着一张宛如蓝湾牧羊犬一般英武不凡的脸，冰蓝色的眼睛透着3分邪魅和7分愚蠢。他跑到唐仙儿身前便停下了动作，低下头把嘴巴里叼着飞盘吐出来，然后吐着舌头，一脸期待地看着他。这是前几天舞会一位贵族送给他的幼年期的杰斯拉加长毛犬，是所有礼物里唐仙儿最欣喜的一件。这个年纪的幼犬正是培养感情的好时候，关键时刻他新得到的道具就有用武之地了。而且打开礼品盒见到他的第一眼，唐仙儿就被他圆滚滚毛茸茸的身形和酷酷的颜值戳中了心巴。能被当成礼物送给弱鸡的唐仙儿，杰斯拉加长毛犬的性格十分温顺，天生爱照顾人。别看眼神透着愚蠢，但智商很高，时常被人买回去照料幼崽，是犬界颜值天花板兼犬界优秀保姆。虽然还是幼年期，但个头已经和地球上成年体的哈士奇一样大了，成年后能有一匹马一样大。唐仙儿暗地用中文给他取名叫二郎神，小名二郎，因为他的眉心有一条树状白毛，就像一只眼睛。二郎，你好棒啊！唐仙儿扑进二郎的厚实的胸毛里，2只手疯狂撸狗头。二郎响亮地叫了一声嗷呜，狗眼里都是骄傲，然后低头友善地舔唐仙儿的手，萌宠在旁。唐仙儿在撸狗的快乐中不可自拔，暂时也不着急自己的小命了。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他失踪了这么久，想也知道自己在网上的一席之地铁定在日渐减少的。每天得到的微博喜爱值小八说都是从奇迹软软的游戏里来的。5个月的寿命看着很多，可一直关在这里也只是眼睛一睁一闭，一条命就没了的短暂。所以他正在努力地想办法逃出去。可是伦纳德对他看管得很紧。唐仙儿借着撸狗的间隙偷眼看看身后2名一脸姨母笑的保镖大哥，心中狠狠推了一口。真是的，这2天他已经用了无数的方式想要支开他们了，奈何2人就像2块狗皮膏药一样，连他上厕所都要一前一后守在厕所外面，真是难对付。唐仙儿自认为自己怨念的小眼神没有被看见，其实2位5米开外的保镖站得笔直的身躯内的 Q 版小人已经萌得满脸通红了。软软又在偷偷看他们了，这么想和他们一起玩吗？可惜亲王殿下不允许啊。好可爱好可爱，能抢到这份工作真是太好了。亲王殿下的大方人尽皆知，得知要来照顾最近十分受宠小可爱，他们也是打败了所有的同僚脱颖而出的。原本以为照顾宠物会很辛苦，但为了得到亲王殿下的血液奖励，他们也是甘之如饴。哪成想这份工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美好。小可爱不仅长着一张举世仅有的可爱脸蛋，性格也十分乖巧，虽然总是爱躲起来和他们玩游戏，但也好可爱。尤其是总是暗搓搓观察他们的时候，真的可爱到爆炸。每当这时候，他们必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然胆小又害羞的软软就会扭回头去，一整天都不和他们玩了。没错，唐仙儿一系列的努力，在2位强大的吸血鬼面前被误认为是躲猫猫游戏了。其实他就是个笑话，这一切唐仙儿都不知道。他还在锲而不舍地想办法，想要支开这2个人。正思考着今天该怎么支开2人时，天空中忽然投下一片阴影，下一秒飞下来一只巨型大鸟。唐仙儿只看到2个保镖大哥脸上霎时间升起的惊慌，接着他就被什么东西抓住往高空飞去，直到听到2郎尖利的犬吠声，唐仙儿才反应过来，他被当成小点心被一只猛禽的抓走了。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看着底下急速朝他奔跑的2名保镖和2郎，唐仙儿欲哭无泪。这次由衷的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他抓住固定在身体上的鸟爪子，倒霉的次数够多。经验丰富的唐仙儿难得没有尖叫，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感，低头安抚吓坏了的2郎，大喊道：“2郎别怕，
呜呜嗷呜！唐仙儿安抚二郎，也是安抚自己，尽管有些害怕，但他同样窥见了一丝离开城堡的曙光。在此之前，先给自己上一层保险栓。小八，我的生命最后关头就靠你了，不要怜惜我的喜爱值。是，宿主。小八做好了准备，但这次他依然是个摆设，因为预想中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猛禽在一声口哨响起后，自动地降落在了一个宽大的阳台上。唐仙儿安然无恙地落下，一抬头就见一个黑衣人一把把他抓起来，夹在腋下，转身往前方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走去。抓住自己的人动作还算温柔，唐仙儿心里有了一点谱。那只大鸟在天上根本没有飞多久就落到了这里，这人看见他也一点都不惊讶，他有理由怀疑那只鸟是他们特意放出去，目的就是为了抓他。喂，难道是另一个觊觎他血液的吸血鬼？不怕伦纳德那个神经病报复吗？没等他多想，没一会儿他就见到了正主，英俊的面容和那身华丽的长袍，是3天前那个喊伦纳德叔叔的大帅哥。这时抓住他的人开口道：陛下，我把他带过来了。奥利弗伸手把带住的唐仙儿接过来，询问道：通知叔叔了吗？已经派人过去了。那我们的时间不太多呢，不过也够了。唐仙儿小小的脑瓜，大大的问号，不是特意把他抓来的吗？怎么这么老实的去通知伦纳德呢？不过他也想不下去了，因为眼前忽然凑近了一张俊脸。奥利弗咦了一声，嗅着空气中奇特的香气，顺着源头慢慢靠近了怀中的唐仙儿。唐仙儿见势不妙，猛然把脑袋往后仰。奥利弗不依不饶的跟着他的动作移动，退无可退时，他伸手去推，双手也立刻被抓住。奥利弗像所有对他有企图的吸血鬼一样，埋手在唐仙儿的颈边，深深的嗅着薄薄肌肤下掩藏的血管。上次宴会没机会靠得这么样近，完全没发现他居然这么香，是一种能调动起他强烈食欲的香气。半个小时前喝下去的顶级血包仿佛根本没进过他的肚子，他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撕开了唐仙儿的领口，尖尖的牙齿探出口腔，就要进行下一步时，眼看不对劲的护卫长急忙把他拉开了。陛下，您在做什么？唐仙儿也惊恐地看着他，双手捂住自己的脖子叫道：伦纳德·路伦纳德·伦纳德。他想着用这样的方式提醒这位侄儿，他要是敢做什么，伦纳德那个神经病是不会放过他的。唐仙儿的提醒很有效，奥利弗回过神，迅速把他从自己的腿上抄起，放在桌上，然后自己连退3米远。他站在远处看着唐仙儿喉结上下滑动，等那股奇特的香气远离了自己，过了好一会儿，嘴里的尖牙才渐渐地缩了回去，瞳孔也慢慢恢复了正常。护卫长紧张又不明所以地问道：陛下，您怎么了？他有什么问题吗？奥利弗死死盯着捂着脖子呆坐在桌面上的唐仙儿，没有回答护卫长的问题。太不可思议了，闻到那股香气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原始的冲动，脑子里只剩下食欲和欲念交杂的狂念。如果不是及时被拉开，他可能已经不知不觉把那小家伙吸干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叔叔为什么如此在意这只不明生物了。不远万里飞去羽族算什么？他只是闻了闻就差点失控了，无法想象他的血会是什么滋味。奥利弗喉结上下滑动，不可抑制地产生了占有的心思，哪怕只有一次。他抬步往前靠近一步，唐仙儿见到他和伦纳德想要进食时，一模一样的神情，就知道他想什么，连忙更大声地喊伦纳德的名字。伦纳德！砰！大门被从外面暴力破开，伦纳德一身煞气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看也不看在场其他人，直径走到桌边，把唐仙儿揽进自己怀里，检查一遍他没有受伤，但看到他破碎的领口后，眼神暗了暗。他用斗篷把唐仙儿从头到脚罩住，转过身瞥向脸色同样不好看的奥利弗问道：奥利弗，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应该知道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奥利弗敛住脾气，没想到伦纳德来的比他想的还要快。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意道：叔叔，我的宠物不小心把您的软软当礼物送给我了，您知道的，他经常干这种事。我派去通知您的人，您看见了吗？伦纳德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许久，见他始终面不改色，目露疑惑，狂风骤雨地的气势突然一变，夸奖小孩子一样说道：呵，多少有点长进。奥利弗轻皱了下眉，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不等他细问，伦纳德已经走到他身侧，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话：我只原谅你这一次。奥利弗眼神闪了闪，明白自己的小把戏对方早就看穿了，那种不被视作对手的屈辱感再次淹没了他。他才是王。尽管满是愤慨，他终究松开了拳头，转过身在伦纳德离开前开口问道：叔叔，他是什么？伦纳德头也不回地道：不知道。奥利弗咬牙看着离开的，暗自运气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今天的目的是达到了的。那只宠物的血液有着对血族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即使没有品尝过，也知道绝对是非同一般无法轻易割舍的美味。他思考的时候，习惯性的捻动自己袖口的一片衣角。护卫长不敢打扰他，安安静静隐藏在黑暗中。时间悄悄溜走了一小段，奥利弗停止思考，吩咐道：露鲁斯不是还在找他吗？你想办法给他透露一点消息，祝他们竹虫早日团聚，最好到时候两败俱伤。他捡便宜。羽族的诅咒之子频繁地出没永夜之都，羽族那群古板的老家伙一定会紧张起来，免不了来他这里商议。为了所有子民的和平，他会做主强制让叔叔沉眠的。没了碍眼的叔叔，他还是说永夜之都说一不二的王。露鲁斯也别想落得好，两人都不在了，那只小宠物他也能接手了。露鲁斯，你可不要辜负了你的名头，让我失望啊！跟着伦纳德出了大房子，短短一段距离，唐仙儿已经恢复了淡定，
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突发状况，他现在的心理素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呢。现在请叫他拥有钢铁心脏的女侠，简称钢铁侠。嘴角邪魅狂狷的笑意扬起一半，钢铁侠唐仙儿就被伦纳德下一步的操作吓得抖三抖。只见那两位负责看护他的保镖冷汗涔涔的跑过来，双膝下跪，垂着脑袋请求原谅。他只来得及听见伦纳德一声清浅的冷哼，下一秒，两位护卫像是被什么大炮击中般横着飞了出去，地上的草皮被他们拖动出两条长长的泥土路来。伦纳德冷眼瞧着他们，冷冰冰地道：“连知音都对付不了，你们这种水平扔到战场上活不过3秒。”两人坚强地爬了起来，捂着胸口，嘴角流血，再度走了过来跪下，脸上没有一丝怨怼，反而满脸羞愧地请罪道：“让您失望了，殿下。”伦纳德看了他们一眼，说道：“滚下去，从明天开始训练加倍。”是。看着两人还走得稳稳当当，以为他们必死无疑的唐仙儿，骤停的心脏慢慢恢复了跳动。对于珍爱生命的地球人来说，如果他们这样死掉了，他的罪过就大了。当时那个情况，他们没反应过来也情有可原的。偷眼瞧瞧好像不太开心的伦纳德，唐仙儿识相的安静如鸡，决定今天绝对不招惹他。然而他永远奔跑在打脸的路上，回不了头。上一刻才说过不招惹对方，但等几个人抬着五花大绑的那只鹰过来时，他还是破功了。之前没有看到他的全貌，就被人带进了房子里，现在看到不由瞪大了眼睛。在露鲁斯那看了好多天动物纪录片的唐仙儿一眼认出来这是黑棘三尾鹰啊！看那犀利高高在上的眼神，弯弯的喙和黑中带金的羽毛，以及那标志性的尾巴上3根长长的金色尾羽，唐仙儿确定自己没有认错。哎呀，真鸟比电视里看起来还要大啊！伦纳德打断他的思绪下命道：“让罗比克把他烤了，给软软解解馋。”唐仙儿光速回头看他，像是在看一个土大款，但心里还有点点被重视的小开心。这是在给他出气吗？伦纳德似乎误会了什么，见他反应这么大，挑起一边的嘴角戏谑道：“是不是很期待？”他看看像是知道自己即将去世，所以拼命挣扎的大鸟，心中忽然涌现了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计划。这会儿自然是不能让他死的。唐仙儿回过神，假装没听懂他之前的话，而是扭来扭去从他身上跳下来，一落地就往黑棘三尾鹰身上扑，抱着他的大粗腿，坚定地说道：“不吃。”伦纳德走过来问道：“为什么？”唐仙儿瞅着他的脸色，感觉他还算平静，没有生气，斟酌了下不聪明范围内能用的词道：“陪我玩。”伦纳德居高临下的打量他，唐仙儿有些紧张，在他摄人的气势下，觉得自己的演技可能要稳不住，情急之下用上最大的招数。他低下头蹭到伦纳德身边，抓住他的手轻轻拉扯，让他蹲下。伦纳德顺从的蹲下身，玩味的看着他。唐仙儿抿抿唇，大头小心翼翼的靠过去，用自己的脸蛋去贴对方的冰冷的脸颊，撒娇地蹭蹭，眼神可怜兮兮的看向黑棘三尾鹰，又转回来，眼巴巴看着伦纳德。以前他想要什么，只要这样贴贴一次，露鲁斯和穆莎就什么都会满足他的。这招是他的必胜法宝，轻易不乱用，秘籍流程走完一遍。伦纳德果然有些吃不消，他侧过脸，指着自己另一边没被蹭的脸说道：“还有一边。”唐仙儿忍着吐槽又做了一次。伦纳德终于满意，冲不敢看他们的属下们挥挥手道：“把他带走吧，找个人照顾他，等驯服温顺了就送来。”几人恭敬的鹰士就抬着黑棘三尾鹰离开了。唐仙儿欣慰极了，对好说话的伦纳德有了一点改观。这个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的对他还算照顾，他的心思基本都写在脸上。伦纳德明显感觉到唐仙儿对他亲近了不少，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大手捏捏他的腮边肉，舔舔唇角道：“回去吧。”唐仙儿点点头，想到二郎连连叫道：“二郎二郎！”伦纳德道：“知道了，你明天就能看见他。”唐仙儿闻言安静下来，趴在他肩膀上看向某个阳台上静静注视这一切的奥利弗，对上他幽深的视线，立刻缩回脑袋。从之前听到话来看，这个人就是故意抓的自己，他现在要走他的宠物就算扯平了。回到城堡里，唐仙儿吃完还算可口的晚餐，洗完澡，晚上自己就变成了食物，让伦纳德充饥。忍受着脖子上的不适，唐仙儿今天还算配合，就当是今天伦纳德救他的报酬好了。毕竟马上他就要断粮了，希望到时候他不会因为没有他而变得更暴躁。吐槽完他就美美的睡觉了。伦纳德也发现了他的异常，把溢出来的血液一点点舔干净，这才心满意足的抱着唐仙儿躺好，支着脑袋看着他道：“今天很开心吗？”唐仙儿翻个身不想聊天，伦纳德挑挑眉开始挠他痒痒。哈哈哈哈！银铃似的笑声响彻房间，唐仙儿最后哭着喊伦纳德的名字才被放过，再不敢背对着他睡觉，老老实实贴在他胸口，瘪着嘴闭上眼睛。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幼稚的人呢？伦纳德可不管他想什么。欺负完唐仙儿浑身轻松，抱着不老实的小宠物开始睡觉。第二天，唐仙儿早早起床吃饭，等伦纳德去了，军队立刻出发去找黑棘三尾鹰，跟着他的保镖换了人，人数也从2变成了3，吸取了前辈的经验，他们这次连距离都拉近了。唐仙儿对这个变化郁闷也没有办法，只能加快速度去找鸟。中途遇到一晚上没见的二郎，毛孩子嚎叫着扑过来，疯狂地舔舔。哈哈哈！停下，好痒！二郎乖乖停下，围着他转圈圈，用湿乎乎的鼻子蹭他的手，像是委屈的在说昨天他多害怕一样。唐仙儿笑眯眯的撸了狗头，牵着他道：“今天带你认识一个新朋友。”嗷呜！等他带着二郎和护卫走到驯兽室时，那只鹰正在一同带包过来的驯兽师的带领下做各种动作。唐仙儿看着他有些难受。野生黑棘三尾鹰是自由的鸟，
他们生活在广袤的原始森林里，也能在岛屿上生活，喜欢捕猎海鱼和小型动物，战斗力很强。野生的如果被人捕捉会自行了断。眼前这只应该是人工驯养的才这么听话，也可能是从小经历了非人的折磨才这样的。在电视里看过它翱翔的姿态，再看缩着翅膀害怕被打的这只，唐仙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十分简单，那就是要成为这只鹰的主人，然后找机会让它带着自己飞出去。比起还要长大的二郎，能长时间飞行的鹰显然更适配他的计划。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培养主宠关系，好感度得拉到及格线才行。对于这点，他是一点也不担心的。他是谁？他可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未来预定万人迷啊！区区一只鸟，算个啥？是吧，二郎？舔狗二郎？嗷呜！确定了核心方针，唐仙儿开始卯足了劲，想要和黑吉三尾鹰建立初步的交集。首先给他取一个新名字，仗着他听不懂，唐仙儿简单粗暴的从小黑、大黑、阿黑里选了一个最好听的，叫三尾，刚好和二郎配套，都是数字打头。然后他小心的靠近驯兽师，二郎有些害怕的咬住他的裙摆往后扯，三名护卫也想要上前制止他的行为，驯兽师更是不知所措，连忙把三尾赶进宽大的鸟笼里。唐仙儿在伦纳德心中的地位有多重，经过这些时日的事情，只有眼瞎的才搞不清楚形势，由此更为担心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现了差池。亲王殿下一定会打死他们的。唐仙儿有些不满的看眼驯兽师，想了想还是没有为难他，又花点时间安抚好二郎，带着他一起小心翼翼继续靠近了鸟笼。三尾蹲在里面，姿态傲然的不看他，自顾自的用脑袋梳理自己胸前的羽毛。唐仙儿轻轻唤道：“三尾。”想当然是得不到回应的。三尾之前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准备从这一秒开始让他熟悉自己的新名字。他试探的伸手想要摸一摸三尾，结果差点被他用鸟喙啄在手背上，幸亏护卫大哥反应极快的把他拉开了。驯兽师立刻上前给了三尾一鞭子。唐仙儿很是愧疚，他不知道怎么让驯兽师知道自己的意图。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他能学人说话，但他一直很注意把控能说的范围。如今他已经很能熟练的应对这样的场景了，所以故作天真的指着三尾冲所有人道：“飞飞飞！”四个吸血鬼对视一眼。驯兽师问道：“您想要和他玩吗？”唐仙儿点头。驯兽师有些激动和担心，如果自己能满足的这只珍贵宠物的心愿，说不得就得到亲王殿下的青睐呢。可好处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要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它，面临的可能是的死亡。他看向自己花费了3个月时间熬出来的鹰，信心又足了一点，像是假意拒绝。等到唐仙儿不依不饶就要和三尾玩时，他这才为难地问保镖道：“你们不送他回去吗？万一受伤了就不好了。”保镖也不敢擅作主张，于是战战兢兢地给伦纳德发了一条短信说明情况。好半天才收到一条回复，他想干什么都满足，你们看好他就行。得到批准，保镖的胆子大了起来，冲驯兽师点点头。四人这才配合的让唐仙儿靠近三尾，有驯兽师在，危险不大。唐仙儿终于顺利的朝自己的计划迈进了一大步。在驯兽师的帮助下，唐仙儿顺利摸到三尾，换来二郎不满的哼唧。接下来好几天的时间，他有空就带着二郎在三尾身边晃荡。三尾也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没有一开始那么抵触了。可也有个不太好的消息，比起他，三尾对二郎更为亲近，这让他有点挫败。即使自己带好吃的给他吃，三尾也只是看小弟一样看他一眼，然后主动的和二郎分享起美食。唐仙儿很是郁闷，做了这么多，结果为二郎做了嫁衣。不过算了，可能这种十分灵性的动物看出来他目的不纯啊。看在二郎的份上，三尾也勉强接受他爬到自己背上撒野的行径。根据小巴的扫描，三尾对他的好感值一直在龟速增加，假以10日就能达标了。于是他每天依旧乐呵呵带着二郎来维护这段塑料友情。与此同时，露鲁斯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在奥利弗的消息抵达之前，提前确定了唐仙儿就在永夜之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手中是花重金请的侦探深入永夜之都寄过来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有些模糊，拍摄者是偷拍，并且位置站得特别远，但即使只有一个轮廓，他还是认出来照片中糊得看不出面容的小身影就是他的软软，知道他还活着。露鲁斯从唐仙儿失踪后就开始煎熬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解脱，他修长的手指摩挲着照片中的身影，冰封在脸上长达半月之久的阴霾之气终于退散，露出一个温柔的浅笑道：“软软，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软软为什么会在永夜之都，这都不重要了，知道软软在哪，接下来就是去接人了。不过想来也知道伦纳德那个疯子是不会轻易把软软还给他的，必须做点准备才行。虽然心中很是急切，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有。好在侦探传来的消息，软软在那边过得很不错，暂时是不用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了。心中有了决策，赶紧召唤自己的得力助手苏旦问道：“我之前让你办理的签证办好了吗？”苏旦为难道：“老板，本来挺顺利的，但最近永夜之都那边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着没有通过，所以还没有办理下来。”露鲁斯眼里闪过寒芒，伦纳德那疯子就差把不欢迎他4个字直接说给他听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打发走苏旦，露鲁斯开始运作自己的关系网，要多花点时间，但他的情况不能和伦纳德那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什么都要留有正规的程序。想到这里，他是有些羡慕伦纳德的，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管。不过他已经习惯这种事，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刚刚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有一人借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和自身学识的敲门砖，比他先一步见到了唐仙儿。这个人就是帕尔默。
今天的他不再是油腻腻的邋遢形象，他穿得整洁干净，每一根花白的发丝都用胶水固定在脑袋上，一副老教授的打扮，倒也称得上是和蔼儒雅。此刻他镜片后面的老眼看向伦纳德大腿上的糖心儿，是疯狂刻意压制的暗芒。唐希儿感受到他格外灼热的视线，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也不太意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这样的目光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好奇打量两眼老爷爷，便低下头专心吃零食。伦纳德却不太喜欢唐希儿被人这样不错眼的看着，让侍女把唐希儿带下去玩，语气森冷地道：“我给你3分钟时间，说清楚你来这里干什么。”老头及时收敛情绪，不敢再做让对方不高兴的事，恭敬地回道：“最尊敬的亲王殿下，我是来获得永生的。”哦，伦纳德尾音上扬，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慵懒和随意，却又让人知道他很感兴趣。你可知道永生是什么？老头扯扯嘴角，不带丝毫勉强地道：“我知道，但是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我的身体不行了，只有您的种族才能让我继续活下去。永生是血族特有的一种能力，高等血族把自己的血液喂给外族，能让他们变成半个血族，与他们一样获得长久的寿命，但代价也是极大的。这种半血族也称为血士，会对转化他们的吸血鬼言听计从，且必须每个月获得一滴新的血液，不然就会在非人的痛苦下失去意识，变成没有情感，只知寻觅血肉的怪物。曾经每场种族之战中，血族作为人数最少的那支，却能靠着这种能力转化俘虏成为自己的战力。他献上所有积蓄找关系进来这里的原因，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心中一直记挂的那件事却迟迟没有进展。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他愿意赌上一切。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居然意外的在这里遇到了心心念念的唐希儿。看来计划要增加一条了，得想办法说服亲王给他研究那只奇怪生物的机会才行呢。这时伦纳德问道：“我答应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答应你有什么好处？”帕尔默听到那高高在上的男人的问话，忍着亢奋。他知道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眼前这个男人如果不一次性让他对自己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进来了。迅速在心中打好腹稿，他抬起头真诚地说道：“亲王殿下，我是为了你收养的那只宠物而来的。”伦纳德神情一肃，漫不经心的态度变得凌厉起来，眯着狭长的眼眸问道：“为什么？”帕尔默的一生见了不少大风大浪，倒也没有被这刻意释放的气势吓到，身形站得笔直道：“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帕尔默·阿德莱德，毕业于弗提托木学院最高凯斯博士学位，荣获过了诺贝尔奖项，是索菲纳什尼德尔委员会会长，100年前发现人类踪迹的探险队，我就是伏魔队长的副手兼顾问，研究动植物我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您的宠物根本不是阿达兽，亲王殿下如果想弄清楚它是什么可以雇佣我，我会为您找到答案的。”伦纳德不动声色地打量对方，身边的侍从早在帕尔默自报家门时便网上搜索起他的信息，这会儿正把结果交给伦纳德看。伦纳德接过浏览了一遍，颇有兴趣地问道：“你因为非法囚禁人类私下研究而被学生起诉，在调查中你陆续被发现进行人体试验残害各类保护动物而身败名裂。帕尔默博士，你的履历这么糟糕，我可不放心把软软交给你啊。”帕尔默像是被踩住尾巴的猫，眼底蕴着一丝疯狂道：“他们知道什么？人类是我发现的，我本来就是第一批研究人员，是我让所有人靠近了神话。人类在每个种族的神话中都是以有智慧的形象出现，我只是想要验证这一点。我想推进他们的进化，自然需要一些极端的实验。”他从小就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体充满好奇，长大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心中亦有一片角落留给了神话故事中的人类。他找到人类的时候其实是失望的，原因无他，神话故事中杜撰的人类形象虽然都有一点差异，但有一个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是智慧生命。神话是夸大的，但如此高的重合度便证明了人类是智慧生命体的可能性极高。在他的研究中，人类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智商，在所有高智商动物里也能排到前列，可他还是觉得相差太大了。他甚至产生了那根本不是人类的想法，生命的起源是在海洋，每种生物的体内都有些其他物种一星半点的基因序列，也许那些浑身长满黑色毛发的人类只是拥有与人类相似基因的动物呢。可惜他还没有研究出结果就被法律制裁了，在监狱里蹉跎了90年，之前的实验数据也全被销毁，想要继续也拿不到人类的样本。原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背着屈辱和骂名离开，可是当他在网上看见那只叫软软的宠物第一眼，他几乎是本能的知道那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生物。他深爱的职业知识告诉他，那是他翻身的资本，为此他必须先活下去。帕尔默踌躇满志地看向能成全他命运的人，请求道：“请让我为您找到答案。”伦纳德眸色晦暗不明，他确实想知道软软是什么生物，至少要知道它的寿命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他因为自己对他习性的不了解意外去世，那他将陷入和 Father 一样痛苦的阶段。毫不夸张地说，唐仙儿现在就是他的命门，只能让绝对不会背叛他的同族研究。可软软的血液对每一个吸血鬼都是大杀器，别说研究了，怕是血液刚刚抽出体外，研究员就先发狂了。可找其他种族的研究人员的话，不只是他，整个血族都要面临危险。只要控制住软软，就能利用他的血液操控整个血族。最好的办法便是把软软杀掉，永除后患。可他又舍不得，更不想今后再也食不下咽。如果时间回到被软软唤醒的那天，他也许不会那么急切地吮吸他的血液。两难的境地里，这个送上门来愿意成为血师的顶级研究员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伦纳德站起身，一步步走下台阶。帕尔默惊喜地看着他，
双眼充满期待。亲王殿下，伦纳德打断他，直言道：“我同意这笔交易。”惊喜来得太突然，他以为还要游说好一番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达成目的，但他不在乎，因为太过高兴，心脏不合时宜地抽痛起来。他连忙捂住胸口，栽倒在地，怀里常年佩戴的药剂从口袋里滑出，滚到远离他的位置。帕尔默伸出布满老年般的双手，颤巍巍地想去拿药剂，却被一只修长的手掌捡了起来。帕尔默用力呼吸着稀薄的空气，伸出一只手想要拿回自己的药剂，可是太远了，他只能祈求地看向伦纳德：“救救我！”下一刻，药剂在伦纳德的手中被捏碎，但绿色的药剂混合着玻璃散落一地。在帕尔默突然睁大的瞳孔中，俊美强大的吸血鬼蹲下身，轻声道：“你不会再需要他了，我的仆人。”说着，他咬破自己的手指，把一滴血珠喂进帕尔默的嘴里。片刻后，原本只是呼吸困难的帕尔默浑身抽搐的在地上翻滚，全身爬满青色的血管。他宛如遭受着世间最残酷的刑罚一般，面容扭曲翻滚，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在大殿里响起。伦纳德和角落里的侍从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他挣扎。看了几眼伦纳德，便对身后的侍从吩咐道：“你看着他。”是。血势转化至少要半个小时，他可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不用询问其他人唐仙儿在哪，他靠着气味便一路找到了花园。此时唐仙儿正尝试爬上三尾的背脊，旁边3个保镖严阵以待地守护在周围。好在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三尾只是不高兴地甩了甩脑袋，烦躁地叫了2声，又在二郎嗷呜嗷呜地安抚下平静下来，不再去管背上的唐仙儿。唐仙儿欣喜地仰躺在三尾后世的羽毛上，仰望漫天的繁星，看着看着，忽地涌上一阵思乡之情。无论看多少次，这里也没有北斗七星，更分不清哪一刻才是地球，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了。被人想念会打喷嚏，果然是假的吧？就算爸妈不太关注他的成长，也不至于不给他上坟念叨几句啊。露露丝是不是已经养了别的阿达兽代替他呢？不然为什么还不找他？他都在这边闹出这么大动静了，那天厨艺比赛都有人直播的。难过的情绪刚刚涌上心头，眼泪还没凝聚成型，某个家伙已经飞到他的上空，捏着他的腮帮子问道：“软软在想什么？”再多的愁绪也抵不住惊吓。他瞪一眼伦纳德，别过脸，不理他。真是的，突然飘出来，差点吓死他。伦纳德半点不在乎唐仙儿的冷脸，伸手把人揽进怀里，就往卧室飞去。路上心情很好的说道：“我让人给你准备了你喜欢吃的东西。”唐仙儿眼睛一亮，高兴的点点头，随后又奇怪，这人今天怎么这么体贴？平时他吃啥都不过问的呀。吃完饭要睡觉时，伦纳德也破天荒的没有吸他的血，也没有欺负他，温柔得好像换了个人，让他莫名有些不安。这种不安感等到第二天一早，他被伦纳德抱进一间摆满实验器具的无尘实验室，面前还有一个全身包裹的只剩一双眼睛，手里拿着针管的医生时，终于有了实感。唐仙儿苍白着脸看着越来越近的医生，瞳孔地震。我不要！唐仙儿心里恐慌的不行，尤其是见到一只试验用的小老鼠时，这种恐慌一瞬间到达了顶点。他一巴掌打开医生的手，转头充满希意的看向伦纳德，希望他看在自己这么抵触害怕的份上，放弃这个可怕的想法。伦纳德，我害怕。伦纳德双手握住他的双肩，表情没有因为他的请求而有一点变化，像平时他闹腾时一样，风轻云淡的镇压了他，淡定的说道：“软软听话，很快就好了。”这种哄傻子的话，唐仙儿自然不会相信。如果是宠物医院也就算了，可这里是实验室，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器具和福尔马林药水就够说明问题了。而他最怕被人研究，有黑猩猩在那摆着，他的身份暴露不过是时间问题，到时候等着他的要么是媒体大肆报道，代替黑猩猩住在动物园里供人观赏，要么就是被利益熏心的人圈养在身边，当成奇珍异兽显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面临着强行繁衍的问题。那样的日子，也许在快速完成系统的任务时，他就已经精神崩溃了。他绝对不要，早该想到的。他的血液对伦纳德这么有吸引力，对方怎么可能不对他做点研究？他来了这么久也没有这种事，还以为不会有的，没想到在这里等着他呢。他额角因冷汗而发亮，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极力压制着恐惧，不想表现得太过反常，但有限的演技加持下，他看起来像只吓坏了的鹌鹑。好在演员的心理素质在线，他还记得保持自己智商不高的人设，指着掉在地上的针筒控诉道：“好痛，不要！”伦纳德没有多想，抬头对已经成为自己写诗的帕尔默点头示意他开始，然后一手搂紧唐仙儿，固定他乱动的身体，一手遮住他的双眼，说道：“好了，看不见就不会怕了。”唐仙儿心中泛起一阵苦涩，这个人是铁了心要研究他，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他还是呼唤了系统：“小巴，我能赊账吗？很抱歉，宿主，您并没有生命危险，申请是无法通过审核的，希望破灭。”唐仙儿沮丧极了，现在唯一能帮他的人只有伦纳德了，可是就是这个人把他送来这里的啊！感受到手臂被抓住，袖子也撸了上去，清凉的消毒水擦拭在皮肤上的感觉让他后背的起了一身白毛汗。终究是抵不过恐惧，他张开嘴大喊大叫，腿脚也在手术台上踢动。伦纳德皱眉感受到手心睫毛颤动传来的痒意，出声阻止帕尔默的动作。他拿开蒙住唐仙儿眼睛的手掌，立马对上一双被泪水浸湿的眼睛。他有些诧异的看向反应这么大的唐仙儿，莫名还有些心疼。不顾帕尔默急切的模样，抱起了眼巴巴看着他的唐仙儿，伸手擦掉他眼角泪水，不自觉哄道：“你怎么这么胆小？真的很快。不听，王八念经。”唐仙儿才不管他此刻说什么呢，
意识到他还是在意自己感受的，立刻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脸颊蹭着他的俊脸，期期爱爱地喊他的名字，伦纳德·瓦尔。小东西倒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讨好他，不过有些事是必须做的。但软软这么害怕的话，他是愿意提供一下身为主人的体贴的。于是下一秒，他不轻不重的一个手刀砍在唐仙儿的后脖颈上。唐仙儿动作一顿，晕倒前想着别让他翻身，农民把歌唱，此仇不报非君子。把终于不再聒噪的唐仙儿放平在手术台上，伦纳德吩咐道：“开始吧。”早就迫不及待的帕尔默赶紧上前，动作快很准的把针管扎进了唐仙儿的血管中，嫣红的血液顺着软管缓缓流进后面的试管中，香甜的气味无视针管飘散在整个实验室里。伦纳德只觉牙根发痒，尖锐的獠牙顷刻间便长了出来。他忍着进食的欲望警告道：“除了正常的测验和检查，不要做多余的事情，不然你不会想尝试后果的。”帕尔默知道他不是开玩笑，只刚才哪一出他已经看出来伦纳德对这只宠物的重视程度远超自己的预估，不会有大贵族会允许宠物直呼自己的名字的。他郑重地点头道：“请放心，我不会做多余的事。”伦纳德不相信他敢做违抗自己命令的事情，这才匆匆出去，直到走到离实验室1里外的位置，那股能让他发疯的香甜气息才闻不到了。实验室里，帕尔默脱掉唐仙儿的裙子，给她换上纯白色的病号服，然后拿出芯片贴在她的脑袋、四肢、胸口、腰腹上。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搜集数据，扫描骨骸，没了病痛的折磨，又是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隐藏在防尘服后年轻了不止20岁的脸容光焕发，不再浑浊的双眼耀耀生辉，整个人的精神头一吸回到鼎盛时期。一个人忙碌3个人的活也做得不亦乐乎。等报告单一张张的拿到手上，他便愈发亢奋，太不可思议了！牙齿、指甲、骨骼的分布和密度质量，内脏的排列，血管的走向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形体又接近伊特利亚人，到底是什么生物？要是能询问露鲁斯从哪里找到他的就更好了。顺着线索去查的话说不得能找到他的族群呢。他急于和人分享成果的绕着手术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一定有近亲才进化成这样，得调出所有生物的资料对比才行呢。哦，对了，还要做个智力测验才行。在各种机器的运转声中，唐仙儿逐渐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他感觉身体有些冷，捂着有些酸疼的后脖颈，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和那些小白鼠一样被关在了一个透明笼子里，身边什么都没有，身上的衣服还被换了。想起是伦纳德劈晕的自己，他还有啥不明白？他趴在透明玻璃上往外看，大眼珠子往左一看，突然对上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惊得往后退，距离拉开后才看清是那个医生。哦，不对，是研究人员。也不知道他站在那里观察了他多久，此刻盯着他的眼神仿佛饥渴了一个冬天的狼。唐仙儿缩在笼子角落，把头埋进膝盖里，不和他对视。过了片刻，传来笼子打开的声音，他忍不住好奇看了眼，便见对方送进来一个餐盘，一格格的餐盘里装着他爱吃的一些食物，旁边还有小牛奶和切好的水果。上一顿还是用精美盘子装的呢。每个人对他的好到最后好像都会改变，男人果然都没有长情的。露鲁斯是这样，伦纳德也是这样，都只是对他一时的新鲜，腻了就丢。有了露鲁斯的前车之鉴，这次他倒没有感到多难过，现在只是在意自己的安危。他拖过食物，泄愤一样大口吃起来，他要吃得饱饱的，才能有体力逃跑。一直观察他的帕尔默见他吃得香甜，心情复杂。越是有灵性的动物，遇到这种事越容易出现抑郁、暴躁、焦虑、绝食的举动。眼前这只除了一开始被吓到，很快便被食物吸引的一心干饭，也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焦虑暴躁，看起来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拥有极高的智商。他有些失望，但又安慰自己不要过早下定论，毕竟是一只被人饲养许久的生物，还得再观察观察。于是等唐仙儿吃完，他拿出儿童益智玩具放进了笼子里。唐仙儿看着放到自己面前的玩具，犹豫2秒，还是佯装好奇的拿在了手中把玩。凭他的智商，看一眼便知道这个要怎么玩，类似地球上的7巧板，只要把符合形状的3角板拼在一起就行了。他配合的拿起一个三角形，随便放在了凹槽的图形里面。没有认真去玩，自然是拼不好的。隔着笼子一直观察他的帕尔默拿过他的玩具，动作很慢的自己拼了一遍，然后再还给唐仙儿。看见了吗？要这样拼。这次他在手里放上了零食。唐仙儿明白他的意思，又如法炮制的随便放了一块三角形。帕尔默把它移到正确的位置，确认他看见了，这才给了一颗糖。唐仙儿刚吃饱不想动，摆烂的不想动弹，干脆无视他，躺在了笼子里睡觉。帕尔默皱眉看着他，伸手推了推。唐仙儿翻身不理他，他又推了几次，终于放弃回身去干别的事了。唐仙儿获得了片刻的安静，不过那人却十分有毅力，隔10分钟就来捅咕他。唐仙儿烦不胜烦，在第5次被捅咕时，终于爬起来干正事。他配合对方的游戏，失败28次后，终于完成了拼图，并且在重新打乱后，也能花费很长时间在一点点拼回正确的地方。拼完就条件反射的要吃的。帕尔默满意的点点头，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然后转身离开了。唐仙儿以为这下终于能清静的时候，他却而复返，手中又拿了一个新的玩具，这次是滚珠迷宫。唐仙儿估摸了下自己能表现的余地，拿起来晃了晃，听着滚珠叮铃铃的响声，他像是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开始疯狂甩动，假装这是一个拨浪鼓。中途不管帕尔默怎么教导，他都当听不懂，玩一下就甩起来。两人僵持了1个多小时，
唐仙儿胳膊都甩酸了，总算让帕尔默认识到他是块朽木，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拥有比较高的智商。帕尔默紧皱着眉头看向精神萎靡的唐仙儿，他玩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并不会有意识的去破解，反而遇到困难就自暴自弃的换一种方式玩，这正是不聪明的表现，与他曾经测验的黑猩猩没法比。他望着自己测验数据，难掩失落地道：难道是还没成年，所以智力还不够稳定吗？他喃喃着，没有注意到唐仙儿眼里一闪而过的狡黠。打发完工作，认真的研究人员，唐仙儿重新躺下，只要没有躺在手术台上，天生乐观的他还能继续保持淡定，但是一直关在笼子里，狭小的空间做什么都不方便，连厕所都没有。他还不想沦落到让研究人员带他去上厕所，因为这个他都不敢喝小牛奶，这会儿也有些渴，心中的悲伤有点大。他强迫自己睡觉，这些恼人的情绪就不会侵蚀他，同时也在等伦纳德来找他。他就不信他能忍着不进食，也许他今天就能从这里离开了。但是这一天伦纳德却根本没有来，巨大的失落感压下的同时，他顾不得羞耻，还是向帕尔默发出了上厕所的要求。更多的时间无聊的强迫小巴陪他完成与接龙。第二天，伦纳德是在实验室里电子钟走了2圈后才姗姗来迟。唐仙儿见他直奔研究人员说着什么，他眼里最后一点蜥蜴的光泯灭了，抬起的上半身重新躺回去，当作没有看见那个人。半晌后，伦纳德停下和帕尔默的对话，吩咐他出去，然后转身走到笼子前，弯腰看向里面静静与他对视的唐仙儿，然后发现和自己分开了1天1夜的唐仙儿眼里没有见到他的欣喜，木呆呆像极了那次生病。他皱着眉头，快速按下密码锁，把眼神微微泛亮的唐仙儿抱个满怀。软软，想我了吗？想你个大头鬼！我把你关在这里，你还能想我吗？唐仙儿不吱声，也不看他，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看得伦纳德莫名心绪烦躁起来。他听说把宠物送进医院，主人是不能在身边的，不然会被宠物记恨上。虽然对此嗤之以鼻，但鬼使神差的他还是没有第一时间来看他。现在这还是被记恨上了吗？他把唐心瞥过去的脸掰正，可他的眼睛却还是不肯看他。他觉得有些好笑，问道：这是生气了？唐仙儿腹诽，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等结果出来，我就来接你好吗？唐仙儿垂下眼睛了，无生气。伦纳德检查一遍，他没有受伤，只是精神有点差，心里升起一丝不忍，但还是强压下去了。他拍拍唐仙儿的背部，稍作安抚，然后张开嘴开始进食。唐仙儿默默承受着，等他心满意足地缩回牙齿，并给他上好药，把他重新放回笼子里时，唐仙儿忍不住伸手抓住他的衣袖，最后一次问道：伦纳德，一起回家？伦纳德顿了顿，血红色的眸子染上几分笑意，强悍的内心有些动摇，但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一开始的想法。不过明知道自己说了他也听不懂的情况下，解释道：不可以哦，你在这里更方便。软软乖，我会催促帕尔默快一点的。他说着捧起唐仙儿的脸，低头在他眼睛上落下一吻，揉揉他的头发，便关上了笼子离开了。快走出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便见唐仙儿贴在玻璃上巴巴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虽然养的时间不长，但不可否认他是喜欢软软的。昨天睡觉怀里冰冰凉时，才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有软软在身边。他忽视自己奇怪的情绪，转过头离开了。唐仙儿看眼重新进来的研究人员，连忙收拾好脸上的表情，重新配合起他的研究测试，一边玩一边暗下决定，必须离开了。当天晚上，伦纳德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睡棺材，习惯性躺在床上，脑海内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唐仙儿那明明灭灭的眼睛和孤寂的身影，只是一只储备粮而已。他这样劝诫着自己，可躺下没几分钟，还是烦躁地爬起身，打开智脑，冲下属发号施令道：把那只狗给我送去实验室。于是唐仙儿换了一个更大的笼子，里面多了一只嗷嗷叫唤的二郎。唐仙儿撸着一直拱他的狗头，露出这2天来第一次的微笑，抱着呜呜咽咽好像在控诉他玩消失不到1的二郎，心情好了一点。不放过任何时刻关注他的帕尔默连忙在群居性的栏目后面打勾，并为这个可能感到惊喜。这说明他肯定是有族群的。唐仙儿无视他的存在，专心和二郎玩着，心中谋划着明天离开的计划。二郎正好能帮上忙嘛。就在唐仙儿等待机会的2天后，露露丝终于飞到了永夜之都。他熟门熟路的来到城堡，不走寻常路地飞了进去。城堡里的吸血鬼看见他，第一时间派人阻拦，并联系管家层层上报。露露丝没有和这些下人为难的打算，安分地扇动着翅膀，凌空在主殿之上俯瞰整个城堡庄园。软软就在某个房间里，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他，露露丝连日来的奔波都不觉得辛苦了。没多久，伦纳德姿态从容地踏空而来，见到他面上丝毫也不意外，像是好朋友相见似的打招呼道：又见面了，你好像瘦了。露露丝没有他那么厚的脸皮，一点都不想寒暄，开门见山道：我是来带软软回家的。伦纳德也不否认唐仙儿在这里，点点头道：我知道，不过你已经把他弄丢了，是我救了他，不然的话他可能就死了，所以现在他已经不是你的了。露露丝面色难看，很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但他忍住了。他把第一次见面伦纳德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抢过来就是我的了。伦纳德活动了下脖子，嗤笑一声道：那再陪你活动活动。还算轻松的氛围随着2人的冷脸立刻凝重起来，双方对视一眼，忽地宛如2只猛兽袭向了对方。匆匆赶来的奥利弗看着上空缠斗的2人，眸中闪过一丝欣喜，感慨露露丝来得真快，默默祈祷2人拼个你死我活。熟悉的人员，熟悉的战斗，站在地面观战的吸血鬼们面面相觑，
不明白好端端的亲王殿下怎么又和羽族的诅咒之子打起来了。听说几个月前，亲王殿下还特意跑去找人家打了一架。有人问出心中的疑问，自认为了解真相的大聪明解答道：“你懂什么？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叫无敌是多么寂寞？我看亲王殿下就是太寂寞了，这才想要找人活动下手脚的。”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目不转睛看着战局，跟着感慨道：“也有道理。不过这个露露丝确实很强啊，羽族那群屌人就是脑子有坑，这样优秀的人才还排挤呢。呵呵，那不正好？他们最好多做一点这种傻事，最好和我们亲王殿下不打不相识，成为好兄弟。我们也学一学那神话故事，再搅一搅这世界的浑水。”以上是一位小说看多的发烧友，大家懒得理他，专心观战，却没有一个人上去帮忙。如果唐仙儿在这里，就会对他们冷眼旁观的态度感觉很诧异。其实这就是人文差异了。在伊特利亚新贵族的实力不是常人能比，平民是连参与贵族之间的战斗都不允许的。如果贸然插手了，该贵族便会被认为无用到需要一个平民来解救，马上就要成为全世界所有贵族间的笑话。哪怕下一秒伦纳德就要当着他们的面被露鲁斯捅死，他们也不会插手。所以文学作品里尊贵的王子落难后被美丽的平民姑娘解救，然后山鸡变凤凰的偶像剧在这里是绝对没可能发生的。没见杰拉维那美丽的母亲也只是被身为贵族的海王爸爸解救，而不是他救海王吗？如此，两人的战斗短时间是很难分出结果的了。而在他们打得难舍难分时，唐仙儿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逃跑计划。他熟知这个时间是伦纳德去军队工作检阅的时候，而帕尔默也到了吃饭休息的时候。他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切，眼睛紧紧盯着电子时钟，等那怪模怪样的数字跳到整数时，闹铃声准时响起。帕尔默放下手中的鼠标，准时站起身往休息室走去。随着脚步声渐渐远去，唐仙儿立马行动起来。他一咕噜爬起来，依偎着他睡觉的二郎支棱起毛脑袋，好奇地看着他。唐仙儿摸摸这2天因为不能散步而消沉了不少了的二郎，嘘了一声让他不要发出声音，然后把手从圆形探望口伸出去，对着那天伦纳德按的密码摸索着按下。他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按错警报便会响起。好在他年轻记忆力好，顺利的一遍通过。随着卡扣的一声轻响，唐仙儿按捺着小激动推开笼子，自己先爬出去。二郎不用招呼也跟着出来，他兴奋地叫道：“嗷呜！”嘘！唐仙儿吓得捂住他的嘴，等了几秒没听到脚步声，这才放心。大概帕尔默只以为二郎只是随便叫叫。危险解除，带着老实下来的二郎就要往出口走去。临走前，他纠结地看向墙角的摄像头和平板器里的资料，以及仪器内属于他的血液样本。可半个小时根本不够他做这些。逃跑前也咨询了小巴能不能帮忙销毁监控和样本资料，得到的答案永远是不行。小巴不能帮忙，那就只能先紧着最紧要的事情做了。他一咬牙一跺脚跑过去，艰难地爬上作业台，拔了插在平板器上的一个类似 U 盘的东西，揣进怀里就走。其实他更想毁掉自己的血液，可那台仪器太高大了，横拳利臂他直接放弃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招呼上急得转圈圈的二郎，在化身导航的小巴的带领下，唐仙儿一路避开巡视的工作人员，有惊无险地出了地下实验室。闻到外面清新的空气，仰望几天不见的蓝月亮，唐仙儿嗅着自由的味道，一路迎风奔跑。二郎嚎叫着跑到他的前面，又折回来绕着他转圈。唐仙儿不管他，目标坚定，朝一处开满鲜花的小花园走去。他躲进一处草丛中，这是他平时和二郎玩游戏时发现的地方，很隐蔽。二郎，过来！二郎吐着舌头，一脸傻气地奔过来，开心的尾巴都要摇断了。唐仙儿撸他狗头，让他冷静，认真地对着狗脸说道：“去找三尾，把三尾带这里来。”他重复了好几遍。二郎叫了一声，扭头去找三尾了。养狗千日，用狗一时。唐仙儿望着二郎欢脱的毛屁股，悠悠地道：“二郎，虽然我养你没有千日，但你一定要带三尾来啊！”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二郎。二郎对得起他昂贵的价格。没10分钟，他一路风驰电掣地跑过来，身后跟着贴着地面滑翔的三尾。唐仙儿眼睛一亮，连忙从藏身地出去，对二郎好一番亲亲抱抱，然后又摸了一番傲娇的三尾，拿出偷来的钥匙打开了三尾脚上的镣铐。三尾似有所察地低头看看自己的爪子，他小心地动了动，发现沉重的脚铐真的不在后，兴奋地拍打起翅膀，然后歪着脑袋看向小小的唐仙儿，又圆又大的眼睛里明亮地倒映着他的身影。唐仙儿摸摸他的鸟喙，这次没有被躲开，他笑了笑，让小巴把心灵相通药水喂给了三尾，然后他忽然能感受到三尾此刻亢奋的心情和对他的亲近，这种感觉很神奇。唐仙儿爬上他的背脊，抓紧他的羽毛，大声说道：“三尾，我们离开这里吧。”感受到三尾听懂了他的话，便把手只放在嘴里，吹出一声嘹亮的口哨。三尾听到指令，立刻闪动起翅膀，腾空而起。二郎见小伙伴们飞飞了，他急得一直吠叫，边叫边跑动跟随。三尾最喜欢的小伙伴就是二郎，哪能不管他？当即一个俯冲下去，锋利的大脚抓住他，再度升上高空。在这2个小伙半仰着脖子长鸣着飞向了不知名的远方。他和二郎的动静吸引了底下人的注意，见此情况急忙上报。很快艾利克发疯地跑了出来，大喊着：“快拦住他们！”事情像是浪潮，从后往前推送。2个正打出杀气的男人突然被冲出来的帕尔默绝望的喊声按下了暂停键。亲王殿下，软软逃跑了。露鲁斯·伦纳德。什么？露鲁斯和伦纳德跟着帕尔默赶到地下实验室时，里面哪里还有唐仙儿的身影？
露鲁斯看见那只有一张床大小的铁笼子气的一拳朝伦纳德抡过去。混蛋！身手敏捷的伦纳德这次慢半拍才闪避，露鲁斯的拳头擦着他的嘴角打过去。他顾不上这点伤口，一手抓着帕尔默的衣领，把人提溜起来，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帕尔默此时心中既恐慌又是惊喜和苦闷，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没有防尘帽的脸上表情很是怪异，但最终他的表情归于苦涩，垂下眼帘，唉声叹气道：“我也不知道，我像平时那样去吃饭，等我到时间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我找遍了实验室追出去后，有人说看见他和那只黑棘三尾鹰一起逃走了。”伦纳德追问道：“他是怎么逃出笼子的？你这里没有监控吗？”帕尔默镜片后面的眼神闪了闪，惊惶地说道：“当然是有的，但是我刚才看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监控都已经毁掉了。”气氛有些凝滞，所有人都知道唐仙儿是没有能力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的，更别提刻意毁坏监控了。种种的不寻常似乎都指向有人潜入了这里，并且带走了他。可是谁呢？露鲁斯忽然想起那个想要软软血液和在娜娜绑架事件中想要接走软软的人，也是他至今没有查出背后之人的人。会是他吗？软软如果这次落到他的手上，又会遭遇什么？他暗暗握紧了拳头，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他一定会在所有人之前找到软软的，然后把这个人揪出来，再也不让软软身处在危险之中。而什么都不知道的伦纳德则愤怒地砸向桌面，上好材料制作的工作台顿时土崩瓦解，变成一堆碎石。帕尔默条件反射地护住身后的样本冷藏柜，里面可是他最后的试验样本了。既然软软已经不在这里了，露鲁斯和伦纳德也就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还不如省点力气去看看能不能追上软软。即便知道现在去追能找到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什么都不做的话根本无法静心。跟进来的奥利弗也脸色铁青，事情的走向和他预计的完全不一样，这让他很是恼火。等他们离开，帕尔默独自在实验室里收拾残局，一直忍到打扫完现场才走进隔壁休息室，反锁房门，迫不及待从口袋中掏出拷贝下来的监控。他其实已经看过一点了，却觉得完全不够。屏幕亮起，他拖动进度条，屏息凝神注视着监控中的唐仙儿，在他出去后那一瞬间眼神的变化，心跟着砰砰跳动起来。那绝对不是动物该有的眼神，哪怕现在是第二次看，他依然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沸腾。尤其唐仙儿接下来按密码的动作和种种行为，更是让他肯定了他是智慧生物，是人。他按在鼠标上的右手微微颤抖，鼻翼微张，急切地呼吸着，眼神也跟着越来越明亮，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紧绷到极致的战力。他的直觉没有错，甚至比他想象的更好。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思考的便把这段监控保留了下来，并销毁了所有的存在痕迹。呆呆的宠物逃跑已经够离奇了，他编点瞎话引导向一个莫须有的存在，抢走了软软也不突兀了。现在这只就是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他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以及他人的诽谤，都会在他公布研究成果和这段监控的时候成为过去。唯一可惜的是，软软离开之前把他这段时间辛辛苦苦研究的资料偷走了。不过没有关系，他有备份重要资料的习惯，等他研究出更核心的部分，他便要找机会离开这里，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公布出去。即便到时候伦纳德愤怒的要置他于死地，他也死而无憾了。想到以后的风光和仇人们仰望的目光，他激动地发出嘶哑的像是被人掐着喉咙的笑声，已然变态。唐仙儿缩在三尾的羽毛里，身体贴着三尾热乎的身躯，倒不算很冷，只是有些饿了。根据小巴的报时，三尾载着他和二郎已经飞了1天1夜了。得到自由的三尾，像是要把过去浪费的年华全部补偿回来似的，没个停歇的时候。这一路也没看见太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出永夜之都的范围。唐仙儿仰望星空，心中有些迷茫。他根本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这个世界是不适合他这种菜鸡生存的。可他又不想再去找露鲁斯和娜娜，谁知道他们会饲养自己多久呢？快乐的米虫生活没有了，又要回到自食其力的时光了。人生这条路啊，就是这么充满着荆棘，去哪里也不要想了。三尾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试着生活吧，做好当一个女版鲁滨逊的准备。往好处想，至少他比鲁滨逊多了一条狗和一只鸟陪伴呢。野外的东西能吃不能吃，小巴也能提供友情帮助，还是很有活下去的希望嘛。至于只剩下3个月寿命这件事，他决定暂时不想，走一步看一步了，燃起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唐仙儿裹了裹身边的毛毛，准备睡一觉养精蓄锐。忽然感觉三尾的身体头朝下直线下落，他反应迅速地揪住他的长羽，伴随着二郎的嚎叫声大喊道：“三尾，你怎么了？”三尾充耳不闻，继续像一支笔直的标枪一样往海水里面扎去。唐仙儿察觉到他像捕猎，跟着心惊胆战起来，在即将撞上海面时本能的闭紧眼睛，屏住呼吸。当冰凉的海水蔓延全身，海水的冲击力让他松开了抓着羽毛的双手。唐仙儿勉强睁开眼睛，也是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耳边哗哗的水声证实他还活着。窒息感让他无法只能先行前上去，靠着在地球上自学成才的狗爬式泳姿浮出水面，大口呼吸。大海的夜晚不是影视剧里那么唯美，四周黑得彻底，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置身其中漂浮无依，有一种莫大的恐慌感，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一个人。唐仙儿慌张地大喊二郎和三尾的名字，连着喊了2声都没回应。他顿感事情不妙，连忙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搜寻。二郎，二郎！几分钟过后，才从远处飘来二郎的嚎叫声，不知毛孩子之前被冲去了哪里。嗷呜嗷呜！终于听见了二郎的呼叫声，唐仙儿揪紧的心脏突然一松，万分庆幸二郎没事。
不知道二郎距离自己有多远，只能顺着他的声音一边呼唤一边游过去。等摸到一团湿乎乎的毛，这才抱紧了他。二郎还是只幼犬，从未学习过游泳，突然面临这一场遭遇，四肢乱蹬，居然让他自行学会了狗刨式。唐仙儿深感欣慰，良苦逼喜相逢。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就因为体力问题出现了新的危机。人在水里体力是有限的，要不了多久体力便会用完，到时候他们就变成海洋生物的小甜点。唐仙儿已经习惯这种时候不呼唤小巴救命了，反正能救小巴自然会出手。与其指望他，还不如祈祷这个世界也有海豚呢。就在他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二郎察觉到他的脱力，主动充当浮板，带着他继续坚持。又坚持了3分钟，眼看三尾还是没有上来，这个时间也太长了吧？不会在海里被大型海洋生物吃掉了吧？说起来，他这一生还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呢。时间长一点也正常，带着下一秒就得救的信念，唐仙儿咬着牙继续又坚持了下去。害怕三尾出来后找不见自己，他还得不时呼喊他的名字。就在二郎的力气也将耗尽时，曙光终于出现。他听见了一声破水的声音，惊喜的朝那边侧过身体。等脚踝被什么东西缠住往下拖拽时，他几乎是毫无反抗余地的被带着水里而去。拉下去的瞬间，脑海内自动浮现深海巨兽恐怖的身影，未知的恐怖让他腿脚抽筋，又疼又怕，却又无能为力。为何如此倒霉？胸腔里的氧气被挤压干净，受不住的张开嘴呼吸，库前的海水涌进鼻腔，形成一串水泡。因窒息晕过去之前，唐仙儿明显感觉到自己被吞进了怪物的肚子里。在陆地生物都发展科技的时候，海洋生物因为身处海水中，科技很难发展，大家又致力于保护海洋环境，所以大部分的海洋生物还是遵循着习性，沿袭了传统。总结起来就4个字：优胜劣汰。雪菜就是一头刚成年的蓝环章鱼，他们一族只要成年就会被父母赶出来自食其力，要靠自己找到领地和固定的捕猎场所。但让雪菜沮丧的是，它是一只并不强壮威武的蓝环章鱼，在兄弟姐妹当中实力永远都是垫底的那个。他自己一人生活了快1个月了，这1个月里他悲催的依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想着想着，不由悲从中来，忍不住在海水里吐起了泡泡。海洋那么大，为什么就没有属于他的家呢？用触手抹抹自己的眼角，现在已经很晚了，可他白天没有找到食物，现在只能晚上加班觅食了。这片海域的主人是个脾气很好的家伙，吃饱的情况下看到他过来并不会驱赶，心情好的话还会允许他捕猎一点小鱼小虾填饱肚子。算算时间，现在对方应该在睡觉的，所以他这会儿心情很是放松。可夜晚的猎物也变得更加敏感难捉，他游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看来今天注定是要饿肚子了。唉声叹气的准备回去，突然身体表面的触感神经察觉到水流不同寻常的波动，不多的经验告诉他前方一定有猎物。雪菜萎靡的精神立刻高涨起来，高兴的游过去，果然看到了一只笨鸟在抓一条小鱼，不过他似乎还不太熟练，好几次都没抓住的，狩猎技巧比他还不如，这让一直因为自己能力而惭愧的雪菜有了一点优越感。眼看笨鸟就要放弃到嘴的鱼肉浮上水面，雪菜立刻出击，用触手紧紧缠住它，然后张开巨大的嘴巴，把猎物储藏在自己嘴巴内部的囊袋里。收获了天上的美食，雪菜吐着泡泡往回走，没走多久又遇到2只在海面慢悠悠游荡的猎物，心中感叹今晚的运气实在太好。他一鼓作气打包带走，除了高兴，只觉得今天的猎物十分好抓，不由又在周边游荡了一圈，确定再也没有猎物后，便高高兴兴地朝一个方向游去。因为实力不够的原因，雪菜不像其他的同族一样抓到猎物会直接吃掉，他学会了储存食物。雪菜游得很快，即使要去的地方很远，他也在天蒙蒙亮时游到了一处小岛的海域内。像这种海中小岛都是有主的，不过根据海洋法则，谁都可以上来休息。不过拥有这座小岛的主人和这一处海域生活的族群并不喜欢上岸，所以他私自征用了暂时当自己的落脚地。虽然没有睡在海里舒服，但是沙滩上的海浪能不时滋润他的体表，比在海里睡着就遇到天敌还是要强一些的。他拖动自己沉重的身躯爬上沙滩，然后张开嘴把今天捕捉的猎物吐出来，准备看大小省着点吃。然而等3个不明生物在晨光中露出真容时，雪菜圆溜溜的大眼睛睁得老大了。天哪，看他抓到了什么？这浑身的毛发不正是大陆族喜欢的毛茸茸吗？还是2只？就算海底不通网，他也认识这种生物的，也正因为认了出来才更加兴奋。他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要来了。海洋里已经传开了，新上任没几年的人鱼王因为此前一直在陆地上生活，所以对大陆的东西很眷恋。上回有个家伙送了人鱼王一只重金购买的陆地宠物，立刻受到了人鱼王的赏识，摇身一变成为了宠臣。不管那是不是人鱼王笼络人心的手段才故意配合，但人鱼王喜欢大陆上的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他喜欢穿着严实又碍事的衣服，喜欢吃海族大多不会吃的辛辣食物，一年中还要花1-2个月去陆地上度假休息。雪菜盯视着眼前的毛茸茸，用他的审美来说，这2只毛比那位宠臣送的宠物多，也有尾巴，应该是好看的。人鱼王说不得也会喜欢。听说最近几个月人鱼王都在巡视领域，过10天半月的人鱼王就会巡视到这片海域。按照传统，那天大家都可以送上自己的礼物，虽然不一定会被看中，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他实力不够，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变异的蓝环章鱼，上天把属于他的力量长到了脑子上，所以他对自己的计划相当有信心。像他这样的实力不够，
又不能长时间离开海水的种族，不像那些能暂时到陆地上去办事的种族发展前景大，只能待在海洋里过着与远古时相差不大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获得王族的青睐，那样就能有机会得到好的工作。以上种种，雪菜看向自己抓到的这两只生物，眼睛晶晶亮。他连忙伸出触手给他们作案压水的措施，这可是他翻身的资本，万万不能有事。至于旁边那只光洁溜溜、只有脑袋上长毛、长得很像大陆人的奇怪生物，他也出于好奇的一起施救。没一会儿，3个小家伙便都吐出一口水，悠悠转醒。唐仙儿趴在沙滩上，奋力地咳出肚子里的水，难受地躺在地上，呆呆的不知今夕是何年。等见到天边缓缓升起的红日，才不至于想着自己是不是上天堂了这种傻话。昏迷前的记忆复苏，唐仙儿立刻一个鲤鱼打挺坐起身，慌张地叫着二郎和三尾的名字。结果一抬眼就对上正对面一只大的像栋2层小洋楼，浑身玫红色，滑腻的皮肤上一圈圈蓝色圆环纹路的畸形章鱼。为什么说是畸形呢？因为它半个身躯像是章鱼，可是触角只有2条，还站在头顶上，倒过来就像一只2角杯。面对未知的生物，尤其它这样巨大，唐仙儿浑身的血液冻结，头脑里一直叫嚣要远离对方，可是身体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术，僵硬的动弹不得。他想起来了，自己被海里的东西拖下去吃掉了，看来就是眼前这只了。他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在动。唐仙儿看见怪物的2条触手正一左一右缠在二郎和三尾身上，2只毛孩子此时也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束缚，正本能地挣扎着。嗷呜嗷呜！姐姐！毛孩子们的吼叫声刺激了唐仙儿，他跟着喊道：啊，小八！小八及时上线安抚，宿主别怕，根据扫描，他是海洋智慧种族，是可以讲道理的。唐仙儿宛如听到神话故事，不过没有再叫了，像是印证小八的话。对方见他们都醒了，身体突然一阵奇怪的涌动，像是特效一样，眨眼间庞大的怪物居然变成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少年。和他原型庞大的身躯不一样，少年身躯很瘦弱，身体修长，露在外面的皮肤上都是圆环状的蓝色纹路，就像精心刺上去的图腾，给他不够强势的模样硬添上了一点点江湖小马仔的既视感。感叹着这个世界神奇之处，在见到对方的人形后，唐仙儿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刚这样想，结果对方一张嘴露出满口尖利的獠牙，瞬间把还算清秀的一张脸毁得七七八八，面目狰狞了起来。愣神间，唐仙儿就被对方抓了过去，张嘴就要咬他。距离这么近，他都能看到他牙缝间的肉丝，赶紧挥舞起双手击打对方的脸。二郎和三尾也扑过来一起解救他，一人2只一同合作。怕伤到自己珍贵礼物的雪菜总算意识到唐仙儿是自己2只礼物的好朋友，见他们牢牢把怪东西护在身后，只能叹息着放弃了把唐仙儿当夜宵的想法。在人鱼王来到之前，宠物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啊。这么想着，于是不再管他们，他再度转身离开了这里。他现在不止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这3张嘴，任务重大啊。奇怪的章鱼不知道为什么又离开了。唐仙儿虽然莫名其妙，但也看出了他暂时不会对自己怎样，不由得狠狠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和同样下的2腿打战却坚定不移守护在自己身前的二郎紧紧地抱在一起。二郎别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好着呢。趁对方不在，唐仙儿从海滩上站起来，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免得对方脑子一抽又回来想把他吃掉。还在露露丝身边时，他一个人在家那段时间虽然有些寂寞，但也方便了他上网查些资料，知道兽族和海族因为地域辽阔，人口品种众多，不少种族就和地球上一些活在深山老林的非洲部落一样，活得特别原始。他们崇尚武力，吃掉同为智慧种族的尸体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当时看的时候，他只庆幸自己穿越没有掉到那种地方去，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没有逃脱掉这种命运。刚才那个怪少年看着就很有野蛮人的影子，证据就是他居然没有被如此漂亮又可爱的自己萌到，这样没有审美的人太危险了，得赶紧离开这里才行呢。想到这里，他赶紧看向三尾，这才注意到三尾的一边翅膀拉松在地面上，好像受了伤。Oh my god， 遇难就一定会出现的伤亡出现了。他赶忙走到三尾身边，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他的右翅膀。三尾低低地痛呼一声，因为翅膀受伤，他也无法保持平衡，只能侧躺在一边，嘴里发出呜呜的痛呼声，身上的毛毛全部被打湿，看起来好不可怜。二郎也呜呜绕着三尾干着急。这种时刻，唐仙儿还算冷静，宠物生涯磨灭了他大半的生活能力，但就像学会了骑自行车就不会再忘记一样，重新拾起来问题不大。自感责任重大的唐仙儿看了看四周，小岛上一派海南风光，高大的树木，白色的海鸟不时从天空掠过，留下阵阵或悦耳或鼓噪的鸟鸣声，一眼就能看见前方洁白没有一点垃圾的白色沙滩。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在地球上也有的风光了，他看得有些怔愣出神，鼻头莫名发酸。不管说得多洒脱，哪有人会不在意故乡呢？摒弃脑海中的杂念，立刻靠着还在发挥效用的心灵感应，指挥着三尾站起来，加油鼓劲地带领着三尾跟着自己往一处高大的树荫下走去。三尾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等到了树荫下，这才力歇地躺在干燥的沙滩上，闭着眼睛休息。唐仙儿心疼地摸摸他的脑袋，让二郎守在三尾身边，自己往小岛的深处走去。他做过替身演员，也骨折过2次，不会医治，也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识，至少要先去找点材料给三尾固定一下翅膀，要是不小心碰到了，造成2次伤害就不好了。担心小岛上会有什么未知的危险，唐仙儿不敢深入腹地，在植物的边缘捡到一些干柴藤蔓和宽大的树叶，就匆匆地回到三尾和二郎的身边。看到他回来，二郎开心地转圈圈，唐仙儿弯了弯眼睛，
笑眯眯地摸摸二郎的毛脑袋，这才跪坐在三尾身边，小心地给他固定翅膀。别看他性格大大咧咧，但从小照顾弟妹的关系，他的手很巧，动作也轻柔，全程下来三尾一点没感到痛。第一次主动低头蹭了蹭唐仙儿的脸颊，摸摸三尾的大头。接下来是找食物了，受伤就得吃东西，身体有了能量才能好得更快。唐仙儿面朝碧蓝大海，嗅着咸咸海风，心情还算不错。这个世界的环境保护得很好，他刚才就看到海滩上一大片野生小海鲜了，冲过去先捡了锅口大的贝壳当盘子用，然后拿着棍子随便捣鼓2下，没一会儿大贝壳里就装满了海货。二郎跟在他的身后，兴奋的好像在度假，两只前爪奋力刨坑，掏出一个个肥嘟嘟的海蛤蜊。他也分不清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终归动物的天性会自己分辨的。拖着满满当当的食材回到三尾身边，后者立刻挑拣的吃起来，爪子和尖尖的会轻巧的刨开坚硬的甲壳，吃掉里面的肉，看得唐仙儿口水直咽。三尾吃什么他就重点抓什么，用石头砸开喂给没有尖利爪子的二郎吃。两只毛孩子肚子里有了食物，精神眼看着就好了不少。唐仙儿见了也高兴，等他们都吃得差不多，累瘫了的唐仙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用了1个多小时钻木取火，手皮都磨破了，这才好不容易成功升起了一堆火焰。唉，有个打火机就好了。唐仙儿一边把大贝壳架在火上烤，里面放上能吃的海货，一边为自己第一天的流浪生活感到窒息。忧伤的时间永远维持在开饭的那刻就忘到了脑后。用2根树枝做成的筷子夹起海货吃进嘴里，没有放任何调料瓶的海鲜味道很腥，但和肚子饿比起来就不算啥了。他在心里寻思着要自己做点盐了，最好能和小八交一点物资才好，希望小八看在他也许就要交代在这里的份上，让他过得好的一点。正想着，二郎和三尾2个毛孩子凑过来，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熟食，一脸我要吃的样子。唐仙儿不得已又煮了一锅给他们解馋。吃完一顿饱饭，唐仙儿忍受着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诱惑，把这项福利让给了伤员三尾，自己把垃圾都挖坑埋起来，大贝壳也藏起来，就继续让二郎守着他。他这次举着一把火把深入腹地，想找个晚上可以睡觉的山洞，睡在外面太冷了，也不安全。谁知道那位海怪少年还会不会回来？还没有搞清楚他是善意还是恶意之前，远离海岸才是最要紧的。这座小岛真的好小，大概就一个大型百货超市一样大，半小时都不用就到另一面了。如此小的海岛，物资也十分匮乏，更别说天然的山洞了。无法，只能拖着一捆大树叶回去，试着搭个雨棚子。还没走到近前，便听到了二郎嗷呜嗷呜的犬吠声。唐仙儿心中一惊，扔下树叶，急忙忙赶过去的，然后远远便瞧见去而复返的少年正抱着二郎按在怀里揉搓。二郎惊慌失措，叫得好像待宰的猪。见对方脸上快乐的笑意，就像一个和宠物玩的普通少年。唐仙儿停下脚步，躲在一棵树干后面看着。少年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视线，看到他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而是继续抚摸二郎，好半天才放开。二郎一得到自由，就往唐仙儿身边跑，躲在他的身后，委屈的直哼哼。唐仙儿摸摸他凌乱的毛毛，眼睛继续盯着海怪少年，然后便见他眼带诧异的看了眼三尾翅膀上的木棍。唐仙儿心中有点突突，结果对方居然下一秒就平常的转开了脑袋，然后在唐仙儿震惊的目光中，把嘴巴展开到极致，吐出不下50条的2斤重的鱼。咦？唐仙儿看得目瞪口呆，不过见他把吐出来还在活蹦乱跳的鱼递给了三尾，也明白在这个家伙居然是去抓鱼头喂他们了。这个举动他十分熟悉，不就是养宠物吗？唐仙儿眼睛一亮，觉得自己又可以了，也不觉得对方面目可憎了，试探着带着二郎靠过去。二郎被活蹦乱跳的鱼吸引，开始像猫一样扑鱼玩。少年也含笑看着，唐仙儿安心的也准备抓一条等晚上烤着吃，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少年一手给拍到地上，怀里的鱼也被抢走了，塞给了三尾。唐仙儿后知后觉发现原来被养的数量里不包括他。他问小八，他的喜爱值是多少？0。Why？ 他觉得宿主是个没有价值的累赘。雪菜性格好像很孤僻，每天投喂完了就变成原形，躺在浅海里睡觉，对唐仙儿在干什么完全不管，佛系养宠。慢慢的，唐仙儿也咂摸出味了，自己能在他手里活下来，好像是沾了二郎的光。因为二郎喜欢他，所以对方才勉强接受他时不时在眼前蹦跶。不过他投喂的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过这个也不要紧，对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睡觉。唐仙儿偷着烤1-2条鱼吃，对方也完全没有反应，甚至每天睁开眼对他还活着这件事也没有感到多大的疑惑。要不是小八说他是智慧种族，看着就像一个只关心吃和睡的未开化的野人。不过有他的存在，唐仙儿的荒岛求生过得并不艰难。每天雪菜都会出海捕猎，除了固定数量的海鱼，有时候也会从海底带出回一些大陆上才有的玩意儿，比如残破的镜子和沉船里的木箱子，这些都成了他送给二郎三尾的玩具。不过最后都便宜了唐仙儿，只有他需要木箱里的衣服和碗碟。他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个世纪的东西，拿到外面去也是能卖出一笔钱的。可是雪菜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海族落后部落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他们最喜欢的从来不是这种身外之物，只关心自己的地盘上的猎物数量够不够吃，有没有讨厌的家伙想要争夺他们的地盘。会这样也是因为这里离大陆十分遥远，交通不便，加上海里能用上大陆产品的地方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大陆和海洋就像被时间切割成了2半。明明在一个世界，过得却是2个世纪。现在还不知道这些的唐仙儿躺在二郎和三尾中间，把自己陷进毛毛中保暖，开始日常的人生思考。喜爱值因为露露丝公司还在运营，
他每天干躺着也能进账1、2千的喜爱值。三尾的身体素质很不错，每天好吃好喝好睡的情况下，他的翅膀已经好得七七八八。只要再等上几天，趁大海怪区捕猎的时候，他们就能再度出发离开这里了。虽然心有灵犀药水早就失效了，但凭着他现在和三尾的感情，他有信心操控他。有了方向，吃了10天烤鱼和海蛤蜊，吃的嘴巴淡出鸟的糖心儿憧憬地闭上眼睛睡觉，打算再撑2天，等三尾彻底好看，就一点点飞回大陆去。然而他的计划永远也赶不上变化。第2天，雪菜破天荒的没有去狩猎，而且显得有些兴奋。他认认真真的把自己搓洗了一遍，然后抓起二郎和三尾也粗暴的搓洗了一遍，最后找来海草给他们装扮了几下。唐仙儿躲在一边看着二郎和三尾丑丑的新造型，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这个待遇，只是有些担心他这样做的目的，总不至于是养肥了终于要开吃了吧。没让他想多久，便见变回原形的雪菜张开他的深渊巨口，一口把2小只吞了下去，然后转身要离开。唐仙儿吓了一跳，但见他没有咀嚼的动作，知道他并没有吃掉二郎和三尾，不过也够把他吓得菊花一紧的。他赶紧跑过去，顾不得畏惧，抱住对方一条触手，大声喊道：“你要带他们去哪里？要是不回来了，这里只剩他一个人，可咋过啊？”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他对二郎和三尾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无法接受他们不明不白的离开自己啊。雪菜灯笼一样大的眼睛看向小小一只的糖心儿，有些奇怪，这只很有眼色的奇怪动物今天怎么有胆子靠近自己？不过见他焦急的样子，他也看出了糖心儿的意图，想着他平时都和另外2只在一起，突然分开可能也是害怕，嘴巴里的2只也在呜呜的叫着。考虑了下，也就大发慈悲的用触手卷起它，一起塞进了嘴巴里带走。今天可是人鱼王来巡视的日子，事成失败就靠这1天了。唐仙儿躺进腥臭的囊袋里，差点晕了过去，屏住呼吸摸索到二郎和三尾的身体，这才放心。不过很快就发现嗅觉敏感的二郎已经晕了过去。唐仙儿其实有些羡慕，他也想晕过去呢，做不到自我了断，他只能捂住口鼻，静静等待雪菜把他们放出去的那刻。外面雪菜快速朝前游动，2个小时后，他到达这片海域实力最强大的猎手的地盘上。按照传统，人鱼王都会巡视一片海域里的最强种族，检验他们的海域是否安全和存在不公平的事情。当然，像雪菜这种因为自身实力不行遭受排挤的，并不算不公平事件。这种时候也是大家向领主挑战的好时候，不管赢没赢，只要能让人鱼王看到自己的潜力和勇气，就有机会被人鱼王或者人鱼王身边的护卫长看重实力，招揽成为自己的护卫队成员。只要加入护卫队，从此以后就是保护海洋的光荣战士，这是每个海族的荣耀。更别说还有机会打败老领主，成为新的领主，那整片海域都是自己的狩猎范围了。生得多的种族尤其喜欢这个时候，毕竟他们的养儿压力太大了，更迫切的需要一片海域狩猎。雪菜到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满了接到消息赶过来的人，因为有的种族体型实在庞大，大家都默契的变成人形恭候着。即使是这样，人数也比他想象中要多得多，见过的没见过的大家都来了，每个人手中都用海草牵着准备送给人鱼王的礼物。雪菜没有贸然凑上前去，他机敏的用眼神扫射一圈，目前还没有看到比他送的礼物更别致的了。对等会儿的送礼环节又多了几分自信，就很满意。他果然是最聪明的。这时有人发现了他的到来，8个身上同样有着蓝色条纹的男女游了过来，绕着有些紧张的雪菜游了2圈。其中一个穿着用海草和贝壳做成的比基尼的英气美女问道：“雪菜，没想到你也来了，很高兴你还没有被饿死，可以去比比看有没有进步。”英气美女和雪菜长得有7、8分相像，是她一母同胞的姐姐雪赛。她身边的7个雄性都是她的未婚夫，等下要在比赛场一展雄风的，谁的实力最强，姐姐就会定下谁有资格成为她孩子的父亲。像他们这样的组合，这里今天格外的多。雪菜看眼姐姐未婚夫们眼里的嘲笑，自卑的扭扭自己的触手解释道：“不是的，我就是来看看。”雪菜闻言脸上闪过失望，虽然他们一族亲缘淡薄，但到底是从小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讨东西吃的弟弟，他还是期待过雪菜能崛起的。那你等下就待在我身边，安安静静看看你姐夫们的比赛，好好学着点。雪菜有些不愿，但从小被姐姐修理出来反射神经已经下意识点头了。雪菜满意道：“那还不变成人形？这么大意只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是你吗？”雪菜有些犹豫，他嘴巴里还有3只小宠物呢，要是被人看中了要抢就麻烦了，还不快点。雪菜吓得一哆嗦，唯唯诺诺不敢在姐姐面前造次，最终还是在姐姐的淫威下先吐出3个久久不散的气泡，然后快速把嘴巴里的3小只一一塞进气泡里放好，又拿出一件草裙做的围裙，这才变成少年模样穿好。这时已经没有人关注雪菜了，雪菜带着未婚夫们凑到3个气泡面前，惊奇地看着里面的3小只，其他人都看着二郎和三尾，只有雪菜慧眼识珠的在看到糖心儿时眼前一亮。他因为聪明伶俐和好几个领主的女儿交往密切，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不少外面的东西，一眼就看出糖心儿的特别，都来不及问傻弟弟情况，连忙从自己的嘴巴里掏出一个大贝壳，把糖心儿连着气泡一起关进去，只留2指宽的细缝，方便补气泡和氧气。二郎和三尾也是这样的操作，没一会儿他身边就出现了3个大贝壳。雪菜小心翼翼摸着大贝壳，凄凄爱爱道：“姐姐，这是我的，我要送给人鱼王的。”少女瞪他一眼，骂道：“这样的好东西你就大咧咧拿出来，被人抢了怎么办？你都不知道准备个贝壳吗？是你让我拿出来的，闭嘴！”雪菜乖乖闭嘴。
雪菜拉过他，又让几个未婚夫抱起3个大贝壳挤到前面去占位置，自己拉着雪菜问了他的打算。听完后道：挺好，我会帮你照看礼物，要是人鱼王喜欢的话，作为报答，等我的孩子出生了，他可以在你的领地里捕猎到成年。雪菜笑道：好啊，如果能被人鱼王看中，我肯定会做到姐姐的要求的。他也知道自己守不住礼物，才不肯变成人形的。姐姐很厉害，他看中的7个未婚夫也都是蓝环家族里的佼佼者，有他们的帮忙就不用担心什么了。唐仙儿突然从雪菜的嘴巴里吐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眼前的景象是他做梦都梦不见的场景：清澈见底的海水，随处可见的缤纷色彩的珊瑚，头顶时不时游过一群模样俏皮、色彩鲜艳的海鱼。阳光照耀的海水荡起连绵的光斑洒在海水中照映的这里，连一粒沙子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唐仙儿恍惚地以为自己站在了海底纪录片的拍摄现场。打破他的想法的是，站在他面前的9个长相特异的巨人男女。清澈的海水轻柔地托起他们海藻一样的长发，手掌脚掌都像是穿着潜水服的宽大鱼蹼。他们每个人都舒展地站在他的面前，还不用带着呼吸器夹边鱼鳃就能自主地呼吸。视线重新回到自己身上，后知后觉发现他待的地方更是的奇怪，居然是一个不会消散的大泡泡里。泡泡隔开了海水，为他提供着氧气，很神奇，也让他能有机会见证接下来的一切。唐仙儿与大脸块对到他脸上的英气美女对视片刻，还没来急得急看一看远处那聚集在一块的人是要干什么，下一秒他就被整个装进了一个大贝壳里。好在贝壳很大，他在里面甚至能轻松地坐起身，似乎是怕他在里面憋死。大贝壳开了2指的细缝，因为气压的原因，海水神奇的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薄膜阻隔在了外面，让他能见到2郎和3尾也各自待在了一个大贝壳里，这才安心。然后那位美女和把他带来这里的少年说了一句什么，一行9人就带着他和2郎3尾挤进了前面那一大群海族之中。因为被抱在怀中，唐仙儿的视野极好，因此见到对面也有一群人牵着四处撒野的奇形怪状的海货频频往一个方向看去。唐仙儿顺着他们的视线好奇地张望过去，只见被人群隔离出来的宽敞道路上，除了小鱼儿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再无其他。不等他多想，忽然感到海水传来一阵肉眼可见的波纹，然后是一阵被海水稀释过的浑厚低沉的鸣叫声。人群的喧哗高涨了一刻，又迅速沉寂下来，每个人的神情都变得激动又严肃，庄严的氛围感染到了唐仙儿。他也不自觉地屏住呼吸，死死盯住道路的尽头，意识到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过来了。随着那一声声悠扬悲切的鸣叫声越来越大，视线的尽头忽然冒出一个庞然大物，他的身形整个展现出来时，唐仙儿瞳孔收缩数次，呼吸也跟着加重。他知道地球上的虎鲸很大，但在电视上看完全没有身临其境带给他的震撼要强烈。虽然出现在这里的生物并不是虎鲸，但它同样庞大，发出的叫声悲鸣而寂寥，宛如上古的神灵。它巨大身躯从头顶上方掠过，唐仙儿不自觉地发出惊叹声，感叹着大自然创造生灵时的大胆和异想。大张的嘴巴还没有合上，他便见到了更让他肾上腺素飙升的一幕。那时一对5人雄性美人鱼，他们赤裸着上半身，身躯上每一块肌理都不夸张，又丝毫不让人怀疑他们运动起来的爆发力。手拿尖利的3叉钳，甩动着长长的白色鱼尾，摇曳生姿地从他的眼前划过。长尾带起的细密气泡勾勒出他曾经日日夜夜和弟妹们讲述的童话故事，回答他们美人鱼是不是真的存在时的回忆。美人鱼是真实存在的，也远比他想象中要美丽。心神被震慑的同时，他忽然发现那条大鱼的尾鳍用绳索拖动着一辆用珊瑚和美丽的贝壳装饰的异常华美的车辇，点缀满拳头大小珍珠的宝座上是一位看眼就让人失神的男性美人鱼。如此出众的美貌，看眼便能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唐仙儿认出了他是上回在安格里学院碰见的男人，此时他与初次见面时的气场和形象却相差很大。他头戴王冠，更添气势，上半身不像其他人鱼一样赤裸着，穿着在海水中都挺刮的广袍。他的眼帘半合，直视前方，鸦羽般的睫毛在眼帘下投影出一片扇形阴影，美得仿佛顶级艺术家手中精美的雕塑。他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2米长的银蓝色华丽鱼尾，尾鳍的部位从不同角度看都是七彩琉璃般的色泽，阳光照耀在上面，反射出一圈圈清透的淡蓝色，看得人目眩神迷。唐仙儿呆呆地看着对方，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条美人鱼。话说这个世界的海族不是除了2栖类的生物都不能上岸的吗？他怎么能在学院里待那么长时间呢？问题还没有想明白，便见队伍停了下来，那条大鱼也变成了一个3米多的大汉，游到杰拉维身后站定，像一杆标枪一样守护着他的王。杰拉维一双温润含笑的蓝色双眸一一看向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被他目光触及的人都深深地低下自己的头颅以表敬意。唐仙儿默默地想，他一定是个人鱼王子吧。人鱼王子开口说话了，辛苦大家在这里等候，这片海域的我已经看过了，大家守护得非常好。听到这话的众人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被王夸奖而感到得意。有人大着胆子附和道，尊敬的陛下，这都是您的功劳呢，要不是您惩治了那些偷偷往海洋扔垃圾的家伙，我们大家也没有现在的好日子，幼崽们也不能安心的长大了。他们不能上岸，有时候就会被一些坏透了的大陆人欺负。以前的人鱼王很少巡视自己的王国，搞得那些人开始明目张胆的运垃圾过来扔，直到现任人鱼王上任，他能长时间待在岸上，还熟悉那边的法律，很轻松的便解决了这件事。这一片海域的海族都十分拥戴他，大家连连附和。有人举起刚出生的幼崽给杰拉维看，想让他知道感受自己的喜悦。
这时，唐仙儿才炯炯地想，原来那些牵在手中的小鱼不全是海货，也有他们的幼崽啊。杰拉维笑得随和，说了一些场面话后，终于到了传统流程。这片海域的领主最先走了出来，拖着一大车的海货摆放在地面上，恭敬地道：“尊敬的陛下，这是我亲自为您捕猎的金水鲤鱼，是只有我们这里才能繁衍的最好吃的鱼，请您等典礼结束后一定要品尝一下。”杰拉维笑着颔首：“我会好好品尝，感谢你的慷慨。”领主贡献完，就轮普罗大众了，大家一一把自己早早准备好的猎物贡献出来。不多时，空地上就堆起了小山一样高的各式海鱼。唐仙儿看见之前和自己对视的美女，也上去贡献了一条平时没见她拿出来过的红色海鱼。海族对生活品质没有要求，他们唯一在意的就是食物，这种在外人看来很是简朴的礼物，在海族已经是最高规格的礼物了。不过也有实力不行的家伙，根本捕猎不到那样珍贵的食材，只能另辟蹊径送上别的东西，比如有人送上自己收集的大珍珠当礼物，引起周围一片嘘声。杰拉维始终保持着温和的笑意，不管他们送的是什么，都含笑点头。还有人花心思很多，他不送海鱼，不送珠宝，却牵着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走上前说送给杰拉维春风一度。少女也半点没有被强迫的不甘，红着脸颊，目光盈盈地看向俊美的王，热情又大胆地道：“陛下，我仰慕您，请让我服侍您。”周围长得没少女娇媚的女孩们也没有露出鄙夷之色，反而一个个都眼含羡慕，能与人鱼王在一起，哪怕是一晚也足够吹一辈子了。杰拉维朝自荐的少女招招手，后者立刻游过去，明亮的眼睛亮晶晶地，然后杰拉维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似有若无地亲吻了少女光洁的额头，一触即离后笑着道：“谢谢你的馈赠，我收到了。”少女明白了他的意思，捂着通红地脸蛋游回了父亲身边，很快又被小姐妹们围住，嘻嘻哈哈地安慰道：“能被亲一下已经很好了。陛下在大陆上生活了很久呢，肯定被传染了忠贞的念头啊！要是我也能被献上就好了。陛下真的好迷人哦。”唐仙儿觉得自己的三观又重塑了一遍，也新奇于这里女性的思想开放，连男性都没有露出任何异色呢。终于所有人都献完了自己的礼物，唐仙儿感到抱着自己的人动了动，竟是抱着他向杰拉维游去。唐仙儿呀，没想到在这场盛大的迎接仪式里，自己的定位居然是送给人鱼王子的礼物。唐仙儿缩在大贝壳里炯炯地想，他的下场应该就是和那堆成山高的海鱼一样，之后要进了谁的肚子。他大眼珠子转向旁边，二郎和三尾的大贝壳正被少年打开，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他们的脑袋塞进了新的泡泡氧气里，身体留在海水中泡着。两只毛孩子哪里见过这么多的人啊，何况还是在海里，身体上的不是让他们急得使劲扑腾，看得周围的群众不少人都惊呼出声。这里大部分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去过大陆，更别提见到陆地上的动物了。就像雪菜预想的那样，大家的目光都被二郎和三尾吸引住了，更有小孩子好奇心爆棚的想要凑上前来看个仔细，然后被家长及时牵住，这才没有让场面失控。雪菜胸膛比任何时候都要挺得骄傲，他已经看到不少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对他露出刮目相看的眼神了。他忍不住双眼充满希意地看向王座上的尊贵男人，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年轻俊美的人鱼王面上的表情和他看见其他礼物时没有丝毫差别。雪菜呆立几秒，忽然想到自己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人鱼王自小生活在陆地上，即使对那里的生活和物品有所怀念，但这种对于他们来说是珍稀物种的宠物，兴许在人鱼王的眼中，就像他们看见洞穴门口随时游过的小丑鱼一样寻常。他忘记换位思考了。雪菜明白了，理由更显失望，他的心愿怕是完不成了。正预备放下二郎和三尾，失落地退下去，帮他抱着另一只秃毛品种的姐姐却把手中的贝壳递给他道：“发什么呆？快点把这个打开吧。”雪菜抱着怀里的大贝壳，很想说这只品相更差，人鱼王一定不会喜欢的，还不如今天留给他当储备粮呢。但看到姐姐眼里不容置疑的神色，什么都不敢说的，就在万众期待下打开了困住唐仙儿的贝壳。他像只鱼儿一样，脑袋套着透明的氧气泡泡，两条修长紧实的大腿在海水映衬下显得格外雪白，小脚丫小幅度的来回摆动，让自己保持平衡。慌乱了一下，便淡定下来，还有心思安慰凑到身边的二郎和三尾。从他亮相的那一刻，周围便是一静，大家目光灼灼地盯着这个没有见过的生物，又是惊艳又是好奇，低声讨论着什么。唐仙儿不用听也知道他们肯定又在互相打听他的品种了。他抬起眼，快速扫视一圈在场众人的神情，最后直直望向人群的中心，那位优雅俊逸的人鱼王子，怎么说也有过一面之缘，曾经也帮助过自己，认识陆母和安格里，对方看起来也是个十分温和友好的人，说不得就会再帮他一次呢。于是他用不太好看的游泳姿势，坚定地朝对方游去。杰拉维看着笨拙地朝自己靠近的唐仙儿，不自觉地上身往前探了探。他还记得这只宠物，应该说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一直记得它。唐仙儿是他见过最特别的宠物，完美符合他的审美和对宠物苛刻的要求。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主人，对象还是那个黑翅膀，他当时就会利用权势把它买回来亲自饲养。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个黑翅膀应该不是会中途抛弃宠物的个性，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无主的，还被自己遇到了，那现在就是他的了。唐仙儿终于游到了他的车辇旁，守在杰拉维四周的人鱼和大鱼变成的壮汉望着在他们看来速度着实缓慢的唐仙儿，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按理来说，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拦下这种妄图想要靠近陛下的任何事物，但眼前的小家伙实在构不成威胁，细胳膊细腿，连泳姿都透着一股笨笨的气质，他们一掌就能拍死他。
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奇怪的生物，那能和人鱼媲美的精致脸蛋，那能在陆地行走自如的双腿，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大陆人，只是没有那些种族的特征而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护卫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壮汉准备拦下唐仙儿，却被身后的杰拉维拦下了，让他过来。壮汉有些遗憾，自己犹豫太久，错过了触碰不明生物的机会，只能和其他人一样，眼巴巴看着那只不明生物主动投怀送抱，坐在了陛下的鱼尾上。唐仙儿小心翼翼地坐在男人的大尾巴上，小手偷偷地摸了一把漂亮的鱼尾，手感滑腻冰凉，和在菜市场摸大鲫鱼差不多。他很快便失去了兴趣，只是眼馋地看着这条梦幻的大尾巴。要是他也能有条好看的鱼尾巴，遨游在大海中就好了。好看吗？好看。唐仙儿用中文回完话，才察觉到人鱼王子在和他说话，回过头看向对方俊美非凡的脸，他不好意思地扭了扭屁股，没注意到对方眸中一闪而过的暗芒。别动！杰拉维压制着身体被触碰产生的燥热，眸色暗沉的抬手扣住唐仙儿的腰身，然后望向一个劲朝这边张望的雪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雪菜激动地道：“陛下，我叫雪菜。”杰拉维吐出个泡泡与唐仙儿脑袋上的合二为一，这才继续问道：“这只阿达兽你是怎么得到的？”雪菜心想，原来他叫阿达兽啊，不愧是陛下，真是博学多才。然后才老实回话道：“是10天前在莫厄海域捕猎时发现的，当时他快被海水淹死了。”杰拉维点点头，笑道：“你的礼物我很喜欢，你想要什么？”雪菜和他姐姐对视一眼，双方眼里都闪动着惊喜。雪菜立刻道：“陛下，我想要一片属于我的领地，这是每个海族都会提的要求。”杰拉维并不意外，随意的摆摆手道：“可以。”雪菜大喜过望：“谢谢陛下，从今往后他再也不用为吃食奔波劳累了，还能向来他领地里捕猎的人收取利息呢，再也不怕找不到愿意给他生孩子的伴侣了。”没想到最后帮他实现心愿的会是那只自己并不放在心上的怪东西，幸好当初忍住了没有吃掉他。这会儿再看他，忽然也觉得他没有那么丑了呢。再看看周围对他投来羡慕眼神的众人，他觉得浑身都舒坦了。还有几个妹子靠过来询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人。雪菜摸着后脑勺憨憨地笑了起来。送礼环节结束后，接着比武大会便开始了。有自信和有能力的人全都上去变成原形，开始挑战原领主。刚刚获得领土的雪菜并没有被挑战，毕竟他还没有办手续呢。大家再朴素无华也知道不能不给陛下面子。老领主不慌不忙，他年老体弱，但是他的子孙们却很年轻。于是，一场场单挑开始了，最后又发展成了大乱斗。唐仙儿也见证了海洋生物攻击的多样性，纯靠力量的都是大型海兽，小型海兽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有速度制胜的，还有皮肤能模拟周围环境偷袭的，更有能模仿别的生物当间谍最后被刺占有的，比看拳击比赛精彩多了。唐仙儿看得起劲，身体忍不住跟着选手使劲，但往往刚动一下肩膀就被身后的人重重压下不让动。他瞥一眼脸色有些紧绷，额角的青筋都迸溅出来的杰拉维，只能安分的不乱动。好不容易大乱斗结束了，烟尘滚滚中场中唯一站立的人是一个中年大叔，他也是这片海域的领主的大儿子。杰拉维很满意他的表现，把今天得到的礼物全部奖励给对方，还往上添了几件自己从大陆带来的水果和肉排。这个举动表示承认他在他老爹死后可以成为下一任领主了。然后高兴的领主和他大儿子就把那些礼物当成宴会的菜品，邀请在场每一个人一起吃。当然，陛下赏赐的大陆肉排和水果只有他们的子女和妻子才有资格吃。一时间全场都是争抢食物的场面，又一场大乱斗开始了。看他们吃得开心，唐仙儿也有些饿了，可惜他现在的状态并不能吃东西。等天色渐渐暗下来，杰拉维这才带着饿了半天的唐仙儿，在其他人的欢送下像来时一样拉风的离开了。回去的时候天色越来越黑，海底里也陷入一片黑暗。还想看海底世界的唐仙儿一阵失望。更糟糕的是，夜晚海水的冷意让他一直打摆子。他忍不住贴近抱着自己的人，感受到对方的存在，黑暗中的点点不安这才好受些。可对方同样冰凉的身体根本无法给他温暖，只能牙齿打颤地说道：“冷。”一只大掌带着安抚意味轻柔地抚摸他的背脊，然后他再次被放进了一只大贝壳里。贝壳是个好东西，里面隔绝了一部分湿冷，但还远远不够。唐仙儿忍耐着觉得自己怕还没到目的地就要冷死的时候，小巴及时上线：“恭喜宿主，今天收获10万喜爱值。鉴于宿主现在情况危急，小巴自作主张为您兑换了不怕冷奖励。从今以后宿主都不会怕冷了，缺陷是只是屏蔽寒冷，身体在寒冷的环境待上3小时以上会正常受到损伤。系统的尿性他已经很清楚了，听到缺陷也不失望，催促道：好样的小巴，快给我用上。”是。小巴话落，如肤骨之躯般的寒冷便像被人从身上生生扒下去，冻得僵硬的身体突然间变舒适温暖了起来，就好像他还穿着露露丝送给他的大日火貂皮一样温暖。身体舒服了，唐仙儿在大贝壳里翻个身，好奇问道：小巴，怎么还有不怕冷这个奖励？这和万人迷有什么关系？宿主，身为万人迷自然会出席各种商业活动，零下10几度穿露背装也是常态。为了宿主的身体考虑，这项奖励是十分合理的。哦，唐仙儿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小巴大部分时候还是很通人性的系统呢。又和小巴聊了几句，不喜欢聊天的小巴便主动下线了。无人聊天，贝壳里也乌漆嘛黑的。唐仙儿打个哈欠，安心的睡了过去。他这一觉睡得极沉，连贝壳打开自己被人抱了起来都没有惊醒过来。杰拉维把唐仙儿抱进了自己的怀中，快速检查一遍他的心脏和呼吸。
确定还活着后性感的薄唇不可抑制地勾起一丝笑意，这才回头冲护送他的人鱼们吩咐道：“你们去休息吧。”人鱼们齐声应是，然后纵身跃进漆黑的大海睡觉去了。原地只剩下抱着唐仙儿的杰拉维和身边2只湿漉漉的二郎和三尾。杰拉维带着3小只一步步朝岸边游去，等靠近浅海鱼尾，开始用力拍打水面。接着，他整个人宛如一道弯月，在空中飞跃，宽大尾鳍上的水珠在空中窸窣掉落。落地的刹那，鱼尾从无到有变成了一双修长健壮的双腿，站在了远离海水的沙滩上。他拿起臂弯上早就准备好的浴巾围上身体，这才继续往前走。这里也是一处含有人质的小岛，是他成为国王后继承的众多海岛别墅中其中的一个，但能被海王老爹选中成为自己的别宫。这座小岛自然不是雪菜那座小岛能比的，除了更大的地盘，更多的植被和动物，最大的区别便是小岛中心那栋显眼的白色圆顶建筑。这是一栋外观十分具有观赏性的海边度假别墅，蓝白的墙体和圆形的外观，以及透过透明落地窗能窥见的奢侈装潢，都散发着浓浓的金钱的味道。杰拉维领着二郎和三尾走到大厅，便勒令他们不许再跟着。他的气场强大，敏感的小动物十分识时务地就地趴在了客厅里。杰拉维满意地抱着还在睡觉的唐仙儿进了厨房，他随意从冰柜里拿出一抽屉的鱼海鱼扔给二郎和三尾，见他们乖乖吃起来，便不再管他们，而是带着唐仙儿进了卧室。相比二郎和三尾，唐仙儿得到的照顾就要温柔多了。杰拉维从浴室拿出毛巾帮他擦干净身上的水，又把他放进静音烘干箱吹干头发，这才把抱着他平放在大床上。他低头望着躺在床上无知无觉的唐仙儿，蔚蓝色的瞳孔中闪动着复杂的暗芒。身材高大挺拔的男人站在床边犹豫了许久，终是伸手轻轻触碰了下唐仙儿的脸颊，手指上的触碰到的软绵细腻使他情不自禁闭上眼睛，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压抑的喘息。一瞬间，像是触发了某种奇怪的开关，压制了一路的野兽从牢笼中放出。杰拉维再也控制不住，3、2下脱掉自己包裹严实的衣物，露出精壮健美的胴体，爬上床迅速抱起还在昏睡的唐仙儿，一只大手伸进他的衣摆内，贴着光滑的肌肤游走。睡梦中的唐仙儿感觉到身上的痒意眉心微微蹙起，却没有醒来。杰拉维喘息着，把脸颊蹭着他的颈项，俊美的眉眼因别样的满足染上薄薄的嫣红，仿佛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蛰坠入欲念的海洋，色气却绝美。若不是这张脸撑着，光看他梦浪的动作，但凡是个人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他是个变态。门外二郎吠叫几声，杰拉维这才如梦初醒地停下手中动作，喘着粗气，等脸上的薄红褪去，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唐仙儿，真是的给他盖好被子，换上家居服，人模狗样的走了出去。他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小时候不曾得到任何关怀，更没有父母的爱抚拥抱，他患上了严重的皮肤饥渴症。可也因为父母的关系，他矛盾地排斥两性关系，拒绝和任何人亲近，就怕自己当场失态。直到那天遇到奇怪的软软，他只是一只宠物，肌肤却与伊特利亚人触感一模一样，体表温度要低一点，可也更舒服。见面那天，只是隔着衣料他引以为傲的自持力，便把控不住地揉了一下。之后，他也一直在寻购像软软一样的阿达兽，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仿佛上天都在弥补他的遗憾。今天便有人把软软送到他的面前，真是太好了呢。他脸上荡起如偿所愿的神笑，眼神里却又带着一丝偏执，偷看他的二郎三尾怕怕地缩回了沙发后面。他重新从冰柜里拿出一条鱼加热，撒上酱汁包便开吃了。他的动作优雅金贵，即使面前的食物卖相差强人意，配上他的吃相也显得昂贵了起来。吃完优雅地擦擦嘴角，便走进书房开始整理今天的工作。唐仙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被一只八爪鱼死死地缠住身体，不得动弹，羞耻地进行着触手 PIAY。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在做梦，可就是醒不过来。眼看大章鱼要把他吞吃入肚时，他终于突破了某种束缚，睁开了眼睛，然后直愣愣的都对上一对结实的大胸，自己整个人正严丝合缝地贴在这具身体上，后腰和脖颈都圈着一条手臂，压得他动一下都很勉强。怪不得梦中总觉得缺氧。熟悉的场景和体温，脑海内刚刚想起露露丝的名字，惊喜的连忙抬头，不经意地对上一张俊的他印象深刻的帅脸。一瞬间他都以为自己还在梦中，没有醒来。他呆呆地伸手捏了捏对方的大胸，手感很真实，耳边也响起男人克制的呻吟声。杰拉维低头看向怀中已经醒过来，正一脸懵逼地看向自己的唐仙儿，温润的眼睛弯了弯，笑道：“中午好啊，软软。”唐仙儿愣了2秒，出走的思维终于正常运转，想起自己是在跟着对方回程过程中不知不觉睡了过去。他夜夜口水，扯出一抹看见帅哥花痴的笑容，似乎好久没有这个睡醒待遇了呢。然后他忽然被杰拉维的举动刺激的浑身一个激灵，对方放在他后腰的手正轻柔地从他的臀部抚摸到后背，略带薄茧的掌心刺激的皮肤一阵阵战栗和酥麻，也吓得唐仙儿发现自己现在的不对劲。他居然赤身裸体的和同样赤身裸体的对方躺在一张床上，自己大腿碰到的硬东西，并不年少无知的唐仙儿知道那是什么，霎时他头皮都炸裂了，根本不敢再动。变态如伦纳德也不会光得这么彻底和他躺在一块啊！唐仙儿的脑海犹如那火车拉响了鸣笛声，嘟嘟嘟的从耳朵冒出滚烫的热气，烧得他从脸一路红到脚趾间。他咬着唇，心中已经1万头草泥马来回跑了10几趟，草地都踏平了，他还是羞得石化当场。杰拉维眼睁睁看着唐仙儿皮肤一点点升温，手心的温度也渐渐拔高，还以为他是发烧了，赶紧爬起来准备拿仪器过来测量。唐仙儿趁机用被子把自己裹成蚕宝宝，
恨不能吐丝扎个茧把自己给藏起来。他原以为自己经历过被露露丝洗澡的锻炼，自己的羞耻心已经不同往日，但现在才发现，那只是叫做日常。毕竟露露丝和伦纳德不会和他坦诚相待。暗自吐槽时，对方却而复返手中拿着一支电子温度计走过来，想把他身上的被子扯掉。唐希儿抱着被子，据理力争的抗拒的十分明显。不要，我要穿衣服！杰拉维猛然一顿，不可置信的看着突然说话的唐希儿。唐希儿才不管他多震惊，连着声喊道：衣服衣服衣服！杰拉维在他一叠声的催促下回神，压下心中的震惊，伸手把床单撕下来一块，挖出被子里的唐希儿手巧的用被单给他扎成了一条挂脖款的裙子样式。有了衣服穿，唐希儿终于觉得自在了不少，神智也恢复了正常，开始劝慰自己，对方只是不知道他是个智慧人种，有的人就喜欢裸睡嘛，好正常的，要淡定。面对自己现阶段的饭票，唐希儿心存感激，暂时忘记了对方刚才过分变态的举动。杰拉维开口道：你不是阿达兽吗？怎么会说话？唐希儿秉持着10问一答的原则，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突然想起自己的2个毛孩子，连忙爬下床就往门口冲，嘴里一直喊二郎和三尾的名字。杰拉维看他找东西的模样，猜到他在寻找自己的小伙伴，走过去提起唐希儿放在自己的臂弯上坐好，漂亮的眼睛里噙着温和笑意，半点没有无人时那暗黑的笑容。别担心，他们都没事。说着他就抱着唐希儿出了别墅，温暖的海风和阳光洒在身上，唐希儿舒服的身体都舒展了，真好啊。又回到了地面上，人生感慨刚刚酝酿的开头就被二郎嗷呜嗷呜的叫声打散。听到二郎那拔高的惨叫声，唐希儿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不顾危险的从杰拉维的臂弯跳下来，踉跄一下赶紧往声源跑去，然后就见到沙滩上二郎和三尾正合力对付一只爬上海岸足有10口大铁锅一样大的螃蟹。此时他的2只大钳子正一左一右对抗着二郎和三尾，一敌二还不落下风，厉害的宛如成了精。二郎三尾也不是好相与的，一个咬一个啄，用爪子挠。横着走的大螃蟹甲靠再是坚固，也被打得连连后退，想要放弃这2只野味逃回大海，却又被2只死死拖在了原地，进退两难。唐希儿看着大螃蟹巍峨的身躯，偷偷咽咽口水，这么大该有多少蟹黄啊？在地球上他只有过年吃席才能混上2只呢。二郎加油，三尾加油！有了他的助威，2只毛孩子有如神助，付出了不少毛发和羽毛，终于打败了大螃蟹。二郎站在大螃蟹贝壳上蹦跶，见他死翘翘邀功似的吐着舌头，然后急冲过来扑倒唐希儿一顿狂舔。唐希儿也热情地回应二郎，在他心里二郎就是他的狗子，是需要被自己宠爱的。站在一旁的三尾依旧高冷地看着2只，只是脚步忍不住靠近他们。杰拉维正在一边嘴角含笑地看着三小只有爱互动，没忍住拿起智脑拍下了这一幕珍藏。小动物的友谊总是格外让人觉得温暖可爱的。找到了二郎和三尾，唐希儿身心一阵轻松，然后就腿一软跪倒在沙海滩上。刚才有心事牵动，这会儿才感觉自己饿得全身软绵绵，对着赶过来抱起他的杰拉维可怜巴巴地说道：杰拉维笑着摸摸他的脑袋，心中很高兴，养的宠物会说话。过了一开始的惊奇，便淡定下来。好，你等着。说着他就朝大海走去，身后二郎三尾屁颠颠跟上。唐希儿以为他要在沙滩上捡贝壳时，对方的腿脚在沾上水后奇迹般的变成了一条闪瞎人眼的鱼尾，接着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留下身后唐希儿望着他跃起的鱼尾，一脸梦幻的表情。不管看多少次也好美啊，但其实他更想说吃螃蟹就可以了。唐希儿傻傻的站在海边，眼巴巴看着杰拉维消失的地方，期待下一秒他能再次出现，让他再看一眼那华丽的鱼尾。二郎和三尾陪着他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好玩就自己去玩了。三尾的翅膀好的差不多了，正低空盘旋在海面上练习捕猎。二郎在海滩上刨坑，隔一会儿给他刨出个海螺放在脚边。唐希儿等了10分钟，便也收回了目光，开心追着海浪捡贝壳。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人光顾，蓝天白云，脚下的细沙干净细腻的都能直接糊墙了。捡着海螺和贝壳，他一边在心里想着今后要怎么办。这里没有人烟，应该只是人鱼王子的私人小岛，还不知道他准备把它怎么办呢。要是他也把自己当宠物养的话，要不要先答应下来狗一段时间呢？肯定会比女版鲁滨逊要过得好的。之前是没得选，现在有得选，对方还是传说中的人鱼，可耻的心动了呢。如果他对自己不好，那就再跑路好啦。正好趁此机会让二郎和三尾尽快成长起来，以后真要离开也不至于被一只小章鱼给欺负了。选择性遗忘自己之前说的靠自己活下去的决心，他就是这么的识时务没出息，没了后顾之忧。唐希儿乐观的天性又占了上风，认真投入了捡贝壳的行列中，和二郎在沙滩上互相追逐，笑声洒满了天地。就这样玩了没多久，已经成功捕猎到一条鱼的三尾发出了高亢的警报声，二郎也冲着大海嗷叫了起来。唐希儿下意识看向海岸线，果然见到一尾蓝色的鱼尾巴沉浮在海面上，是人鱼王子回来了。唐希儿扔下二郎，踏着海水迎接过去，见到浅海里就站起身的人鱼，在海浪退开后，鱼尾立刻变成双腿，然后赶在海浪再次过来时快步跑上了岸。唐希儿在对方双腿出现时便迅速低下脑袋，不穿裤子的男人画面太美，他不敢看，等脑袋被人摸了，这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舒心地看到对方已经穿好衣服了。是在等我吗？杰拉维深邃的眉眼里尽是笑意，他没料到才照顾一早上的小宠物就这么粘人了，这么可爱，怪不得他的前主人那么喜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他流落到这里的了。
可惜海岛上并没有信号，要等回到王宫连上网后查查看了。唐仙儿心说，不，我只是在等你的尾巴而已，现在在等你的晚饭。他指着杰拉维左手上提着的大张着嘴巴呼吸的大鱼，说道：吃东西。杰拉维弯腰把矮墩墩的唐仙儿单手抱起，皮肤相触让他笑意加大。走吧。二郎跟在身后急得团团转，但动物强者的直觉让他不敢真的对杰拉维做什么，只能呜咽着跟上。桀骜不驯的三尾继续玩自己的。回到宽大的海边别墅，杰拉维把唐仙儿安置在餐厅的椅子上，自己准备进厨房鲨鱼料理午餐。这里不是在露露斯家，唐仙儿决定装乖巧，坐下了就不动弹，然后果然赢得了对方的好感，摸了摸他的脸颊，这才脚步轻快地进了厨房。不多时，杰拉维就端着一大盘的海鲜料理走了出来。唐仙儿伸长了脖子查看，便见瓷白的盘子里整齐地码放着大小相同切好的生鱼片，旁边放着2碟颜色不一的蘸料，还很有情调地摆放了一朵花做装饰。说是生鱼片，盘子里花纹如雪花一样透明的鱼片看起来十分美观昂贵，要不是之前看到了原料，他是绝对想不到这是鱼肉的，看起来就很好的样子。唐仙儿咽咽口水，转头看向一直注视他的杰拉维，后者撑着他的腋下，把人提溜到自己腿上坐好，圈着他的腰，伸出一只手拿起一片鱼肉，犹豫了下，没有沾任何蘸料地给他嘴边道：吃吧，好吃。他惊喜道。杰拉维见他喜欢，心中也高兴，他也养过宠物，不过与其说是养，也只是看着他们生存而已。那些宠物都不需要他照顾，自己就能觅食，缺点就是长得不尽如意，后来都慢慢的从家里逃走了。这还是第一次养这么看着就娇弱的品种，仿佛不给他找吃的，他下一秒就要饿死的娇弱。他下海时纠结了很久，才选了安全性最高，也是最难捉的比克精灵鱼。这种鱼因为老少皆宜，成为了全世界吃货追求的最高规格的料理，数量逐年递减，他也是破费了一番功夫才抓到呢。不过见到软软迫不及待自己伸手吃第2片的举动和鼓鼓囊囊的腮帮子，忽然觉得辛苦没有白费。不得不说，这样娇小可爱的宠物天然就让人有好感，更何况他还长得这么像伊特利亚人。想到这里，他的手一下一下摩擦着唐仙儿裸露的后背，心情格外美好。一心干饭的唐仙儿全然没在意对方的动作，等吃的肚儿滚圆，这才看到桌下哈喇子已经流淌到下巴的二郎。唐仙儿一阵心虚愧疚，想要把剩下的鱼肉给他，可是鱼肉对方还一块没吃，怎么说也是他的劳动成果。于是他扭头看他一眼，然后看向二郎，再拍拍桌子，示意二郎也要上桌吃饭。其实可以直接说出来的，但那涉及到宠物不配拥有的逻辑问题，他只能曲线救国，拼命暗示。又是二郎的喊，又是扯他的袖子。见他无动于衷，急得要自己下去抱二郎上来。看够了戏，杰拉维总算动了动身体，把剩下的鱼肉全部放在了二郎的面前。二郎响亮地叫了一声，这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杰拉维其实一开始就明白了唐仙儿的意思，没有立刻动作，只是觉得十分有意思而已。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懂礼貌的宠物，连那只狗也乖巧得不像话。陆地上的宠物就是要比海洋动物更乖巧吗？正想着，感受到下巴上痒痒的，低头一看，便见软软正在用额头蹭他的下巴。见他看过去，咧开小嘴笑出8颗小米牙。他微微勾了勾唇角，由着他撒娇，这才起身去厨房把剩下的鱼肉做成自己的午餐。自从变成人鱼后，他比之前更喜欢吃鱼了。吃完后去了书房处理带过来的工作。身为一国之君，即使是难得的假期，他也是需要处理一些只有他才能处理的事情。等到了晚上，他抱起和二郎滚作一团的唐仙儿就往卧室走去。疲惫了一天的身体需要靠新得到的小宠物治愈。唐仙儿冷不丁被放在床上，还没反应过来，衣服就被扒了个干净，然后一具滚烫的男体便整个把他包住。即使知道他不会对他做那种事，肌肤相亲时也难免吓得浑身僵硬。更难受的是，他还没有洗澡刷牙。他不介意，他也很难受啊。忽略身体上的麻痒，挣扎地道：我要洗澡，我要刷牙。杰拉维停下动作，诧异地看向红着脸的唐仙儿，感到有些惊讶，不过还是满足了他。唐仙儿有些高兴，对方还算讲理，可这种庆幸只持续了3分钟。对方给他洗澡只是随便冲洗一下，耗时2分钟；刷牙只灌了一口漱口水，一拍他后背就逼他吐了出来，耗时10秒。衣服是不要想了，他就这样光速完成了洗澡和刷牙2项大工程，然后重新躺在了对方的怀里，快得他连吐槽的想法都还没升起，一只手附上了他的高处。唐仙儿呆了2秒，脑海里有一个名为理智的弦断了。啊，变态！他尖叫一声，扒开身上的手，五指成爪，拼命挥舞往他脸上招呼。3秒后，双手被对方扣住，压在头顶，动弹不得。杰拉维抿直薄唇，威仪地看向身下忽然发疯的唐仙儿，不自觉加重了语气：不要闹！唐仙儿维持着这个羞耻的姿势，瘪了瘪嘴，又扁了扁大眼睛，泪水委屈的哗哗流淌。唐仙儿不想哭的，但是现在不哭，他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宣泄自己的害怕。说到底，虽然做了快1年的宠物，但也没有哪次像这回一样真切的被人当成了一个玩物。露露丝温柔体贴不说，就是伦纳德那个变态，也只是基于他的血液而已。其他时候，他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是受到尊重和宠爱的，这也是他能安心待在他们身边的理由。她是一个有思想、有廉耻的女性，哪怕再大的心脏，这会儿也受不了的默默流泪，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杰拉维皱着眉头看着身下抱着身体缩成一团的唐仙儿，精致的眉眼染上了阴郁，似乎不明白怎么白天还好好的，这会儿突然哭起来。
但看他哭得可怜兮兮，看着他的目光饱含愤怒，不知不觉也就松开了手。动物长得太拟人也不好，现在的场面显得他好像一个欺负女孩子的混账一样。细细碎碎的呜咽声传进耳内，更添烦闷。他的脾气其实算不上好，温柔只是在外人面前的人设。语气有些生硬道：“不许哭了。”唐仙儿吓得一噎，泪眼朦胧的看了眼智也突然变得张狂的男人，愣了愣，反应过来他说的啥后气的，就差呸他一脸了。什么人啊，这是欺负人还有理了？他就哭，气死他！呜，我就哭，你有本事就打死我啊！他觉得自己反驳的气势十足，实际在杰拉维听来就和小猫撒娇一样，抽抽噎噎，鼓鼓囊囊，用最愤慨的表情说着最怂的语气，虽然很烦人，但也很可爱。杰拉维原本还有些不爽的心情，忽然就因转晴好了起来。他定定地看着躲避着他眼神的唐仙儿，最终放开了对他的钳制。唐仙儿一得到自由，立刻把那件床单拉过去，把自己包的只剩下一个脑袋。杰拉维从头到尾看着他那灵性的动作和欣喜的眼神，目光一闪，忽然凑近唐仙儿，眯起那双蓝的清透的眼睛问道：“我怎么觉得你懂得很多呢？”唐仙儿瞳孔一缩，抓着床单的手指一紧，感觉要糟。他现在最怕人家发现他不对劲了。引以为傲的演技好像也卡壳了，不知道怎么调动面部肌肉蒙混过去，干脆双手把人一推，然后把自己的脑袋也缩进被扇里。只要他看不见自己，他就没露馅。杰拉维确实没看到，好笑的看着缩在被扇里胆小的唐仙儿，抱胸站在原地看了他半晌。用强的不是他的风格，怎么说他现在也是国王了，不屑于做这样没逼格的事情。可耐心等待小家伙对自己亲近起来，他也感觉太慢太麻烦，索性一手支招下巴想了会儿。忽然看到唐仙儿留在外面的一只胖乎乎的小脚缩了缩脚趾，然后也呲溜一下塞进了被扇里。他忽地勾起一侧的嘴角，有了主意。唐仙儿抱着膝盖坐在床上，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见，但那人强烈的气息十分彰显存在感，他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悄悄掀开一角，让氧气进来流通。下一刻，一只大手猛地拉开了他的被子。唐仙儿一声尖叫卡在喉咙，还没发出声的，对方一只大手就捂住了他的嘴，紧接着他就被男人单手夹在腋下，放在了卧室里的沙发上。做完这些，便转身关灯，躺进了被子里。房间里黑乎乎一片，只勉强能看到家具的轮廓。唐仙儿愣了愣，随即就高兴起来。沙发对他来说足够宽大，完全能当床睡，还不用和王八蛋睡一起，实在是再好不过。他高高兴兴地躺下，身上盖着被单，偷看一眼床上隆起的身体，欣慰于自己终于让对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得以安心闭上眼睛，准备睡个好觉。可没过多久，唐仙儿感觉房间里似乎越来越冷了。虽然因为系统的奖励他不冷，但身体并不会免疫寒冷造成的伤害。于是他蜷缩进被单里，可薄薄的被单完全无法抵御寒冷。找不见空调，以为是这个岛本来就是这样，早晚温差极大。唐仙儿只觉倒霉。他躺在沙发上辗转反侧十几分钟，窗户上慢慢浮现朦胧的雾气，感觉下一刻就要有冰花了。这样下去不行，他一咕噜爬起来，披着被单摸索到门边，轻手轻脚踮起脚尖想要开门，可房门却怎么也拧不开。他愣是没有找到反锁的开关在哪里。没有办法，他看向大床上一动不动的男人，哒哒跑过去，小心地推了推对方，想让他给自己准备的一条毛毯。结果对方就像得了嗜睡症般死活推不醒。他试着喊道：“起来啊，好冷的。”对方也没有动静。唐仙儿沮丧极了，手掌下男人的皮肤即使在这样低的温度里也是温热的，丝毫没有海洋生物的低温特质，十分奇怪。唐仙儿目光忍不住看向他身边的位置，抿抿唇还是躺了进去。好歹这里被子厚上许多，他躺在床边离男人远远的，可是情况也只比之前好一点而已。这个温度低的他躺了许久也只有一点温度，双脚还是冰凉凉一片，只要稍微动一下就有冷风灌进来，这样躺一晚上他明天就嘎了。突然大床的主人翻了个身，随着他的动作，大半的被子被他卷走了。唐仙儿又彻底的暴露在了冷空气之下，他拽了下，拽不动，只能跟着被子移动过去，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唐仙儿感受到了一半对方体温留下的暖意，舒适的悄悄把脚探过去，然后贪心的又挪动进了半边身体，暖意爬上自身，他在不知不觉间越靠越近，直到整个人贴在了杰拉维的后背上才停下。等意识到时，他有些脸红，又十分庆幸对方睡得死沉，不然他就太尴尬了。刚这样想，身边的大火炉突然一个翻身，长臂一揽就把他圈在了怀里。啊！杰拉维一手撑着脑袋，笑看惊慌失措的唐仙儿，心情愉悦道：“怎么上来了？”他一直躺着听着小家伙的动静，光听声音就能想见他在干什么，只觉得好玩又好笑，半点也没意识到和一只宠物较劲的自己有多幼稚。唐仙儿瞠目结舌地望着对方没有半点睡意的眼睛，再傻也知道自己被戏耍了，又羞又气，下意识的要推开对方。杰拉维好笑的松开手，大大方方的把被子一掀开，笑道：“去吧。”被冷空气一刺激，唐仙儿很想有骨气的大喊一声：“我就是明早冻死，从阳台上跳下去也不贪恋你这点温暖。”很可惜，他没有骨气，厚着脸皮把他掀开的被子又盖到了自己身上，转过身背对着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自尊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丢脸和冻死之间，还是冻死更不划算。不过还是暗下决心道：要是他还敢乱来，他就真的拾起骨气去睡沙发，冷死也不出卖身体。紧张的等了片刻，只等到男人清朗悦耳如小提琴的笑声，床铺随着他的笑声震动，接着一只手抱了过来，后背贴上了一具温暖的身体。对方摸摸他肿得发红的脸颊，笑道：“你乖乖的，
我不会闹你了。听到这话，唐仙儿轻易的就相信了，不相信也没办法。好在对方真的说到做到，只是像抱抱枕一样搂着他，再没做多余的动作。时间一长，对方均匀的呼吸声喷在颈边，是真的睡着了。唐仙儿安心了，闹了一晚上，也终于可以睡觉了。露露丝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这是一家建立在著名海岛风景区的度假别墅。她拿着药膏，姿势别扭的给自己的翅膀跟上药，那里因为超负荷飞行造成的肌肉拉伤，已经红肿一片。她在海面上飞行了3天2夜，也没有找到唐仙儿的身形，心中的担忧更甚。那片海域极其辽阔，按那只黑棘三尾鹰的时速，绝对不可能飞出去。软软很有可能已经跟着脱力的三尾鹰掉进了海水里。想到这里，他的表情相当难看。如果他能早一点把他抢回来就好了。面容漆黑地放下药膏，他难受地重重地拍打了一下洗水台，望着镜中消瘦了许多，眼下挂着青黑的自己，露露丝只觉得满心懊丧。他想劝服自己，那只是一只宠物而已，没有必要这么牵肠挂肚。可自己的心欺骗不了，他无法接受这样失去软软。只要一想到软软死掉，他的心脏便想被什么抽打般疼痛，心情烦躁的随便用水摸了一把脸。露露丝进了客厅，把自己摔进柔软的沙发中，然后点开智脑，给伦纳德发送了通讯请求。通话很快接通，视频对面的伦纳德同样臭着一张脸。看到他的表情，露露丝便猜到对方也没有找到软软的踪迹，不然他一定会眉飞色舞地嘲笑自己。此时他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出发寻找软软前，他们各自朝2个方向去的，虽然没有明说，但都透露了一个意思：谁先找到软软，软软就是谁的。伦纳德先口开道：看来你也没有找到他，要不是为了软软，露露丝根本不想和他说话。点点头，正要挂掉，突然发现伦纳德的背景不对劲，那摆满试验器具的房间分明是关押软软的实验室。于是他沉声问道：你回去了？伦纳德也不避讳地回道：我回来了，一路上我都没有闻到他的味道。你得接受现实，他已经不在了。露露丝碧绿色的眸子泛起冰冷的寒光，一字字挤出牙缝道：我会继续找，你最好祈祷软软没事，不然我不会和你善罢甘休的。伦纳德这次很反常的没有对回去。露露丝说完直接挂掉了通话，他不会放弃的。他已经向海族环保打捞队发送了悬赏令，有了他们的帮忙，就算软软只剩下一堆骨头，他也能有机会看见。想到此时此刻还有无数人在代替他找软软，露露丝总算感受到了一点安慰，也有心思回复父母的询问和关心，又撑着精神处理了一下重要的文件，这才倒头睡下了。另一边挂断通讯的伦纳德看也未看先前被自己甩飞出去的帕尔默，直径走向冷藏柜，把剩余的鸡管血液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之所以这么早返程，也是无可奈何，没有唐仙儿血液的滋养，他十分痛苦，担心帕尔默趁他不在把所有的样本都霍霍了。恒权力陛下还是决定先回来把样本藏好，毕竟如果软软真的已经葬身鱼肚的话，这鸡管血液就是他最后的存货了。他已经决定今后省着点喝了，一滴兑1升水，能坚持多久算多久吧。等没有了，只能再度陷入沉眠中，以此抵御那能燃烧内腑的饥饿感。不过这个就没有必要和露露丝透露了。这儿重之地把他们放进口袋里，身后传来帕尔默痛苦又急切的呻吟声：亲王殿下，您不能这样，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材料，您拿走了我们的研究就中断了。您不想找到软软的族群吗？伦纳德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苦苦哀求的帕尔默，眼神中充满了厌恶。没错，他就是迁怒，他后悔让这个人研究软软，后悔答应他的要求。如果没有他，软软一定还每天乖乖的待在他的身边，不会被有心人钻了空子。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现在看他一眼都觉得怒不可遏，对待不喜欢的人，他向来是不假辞色。他掐着帕尔默的脖子，提起来一字一句地道：从现在起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给你3个月的时间找到软软族群的线索，如果不能做到，那你就没有生存下去的价值。我会让你变成不人不鬼的没有思维的傀儡，体会极致的痛苦中死去吧。听明白了吗？帕尔默捂着脖子，面色因缺氧已经泛紫，说不出一个字，只能勉强点着脑袋。伦纳德见状一松手，他便摔倒在地，猛烈地咳嗽起来。听听，嗨明白咳了。伦纳德冷冷地看他一样，抽出手帕，细致地擦拭起自己的手掌，然后把弄脏的手绢扔到帕尔默身边，提醒道：记住，你只有3个月时间。是。伦纳德不再理会他，转身离开，没有看见身后帕尔默怨毒的目光。身边的人一动，唐仙儿便睁开了眼睛。好在对方没有一大早上就发情，只是慵懒的用俊脸蹭了蹭他的背脊，便老实的起床穿衣。趁此时间，唐仙儿也主动爬起来披好那件破被单。他站在床边不知道干什么。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他推翻了一开始对这个人的好印象。他虽然看起来笑眯眯的，但其实很不好相处，一肚子坏水，心中给他取了个绰号，就叫笑面虎。笑面虎先生利索的洗漱好，然后撑着下巴低头与他对视。唐仙儿看他一眼就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不敢再多说话。这人肯定不好糊弄。互相僵持了一会儿，唐仙儿听见笑面虎先生说道：过来，我给你刷牙。唐仙儿抬头，没多犹豫就过去了。他因为露露丝的洁癖症，也被传染的受不了自己不干净了。不过这位先生的早上服务比最开始的露露丝还要糟糕，他疼得没忍住咬了他。后者捏着他的一侧的脸颊肉威胁道：怎么又生气了？唐仙儿泄愤的又咬了一下，这才松口，然后瘪着嘴吐掉满嘴牙龈流出的鲜血，看得很是心惊。杰拉维见状皱了皱眉头，有些小心虚的动作轻柔了很多。他对唐仙儿的娇弱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明明感觉没有用多大力气，居然就这样了。
没脾气的叹口气，还是要认命的照顾，艰难的磨合了1个小时。等出来的时候，唐仙儿觉得牙疼。早餐还是生鱼片，因为够美味，唐仙儿依旧吃得很开心。然后大眼瞪小眼，相顾无言。沉默几分钟，唐仙儿跳下桌子去找到二郎玩，结果马上要跑出去时，被提溜着脖领子送了回去。唐仙儿满脸迷茫的看着对方，杰拉维笑道：“我晚上回来，你在家这里好好待着。他还有一片领地要查看，又不放心把他放出去，关起来是最保险的办法。”说完，他便自己出了别墅，然后反手关上房门，走到海边，几个起跃消失在了唐仙儿的视线里，再也看不见对方的身影。唐仙儿立刻展开笑颜，觉得逃跑的时间到了，开始满屋子找出去的路。结果很显然，他被关起来了。唯一的好消息是，二郎也在屋子里陪着他一起。唐仙儿唉声叹气的躺在沙发上，现在的处境不容乐观。不过他最多的就是耐心了，好好表现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在对方放松警惕的时候离开这里的。唐仙儿并不知道杰拉维出门去干什么，不过他也不关心了，他把他关在这里实在无聊，那就不要怪他在他的房子里探险了。唐仙儿跑上阳台，看到外面在沙滩上嬉戏的二郎和三尾，两小只似乎已经把他给遗忘了。唉，他出不去，也就不准备打扰帮不上忙的两只，只能自己找点乐子了。他离开阳台，开始一间间房间的走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能消遣的东西。这栋别墅很大，简直是宅女的天堂，游戏室、图书室、书房、健身房、游泳池、温泉、电影厅应有尽有，满足一个人日常所有的需要，比露鲁斯的房子要有情趣多了。全部参观了一遍后，他首当其冲奔向了电影厅。天知道他动画片已经看腻了，十分想要看看正常成年人该看的影片。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立刻没了继续探险下去的心思，摸索着操作起超大的屏幕，选了个看封面就很奇幻的冒险电影，津津有味的看起来。这部电影全长3小时，唐仙儿原以为看完之后对这个世界的人文文化更加了解，结果小小的脑袋上挂满了大大的问号。他得出结论，不论在什么世界都是有烂片的。连着倒霉催的选了2部烂片后，他脑袋钝痛的关闭超大电视，清理掉自己的播放记录，准备再挑战一部看看。他就不信自己看不到好电影。突然耳尖的听到了外面二郎的叫声，唐仙儿当机立断，赶紧关闭总电源，然后若无其事的跑到阳台上查看。果然见到是杰拉维回来了。唐仙儿一时也不知道该不该迎接他回来，毕竟他手上提着一条一看就很好吃的大鱼。二郎和三尾已经屁颠颠跟在他后边流口水了。最终他还是为美食屈服了，跑出去也眼巴巴看着他手中的鱼。这辈子的饥荒都在这个世界体验了一遍，他现在很害怕饿肚子的感觉。而他的表现让杰拉维误以为他是特地出来迎接自己的，眸子里盛满笑意的摸摸他的脑袋，心情很不错的领着3小只进了厨房，亲自给他们做了一顿生鱼片盛宴。二郎和三尾一只吃鱼头，一只吃鱼尾，唐仙儿吃生鱼片，生活美滋滋。有了美食化成的滤镜，唐仙儿对杰拉维的好感度勉强拉回了一些分数。见他进浴室洗澡去了，便和好不容易进了大厅的二郎和玩了会儿。至于三尾吃完就离开了，天空才是他的归处。他把沙发上的抱枕扔出去，二郎哒哒哒跑过去叼回来，如此数次，他们也玩得挺开心的。结果最后一次，二郎好半天不回来，还在外面叫了起来。唐仙儿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忙跑过去，就见二郎正站在一扇来之前根本不存在的门前，冲他摇尾巴。他观察了下，猜测是二郎不小心碰到墙上的隐藏开关才打开这扇门的。来都来了，他也不想玩扔抱枕游戏了，好奇的带着二郎走了进去。进去后，首先闻到一股霉味，应该是间仓库，里面也十分宽敞，地面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进来过了。仓库的中间放着许多的货架，上面罗列着不少体育用品，像是冲浪板和游艇。他还看见不少捕猎用的刀具。唐仙儿一件件看过去，自认长了不少见识，有些东西他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角落一个3米长竖着放在墙边的大箱子，这种时候能忍住不打开的人一定很了不起。反正唐仙儿自认做不到，他满怀好奇心的打开，以为能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结果木箱盖子刚推开一半，下一秒一具女人的身体因为没了箱盖的支撑，直直的朝地面砸下来。唐仙儿尖叫的躲开，等一声巨大的重物砸地的声响过后，才惊魂未定的去看那人。只见一个穿着清凉比基尼的女人摔在地上，竟是连一声痛哼都没有发出，凌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面容，但惨白的皮肤和不自然扭曲的四肢足够臆想出种种恐怖的画面。四面临海的小岛上，独门独院的别墅里，一间阴暗积灰隐藏在寻常人注意不到的墙体内的仓库，以及一具被放在木箱里封存的女人尸体，单独一间已经够恐怖，三者联系在一起后，无数限制级影视镜头跃入唐仙儿的脑海，他吓得不轻，连看看那个女人的脸的勇气都没有，慌慌张张的就要跑出仓库。看起来很是温和正派的人鱼王子，不仅是个变态，还是个隐藏的变态杀手。越是美丽的事物越危险啊，他不要待在这里，要逃出去。二郎对着倒地上的女人吠叫起来，唐仙儿听得更加不安，招呼道：二郎，我们快离开这里。然而一转身便浑身僵直在原地。门口穿着居家服的儒雅俊秀的男人双手插袋，慢慢走进了仓库，脸上带着无奈的笑道：怎么到这来了？唐仙儿此时只觉得对方可怕极了，直到身体被抱起来，他也没敢动一下，只能不断催眠自己是宠物，不会因为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被杀人灭口的。然后他惊恐地看见杰拉维看向了地上那具女尸，就在他吓得心脏频频乱跳时，对方目光毫无波澜，就像看到一件无关紧要的垃圾般收回了视线，也让唐仙儿的心降到了冰点。唐仙儿抿紧唇，
心里怕得要死，面上也显出了几分苍白。杰拉维问道：“很冷吗？”唐仙儿摇头。杰拉维见他回应了自己，有些高兴，驱赶着想要去咬女人手臂的二郎一起离开，重新关上了仓库门，这才抱着唐仙儿回去。因为对杰拉维的嗜好有所猜测，唐仙儿接下来表现得尤为安静乖巧，暂时也不敢想逃跑的事了，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行，不然被抓回来一定会变得很凄惨，就像那个不能入土为安的女人一样。这会儿他给她洗漱时弄痛了她，也坚决不吭声，屁股被开了油也忍着不吱声，打定主意不触怒对方。今晚上他一定乖乖躺他身边，老实睡觉。不就是被摸两下吗？他是个能为艺术献身的好演员，被帅哥摸两下其实也能接受的。好不容易洗完澡，以为能去睡觉时，不知道他想法的杰拉维有自己的想法。他抱着今晚格外乖巧亲近的唐仙儿进了电影厅，然后播放了一部恐怖片，这是他今天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带着想亲近的人看恐怖片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他决定试试，效果十分显著。唐仙儿从电影开始10分钟，他就已经缩在他怀里瑟瑟发抖了。外星球的恐怖片和地球上一样凶残，这里没有过审问题，多大尺度都能拍，还因为崇尚武力，电影里一大半的镜头都伴随着暴力美学，受害人数次死里逃生，最后还是被怪物抓到吃掉的细节，简直恶心的令人发指。变态虐待弱者的画面也能吓哭小孩。本来就十分胆小的唐仙儿，整个人贴在杰拉维身上了。他光听那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就很是折磨心灵了。他哆嗦地问小巴：“他是不是故意放这种片子，警告我不许逃走啊？”宿主，小巴无法检测这种复杂的情感，但对方对您的喜爱值有80%，变态都喜欢自己的猎物，这完全没有安慰到他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他的逃跑大计要更完善一点才行了，至少等他对自己不设防了吧。好不容易撑到电影结束，唐仙儿一方面是怕杰拉维暴起杀人，一方面是真被电影吓得寸步不离，跟着杰拉维回房睡觉时主动靠近他，喜得杰拉维暗自决定以后他不乖就放恐怖电影给他看。可惜真相距离唐仙儿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至于仓库里那句吓破他胆子的女士的真相，要到某一天唐仙儿能无所顾忌的和人交流时，才从杰拉维那里知道了真相。那并不是女士，而是心理医生推荐杰拉维买的1:1真人仿真娃娃，他只是在用来练习和人握手拥抱，效果不佳后直接扔进仓库里吃灰而已。知道真相后的唐仙儿眼泪掉下来。第二天醒来，做了一晚上噩梦的唐仙儿精神萎靡，像只没睡饱的软骨虫一样挂在杰拉维的身上，任他给自己洗漱，心想着今天又要自由自在地度过一整个白天，颓废的心情又照耀进了阳光。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一早吃过生鱼片，杰拉维就要带着他离开，脑袋上再次被罩上一个大泡泡。唐仙儿忍不住问道：“去哪儿啊？”杰拉维很喜欢听唐仙儿说话，只是他很少说话。闻言笑着道：“回拉斯罕城。”唐仙儿在心中过了一遍这个地名，用他这半年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一些事情，他是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城市的。拉斯罕城是人鱼国的主城，依靠沿海的陆地建成，也叫水之城，因为那里没有马路，所有的道路都是海水铺就，外地人想要在那里生活，所能依靠的只有一艘艘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小船。拉斯罕城每天晚上凌晨会有2个小时的涨潮时间，人鱼和海族们依旧能在灌满水的房子里睡觉生活，外地人只能花大价钱住在高处。对这闻名遐迩的城市，唐仙儿早就想去看看了，可是露露丝一直很忙，他都没找到机会让他带自己去。现在听到要去的是拉斯罕城，他顿时高兴起来。昨天发现杰拉维是变态杀人犯的心惊胆战，暂时也忘记了，拍着手道：“好好好，要去。”杰拉维倒没有真觉得唐仙儿知道那是哪里，轻笑地点点他的鼻尖，然后对等候多时的下属们道：“出发。”唐仙儿连忙转身朝陆地上还没有下来的三尾二郎喊道：“快来啊！”可是三尾却没有动，二郎也畏惧地看着大海冲他吠叫，似乎想让他上岸。唐仙儿有些着急地跑过去拉扯2只，但三尾却展开翅膀飞远了。二郎看着三尾飞走了，忽然舔舔唐仙儿的脸颊，也追着三尾的身影离开了，留下唐仙儿呆呆地站立在原地。杰拉维重新把他抱起来说道：“黑吉三尾鹰是自由的鹰，他不会走的。杰拉斯加长毛犬是忠实的伙伴，他会留在这里陪伴那只鹰的，这里也更适合他们生活。”唐仙儿一点没有被安慰到，难道他不是二郎的伙伴吗？似乎知道他所想般，杰拉维轻轻他的头顶解释道：“你有我啊，并不用担心安全。好了，有时间我会带你回来看他们的。走了。”唐仙儿仰头看着天空中盘旋的三尾和远处一直看着他的二郎，最终也只是冲他们挥挥手，队伍浩浩荡荡地往前游去。这是第2次坐花车，还是大白天。唐仙儿这会儿也不困顿了，因为二郎和三尾的离开萎靡了一会儿，很快便因为海底的美景神采奕奕地趴在车辇的栏杆上欣赏着，伸手与擦身而过的小鱼嬉戏，还看到不远处有大鱼正在分娩宝宝。不少调皮的海族幼崽甩动着自己的鱼鳍，拼命追赶在车队的身后，没有人驱赶他们。队游得最快的幼崽，队伍里的人鱼士兵会从自己的鱼尾上卸下一片要脱落的鱼鳞，当成勋章送给那个幼崽。得到奖励的幼崽也会开心地在原地表演花式游姿，表达高兴之情。对他们来说，被人鱼王的士兵奖励也是一种荣誉。这个幼崽今后一定是孩子头一备役了。一路上任何事情都能引起唐仙儿的兴趣。当年在家看海底世界纪录片时，他就很想潜水试试了。真正来看海洋，比他想象的还要美。一路上车队里都时不时响起他的欢笑声，惊走了一片海鱼。海洋太宽广了，回去的路也便十分漫长。第1天赶路，唐仙儿觉得自己看海景能看一辈子也不腻的感言，在第7天的时候便失去了公信力。
每到要出发时，就老老实实选择回大贝壳里睡觉，并且这一路唐心儿也认识到了杰拉维的富有，证据就是每天晚上他们都能到达了一座小岛，每座小岛上都有一栋设施齐备的别墅。一路上听他们偶尔的谈话，也知道了杰拉维不是人鱼王子，而是人鱼王，怪不得这么富有。就这样，白天赶路，晚上休整的度过了半个月。唐心儿也对吃鱼这件事产生了抵触时，他们这一天的傍晚浸润着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海水，披着一身红霞，终于到了拉斯罕城。它远看像一座巨大的18层蛋糕，又像静态的喷泉池，只是流动的奶油替换成了源源不断的水流。唐心儿激动地准备观摩一下传说中的人鱼城，下一秒就要被杰拉维放进大贝壳中。唐心儿反应过来后，已经为时晚矣，在里面怎么抗议都没把他放出去，最后没力气了，只能被动消音。杰拉维摸着大贝壳安慰道：“等下太吵了，你待在里面才是安全的。”唐心儿已经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了，正能从2指宽的细缝兴致勃勃地张望着城中或拖着鱼尾侧坐在石台上，或直接立在水中的人鱼们。他们都是高鼻深目，眼眸深邃的面相，不论男女都有一头颜色各异的海藻般大的长发。杰拉维的短发显得十分突兀，所有人鱼的手中都拿着花束，满脸笑意的往凯旋而来的车队扔来，好似他们不是去巡视领地的，倒像是打了胜仗回来的战士。年轻的少女们尤其多，几乎要把雄性人鱼们淹没。啊！陛下，陛下，欢迎回来！感谢海神让您平安归来！尖叫声大得能掀起房顶，人鱼天生优越的嗓音冲击的唐心儿两耳嗡嗡，好一会儿都听不见外面的尖叫声。等他恢复了一些听觉，再度张望时，一大捧花和水柱就砸了过来。他下意识缩回头，好在花儿都被大贝壳挡下了，这才幸免于难。越来越多的花束被人鱼们制造的水柱扔上来，唐心儿几乎就要被花海淹没。但是车队前进的速度依旧十分缓慢，前面的人鱼实在是太多了，不少人鱼为了看一眼杰拉维，纷纷跃起到空中，再落回水中，莫名让人联想到动物园里的海豚表演跳圈。后来不得已，护卫们只能上前驱赶。唐心儿以为欢迎仪式终于要结束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空灵魅惑的歌声。他呆呆地循着声音看过去，便见一位少女正坐在一艘缓缓前进的木船上，投入地歌唱着，偶尔睁开眼睛瞟向杰拉维时，也是含情脉脉。唐心儿看呆了，她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一头海藻一样蓬松的粉色头发，鱼尾却是银色的。她上半身穿着一件轻薄的绞纱，遮住关键部位，美得就像2次元的人鱼公主照进了现实。从少女出现后，之前还在扔着花瓣的少女们便自动闭嘴了。大家先是沉寂了一会儿，然后齐齐和着少女的歌声一起低吟地唱了起来，海妖般的歌喉，轻灵婉转的歌。唐心儿在歌声中思绪逐渐飞往了记忆的深处，她青葱的校园趣事，每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以及和露露丝相处的日日夜夜。她会帮自己打理好一切，给她最好的，注意她的情绪，从不逼迫她做不喜欢的事，还有目光宠溺地亲吻她。感受到脸颊上一片湿意，猛然回神，惊觉自己居然哭了。她甩甩脑袋，把不合时宜的回忆从脑海中抽离，这才发现少女们的歌声也已经结束。传说中人鱼的歌声能蛊惑人心，原来不是传说，害她刚才联想到了奇怪的事情了。刚才那首歌即使听不懂歌词，但也能清晰地明白歌唱者是在表达爱意和欢喜。她连忙去看被示爱的杰拉维，后者面色如常，嘴角弧度像是焊上去似的，没有一点点变化。她看着眼含期待的粉发少女笑道：“梅洛，谢谢你，很好听。”梅洛娇媚的脸上浮现笑意：“您喜欢就好，欢迎回来，陛下。”杰拉维点点头，站起身对水里的子民道：“感谢大家来迎接我，我很喜欢。今日辛苦大家了。”人鱼们立刻大声回应：“不辛苦。”然后让开道路，让车队里经过。没有等到下文的梅洛望着远去的车队，眼眸暗了暗，冷哼一声，便不管其他人打量的眼神，跃入海中离开了。前进的道路上再没有人阻拦，他们朝着大蛋糕，哦不对，是伟大的拉斯罕城前进。来到近前才发现，它比从远处看还要大。站在下面倒是没有了自己大蛋糕面前的感觉。顺着那条彩带一般环绕整个拉斯罕城，又违反地心引力向上反着流淌的河流做扶梯一样顺流而上。唐心儿惊叹地在大贝壳里兜着圈观看，眼睛都不舍得闭上。这里简直和盗梦空间一样神奇。河流里有很多人鱼和海族在游弋，看到他们的车队都友好的挥手打招呼。这里和宇族的天空之城相比，又别有一番味道。对他这个土狗的冲击都是一样的大。没过几分钟，越往上能看见的人鱼就越少，直到最后只剩他们一行人。杰拉维也终于把他从大贝壳里放出来，抱在怀里，起身从车辇上下来。他的双脚踩在一只像乌龟的海兽贝壳上，像极了当年唐僧师徒坐在老龟背上跨过通天河去取经。不过这只龟比那只老龟要大得多了，足足能站下10几个人呢，体验感很棒，很新奇。从大乌龟的背上下来，就到了最顶层的辽阔王宫前。早有等候的工人上前替他们收拾车辇后面的货物，眼神从始至终都没敢抬头与杰拉维对视。杰拉维一路抱着脑袋转来转去的土狗唐希儿走向闪闪发亮、到处用珍珠做装饰的走廊。路上的护卫和宫女们遇见他都恭敬的行礼。杰拉维目不斜视的从他们身边掠过，待他的身影离开了，站岗的护卫们全部抬起头互相看了看，小声的交谈起来：“你刚才看见了吗？陛下手上抱着的是什么？”“唉，我也没有看清，好像瞥见是个少女。”交流完信息，两人神情顿时变得意味深长起来。陛下上任虽然短短3年，但是他不近女色的传闻和做派早已深入人心。
平时近身服侍他的人都是雄性，对各位长老明里暗里催他选皇后，并推荐自己家族女孩的行为全都左耳进右耳出，逼得最紧的那位长老，在某一天忽然就因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愣是被陛下哄抬的好似坑害了全族，最终在民众的支持下革职。这样记仇的性格和手段施展完，便再也没有人对敢催婚了。如今总算是铁树开花，出一趟远门，像老国王一样遇见了真爱吗？两人的眼里闪动着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而八卦的中心人物唐希儿被杰拉维带到了自己豪华的卧室里。见识过露鲁斯、伦纳德的卧室，他自觉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对房间里精美的摆设感想有限，还没有他身上的衣服更让他有兴趣呢。唐希儿站在穿衣镜前，转着圈地看身上短短的上衣和材质如烟如秒的裙摆。人鱼族服装的样式有点像印度女性的装扮，短短的上衣只够遮住胸口，露出雪背和腰肢，下身搭配一条长长的大摆裙，就差在左肩上披一条纱丽 cos 印度女神了。裹了快10天的被单，突然重新穿回了正常的衣服。唐希儿一时也有些感动，有些东西平时根本就不会在意，等到失去了才知道有多值得珍惜。他对新衣服爱不释手，身后的杰拉维一直笑看着唐希儿从穿上衣服后，整整在镜子面前臭美了10分钟，又是转圈又是摸头发的。他也是头一回知道一只宠物还能这么爱美，眼看他还有继续臭美下去的意思，耐心耗尽地走过去，把他抱起放到餐桌的椅子上，指着一桌子的海鲜道：“快吃吧。”唐希儿确实有点饿了，但是看着一桌子海鲜，尽管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吃得起的品种，可他着实没有胃口，甚至有点想吐。他伸手把眼前的生鱼片往前推了推，然后开口提出见面以来第一个要求：“我要吃面包。”杰拉维挑挑眉头，又把那碗生鱼片给推了回去，教育道：“不许挑食，这是卢比鱼做的，你会喜欢的。”唐希儿低下头，内心狂喊他不喜欢，知道挑食不对，可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只想吃一碗简简单单的粗粮，没有粗粮吃一片面包也行啊。鱼肉大多寒凉，这边又喜欢生吃，连碗汤都没有，再这样下去他不生寄生虫也得得胃病了。他算是明白了，阻碍他环游世界的大障碍不是他弱小的身躯，而是这个世界单调的食物啊。唐希儿重申道：“我要吃面包。”杰拉维表情慢慢严肃，唐希儿再度低着头不敢和他对视，但他要吃面包的决心是不会妥协的。人鱼都喜欢吃鱼吃海鲜，粗粮是不受欢迎的。杰拉维有些为难，但也知道不能一直喂一样东西给这只娇贵的宠物，可是这里又找不到面包的原材料。他瞧眼面有菜色的唐希儿，沉吟了一会儿，终究是妥协了，先拿了一些水果给他充饥，然后一声招呼不打的走了出去。唐希儿拿着水果有些无措，不知道他是被自己气的还是有事出去，叹口气啃起了酸甜的果子。等他把果子差不多吃完时，房门再次打开，门外杰拉维亲自端着一个餐盘走了进来。没等他靠近，唐希儿就闻到了一阵正常食物的香气，立马勾起了他肚子里的馋虫。他连忙跑过去，扬起脑袋踮起脚尖，想要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杰拉维见他这么着急，好笑的弯腰把餐盘端给他看，只见上面摆着2个卖相极好的荷包蛋，香喷喷还冒着热气，旁边是一小碟生鱼片专用蘸料，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大陆食材——海鸟的蛋。唐希儿狠狠地咽了口水，虽然不是面包，但此时能吃到荷包蛋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他顾不得回到餐桌，张嘴就要叼走。杰拉维眼疾手快地把餐盘拿开，一手按着他的头笑道：“怎么这么馋？到嘴的食物飞走了。”以为杰拉维又要抓住机会逗弄自己，唐希儿恼道：“给我给我！”杰拉维觉得好玩，把手举得高高的，仍由唐希儿如何蹦跶都够不着，急得他想骂骂咧咧，就知道会这样，但他不会轻易放弃的。荷包蛋凉了就不好吃了。想了想，他往后退了3米，然后一个助跑，踩着杰拉维的膝盖，噔噔噔地跳上去，双腿挂到他腰上，然后趁他愣神的功夫，顺利地抢到了盘子。怕他再抢，唐希儿防贼一样囫囵吞枣似的把蛋往嘴巴里面塞，精美的餐盘在2人的抢夺下不幸摔向地面，4分5裂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杰拉维看唐希儿饿死鬼投胎一样的吃法，对自己之前的喂养感到一点抱歉，接着就被他逗得哈哈大笑。门外的护卫听见里面的响动，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急忙冲进来查看，然后便见到他们矜持高贵的陛下怀里抱着一个2颊鼓鼓的娃娃。少女，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少女的双腿牢牢地盘在陛下的腰间，他却没有丝毫不悦，反而拿着帕子满含笑意地给少女擦拭油汪汪的嘴角，眉角眼梢是掩不住的宠溺。发现他们的到来，尊贵的陛下也只是微微侧头，淡淡地道：“这里没事，出去吧。”门再次关上，看到不得了事情的护卫们交换一个眼色，一字未提，眼神里传递的信息却又十分明确。当天晚上，一则关于杰拉维的桃色新闻便悄悄地在整个拉斯罕城传播开来，一句话经过100个人的嘴，就从最初的样子变得南辕北辙了。杰拉维陛下破天荒地养了一只漂亮的宠物，慢慢的越传越离谱，变成了杰拉维陛下从外面英雄救美带回来一个美女，每天关在房间里日日娇宠，甚至不舍她哭一声。更有人言辞凿凿地说自己看见了陛下亲自下厨为对方洗手做羹汤，还要亲自为那神秘的美女吃下去。一些在杰拉维回来那天远远看过一眼唐希儿的护卫也提供了有力信息，最后大家都坚信唐希儿是个比沙伯琳娜·纳尔森女王还要美上几分，才能让不近女色的杰拉维陛下这样专宠。沙伯琳娜女王是曾被全星球评选为全世界最美女性的人，在人鱼族拥有海神之女的美誉，和这样的美女挂上等号。
唐仙儿一下子成为了所有人想要一睹芳容的对象。说不得，马上我们就要参加陛下的婚礼了。一个侍女双手合十，置于胸前，感慨地说道：“正想现在就看看对方有多美啊！”旁边的同伴正想附和两句，余光瞥见身后款款走来的少女，立马提醒侍女道：“快别说了。”侍女这时也看到了来人，立刻规矩地站好问安：“梅洛小姐午安。”梅洛冲他们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的走了过去。两个侍女为逃过一劫相视而笑。梅洛小姐想要嫁给杰拉维陛下当皇后，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出身高贵又美丽的梅洛小姐确实是合格的皇后人选，奈何陛下对结婚这件事就是想不开。原以为优秀的梅洛小姐总有一天会打动冷心的陛下，这下好了，被人捷足先登了。侍女同情道：“可怜的梅洛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她该多难受啊！”可不是嘛，算了，我们还是快点干活吧。已经走远的梅洛在他俩看不到的地方，面色阴沉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把床上的枕头一股脑地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去踹，眼里的阴霾破坏了他的姣好的面容。发泄了许久心中的郁气，这才感觉通畅了一些。他侧头看向镜子中自己脸上还没有抚平的扭曲，惊了一下，立刻下意识地露出最完美的笑容。整理完衣柜进来的教母妈妈见到他这样，赶忙过来把地上的枕头收拾好，然后拉着梅洛坐在梳妆台前劝慰道：“亲爱的小姐，您看看您多美啊，就像那海底峡谷才开的魅魔之花，没有人能抵挡住您的魅力。您的歌喉也让人沉醉的无法自拔，不该为那些传言乱了阵脚。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不要受它干扰。”梅洛看着镜中无一处不完美的自己，瞥向镜中的教母妈妈，露出一丝疲惫的神情道：“可是陛下对我和对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家族的女孩世代都是以成为王妃为荣的，皇后的位置被更强大的家族包揽了，他的家族也被笑称万年老二。可有些事人算不如天算，那个白痴女人居然疯魔了般毒杀了所有皇子和公主，废了人于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全家族受他的连累失去了所有，他的家族顺位顶上，他将成为皇后也是所有长老和大臣认可的事情的。他也这样认为，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人鱼国的皇族不再一夫多妻了，新任人鱼王只会有他一个妻子，他的家族也会在他的帮助下越走越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陛下至今一直对结婚没有兴趣，虽然他也为没有得到特殊待遇沮丧过，可他始终坚信自己和那些平民是不一样的，最后的胜利者一定会是他。所以在听到那个传言后才感到这么颜面尽失。之前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忽然有个人提前一步敲开了那个人的心，得到了他应有的东西，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保持优雅从容的笑意从那些满是看笑话的宴会上回来的。教母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教导道：“梅洛小姐，这不妨碍什么？以前您不就做好准备要和许多人一起分享丈夫吗？可是现在……”教母放在他脸上的手移到肩膀上，力道微微加重，循循善诱道：“没有什么不同，您的父亲被迫只留下了您的母亲，但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在外面过夜。您能依靠的只有家族，所以打起精神来。我们现在来学习举办宴会有哪些规制吧。以后您要帮陛下处理这些事情了。”梅洛放在膝头的双手缓缓抓起裙摆，知道教母说的是对的，他不该有所期望。她是梅洛霍兹，拉斯罕城公认的最美的人鱼，身份最高贵的贵女，注定要成为皇后的女人，也注定无法拥有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压下心底另一个声音，他脸上慢慢浮现标志性的笑容，回道：“好的，教母。”2个小时后，他坐下喝茶休息，之前的烦躁也在学习中散去大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从窗边遨游而过的一条海鱼，目光追踪着他而去。忽然他的皮肤开始起皮皲裂，身体也变得难受起来。梅洛赶紧站起身，轻车熟路从窗口一跃而下，落进海里。修长的双腿顷刻间变成一条银色的鱼尾，他甩着头发看向上方的王宫，怎么想都不甘心，思忖片刻便一头扎进海里，朝王宫而去。他倒要看看那个女人到底有多美。而此时的唐希儿正拉着杰拉维的衣袖，满脸祈求道：“我要出去玩。”他已经来到这里3天了，每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里。虽然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电子产品供他消遣。他连个晒太阳的院子都没有，每天接触的人只有杰拉维，最多加个能进来待2小时为他洗澡打扮的宫女。感觉这样下去不行，他得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能活动的范围加大，也加大喜爱值的收集，才能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杰拉维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弯腰摸摸缠了他一上午的唐希儿的脑袋，依旧拒绝道：“听话，等我忙完就带你出去逛逛。”唐希儿才不会再相信他呢，这个人忙起来比露露丝还要厉害，好几次都匆匆给他准备好吃食就出去，晚上抱着他倒床就睡了过去。这样的干弟怎么可能有时间带他出去呢？我自己去。现在，杰拉维捏起他一边脸颊威胁道：“你要是敢偷偷跑出去，我罚你1天不能吃东西。”这个威胁很恶毒，但唐希儿有自己的主见，蹙起眉头据理力争。现在出去？现在？不行。见他不为所动，硬的不行。唐希儿开展了怀柔政策，他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渲然欲泣地道：“出去玩？”杰拉维眉头紧锁，别开眼不看他这副样子，可又实在不想别人代劳。第一次陪软软出去玩的人必须得是他。正想着，门外的响起敲门声，护卫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陛下，梅洛小姐说想与软软做朋友。”唐希儿听到对方是来找自己的，一时有些惊喜，不等杰拉维回应，就跑过去大喊：“开门！”护卫不疑有他，连忙打开房门。然后门外的护卫和梅洛便见到了表情很不快的杰拉维，两人有些茫然地望着他。
心里想什么全都写在了脸上。发出女声的那位神秘少女呢？唐仙儿不满地蹦跶了一下。我在这里。听到声音，两人下意识地低头，接着便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只有他们腿高的唐仙儿。第一眼以为是谁家没成年的小雌性，随即两人便注意到唐仙儿耳朵两侧没有鱼鳍，裸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鱼鳞，柔和的面相和比例协调的身体能看到许多种族的影子，可仔细甄别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种族。这奇怪的模样让他们久久无言，甚至都忘记了要给杰拉维行礼。最后还是杰拉维打破了沉默，他把唐仙儿抄起抱在怀里，语气温和地询问梅洛道：梅洛，请问你找软软什么事？唐仙儿也好奇地看着这位出场便惊艳了他的大美人，听到他是特意来找自己的，还有些小羞涩呢。梅洛从在震惊中回神，斟酌过后选择实话实说道：这2天听说陛下在外巡视领地时就回来一个美丽的少女，我便想来找她做个朋友，看看比沙伯琳娜女王还要美的人到底该长什么样子。没想到，他说着望向瞪大眼睛的唐仙儿娇俏地笑了起来，接着说道：确实很漂亮，世上绝无仅有呢。唐仙儿，你在说啥？他对自己很自信，没有错了，可是他也得承认这位叫梅洛的小姐姐才更漂亮啊。他止不住欣喜地偷偷询问小八道：小八，这个世界的人对我的颜值会有滤镜吗？我是最漂亮的。小八很无语，提醒道：宿主，您的重点放错了地方。对方很显然在客套。哦，杰拉维的重点便在前面几句话。他语带诧异地问道：美丽的少女？梅洛发现只是个误会后，心情变得格外明媚，很快调整好心态，仪态大方地道：是啊，现在外面都在传的小道消息呢。护卫赶紧低下头去，假装自己不存在，可不敢让陛下知道最初传小道消息的人就是他。杰拉维让梅洛把听说的八卦复述了一遍，然后和唐仙儿双双陷入沉默，前者无语，后者默默添上在心里一句：严格意义上来说，她确实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传言很正确的，只是把她带回来的人没把她当少女看而已。而且如果有的选，她一点也不想和这种私下变态一样的男人有瓜葛的。杰拉维不知道自己被唐仙儿嫌弃了，对这个莫须有的流言态度保持警惕。他颁发了所有人鱼必须一夫一妻制的政令，他就必须起一个带头作用。对于长老们劝他结婚的事情，他确实不想结婚，但未尝没有借这件事提高自己专一不滥情的形象，让那些不老实的家伙收敛一些。如果让这个流言一直传下去的话，他的苦心就白费了。看看怀里从没落进来就不吵着要出去玩的软软，他忽然对他露出如沐春风般笑意，摸着他的脸道：软软之前不是想出去玩吗？我让梅洛小姐陪你去好吗？看他笑成那样，就知道这个腹黑的家伙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可听完他的话，刚提起的警惕性立刻就瓦解了，连连点头附和道：软软要去玩。软软真乖。然后他看向有些受宠若惊的梅洛道：软软是我带回来的宠物，刚才正闹着想出去玩，能麻烦你吗？梅洛克制着不露出失态的模样，浅笑道：当然，我很乐意。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杰拉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会完成的很好的。杰拉维含笑点头，然后把糖仙儿递给了梅洛。就这样，糖仙儿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发展达成了自己出门的目的。他被梅洛抱在怀里，很是开心，因为对方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一样，专门带着他往人多的地方走去。沿路碰到的人鱼们都停下脚步，对他俩行注目礼。唐仙儿听着小八汇报的喜爱值进账，内心里已经对梅洛的好感度拉到90分。他喜欢谁就喜欢对人家笑，大头从人家软乎乎的大胸上抬起来，甜滋滋的咧开嘴，露出8颗小白牙，然后吧唧一口亲了美女的脸颊一下。他大声告白道：我喜欢你。梅洛因这突如其来的告白和亲近愣在了原地，睁着美目有些傻气的看向朝自己微笑的小宠物，脸颊唰的一下就热了起来。从小到大夸她漂亮优秀的人很多，但即使是父母和陪伴她最多的教母妈妈也不会这样直白的对她表白。心里止不住上涌的欢喜让她情不自禁的弯起嘴角，露出一个腼腆的笑意，腾出一只手捏捏唐仙儿的腮帮子，笑道：你就是这样让陛下对你宠爱有加的吗？唐仙儿偷偷撇嘴，他才没有咧，都是那个人喜欢黏着他呢，他都快沦为情趣娃娃了，要不是他有颗大心脏，换个人都得有心理阴影，可惜他不能对人说，只能默认。梅洛取笑完唐仙儿，重新带着他往前走，转过琉璃一样的宫殿，穿过圆形的走廊，唐仙儿远远的便见到不少彩色的香蕉船停泊在走廊下的海水里。梅洛把它放在一艘小船上，自己便出鱼尾潜入水底，推着小船快速游走。唐仙儿新奇的在宛如装了马达的小船里抓着船沿咯咯咯直笑。这条路一开始没有人，等前进了10几分钟后，唐仙儿顶着往后飞的发型，好奇的打量前面海水里挤挤挨挨的人鱼们，他们手中举着那天欢迎杰拉维的各色花朵，每个人虔诚的把花束放在一座高达10米的女性石像脚下。这些天在杰拉维的书房里也看到过一些记载，看到这尊人身鱼尾，浑身环绕着违反物理定律的海水的女神像，他认出来这是人鱼族最敬仰的海神，是所有海族的母亲，也是世界上第一条人鱼。唐仙儿是个无神论者，在他看来，这种神灵只是统治者编撰的故事，目的只是让自己显得高贵不凡，就像地球的皇帝都要说自己出生天降祥瑞，是95之尊，如此才能称自己是天子，统治万民。正想着他的小船已经靠近了参拜的队伍，梅洛浮出水面，对着前面的人鱼们开口道：都给我让开。他的声音明明不高，却能让每个人都听见，气息浑厚悠长，不愧是海妖著称的人鱼。前面的人鱼们立刻回头看来，见到是梅洛，身份比不上他的人全都退开一条道路，让小船通过。
只是眼睛都牢牢地粘在唐仙儿的身上，每个人眼里都是惊叹和好奇。梅洛见状心下满意，要说一夜之间消除先前的流言，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海神向下更快捷了。这里永远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最大的原因便是每天都有瓜吃、求婚的、爆料的，和海神赌咒发誓的，所以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媒体工作者，他们掌握的消息渠道和文案编纂都比官方新闻更深谙娱乐，深入海民的日常生活。梅洛看着已经有不少记者开始给软软拍照了，状似不经意地道：“都退远一点，这可是陛下极为宠爱的莎伯琳娜。”记者们听了，快门按得更快了，机灵的已经不顾尊卑上前询问问题了。见此情景，唐仙儿内心比起剪刀手，他又要火了。如唐仙儿所料，他确实火了。人鱼族因为地理位置不好，建设不了大批量的信号塔，他们是所有种族中最不依赖电子产品的一国。大海赋予了他们源源不断的资源和食物，也限制了科技发展的脚步。但身为首都的拉斯罕城拥有它该有的逼格，电子产品也是必须存在的。而今天的新闻就很有意思，杰拉维陛下的神秘爱人惊现海神神像下，现实版莎伯琳娜竟敢公然与海神比美，大众情人杰拉维就是流量密码。看到是关于他的花边新闻，上至200岁的老人，下至10岁的幼童，只要有智脑的都第一时间点开了这则新鲜出炉的简讯。公众人物的八卦尤其让人想要了解。相比之下，下面那条一看就是标题党的文案反而点进去的人不多。好在2条简讯的内容大差不离，拍摄的图片视频都是一只长相十分奇特又神奇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奇怪生物。一开始那只奇怪的生物坐在小船里靠近的时候，样貌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和传说中的莎伯琳娜女王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不少的网友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不怎么喜欢弯弯绕绕的人鱼们愤愤地开始吐槽：她不是人鱼，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什么嘛，我承认她很漂亮了，但是非要和莎伯琳娜女王相提并论就很下头眼。就是说啊，和梅洛小姐比的话，我还能由衷的分析一二呢。干什么自信成这个样子哦？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她自己说自己像莎伯琳娜一样美，而是其他人过度的吹捧呢？上面的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这不妨碍我要为莎伯琳娜女王鸣不平的。话说，你们没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吗？有啊，比如这艘船怎么这么大的？大家争论不休，就差给唐仙儿的脸上刻上不自量力4个大字。但很快，这样的言论在视频后半段便急转直下，成了另外一个画风。只见视频中美丽的梅洛小姐游到船边，一下子就把看起来很空旷的大船对比成了正常大小。然后她伸手抱出了那位一直睁着大眼睛好奇的四处打量的小美人。等2位美人以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同框的时候，屏幕外的人终于发现了违和感在哪里了。啊，好迷你啊！我去，这样对比一下，她好小啊，感觉更可爱了耶，好想撸哦。我要收回我之前说的话，这位小姐真的可爱的过分了，她都没有我的尾巴长。大家快看报道，上面说这是大陆上一种也很罕见的宠物，这只是极品中的极品哦。真相揭开的那刻，再没有人诋毁唐仙儿，毕竟谁会抨击一只小动物呢？没了误会，人们对可爱事物的滤镜又回来了，捂着心口看着唐仙儿做什么动作和表情，都觉得心灵受到了治愈。不愧是大陆啊，不像我们的深海宠物，长得一个比一个丑呢。原来是宠物啊！我就说杰拉维陛下不可能娶一个无权无势还不是人鱼族的女人了。顺便摸摸可爱的小宠物，超可爱的，我要截图当壁纸。软软好可爱，就算是莎伯琳娜女王见了也会母爱泛滥的了。闷吗？也有人的关注点在别的地方，为什么陛下的宠物会是梅洛小姐带出来玩啊？难道陛下终于被梅洛小姐的真诚打动，要和她接触了吗？太好了，杰拉维陛下还是单身。其实我是不介意的，陛下广纳后宫的了，那样我就有机会了。楼上的，我鄙视你，好羡慕梅洛啊！要是我也是贵族就好了。网上这件事越演越烈，不少人放下智脑，立刻赶去海神像那边，希望能现场见一见那位可爱的小宠物。然而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的梅洛，已经先一步把唐仙儿送回了王宫。杰拉维接过出去一趟，脸颊变得红扑扑，眼睛也亮晶晶的唐仙儿，难得对梅洛露出了真诚一点的微笑。谢谢你了。梅洛心中高兴，连忙屈膝道：为陛下分忧是每个子民应尽的义务。杰拉维淡笑着点头，吩咐护卫亲自送梅洛回去，这便是下逐客令了。唐仙儿连忙伸出手朝梅洛挥手再见，眼看杰拉维就要离开，梅洛咬咬牙，鼓起勇气喊道：等一等。杰拉维转身看着他，眼里温和依旧，只是笑意没有抵达眼底。还有什么事吗？梅洛喊完就后悔了，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就喊出口了。他是想问清楚对方对他有什么想法的，但在那双好像看穿一切的眼眸盯视下，话到嘴边又拐了一个弯说道：没什么的，我很喜欢软软，我可以再来找他玩吗？杰拉维眉眼冷淡，委婉道：梅洛小姐，今天辛苦你了，但软软更需要真正的主人相伴。梅洛训练多年的完美笑脸差点维持不住，他听出来了，这话是拒绝他来看软软，也是拒绝他没有问出口的话。这个人从来就不喜欢他，只是一瞬间，他重新调整好心态，假装听不懂他的潜台词笑道：软软太可爱了，如果您没有空的话，请随时传唤我。杰拉维眯了眯眼，没有再说话，转身便离开了。唐仙儿直到看不见了梅洛，这才悄咪咪的看了眼面无表情的杰拉维。他都看出来了，人家梅洛刚才那突然的一嗓子是想表白来着，这人愣是装听不懂。他觉得梅洛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今天处理事情也很得体，
不过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他收回视线，专注起了自己的事情。小八，快出来汇报工作。专属 BGM 一响，小八欢快地道：“恭喜宿主，新获得喜爱值500万！恭喜宿主获得明某奖励。使用后，宿主的眼睛将璀璨如星辰。下一个奖励是皓齿，请宿主再接再厉。好家伙，都学会提前预热，诱惑他做任务了。不过这个奖励他很满意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的眼睛很大，形状也很漂亮。可惜他喜欢看躲在被窝里熬夜看小说，导致年纪轻轻就有点近视，有时难免显得两眼空空无神的很。他立刻开开心心的接受了。不过老规矩，奖励要1个礼拜慢慢展现，真是磨人的1个礼拜啊。另一边，出于礼节，只有等杰拉维离开了，梅洛这才转身离开，背影依旧高傲的挺得笔直。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交握在小腹处的双手已经捏得泛白。回到家，教母妈妈便满脸高兴地道：“小姐，您回来了，老爷和您父亲让您去书房呢。”梅洛垂下视线，猜也知道是为了什么，但他不能违背祖父和父亲的意愿，应声道：“我知道了。”换过一身衣裙，他走进了祖父的书房。书房里头发花白的老头和中年的美大叔见到他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老头率先开口道：“我们已经看过今天的报道了，你做得很好。传言虽然是假的，但陛下对那只宠物的宠溺程度却是真实的。我收到消息，今天早上有个侍女伺候软软洗澡时不小心弄破了她的皮肤，陛下已经把那位侍女辞退了。靠着软软，你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近陛下。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让陛下喜欢上你，知道吗？”梅洛没有说之前发生的事，犹豫了下，还是道：“我知道的。可是祖父，陛下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中年的父亲闻言，露出一抹志在必得的微笑，道：“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什么计划？”“这个你先不用管，只要听我们的，靠近那只宠物。等时机的成熟，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梅洛听着直觉不好，脸上就流露出了紧张神色。他的父亲见了，忙安抚道：“我们知道你压力很大，但这是为了我们整个家族。你是我的女儿，父亲不会害你。”梅洛重新垂下头去，点头道：“我会好好做的。”“父亲，很好，不愧是我的乖女儿。你最近喜欢什么，就和你母亲说，让她给你买回来。”梅洛士当地露出高兴的神情，低眉顺眼道：“谢谢父亲。好了，去休息吧，我和你祖父还要商议事情。”“好的，父亲。”从书房出来，梅洛脸上的笑意立马消失。这就是他的使命，享受了优渥的生活，就得承担相应的代价。哪怕他也没有多喜欢陛下，也必须为了自己，为了家族去做。他会成为家族荣光的。到那时，祖父、父亲、母亲，所有人都会真正的看到他的重要性，也是像现在这样把他当成一枚棋子。今天对于唐仙儿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白天他出门玩了，晚上因为杰拉维也破天荒允许他进书房了。作为一国之君，书房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就算平时他再受宠爱，在这点上杰拉维也是很谨慎的。唐仙儿在第一次被禁止进入这里后，也很自觉地绕开书房走，也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居然主动把他带进来。唐仙儿老实地坐在他腿上，眼睛盯着好几个月没有摸过的平板器，很是怀念。想想断网的这几个月，真是有够苦逼的。好不容易进了书房，他决定第一天好好表现，争取之后能时常进来，然后一步步试探杰拉维的底线，最后蹬鼻子上脸要一台属于自己的平板器。看着杰拉维与视频中的老家人结束他听不懂的公务，他眨了下眼睛，试探性地拉拉他的袖子，想说自己想看纪录片。杰拉维却只是温和地摸摸他的脑袋，自顾自地开始看起晚间新闻。唐仙儿缩回爪子，也跟着津津有味地看起新闻来。以前他不爱看这些，但自从来到外星球，便下意识地收集各种信息，而且有的新闻对地球人来说还是很有趣的。视频中英俊的人鱼先生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好听的声线播报着最近发生的时事新闻。近日，加纳城海域再次出现娃娃鱼泛滥成灾的势头，往年的消灭手段今年不够奏效。加纳城市长正在研发新的武器对抗娃娃鱼，并许下他成为市长以来第28次明年不再有娃娃鱼的誓言，希望他这次能成功。加纳市长越挫越勇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气象局预测今年的海啸将提前半月来到，请居民们做好重建房子的准备，需要在沙滩上产卵的种族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下面是一条来自首都拉斯罕城的娱乐八卦新闻。今日有人投稿，杰拉维国王已回到王宫，并传出带回了一见钟情的少女。调查后发现，传说中的美人只是一只长相特异的宠物，万千少女可以睡个好觉了。唐希儿没想到自己还能以这样的方式上官方新闻呢，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一样了呢。可惜这则新闻里并没有把他的照片放上去，主持人也只是解释说没有获得国王允许，不能随便把他的照片放在新闻上。可恶，上千万的喜爱值就这样错过了，感觉亏了10个亿啊！他瞄眼看新闻看得很认真，大手却习惯性摸他后脖梗的杰拉维，忽然打起了小算盘。对方是国王对他来说真的很方便耶，哪天和他一起上个新闻采访，来个几次，他的欠债就完成了啊！嘻嘻嘻。杰拉维听到他不正经的笑声，低头疑惑地看向他，那能迷倒万千少女的蓝色眼眸里聚起笑意，问道：“怎么了？”唐希儿被这个角度的颜值晃得走了神，哪还记得自己笑什么？看着他呵呵傻笑，虽然这个人表里不一，癖好变态，还是个潜在杀人犯，但这张脸真的好犯规的。杰拉维见他那傻样无奈的摇摇头，回过头点开从刚才起就一直闪烁的邮箱图标，
发件人是他的内务官，看来是这几天吩咐他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唐仙儿犯了会儿花痴，擦擦口水，暗骂了句自己没出息。耳朵忽然捕捉到了一个梦里才出现的脸孔，他心中一跳，连忙抬起脑袋看过去，那是一段语音，对方语句清晰地道：陛下，您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3个月前，软软在参加一场走秀活动时被绑匪意外带走，之后流落永夜之都，被伦纳德亲王收养照顾。2个半月后，软软的原主人找过去前，他因为某些调查不出的原因出逃，被雪菜捡到，当成礼物送到您身边。文件里是我整理的资料。唐仙儿没有听完，他全部的心神都在剖析那句原主人找过去前上。露露丝找他了？什么时候去的永夜之都？为什么他没有的遇到啊？心里杂七杂八，很想知道具体时间，但杰拉维像是嫌弃他还不够心乱似的，突然点开了那份文件，一位兽族主持人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下面插播一条羽族和血族的消息。近日，羽族具有诅咒之子之称的露露丝与血族亲王伦纳德产生摩擦，具体原因暂不清楚。据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发生冲突，这是否是某种信号？诅咒之子是否难逃预言，终将再次与血族联手制造出新的战争？据悉，羽族皇族已经介入此事。随着主持人的讲述，画面切播到摇摇晃晃的现场视频。唐仙儿情不自禁坐直身体，就见空中一黑一白2个身影缠斗在一起，距离很远，画质不是很清晰，但唐仙儿还是一眼认出了露露丝的背影。伦纳德打在他的翅膀上，唐仙儿看的心和背部跟着一起疼，很想挤进屏幕里去看看情况，但画面很短，只有几秒便结束了。他伸手想要去拉回进度条，可是手却被杰拉维挡下了。唐仙儿回过神，对上杰拉维探究的眼神，后背凉了半截。他刚才的表现一定脱离了自己制定的蠢萌人设，眼神是重点。他素来有极致，脑子还没运转，已经顺口道：露露丝，露露丝。杰拉维脸色没有丝毫舒缓，捏捏他的脸颊，语气像是带着不满道：没看出来你还这么念旧主啊？他把你弄丢了呢？这是什么话？他这是有情有义，但他不能说，于是继续真情流露，垂下脑袋，忧伤地道：露露丝。杰拉维捧起他的脑袋，蓝色眼睛里闪现一点低落，随即又恢复自然道：软软，来，叫我的名字。杰拉维。唐仙儿这会儿只想把刚才那岔接过去，闻言乖乖道：杰拉维。杰拉维嘴角浮现笑意，他也不想幼稚的为一个名字置气，可是软软真的有一种奇怪的特质，平时看他呆呆傻傻的，有时候还能见到他盯着马桶发呆，又馋又胆小，可偶尔当你疲惫的回到私人空间，他又总是这种时候变得格外乖巧，甚至还会担心的跟在身后，就很贴心。他有点明白露露丝为什么这么在意软软，虽然交际不深，但露露丝比他有名，他的事情他都知道。作为拥有相似童年的人，他很理解他对软软不掺杂任何利益，纵容对待是为了什么。因为心里一直空寂的那块有了寄托。没养软软之前，他也没想到原来自己也是渴望有人陪伴的。软软会说话真是太好了，以后要叫我的名字。唐仙儿今晚是个有求必应的天使，又利索的喊了一声：杰拉维，我饿了。杰拉维点点他的鼻尖，无语道：1个小时前才吃过，真是吃货。说是这么说，他还是站起身去小厨房给他做吃的了，只是临走前把平板器顺手关掉了。唐仙儿则计谋失败，他拄着下巴，眼睛盯着厨房，脑子在开小差。露露丝和伦纳德打架是因为他吗？他还是在意他的呀。这个想法一出，他忍不住有些雀跃。对于他来说，露露丝总是最特别的那个，他是他在这个世界彷徨无助时让他安心成长的人。他现在还好吗？露露丝过得不好，又一次梦见软软被海兽吞进肚里的噩梦，清醒过来后，一直陪护在身边的陆母关切地上前把他扶起来，靠坐在床头。他心疼地看着他一侧受伤的肩膀，问道：好好的，怎么又去找伦纳德打架了？露露丝接过母亲递过来的水杯，没有说话。半个月了，还是没有软软的消息。他已经要认定软软已经葬身大海了，气不过，所以又去找那个混蛋打了一场，不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压抑的情绪。陆母见他这样，其实是有点不理解的。软软很乖很可爱没有错，但到底只是一只宠物，为什么为此消沉成这样？公司都上的没有以前勤勉了，可他有千言万语也不敢说，连软软这个名字都不敢提起，这已经成了儿子的命门了。可想到闺蜜的请求，他只能挑拣的说道：我听说你最近在打压娜娜新成立的公司，你们的公司方向不是没有交集的吗？露露丝扯扯嘴角道：现在有交集了。陆母不赞成地道：我知道你因为的是生她的气，可娜娜也是无辜的，她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你不能这样做。露露丝手心微微用力，手中的马克杯出现几条裂纹，她抬起寒气逼人的眼睛凉薄道：无辜？身为4亿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这本就是她不对，没有仔细排查工作人员也是她的疏忽，她无辜吗？软软才是最无辜的，你这是迁怒，难道她以为和我赔礼道歉就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陆母无法理解她的想法，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她干脆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他疼得站起身，分辨道：软软只是一只宠物，你为了一只宠物如此小心眼地迁怒一个无辜的人，每天消沉的不像样子，你知不知道别人在笑话你？你这心胸狭隘又担不起事的样子，哪里有贵族的样子？露露丝觉得这话很刺耳，手中的马克杯彻底粉碎，温热的水洒满了床铺。她没有像母亲一样激动到失去理智，平静地道：对于你们来说，软软只是一只宠物，可在我心里，它早就不是了。贵族的样子？
那些贵族也没把我当贵族看过。母亲，您又要为了别人的话来指责我吗？陆母的怒气在最后这句话里，宛如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熄灭得干干净净。理智回笼，梅艳的脸上浮上愧色，数次张口也不知道说什么。她检讨下自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错误，心里有些内疚，但她也是太担心了。自从生下黑色翅膀的露露丝，她也没少受人诟病，只有闺蜜始终站在她这边。儿子又确实做错了，所以她一时忘记了露露丝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个传说，露露丝每年都要接受一次心理咨询，以此判断她的心理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她和丈夫手中截留了她在青少年阶段的一份诊疗报告，上面说她存在压抑性的反社会人格。好在她有刻意在调整自己的心理，不过这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旦某天她的情绪达到阀值，反社会人格便会侵占主导地位，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她都不敢想象。虽然是很小的比例，但放在露露丝身上便足够引起重视。不论是身为父母的私心，还是为了整个种群考虑，他们收买了那个心理医生，替换了一份报告，开始对露露丝的生活展开细致的调查。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意识到她必须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们想方设法让她回到狱卒，想要用爱抚平她心里的创伤。她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可现在看来，那也只她以为的。遇到事情，她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随着她的沉默，一场无意义的争吵就这样半途结束。母子两个静默着，好半天，陆母才呼叫护士过来给露露丝换一条干净的被子。在护士们进来之前，她嘱咐露露丝好好休息，就准备回去。临到门口时，忽然停下说道：“露露丝，妈妈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话指责你，但你要承认，软软的失踪你同样脱不了干系。娜娜和我说她邀请过你一起去的，你要是真愧疚，就不要再为难娜娜。还有，今年的心理测试马上要开始了，你现在的状态很不好，不想被监禁的话，你最好快点振作起来。妈妈和爸爸会一直在你身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发通讯。”说完，他便急匆匆地走了。露露丝看着关闭的房门，脸色阴郁。她转头瞥见玻璃窗上倒映出的自己，那因为睡眠不足青黑一片的黑眼圈和内心煎熬显得暴虐的眼神，忽地沈笑一声：“我这不是正在接受惩罚吗？”而引发这一场争执的罪魁祸首，正在千万里之外的拉斯罕城迎来他的第二次外出。杰拉维实在是太忙了，说要兑现陪他出去玩的事情依旧没有实现。好在人美心善的梅洛小姐这一天又来找他玩了。唐仙儿听到门外守卫劝说梅洛回去的声音，眼睛一亮，连忙自己过去把门费劲的推开了。守卫和梅洛惊讶地看向自己出来的唐仙儿，梅洛心中一喜，连忙蹲下身高兴地道：“软软，你还记得我吗？我天哪，你的眼睛！”梅洛惊艳地注视着唐仙儿两颗犹如沉在大海深处的黑宝石般的眸子，痴痴地道：“真好看。”1个礼拜过去了，唐仙儿明眸的奖励总算彻底兑现了。现在他的眼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闪亮亮，像是缀满了星星一样璀璨，不自觉便吸引了别人的视线。唐仙儿自己也在镜子前看了自己的眼睛许久，这会儿听到赞美，两轮明月一样的眼睛顿时弯成月牙，伸出胳膊欢喜地要抱抱。我要出去玩。梅洛顺势抱起他，对一脸为难的守卫道：“你听见了，是软软要出去玩。你不放心，可以现在联系你的队长，让他和陛下汇报这件事。”小守卫叫绿木森，是杰拉维特意安排来守护软软的，因为软软的受重视程度，他破格拥有了陛下的联系方式，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骄傲的事情。闻言微微挺胸道：“不用，我现在就联系陛下。”片刻后，他转达了杰拉维的话：“陛下说让我带着软软出去逛一逛。”梅洛笑容不变，他早料到会这样，抱着唐仙儿转身就走。那就跟上吧。绿木森伸出的手僵持在原地，追上去提醒道：“陛下说是让我带软软出去玩。”他在我字上加重语气。梅洛头也不回道：“你跟在后面看着我们玩也是一样的。”他想想也是，而且软软看也没看他，显然抢过来也不行，弄哭了他，陛下一定会惩罚他的。最后他只能妥协地跟了上去。第二次出门，唐仙儿没有第一回那么兴奋，再一次坐到小船上，看着这片他已经看了快1个月的大海，审美都疲劳了。老实说，大海的景色很单调，这里是城区，海里也见不到大型的海洋生物，只有小鱼小虾2-3只，常驻嘉宾就是趴在船底的海星和一些观赏性鱼类。梅洛像是知道唐仙儿所想一样，抱着他在绿木森不赞成的眼神中沉进了水底。唐仙儿脑袋上套上熟悉的气泡，梅洛和绿木森一左一右的甩着长长的鱼尾朝他笑着。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水下看梅洛，那海草一样荡漾在水中的长发比在岸上看着更有海妖的感觉了。果然美人鱼还是要看女孩子才最漂亮。他盯着妖娆的梅洛看个不停，对旁边一身腱子肉的绿木森看也未看。来拉斯罕城的路上，这样的雄性裸体他已经看得够够的了。梅洛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绕着唐仙儿游了一圈，便牵着他的手往前游去。绿木森连忙紧紧跟上，唐仙儿不用自己动，被牵着丝滑的往前游去。沿途看见许多人鱼身上挎着用贝壳或是海草做成的背包，成群结队比赛一样唰地从他们身边游过去，留下一长串的气泡。偶尔有路过的人认出了唐仙儿，想要停下看稀奇，都被绿木森拦下了。大家看到他手臂上的刺青纹路，立马知道了他的身份。没有一个人闹事的离开了这里。有了绿木森的保驾护航，他们这一路前行的十分快速，没一会儿便停在一大片没有房屋地基的深海之中。这里已经远离了城市，此时这里正聚集着许多的年轻人鱼，之前那伙人鱼也在其中。他们组成一个个小团体，队伍之间好像不太和睦的样子。
人群大致分成两类，有的人手中拿着长棍长枪，驱赶着不同品种的海鱼海虾朝左边的方向游去，另一拨人鱼手中则拿着各种捕猎工具和网纱朝右边方向游开。也有年纪小一点的半大人鱼远远地坠在右边那队人马身后。唐仙儿看得莫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人鱼族独特的生存方式。除了固定的事情用来学习知识，余下的时间人鱼们都是用来为口粮奔波的。他们的食物来源分成畜牧和捕猎，年轻的人鱼们主要负责养殖，年轻好胜的便会在附近捕猎一些小型的野生海鱼，待到他们的年纪变大一些，便能跟着更有经验的父母去更远的野外捕猎大型海兽。今天家里能吃到什么，便看他们的收获了。如果想要去好一点的地方捕猎更美味、更具有营养价值的海鱼，就需要向该海域的领主支付一定比例的酬金，这也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人鱼虽然强大，但也是不少海兽嘴里的美食，因此许多的人鱼便是这样丧生在凶猛的海兽嘴里。那些半大的人鱼都是这样失去父母的，因为能力又还弱小，只能领取一定的国家补贴，再就是这样跟着大点的哥哥姐姐后面给他们当诱饵，才有资格换取口粮。绿木森看着前面的年轻人们，从出发到现在，终于忍不住感慨了一句：我成年之前也和他们一样呢，真怀念啊。梅洛没有搭理他，她是贵族小姐，每天都有专门的人把最好的海鱼肉摆到她的餐桌上，是不需要为了生计奔波的，更不会有生命危险，无法同情对方，但她也是想要尝试一下这种活动的。今天她能借着带软软出来玩的理由，小小地实现一下自己一直想干的事情。于是她带着唐仙儿和绿木森选择了右边的方向。唐仙儿意识到她想做什么，本就璀璨的双眼闪起了不灵不灵的光芒。她看着那些人抓鱼时围追堵截的样子，早就想尝试一下了，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事实证明确实很好玩。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三人玩得不亦乐乎。梅洛负责驱赶猎物过来，绿木森负责把猎物控制在一个范围里，然后唐仙儿扑腾着去捉。他滑动着不灵便的四肢，放跑了几条小鱼之后，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成功抱住一条3斤重的大海鱼。有了成功的经验，他立马掌握了诀窍，化成捕鱼小能手。小巴再也不怕他流落荒岛抓不到鱼吃了。虽然很累，但今天无疑是过得特别开心的一天。不止他一个人开心，许久没有参加过捕猎的梅洛和绿木森也都玩得很尽兴。一开始还抵触带宠物的绿木森，这会儿已经真香了，且暗暗期待梅洛小姐能够每天都来。唐仙儿气喘吁吁，像条死鱼一样飘在水中，累得失去了生气。绿木森趁机说道：梅洛小姐，软软已经累了，我们该带她回去了。梅洛甩甩尾巴，眼中划过微不可察的暗芒，早有准备地道：这一片刚好是我家的海域，我家的养殖场就在前面，2分钟就能到。软软现在状态不好，陛下见了可能会生气，还是先去养殖场休息一下再离开吧。正好把软软抓到的鱼包装一下，当礼物送给陛下，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绿木森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点头应了下来。梅洛嘴角的笑意加深，抱着唐仙儿便朝自己说的方向带路。2分钟后，他们便到了一片长满绿色海藻的地方，这里散布着许多先前见过的少年少女，带着自家养的海鱼来这边放牧。梅洛直接领着他们进了前面的一栋由珊瑚贝壳和海藻搭成的童话风建筑里面。唐仙儿张着嘴欣赏这栋小屋，门内已经游出一位年迈的人鱼。梅洛介绍道：他是这里的看守人，老约翰，这是我的客人，你去拿点吃的来。老约翰笑容慈祥地把他们迎进去。梅洛小姐，这位大人和可爱的小家伙，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茶点，请稍等。他笑着转身，与梅洛擦身而过时，隐晦地给他使了一个眼色。梅洛跟着眼神一闪，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唐仙儿交给绿木森，笑着道：难得过来，我去巡视一下这边的情况，麻烦你等我几分钟，我很快就回来。绿木森不疑有他，有些无措地搂着塞到怀里的唐仙儿，纳纳点头。相处下来，他觉得梅洛小姐没有其他贵族小姐会有的坏脾气，反而十分好相处，也就不介意在这个时候等一等。唐仙儿却眯起眼睛看向梅洛离开的背影，他因为一直被梅洛抱在怀里，也没有人顾及他的视线，以至于他们2人的眉眼官司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直觉告诉他这里面绝对有事，但是具体什么事情他一时也猜不着，只以为是私事，好奇一下便不再想了。另一边的梅洛确认绿木森没有起疑心，立刻拐进一个小房间。老约翰已经等在了这里，见梅洛进来，直接把一瓶小小的药水塞给了他，快速道：梅洛小姐，这是老爷让我交给您的，您知道怎么用吧？梅洛摇头又点头，今天收到消息很突然，虽然早就在前几天知道父亲祖父在计划着什么，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他只知道要想办法带软软出来玩，连这瓶药水也是刚刚见到，用法根本就不知道。他问道：父亲没有告诉我这里面是什么？老约翰闻言也没说什么，只是眼里流露出一点异样的神采，只道：小姐，老爷不告诉你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也不能说，您只要把药水找机会撒在那只宠物的身上，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但有一点您一定要记牢，药水需要提前挥发10分钟，10分钟后您要保证陛下能在身边，剩下的事情您顺其自然就好。梅洛握紧小小的瓶身，牢牢记住老约翰的话。等老人先出去送茶和打包那条海鱼后，又过了5分钟才面色如常的出去了。见到坐在厅堂里大眼瞪小眼的绿木森和软软，他深吸一口气，若无其事道：久等了，我们回去吧。绿木森求之不得，连忙起身，看到梅洛把手伸过来要把唐仙儿抱走，他一时有些舍不得，还没等他拒绝，唐仙儿便被强硬的从他怀里抢了过去。
他暗自叹气，无奈地提着打包好的海鱼在前面开路。而被抱着的唐仙儿已经注意到梅洛手中多了一个精致的小瓶子。梅洛带着唐仙儿游在绿木森的身后，一路无话。唐仙儿还在好奇那个小瓶子是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小船停泊的位置。梅洛把他抱进小船中，自己也坐了进去。绿木森自然便承担起推动船只的工作。唐仙儿用手开掉身上的水渍，回头便见梅洛神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他比来之前沉默了许多，眼睛也总是过一会儿便抬起手腕查看智脑上的时间，不时注意周围的环境，整个人呈现一种淡淡的紧张。唐仙儿很熟悉这种神情，他干了坏事怕被爸妈和老师惩罚时就是这种表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导致梅洛如此不安，他凑过去握住对方的手，歪着脑袋看向他低垂的粉色眼睛，语带疑惑呼唤他的名字。梅洛。梅洛回神，愣了一下，快速恢复正常，然后摸着他的脑袋道：马上就到了。唐仙儿又看了他两眼，没有再看出什么，便继续拧自己的头发。他可不想感冒，这里的药剂比中药还难下咽。梅洛见状，立刻把他抱过去，笑着道：软软别动，我帮你。有人帮忙当然好。唐仙儿背对着梅洛，自然熟地享受起对方的服务。在他看不见的角度，梅洛冷沉着眉眼帮唐仙儿拧干头发，一直等到快要上岸的时候，注意到时间差不多了，陛下应该已经处理完公务，回到了寝殿。他咬了咬牙，假装查看风景，快速瞥了一眼认真推船的绿木森，然后迅速用大拇指剥掉了药瓶的塞子，倒出里面淡紫色的液体涂在自己的手心，然后全部抹在了唐仙儿的发顶上。正在欣赏风景的唐仙儿抽动起挺翘的鼻子，敏锐地闻到一股突然浓郁的特殊的香气，闻久了腻得人恶心。他晃动着大头，想要逃离这股奇怪的味道，但那香气好像如影随形，怎么也挥散不去。晃了半天，忽然察觉这股味道好像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他急得就要把脑袋扎进水里再洗一遍头。梅洛眼疾手快地阻止了他，强自镇定道：软软别动。唐仙儿没动了，因为他嗅到了对方手心里同样的味道，正想问这是什么，小船就已经靠岸了。梅洛立刻抱起他，不等身后的绿木森，快速往寝殿走去，倒着唐仙儿这张移动通行令。来回巡视的巡检护卫们看到他都主动退让出道路，两人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梅洛却没有抬手敲门，趴在他胸前的唐仙儿很明显地感受到对方心跳忽然加快，抱在他腰上的双手也比之前要冰凉许多。知道他喜欢杰拉维，唐仙儿心中对他的少女情怀暗暗萌了一下，看他不知道还要做多久的心理准备，急着回去洗头的唐仙儿决定做个好人，当即伸手大力拍打大门，并且高声大叫道：杰拉维，开门呀，我回来了。梅洛被他突然的出声吓得浑身一个激灵，还没从唐仙儿能直呼陛下名讳的震惊中回神，厚重繁复的房门就从里面打开了。杰拉维身上还穿着去上朝的冕服，整个人威严又俊美。门外的两人集体屏住呼吸，看呆了去。唐仙儿等到被他抱在怀里，这才从惊艳中找回理智，在心中对杰拉维这身新的朝服点赞。新衣服就是不一样，他精致的五官和气质把这身衣服也衬得更英武不凡了呢。杰拉维丝毫不介意自己的衣服被湿乎乎的唐仙儿弄湿，看着把人送回来的梅洛，保持着他帝王的风度，没有询问他为什么和唐仙儿在一起，但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就要关上房门。梅洛眼神一闪，忽然出声道：陛下，我今天发现软软有些不对劲。这句话成功叫停了杰拉维，也把唐仙儿吓了一跳，第一反应便是怀疑他今天太过开心，不小心暴露了什么。杰拉维打量一眼盯着梅洛瞧的唐仙儿，复又抬头问道：你发现了什么？梅洛拖延时间道：今天我带软软练习捕鱼。他显得很焦躁，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唐仙儿看向信口雌黄的梅洛，内心狂喊：我没有，你胡说。他只有一开始抓不到鱼的时候气得踢踢腿，之后一直很平和啊。正想着要不要反驳两句，忽然福至心灵，他明白了，梅洛这是找借口和心上人搭话。于是他又很是善解人意的没有拆穿他。杰拉维看向显得很正常的唐仙儿，静下心来，忽然闻到从唐仙儿身上散发出的一股浓郁的香气，他眉头微微隆起，想着等下要给他洗个澡，便对梅洛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梅洛还想再说点什么拖延一下时间，但是见到杰拉维那不容置疑的眼神，立刻识趣的闭上了嘴巴，即使心里着急也没有办法，只能微微俯身行了一礼，打算走慢一点。然而老约翰没有骗他，在他手腕上的智脑到计时清零的瞬间，原本想要关门的杰拉维忽然感到脑袋一阵发晕，小腹处迅速的窜上一股强烈的燥热，席卷全身，双腿顷刻间便变出了鱼尾，身体失去重心栽倒了下去。唐仙儿被他牢牢的护住脑袋，倒没有在这场突然的变故中受伤，但也吓了一跳，看到杰拉维满脸痛苦，双颊绯红的样子，慌张的用手抚摸他的额头。哎呀，好烫，这个症状像是发烧了。唐仙儿连忙看向这里唯一能帮上忙的梅洛，快帮帮他，救人啊！结果这妹子看起来比他还要惊慌的样子，一张脸煞白一片，震惊的看向倒在地上，眼神逐渐变得迷离起来的杰拉维，缓缓摇着头后退，一副见鬼的模样，嘴里也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要说之前不知道小药瓶是什么，可看到杰拉维现在的症状，身为人鱼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发情的表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可能因为有一半羽族血脉的关系，杰拉斯第一次发情的时间迟迟没有来临，大臣们都推崇让他结婚，也有想让雌性人鱼的信息素刺激他的理由。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交给他的药水会是这个，他情愿是控制杰拉维的慢性毒药，所以他现在算什么？一个被献祭的妓女？
父亲难道不知道，就算她这样嫁给了对方，也只会立马遭到厌弃吗？还是只是想要那一份赔偿？怪不得是先不告诉他那是什么，真是好算计。就算他突然发情，大家也只会以为是时候终于到了。他绝对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匆匆看一眼，因为燥热本能抓着软软的手敷在额头上降温的杰拉维。正好这时候，绿木森赶了过来，他连忙对绿木森道：“绿木森，你快控制住陛下，我去叫医生过来。”绿木森先是不明所以，但是看到杰拉维的症状后，还有什么不明白？急忙过去想要控制住已经神志不清的陛下。陛下，您坚持住！杰拉维这会儿根本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他只觉身体热得不正常，身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挣脱束缚出来，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传达到全身。唯一让他舒服的地方便是额头上那点清凉。他知道自己这个状态很不对劲，拼命的想要保持清醒，抓着唐仙儿的手道：“快叫人！”唐仙儿立刻看向绿木森，绿木森也是一头汗，他好怕陛下太过难受，忍不住扑倒他。如果可以，他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护卫。杰拉维努力睁开眼睛，想要看清楚面前的人，但一凑近那股好似更浓香的气味，仿佛有意识一样钻进他对的鼻腔内，是雌性的味道。本就岌岌可危的神经彻底崩断，他再也控制不住的甩开身后的绿木森，抱着懵逼的唐仙儿尾巴，借力一拍地面，带着唐仙儿从窗户跃进了外面的大海里。惊魂未定的唐仙儿什么都来不及做，便掉进了冰凉的海水中。接着，两片薄唇附上了他的唇，当双唇被撬开时，窒息的感觉只得到了片刻的缓解。很快，对方便攻城略地，抢占了他所有的氧气。唐仙儿手脚并用的挣扎也没有好过多少，后脑勺被牢牢固定，身体也像是要被强行按进对方身体里似的，动弹不了分毫。杰拉维闭着眼睛，像头野兽一样毫无章法地啃着他的唇，声色又野蛮，一条大尾巴急切地来回摆动，摇摆间把唐仙儿压在了水底。感受到双腿被挤着撑开，意识到这个人要干嘛，他因缺氧已经有些昏沉的脑子也吓得一个机灵，重新俘获了一丝清明。唐仙儿，现在杰拉维不正常的行为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最重要的是他在水里无法呼吸，只能一边挣扎一边在脑海内间叫着呼喊他最后的底牌：小巴，小巴。好在这次小巴没有掉链子，也没有那老一套的死板条款，直接上正餐。检测到宿主情况危急，已开启紧急自救措施，赊欠1亿喜爱值，请知悉。都这个时候了，欠账什么的都是无所谓。唐仙儿内心的小人疯狂点头让小巴扣。紧急关头，对方忽地身形一顿，那双充满兽欲的眼睛慢慢褪去了疯狂，不可描述的东西也缩了回去。然后杰拉维慢慢合上眼睛，晕了过去。得救了的唐仙儿把他从身上推开，急切地往上游去。破水而出的那刻，新鲜的氧气灌进干涸的肺部，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嗨嗨，咳了好一会儿，死亡的阴影和刚才可怕的经历才渐渐淡去。他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游到过道上，费劲地爬上地板上，脱力地仰躺在那贫妇受到的巨大惊吓。小巴，杰拉维这是怎么了？根据扫描，您的第3任饲养者发情了。唐仙儿噎了一下说道：“这个我知道，我是问他怎么会好端端的发情，是宿主头发上的催情剂。我的头发上怎么？”他下意识下想要反驳，突然想起来梅洛双手上那浓郁的味道，话头急转弯道：“是梅洛吗？”“是的。”得到准确的答案，唐仙儿张了张嘴，没再说话，开始转动脑瓜思考梅洛这样做的目的。按他的分析，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梅洛爱惨了杰拉维，但是杰拉维对他显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于是他像童话里恋爱脑的人鱼公主一样，和某个邪恶的家伙交易了催情剂，以他唐仙儿为媒介给心上人下药。结果事到临头，理智回笼，幡然醒悟，最后临阵脱逃，把烂摊子丢给了无辜的他。结合梅洛回来时魂不守舍的样子和逃走时那苍白的脸色，唐仙儿以为就算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也是大部分的事实了。他愤愤不平道：“怎么能把我留在原地呢？我刚才差点就死了，而且还一朝回到解放前。他又欠账了不说，差点还那啥了。呜呜，要是没有小巴，他真的会死得很难看。他现在就有一种被好朋友背叛的心塞感。”二愣子小巴这个时候不安慰他就算了，还给他的伤口撒盐。小巴出于严谨的学术探讨出声道：“宿主，严格来说，对方是不知道您是可以和人鱼族交配的。发情中的人鱼能自行寻找到合适的交配对象。唐仙儿，我一点也不想有这种资格好吗？”和小巴拌着嘴，唐仙儿的身体也恢复了些力气，他翻身看向水底，嘟着嘴问道：“你对他干了什么？”“打了一针强效镇定剂，做一场梦就会醒来的。”唐仙儿淡淡的嗯了一声，便没音了，险些失去了贞操。就算对方不是故意的，他现在也不想看到他。和小巴看似说了很久，但因为都是在脑内意识交流，算上在水底的时间，其实才过去5分钟。很快，前边就传来脚步声。唐仙儿看到站在护卫和医生身后一脸紧张的梅洛，默默地移开了眼睛。一大帮人聚集在窗口，晕过去的绿木森已经被医生弄醒，他带领着众人挤在窗口，着急道：“快快快！陛下突然到了发情期，这里没有雌性。”医生来的路上就听说了症状，手中早已准备好了抑制剂，张望着就要跳下来时，看见躺在岸边装睡的唐仙儿，愣了下，也没时间去管，自己带着7、8个身强力壮的护卫下，饺子一样跃入水中。一众人以为会看见陛下因为难受无法排解，只能自残缓解痛苦的惨烈场景时，便见到安安静静在水底睡得一脸安逸的杰拉维。别说自残，连点伤都看不见啊！众人，活久见。发情时没有打抑制剂的痛苦，经历过的人都懂。
何况是杰拉维这种强大的人鱼。人鱼族有个共识，越强大的人鱼发作起来越是痛苦持久，这也是历代人鱼王十分滥情的原因之一。可现在的场景就让人很费解了。众人不禁想到，难道陛下不行？不过嗅到水中那强烈的让他们本能想往后的信息素，立刻打散了脑海中大不敬的想法。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只有一半人鱼血脉的陛下发情时和大家有所不同，也是正常的吗？大家找到合理的理由，便不再纠结了，小心翼翼地上前把昏睡中的杰拉维抬起往水面去。等把人放到床上，医生一番详细的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便叮嘱绿木森好生照顾陛下，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梅洛混在人群中，听到杰拉维没有事，表情复杂难言。他一方面高兴杰拉维没出事，事情平息后就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方面又可惜对方没事。如果他出事了，以家族的力量肯定是能在王位竞争中获得极大好处的，他也算是家族的大功臣了。这一系列的微表情都被当成吉祥物安置在杰拉维身边的唐仙儿看得一清二楚。他被利用了，也坑了杰拉维。好在这次只是催情剂，要是他因爱生恨放毒药呢，那他一辈子也睡不了安稳觉了。如此想着，他生了些怨怼，垂下眼睛不再看他，心中五味杂陈，想着等杰拉维醒了，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而此时的受害人杰拉维正做着让人脸红心跳的美梦，梦中的他赤身裸体的与一个少女耳鬓厮磨，炙热的喘息和凶猛的动作混着汗水被轻柔温暖的海水清洗掉。少女的声音软软糯糯，带着破碎的哭腔，一声声喊着他的名字，杰拉维，杰拉维。他极力想要睁开眼睛看看少女的模样，可是眼睛像是被捕蜡肯鱼喷出的胶水粘住了一般，无论多么急切就是睁不开。快感使大脑空白一片，他摸索少女圆润的脸庞，哑声问道，你是谁？少女气恼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杰拉维想说自己睁不开，可少女的话就像是解除魔咒的咒语，这一次他轻松地睁开了，然后便见了软软那娇俏明艳的脸，她的身体变得和正常的伊特利亚人一样高，正偎依在他怀里，嘟着嘴道，看清楚了吗，亲爱的？啊！杰拉维猛然惊醒，随即便见到被他突然的叫声吓得手中的瓜都掉了的软软正傻傻地看着他。陛下！桑巴斯阁下来了。门外响起杰克的汇报声，屋内的唐仙儿看向拄着下巴悠悠看向他的杰拉维，又默默地把视线收了回去。杰拉维头也未抬地道，让他等一等。是。杰克脚步声远去，室内再次陷入一片诡异的死寂。唐仙儿无法忍受地挪动下屁股，把背影对着杰拉维，手中的顶级鱼子酱瞬间就不香了。自从3天前杰拉维从昏睡中醒来，他整个人态度就变得怪怪的，只要是他们独处的时候，就会像现在这样用复杂的眼神盯着他看，像个跟踪狂一样跟在他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唐仙儿被看得心里毛毛的，小巴也扫描不出个什么，只告诉他杰拉维对他的喜爱值升高了到95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会引发这样的结果。还有，这个世界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喜欢一个人就会这么喜怒无常的吗？心里吐槽着，杰拉维已经凑了过来，用手指梳理他的头发。唐仙儿暗自松口气，在对方靠过来后，瞬间僵直的背部也重新变得舒展。不怪他反应这么大，昨天的事还历历在目，他现在又频繁凑过来闻他身上的味道，更让他感到十分不自在，完全猜不透他这是在干嘛。要不是理智尚存，他真想整一句，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杰拉维如果知道他在吐槽什么，一定会回答，他没有吃错药。自从做了那个奇怪又真实的梦后，他已经无法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他了。正常人都会做春梦，可是梦见的对象是自己的宠物就很不正常。更重要的是，虽然那时他的神志不清醒，但在那时闻到的雌性信息素是不会出错的。可人鱼是不应该嗅到动物的信息素的。他详细的问过了绿木森那天发生的细节，当时他抱住的人就是软软，这很说明问题。他这3天着重观察软软，跳开他是动物这个框架后，用另一种角度去看，忽然觉得很不一样。软软看起来呆傻，但却很有边界感，这种边界感平时看不觉得什么，可是现在特意去看，就感觉到了他的异常之处。试问，谁家的宠物会因为自己的衣裙搭配的不好看而心情变差呢？动物懂得搭配吗？为什么审美会那么正常？一天说的话虽然很少，但细细想来，软软每次开口都是在他不能用眼神和动作表达的时候，甚至他能用最少的字说清楚自己的目的。很奇怪不是吗？越观察他越觉得软软有些不对劲。他很肯定这种感想不是因为想证明自己不是个变态，所以基于在软软身上找原因才产生的。虽然是在梦中，但那感觉太真实。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热衷男女之事了。他也有点食髓知味，吃了肉再也不想啃骨头了。但是他不想随便找个女人讲将就，只能转移注意力观察软软了。而且软软似乎对他升起戒备心了呢，真有趣啊。他准备再观察观察。杰拉维心情极好的给唐仙儿扎了2条大辫子，满意地点开智脑拍下自己的杰作留作纪念，然后抱起唐仙儿道，走吧，带你去送你的好朋友最后一程。正在吃鱼子酱的唐仙儿听到这句话差点呛住，艰难咽下去，假装若无其事继续吃东西。走过长长的走廊，遇到等在门外的桑巴斯。对方见到杰拉维，立刻把手中密封袋装好的文件双手呈上。陛下，这里都是供词，催情剂是梅洛小姐在父亲祖父的授意下涂在了软软的头发上，这一份是催情剂的来处，已经依法对梅洛家族实行流放判刑，请您过目。杰拉维拿着文件看了几眼，满意道，做得很好，辛苦了。桑巴斯心情激荡，垂下头谦虚道，陛下过奖了。而听完全程的唐仙儿微微睁大了灿若星辰的眼睛，
他还在想要不要告诉杰拉维那天的事是梅洛干的呢，怎么这么快他就要被流放了呢？他还以为杰拉维这3天光盯着他了呢，没想到效率怎么高的。可3天时间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呢？不需要走司法流程吗？没等他感慨完，杰拉维带上他坐上国王专用大船，一路乘风破浪，在那条能在天空中漂泊的海洋里畅游。没多久便远离了市中心，大船停在一处海风静谧的海域中。很快，一行人鱼押送着18个用锁链捆在一起的人从海底冒出，中间与其他人隔着一段距离的人便是梅洛。唐仙儿伸直了脖子看去，只是3天不见，他就憔悴了很多，粉嫩的脸颊顶着一个巴掌印，身边的家人瞟向他的眼神也带着愤恨，显然因为他的临阵脱逃被全家记恨了。梅洛的父亲用力撞开抓住他的护卫们，面容悲戚朝船上的杰拉维喊道：“陛下，请您原谅我的家族吧，我一时迷了心窍，架不住女儿的哭求才犯下错事，请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梅洛在人群中无神的双眼动了动，唇边露出一丝冷笑。他从没有哪一刻如此清晰地看到父母对他的不在意，他从始至终都只是可以随时泼出去的水而已。杰拉维淡淡地扫视一眼声泪俱下的昔日大臣和那些蜥蜴的看着他的人，然后看向梅洛，好奇地问道：“你那天为什么离开？如果没有离开的话，按他当时的情况，是真的会和他发生什么？按他自己下达的法律，不娶她会很麻烦。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很肯定自己不会无缘无故的发情，甚至没有一点缓冲时间。清醒过来后，他就知道这件事不是偶然。觊觎王后位置的大臣不要太多，这样的手段下流但有效，因此他出动了最强的侦察团调查这件事。”梅洛一顿，没想到杰拉维会问他问题，事到如今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直言道：“陛下，我没想到那是催情剂，我的自尊还不允许我用这种手段嫁给您。”杰拉维挑挑眉，没有问他原本以为那是什么，又问道：“你后悔吗？”梅洛看一圈对上他视线便露出厌恶的眼神的家人，摇头道：“不后悔，再来一次还是会逃走。”杰拉维点点头，侧头对执行官吩咐道：“梅洛小姐流放到洛菲海域，其他人不便。”是。梅洛的家人惊呼道：“陛下，您不可以这样。洛菲海域虽然也是危险重重的蛮夷之地，但那里对比他们要去的暗无天日的深海海域却安全了不少。”杰拉维没有再搭理任何人，而是看向唐仙儿道：“软软要告别吗？”看了半天戏的唐仙儿假装没听到。杰拉维轻笑：“好吧，那我们回去吧。”梅洛的事情处理完，唐仙儿觉得自己似乎也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杰拉维很闲，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成为人形抱枕的时间也更多了，多到唐仙儿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丝丝危险，也不知道他是哪里露馅了，让他在但凡他会出现的地方隐秘地安装上了摄像头。杰拉维以为他不知道，可是他是有系统的人，小巴这点提醒还是免费的。即使知道摄像头的位置，但没有隐私的生活让他很难受，不管干什么都要在脑子里转一圈，思考利弊才敢行动下去，还得忍着冲动不去看摄像头。唐仙儿忍得很辛苦，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会在他专注地干一件事的时候冷不丁地问他：“你来自哪里？”要不是小巴给他消音，他真的下意识回答了。至此之后，他时刻防备着对方各种问题，不管他问什么都不说话。不过这也让他这段时间过得精神衰弱，更不提赚喜爱值的事情了。他现在只想找机会离开这里，再待下去杰拉维就该像伦纳德一样把他关进铁笼子里研究了，也不知还能坚持几天。杰拉维对他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给他制造需要智商才能通过的考验，比如给他玩容易使人暴躁的坑爹单机游戏。好在玩游戏一直很菜，想暴躁也暴躁不起来。又一次靠卖萌糊弄过去，杰拉维有意的盘查。唐仙儿心累的躺倒在被窝里抓狂，这次的出逃计划完全没头绪呢。茫茫大海，他该怎么离开才好呢？就在他焦虑的头发都快要掉的时候，第二天杰拉维又突然忙了起来，这给了唐仙儿喘息的空间。因为存了要离开这里的想法，他积极主动的出门去收集信息。好在因为杰拉维对他的在意，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没有人阻拦，所以他误打误撞的闯进了一场重大会议。高大奢华的宫殿里，杰拉维坐在高高的王座上，底下站着一圈男男女女的大臣。要不是他们的穿着不对，唐仙儿还以为自己穿越进了华夏古代王朝呢。众人神色各异地看向呆呆凝望他们的唐仙儿，有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由率先打破沉默道：“真的和传闻中一样娇小漂亮啊！”大家都是人精，有那觉得宠物不该进入这神圣殿堂的人，觑着杰拉维的脸色也不敢说什么。更多人很有眼色，跟着一起夸：“不愧是陛下养的宠物，这么水润漂亮，眼睛比最美的珍珠还要好看。”是啊，还特意找到这里来了呢，一定很想陛下吧？真是贴心的小家伙。唐仙儿，你们在说啥？他准备识趣的离开，杰拉维却在这时笑着朝他伸出的一只手道：“软软，过来。”唐仙儿不想过去，但对上杰拉维眼底的微光，还有周围人看戏的目光，他纠结了一秒，觉得这种时候还是要给临时饲养者一点面子的，于是噔噔噔地朝对方跑去，爬上9级台阶，一双等候已久的双臂把他抱上自己的膝头，引得下面的大臣们纷纷露出不赞成的表情。他们一群身份高贵的人站在下面仰望一只宠物算怎么回事？但也没有一个敢出来当场指责什么。唐仙儿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刻，他因为这份偏爱记载进了人鱼族的杰拉维爱宠成魔历史篇章中，尤其是到了后期他人类的身份被公开，这个篇章被当成有力证据，成为被抢夺的有力证据。扯远了，回归正题，大臣们虽然有些微词，但事已至此，
唐仙儿也表现得很是乖巧，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会议得以继续。大臣 A， 陛下，今年的海神祭是您继任以来首次举办，我觉得要办得比任何一届都要隆重。大臣 B， 我赞成。您的首次海神祭，到时候其他国也会派人过来庆祝，预算还要拉高才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言的发表意见。唐仙儿全程听下来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生活在大海中的智慧生命们共同信仰着海神，他们有一本像圣经一样厚的关于海神的神话传说。再过2个月就是海神的诞辰日，为了给海神庆祝，人鱼们每年一小庆，3年一大庆，相当华夏的阅兵式和春节的结合体。每年的海神祭，各大沿海城市都是最热闹的时候，人鱼们载歌载舞，节日庆祝7天7夜。这7天也是一种称为海神的礼物的叫做犄角小鲨的鱼类繁衍兴盛的季节，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但相应的肉质美味，其他季节是不允许捕捞的，只有在海神祭上才能敞开了肚皮吃。因此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没事都会过来参加海神祭，但人家的神仙过生日也不能只带着一张嘴过去，所以每年的人鱼族海神祭也是其他国家展现自己文化的时候，让国家队过来给海神献舞。也有一些鸡贼的商家会过来低价搞促销。上千年发展下来，海神祭也成为一些有才华的人和硬产品出人头地的场所和机会。摊子铺大了，治安和后勤工作就很繁琐。今年刚好是第3年，他们正在商讨要怎么办得隆重漂亮。怪不得杰拉维最近这么忙碌，原来是为了这个。想着他们至少要忙碌1个月，唐仙儿高兴的心飞扬，一边听着他们在商讨细节和今年要准备的歌舞，越听越觉得那天是最好离开的时候。人多意味着飞船多，人多眼杂，他逃出去的机会大了很多，心里有了盼头。唐仙儿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焦虑症都要痊愈了，晚上表现得更自然了一点。杰拉维看着兀自高兴的唐仙儿，眸光幽深了几分。这些天的试探，他也对自己的猜测有了一点谱，但小家伙很是警惕，他也不打算吓着他，准备循序渐进。因为多了唐仙儿可能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智商低下的人种的成因。最近一起睡觉，杰拉维不可避免地想到那天的梦，手掌下的曲线也变得烫手起来。可因为越发饥渴的症状，他红着耳尖并没有放开，反而抱得更紧了，怀中抱着软软香香的身体，皮肤与之相触，那种满足感真是太美妙了。原本想着等海神祭结束了，到时候给软软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计划给默默划掉了。一无所知的唐仙儿，因为他越发黏黏糊糊的举动，嘟着嘴，把脸尽力离开他的胸肌，大腿坚定地盘在他腰上，不肯往下移动一分。对这个睡觉不穿衣服的家伙很是无奈，他现在只希望海神祭快点到时间，再这样下去他要对男人失去兴趣了。等待海神祭来临的1个月时间内，唐仙儿过得十分忙碌，毕竟逃跑也是需要体力的，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状态他都劲头十足的准备中。这次他是认真的，不过有监视器在，他并没有傻到明目张胆的做这些准备。明面上他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其实每天洗澡的时候会刻意的训练一下自己的憋气能力。一天中难得的放风时间，他便满王宫溜达，与负责在杰拉维不在时看顾他外出的绿木森玩躲猫猫游戏。2个月下来，他几乎要把平时没有人注意到隐蔽的角落都盘查了个彻底，可能建筑师自己都没有他清楚，王宫还有这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呢。绿木森找到他的时间越来越长，海神祭也在绿木森一天天喊侍女一起找唐仙儿的担惊受怕中越来越近。转眼1个月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一大早天还未亮，唐仙儿便听到外面不同以往的热闹。他把横在自己腰上的手臂挪开，小心翼翼地下床，走到窗户边，踮起脚尖打开能看见大半个城市风景的窗户。咸咸的海风裹挟着滚滚的人声涌进了房间。唐仙儿探出一半的身体往外眺望，便见一艘艘小船上载着许多的兽人和羽族在海水中穿梭，这都是先一批过来抢购旅社的游客。许多的人鱼从海水中冒出头颅，向游客们推荐自己家的民宿，或者是刚采摘的珍珠，还有奇形怪状的鱼。虽然离真正的海神祭开始还有3天，但唐仙儿已经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心情忍不住跟着雀跃起来，正看得起劲呢，忽然一只大手罩上了他的脑瓜。杰拉维不知何时也起床了，他看着下方涌动的人群和不远处一辆辆飞行而来的飞船，眸色微微闪动。软软，你好好在这里待着，不要再躲到别人找不见的地方去了。说完，他便急匆匆传唤侍女进来，给他穿上繁重的冕服去上班了。唐仙儿又看了许久，这才心满意足地爬上床睡一个回笼觉。之后的3天都是这样度过，杰拉维也一天比一天起得早。这就像是北京奥运会，群策群力彰显自己国家的繁荣强盛和文化底蕴。杰拉维这段时间就差一个人劈成2半用，对他的看管放松了不少。但百忙中之中还记得嘱咐绿木森海神祭当天带着他出去玩。没等他暗自高兴，侍女们便领着一位长发飘飘又潦草，浑身散发着浓烈艺术家气息的男人走了进来。唐仙儿好奇地打量坐在自己面前双眼放光的男人，不解地把目光移向侍女。小侍女笑嘻嘻道：“软软乖啊，让塔塔达先生给你画一个海神图腾装哦。”唐仙儿不明所以，名叫塔塔达的潦草男人已经拿出自己的绘画工具，十分惊喜地道：“哦，小可爱，你的眼睛真漂亮，我忽然有了新的灵感，一定会把你画得更美的哦。”说着，他便让人固定住唐仙儿的脑袋，然后用画笔蘸取了蓝色的颜料，试探地在他的眼周绘画起来。本来还担心唐仙儿不好伺候的塔塔达一开始有些小心谨慎，但很快便发现服务对象相当的乖巧配合，这让他更喜欢这只让他灵感爆棚的小可爱了。唐仙儿眼珠子克制不住的随着画笔的游走跟着咕噜噜转动，引得身边的小侍女们咯咯咯笑起来。大约15分钟后，
大家的目光渐渐地变得惊叹起来。唐仙儿心痒痒的，捧着脸道：“镜子，镜子！”小侍女从惊艳中回神，立刻抱着唐仙儿去了镜子面前，然后她便见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蓝色和淡紫色的颜料从太阳穴过渡到眉眼之上，整体图案是一条跃起的美丽鱼尾，鱼尾只画了半截，便体现了它跃起的动态美。飘渺轻盈的鱼鳍连接着它闪亮如星辰的眼睛，仿佛鱼儿已经跃入了他眼中的星河里遨游。裸露出来的双臂上也画上了海浪的波纹，这使他蠢萌的气息被掩藏，凸显出过分的颜值，让他变得更加夺目。唐仙儿满意的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对突然冒出来的艺术家十分欣赏，要不是身份限制，他都要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了。正欣赏着，突然从镜子中看到他们拿出了一条高仿的人鱼尾巴，外形上和杰拉维那条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大半。侍女笑嘻嘻的给他把定制的鱼尾套上，然后把他黑长直的长发烫成大波浪，最后把一些鱼鳞贴在他的脸颊和颈部当做点缀。大功告成后，一众人眼底都是慈爱的姨母之光。软软好可爱啊，我早就想这么打扮她了，可惜陛下一直不允许。等下出去，软软一定是最漂亮的小人鱼，要是能收获一群爱慕者的话就好玩了，嘻嘻嘻。那我们来打个赌吧，就赌软软能收获几个爱慕者好了。唐仙儿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对这条束缚住他行动的碍事鱼尾十分烦恼。他伸手想要去脱掉，也立刻被侍女们阻止，他都要怀疑这都是杰拉维防止他乱跑的阴谋。哼，阴险的男人。就这样，直到同样打扮一新的绿木森过来充当他的保姆接保镖，唐仙儿也没找机会脱掉鱼尾。罢了，反正他也没指望第一天就能逃出去。这一天的任务是查找飞船停放点。放宽心后，唐仙儿高高兴兴地坐在绿木森一侧的肩膀上出了王宫。汹涌的人潮和喧闹的音乐与笑声一瞬间像是把他拉进了另一个国度。他看着眼前的一切，嘴巴张成 O 型，数不清的船只用锁链牢牢地锁站在一起，形成一条条宽敞的木桥路。形形色色的游客挤挤挨挨地走在上面，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真心的笑容。小孩子们坐在大人的脖子上，看见什么都尖笑着闹着要过去看看。唐仙儿看眼左边正在表演的舞团，又看眼右边热火朝天的烧烤摊，一时陷入两难。漂亮的小姐姐和好吃的食物纠结2秒，他指挥着绿木森往美食区走，先吃饱才能干正事呢。走到美食区，这里聚集着许多的幼崽，也只有这7天，这些家境贫寒或父母管控严格的幼崽们才能敞开肚子吃东西了，因为幼崽半价，更小的甚至不要钱。唐仙儿咽着口水拿了好几串，卖家看他一眼报了半价，绿木森爽快的付钱。唐仙儿察觉到打扮成这样的好处了，那就是没有人认得出他就是那只爱宠了，没有人打扰地边吃边观察周围的幼崽吃饭当吃播看。有的兽人幼崽还不能化形，全身毛茸茸的，2只小爪子抱着电鳗鱼吭吃干饭的样子可爱到爆。唐仙儿看着他们努力干饭的样子，吃得更香了。摊主们面对一群幼崽也都耐心十足，见到唐仙儿全都愣了一下，然后他手中的吃食总要比其他幼崽要大一圈，不少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幼崽，看到唐仙儿的电鳗鱼总是最鲜美的，不服气的过来想要理论一番。喂，你！唐仙儿听到呼喝声，下意识低头，四目相对。原本一脸气愤的小人鱼还有些婴儿肥的稚气，小脸上忽然浮现了红晕。唐仙儿咀嚼着嘴里鲜美异常的鳗鱼，歪着脑袋看这个突然出生的170高的小娃。下一秒，小娃羞涩地低下头去，过了一会儿又仰着脑袋问道：“你有喜欢的人鱼了吗？可以和我交往吗？”唐仙儿嘴里的鳗鱼差点被这句话的杀伤力喷出来，眼睛瞪得溜圆看向他。早恋是不对的。小少年见他不说话，以为自己有戏，连忙从手腕上的小手包里掏出一张粉色的小硬币递给唐仙儿：“这是我的票，送给你，我叫卡尔。”看着少年掌心那粉红色的一张特制的上面印着一串数字的小票，唐仙儿有些懵逼，不知道这是唱的哪一出。随着少年的举动，周围的人全部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接着所有人的目光齐齐一亮。唐仙儿一头蓬松的黑色大波浪，脸上的彩绘如锦上添花，一看就是大师手笔，比其他人脸上的都要有特色，风格鲜明，十分契合他那双闪亮亮的眼眸。鱼尾的颜色也是十分罕见漂亮，大面的冰蓝色从腰臀的位置逐渐加深，到了宽大鱼鳍时突然又转变成七彩的颜色。在人鱼族，尾巴颜色过渡的越自然，颜色越多，便是美丽的象征。人鱼的审美比起脸更看重尾巴。唐仙儿如今的装扮在他们眼里无疑是绝世大美人，即使看上去年纪幼小，还不能变出双腿，但也抵不住男男女女们的追捧。看见他的人吃东西的声音都不自觉消弭了下去，大家纷纷围拢住绿木森和唐仙儿，他们像之前的小小少年一样，不论性别和年纪大小，都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粉色的小票，或羞涩或欣赏的递到唐仙儿的面前。小票的上数字都不尽相同，唐仙儿不知道该不该接，没有听过这是什么寓意，只能傻傻的看向绿木森。绿木森虽然是临时的监护人，但最近2个月一直都是他陪着唐仙儿做游戏，感情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很深了。这会儿看到唐仙儿这么受欢迎，颇有一种自家闺女优秀的没边，内心还是难免膨胀的。他自然是知道小票是什么的，每一个大型节日都能发展成年轻人们谈情说爱的好日子。远古的时候，祭拜海神也是各部落聚在一起给年轻人们创造相亲场所的日子。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演化，现在的海神祭不推崇这种生硬的相亲活动，变成所有人会打扮得光鲜亮丽，身体上涂满各种夸张又美观的图腾，让人看不出自己本来的样貌，混迹在人群中吸引他人，也让人欣赏自己。
大家凭着对方出彩的眼睛和气质评选出认为最好看的人，然后把自己的鱼鳞送给认为最漂亮的人。但拔鱼鳞太痛了，现在换成了小票，每个参加海神季的人都会得到一张，上面的数字都是有记录的，便于统计。每届收获小票最多的人鱼便能得到一次面见陛下的机会，获得最美人鱼称号，以及一个出名的机会。往届每一次获得最美人鱼称号的人鱼，无一例外都会被大导演看中邀请去拍电影。因为这份特殊的殊荣，来参加的外族也都会给自己画上漂亮的彩绘，伪装成人鱼，哪怕不成为冠军，也能检验一下自己的魅力值。绿木森把所有的小票来者不拒地收到他特意准备好的贝壳小盒子里，笑眯眯替唐仙儿感谢了一番大家的喜爱，然后又买了一大堆的食物分给卡尔，并替唐仙儿婉拒了他的告白。卡尔很遗憾，但并没有纠缠，拿着意料之外的礼物和小伙伴们离开了这个伤心的。绿木森准备带着唐仙儿到处逛逛，看看到底能收到多少小票。唐仙儿本来还不想走的，但是小巴在脑海中汇报他收到了几百点的喜爱值，知道是之前那帮人贡献的，立马抖擞起精神。他已经很久没有大量的喜爱值入账了，小命岌岌可危，哪能放过这么好的赚喜爱值的机会？于是这一路上，但凡他经过的地方，都能引发一点小小的骚乱，然后获得满满3个小贝壳盒子的小票。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年人不知道把票给谁，看到唐仙儿这个年纪又小又漂亮的小娃娃，立刻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票交给了绿木森。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不是人鱼，甚至不是伊特利亚人。唐仙儿心里美滋滋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能得到喜爱值就是好事。一路上，绿木森笑眯眯地感谢所有给唐仙儿投票的游客和本地鱼。唐仙儿借机让小巴记住路线，也大致估算出飞船可能在的区域。接下来就是在大家起航的时候找机会偷溜出来。凭他1个月靠躲猫猫制定的3条隐蔽路线，他对这次出逃有99%的把握。心中的大石头落下一半，唐仙儿咬一口拳头大的鱿鱼腿，终于有心情去看表演了。可还没等他行动，不远处一声女人的尖叫声盖过了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炸裂在唐仙儿的耳内。啊！有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快点抓住他啊！我的孩子啊！听到女人尖厉叫声的人都是一呆，接着一个抱着幼童的矮小男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听到女人的喊叫声也不慌张，十分熟练地扔出烟雾弹阻隔掉其他人的视线。这种事情每年的海神季都是难免的，但还是有心大的家长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一意孤行地把幼小的幼崽带出来一起参加活动。顿时场面变得混乱起来，不少幼崽受到惊吓，也有父母开始大声呼喊自己幼崽的名字，人群推搡起来。绿木森立刻把唐仙儿从肩膀上抱下来，紧紧护在怀里，然后对着智脑呼唤周围巡视的同事说明了这里的情况，然后自己也一脸肃杀地冲进尖叫连连的烟雾中，紧急疏散人群。唐仙儿紧紧抓住绿木森的衣领，转着脑袋四处查看，便见周围都是胡乱奔跑的人群，有人看不清路，从船桥上掉进海水中。大部分兽人普遍不喜欢水，自然不会游泳。一时间呼救声此起彼伏，早已习惯的人鱼们反应很快地跳进水中救人。唐仙儿见了高悬的心跟着放下，然后开始担心那些被拐走的幼崽。这时有人慌不择路地撞在了绿木森的身上，他正单手扯住一个吓哭的幼崽，这一下没有提防，唐仙儿就这样被甩了出去。绿木森大喊软软，唐仙儿掉在地上弹了2下，听见绿木森的声音也大喊道绿木森。绿木森把那个哭闹不止的幼崽抄起来就冲唐仙儿跑过来。好巧不巧的，一位救人心切的人鱼妹子从水底跃出，一尾巴拍得海浪连连，也把唐仙儿趴着的木船推远了。绿木森看得干着急，软软你别怕，我这就过去。他脸上冒出一片白毛汗，很想跳进水中，可身边的幼崽又实在哭得厉害，因为害怕紧紧地抱住他的腿脚不让走，就耽误的这一点功夫。唐仙儿越飘越远，他倒是对自己的安全不太担心。为了宽慰看起来像是要爆粗口的绿木森，他一动不动地趴着，免得节外生枝。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逃跑时间。唐仙儿考虑了2秒就放弃，他原本的计划很周详，并不会连累谁。如果现在走了，绿木森一定会被处罚的，所以还是打算按原计划行动。突然他余光一瞥，看见了那个混在人群中穿梭，身上已经背了3个幼崽的人贩子，想也没想便大声呼喊道人贩子在那里。人贩子吓了一跳，他身边的人也在唐仙儿的提醒下看见他，有血气的人立刻扑上去想要抢回幼崽。对方看起来瘦小，但力气一点也不小，身法也很灵巧，背着3个幼崽也跑得像是奥运健儿，眼看就要被对方逃到另一片区域里去。唐仙儿急得夹尾巴扑腾个不停，恨不能自己上去干架。就在这时，一阵大风突然吹去，吹散了烟雾中3对巨大的翅膀展露一角，没等被人看清全貌，翅膀又扇动了一下，俯冲冲向人贩子，只是轻轻的一抬手，人贩子便被制服了。3个幼崽也立刻被周围的好心人抱了起来。在所有人都为英雄鼓掌行注目礼的时候，唐仙儿已经傻掉了。英雄俊的很眼熟，华丽的仿佛经过太阳锻造的金色长发，碧绿色的眼眸还是那么清朗，刀削的轮廓，斜长的浓眉，让每一个见到他真容的人都发出无意识的惊呼声。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英雄的翅膀是黑色的。唐仙儿认出他是谁，呢喃道：露鲁斯。